九州大陆太虚宗祝天峰一雅致小院外，3道身影亭亭而立，皆是容貌殊绝、气质各异的女子，此刻却都凝着焦灼，俏脸上皆带着羞红。而厢房之内，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穿窗而出。大师姐，这可如何是好？四弟子狐媚柳眉紧蹙，声音带着颤抖。师尊身中那阴阳魔宗的合欢散，时辰若再拖下去，恐怕真要身死道消。站在最前的大弟子苏九力，一袭素白衣袍衬得他身姿挺拔，胸前的丰盈更是显得他前凸后翘。只是此刻清丽的脸庞上满是急色，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法子？他声音带着苦涩，师尊一生清修，守身如玉，从未有过道侣。咱们师姐妹7个皆是女子，这教师尊如何熬过此劫？三弟子陈情闻言银牙紧咬，眼中怒火熊熊。那阴阳魔宗真是卑劣无耻，正面斗法不敌，竟用此等下三滥的毒计。这合欢散毒性霸道无比，一旦毒发，不仅一身灵力修为会化为乌有，解毒之法更是要行那阴阳调和之事，且需连行7次方能彻底清除毒根。可眼下咱们去哪里寻那合适的男子来？苏九力缓缓摇头，声音低沉而无奈。即便能寻来男子，以师尊的性情，宁死也绝不会接受这等方式的。他老人家世名节如性命，断不会容忍自己落得如此境地。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师尊香消玉殒吗？皆是心头一沉，脸上满是绝望与无助。小院中的气氛一时压抑到了极点。就在此时，院门外传来一道清朗嗓音：“几位师姐都在，师弟陈峰来给院里的灵芝浇水了。”话音未落，3道目光齐刷刷投向门口。陈情先是一怔，随即眼中迸出亮色，脸上掠过一抹激动，急促开口：“大师姐，谁说没合适的男子？这不是来了吗？”苏九力眉头微蹙，目光落在门口那身着粗布麻衣的少年身上，迟疑道：“你是说让他？可他陈峰不过是个杂役弟子罢了。”陈情却显露出不管不顾的急切，扬声道：“管他是什么身份，只要能解师尊身上的毒便好。不过一个杂役弟子，哪怕事后处置了，至少能保师尊性命，难道不是吗？”苏妹也在一旁点头附和：“正是，大师姐。眼下时辰紧迫，多耽搁片刻，师尊便多一分凶险，可不能再犹豫了。”苏九力沉默片刻，终是微微颔首。他们2人所言非虚，宗门里的杂役弟子本就不起眼，即便有什么意外，也不会有人过多留意。他定了定神，抬眼望向陈峰，沉声道：“你过来。”陈峰站在门口，方才他们的对话已入耳中，瞬间便明白了其中关窍，心头猛地一沉，暗骂不止：这帮人竟想着用完就杀，平日里将自己视作草芥也就罢了，今日竟要如此赶尽杀绝。想我胎川穿越至此18载，加入这个太虚宗，原以为以后平步青云，与小说中主角一样飞天遁地，没想到自己却是下品灵根，8年光阴都耗在伺候这些真传弟子上，端茶送水，打理灵职，从未有过片刻懈怠。终究是自己资质太差，修仙之路渺茫，只能屈身做个杂役弟子，任人差遣。稍有不满，轻则筋骨受损，重则性命难保。上一任负责这小院杂役的弟子，不就是被他们责罚受伤后，仍强撑着伺候，最终殒命的吗？陈峰压下心头波澜，脸上堆起几分真诚的笑意，拱手问道：“不知几位师姐唤弟子前来，有何吩咐？”苏妹往前一步，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温和，似是恩赐般说道：“陈峰，你的机缘到了。师尊身中奇毒，需男子相助方能化解。眼下此处只有你是男子，你去为师尊解毒，事后好处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怕不是事后便要被碎尸万段。”陈峰心中冷笑，即便他们不动手，那位师尊柳如月醒来也绝不会放过自己。柳如月在太虚宗是出了名的冷冽，素来男子勿近，性子刚硬，若知晓此事，自己怕是死了还要被鞭尸泄愤。他脸上露出为难之色，拱手道：“几位师姐，并非师弟不愿，只是师弟实在是有心无力啊。”苏九力闻言，面色骤寒，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怎么，你敢不从？师尊的容貌风姿，9州之内不知多少男子梦寐以求，你反倒嫌弃起来了？再敢说半个不字，此刻便取你性命！休要多言，进去！”陈情一把攥住陈峰的手腕，力道之大，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猛地将他往房间里推去。解不了毒，就别想活着出来！陈峰猝不及防，被推得一个趔趄，踉跄着撞开了房门，一股奇异的幽香夹杂着压抑的娇喘声从屋内扑面而来。房间内，柳如月斜倚榻上，原本一丝不苟的道袍此刻松垮开来，露出一截7双赛雪的香肩，衣襟滑落处隐约可见细腻肌肤。她秀眉紧蹙，贝齿轻咬着下唇，双腿下意识的并拢，胸前起伏剧烈，每一次喘息都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那双往日清冷如寒潭的眸子，此刻蒙上了一层水雾，迷离间却仍透着几分强行的克制，显露出内心的极致挣扎。陈峰立在门内，只一眼便觉呼吸一滞，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柳如月本就是太虚宗乃至整个9州都闻名的绝色，清冷出尘，如今这般模样，褪去了平日的疏离，添了几分不自知的娇态，对任何男子而言都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谁让你进来的？快滚出去！柳如月抬眼望见陈峰，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慌乱，
那被毒素勾起的本能欲望几乎要冲破眼底，却被他用残存的理智死死压制，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还强撑着几分平日的威严。弟子陈峰奉几位师姐之命，前来为前辈解毒。陈峰定了定神，垂手说道，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情绪。其实自他踏入这房间的刹那，心中便已想明，事到如今，退路早已断绝，顺从是死，不从亦是死，左右皆是一死，倒不如他抬眼望向榻上那绝色容颜，心中暗道，若能得此佳人，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总好过不明不白地殒命，那才真是亏透了。谁要你解毒？我不需要，出去，否则。柳如月的声音愈发微弱，体内的毒素如烈火烹油，正一点点吞噬着他的理智，那威胁的话语也显得有气无力。陈峰见柳如月气息虚浮，眉宇间满是难掩的颓态，便知他已无力反抗，心中最后一丝顾忌也随之散去。他抬手解开腰间的粗布系带，衣袍滑落肩头，迈步朝着床榻走去。柳如月瞳孔骤缩，眼睁睁看着那只手离自己越来越近，指向自己的腰间系带，残存的理智让他厉声喝止：住手！你敢放肆！他拼尽全力想要抬手将陈峰推开，可体内的毒素早已抽空了他的力气，手臂抬起不过寸许便软垂下去。陈峰对他的喝阻置若罔闻，指尖微动，已解开了他道袍的系带。随着衣料滑落，柳如月那因毒素侵扰而泛着淡淡粉晕的躯体，便这般毫无遮掩地呈现在陈峰眼前。陈峰望着他眼中那挣扎不休、终究难掩本能的情态，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缓缓俯下身，声音压得极低：前辈莫怕，弟子定会全力以赴为前辈解此剧毒。不要，你别啊！柳如月的抗拒声戛然而止，娇躯弓起，双臂死死地抓住陈峰的双臂。一个时辰后，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陈峰迈步而出，抬眼望去，院门外的三道身影神色各异。苏九离立在那里，素白的脸颊染上一层薄红，眼神有些闪躲。陈琴斜倚在旁边的古树上，往日的刚烈不见踪影，一双眸子水光潋滟，带着几分异样的迷离。狐媚更是直接软倒在门边，双手下意识地环在腹前，脸色绯红，呼吸也比寻常急促些。陈峰见状先是一愣，随即一起方才为柳如月解毒时，他难忍痛楚与燥热发出的声响，想必是那动静传到了外面，扰得几位师姐心绪不宁。见陈峰出来，苏九理定了定神，快步上前，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陈峰，里面情况如何？师尊身上的毒解了吗？陈峰理了理衣襟，拱手回道：师姐放心，前辈体内的毒火已暂时压制下去了。那真是太好了。陈琴闻言，立刻从树上直起身，急匆匆便往房间里奔去。狐媚也咬着唇，挣扎着站起身，紧随其后。院门口只剩下陈峰与苏九离二人。陈峰迟疑片刻，问道：弟子的事已暂了，是不是可以离开了？不可。苏九离摇了摇头，语气坚定：方才三师妹也说了，此毒霸道，需7次调和方能根除，在师尊彻底解毒之前，你不能离开这处天峰。这也罢，既然如此，弟子便再勉为其难，为前辈多解几次毒吧。陈峰略一迟疑，缓缓应道。苏九离见他那副不情不愿的模样，不由得翻了个白眼，心中暗哼：占了这等天大的便宜，竟还说什么勉为其难，男人果然都是这副德行。你在此处等着，不许擅动。苏九离叮嘱陈峰一句，转身便要往房间走去，脚刚要踏入门槛，却又猛地停住，指尖在空中快速虚点，似是勾勒着某种符文，随即屈指一弹，一道细微的灵光便没入陈峰胸口。陈峰心头一凛，忙问道：师姐，这是何意？弟子并未想过要跑啊。苏九离冷哼一声：谁知晓你会不会临时变卦？此乃寻踪符，任凭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能寻到你的踪迹。说罢，不再多言，转身步入房间。陈峰无奈地摇了摇头，也只能听之任之。院子里再次归于寂静，陈峰闭上双眼，默默内视己身。方才为柳如月解毒之时，他只觉体内灵力翻涌，此刻凝神细察，竟是惊喜不已。原本停滞在炼气2层的修为，竟已跃升至炼气5层，足足精进了3个小境界。要知道，这还是在柳如月修为暂失的情况下。他心中一动，若换做一位修为在深的修士，又会是何等光景？莫非能直接突破制住机器？这般念头涌起，陈峰心中既有激动，又生出几分莫名的期待。就在此时，房间内忽然传出一道带着几分虚弱却依旧威严的声音，冷冽如冰：你们3个将那个小畜生给为师杀了。陈峰闻言，心头猛地一紧，果然如此，当真是无情至极。好歹自己也是他生平第一个男子，竟真能做到用完就杀。此刻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趁现在就逃？可转念一想，身上还被下了寻踪符，又能逃到哪里去？终究是徒劳。只听房间内苏九离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劝诫：师尊，您体内的毒尚未根除，此刻还不能动他，待您彻底解了毒，再处置他也不迟。狐媚也连忙附和：正是，师尊，他既为您解毒，左右不过是个死，也不必急于这一时。柳如月的声音里满是羞愤，怒喝出声：意图！为师何时说过要靠男人解毒？便是生死道消，为师也绝容不得男子近身半分。你们速速将那畜生杀了！
房间里传来二人迟疑的声音。门外的陈峰听着他们犹豫，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自己刚刚才寻到快速提升修为的门路，往后还有大好前程等着去闯，怎甘心就此殒命？苏九力他们皆是宗门真传弟子，修为最低的也已达金丹期，自己不过炼气5层，绝不是对手。若是他们真听了柳如月的命令，自己今日必死无疑。念及此，陈峰不再犹豫，伸手推开门，大步走了进去。柳如月见陈峰竟敢主动进来，本就怒不可遏的俏脸瞬间长得通红，怒火更盛。他猛地从榻上坐起身，身上的锦被顺势滑落至腰间，露出7双赛雪的肌肤。他伸手指向陈峰，声音因愤怒而尖利：“小畜生，你还敢进来！老三此刻便为师杀了他！”话音刚落，他又微微蹙起眉头，一手下意识地捂住小腹，方才动怒时用力过猛，牵扯到了体内尚未平复的气息，一阵异样的感觉传来，让他羞愤更甚，怒火几乎要烧透理智。陈情听的师尊吩咐，脸上露出为难之色。若是此刻杀了陈峰，师尊后续解毒再无依靠，必然性命难保。难不成还要再寻一个男子来？这显然不现实。就在他迟疑不决之际，陈峰却忽然微微一笑，开口说道：“几位师姐，前辈此刻说的不过是气话罢了。你们想想，前辈遭歹人下毒，心中定然积满愤懑。再者说，前辈修行已近1000年，道心坚固，怎会甘心就这般殒命？依弟子看，前辈心里其实是不愿就此生死道消的。”苏九力、陈情与狐媚听了这话，相互对视一眼，皆是微微点头，显然认同了陈峰的说法。眼下保住师尊性命才是头等大事，其他的只能暂且不论。逆徒，你们都是逆徒！柳如月气得嘴唇不住颤抖，心中又急又怒，却偏偏想不出更有力的话语反驳，只能反复念着逆徒2字，胸口起伏愈发剧烈。陈峰未将柳如月的怒火放在心上，转而对苏九力3人拱手道：“还请3位师姐暂且回避，弟子有法子说服前辈。”狐媚闻言，眼中带着几分迟疑看向他，以当真有办法说服师尊。自然，陈峰语气笃定，没有半分含糊。那也罢。苏九力先是担忧地望了望榻上的柳如月，随即转向陈峰叮嘱道：“那就有劳你了，这几日已无需做旁的事，只需在此处照料师尊便可。”陈峰朗声道：“师姐放心，弟子定会尽心竭力为前辈清除余毒。”苏九力微微颔首，又对柳如月道：“师尊好生歇息，弟子先行告退。”柳如月此刻几近绝望，一身修为尽散，与寻常凡人无异。几个弟子又全然不听号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转身走出房门，还将那扇门轻轻合上。陈峰侧耳细听，院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显然苏九力3人已离开了小院。陈峰回过神来，嘴角微微一扬，目光落在柳如月身上。此刻的他脸上满是惊恐，双手紧紧攥着锦，背掩在胸前，双腿也死死夹着背脚，仿佛那薄薄的锦被视唯一的屏障。见他这副模样，陈峰心中掠过一丝笑意。如今的他在自己面前与无修为的蝼蚁无异，若要取他性命，不过一念之间，可他不能这么做，杀了他，自己才是真的断了生路。想要活下去，还得从柳如月身上另寻出路。他迈步走向床榻，柳如月望着步步逼近的陈峰，眼中怒火与惊惧交织，厉声怒骂：“小畜生，你趁现在逃还来得及，待我修为恢复，定将你碎尸万段！”话未说完，陈峰已俯身靠近，柳如月双眼骤然瞪大，双手不住地推搡着陈峰的肩膀，可体内余毒未清，本就虚弱，力气渐渐消散。夜风穿过窗棂，吹得烛火明灭不定，将2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处。许久之后，陈峰坐在床沿，心中满是惊喜。内视己身，灵力运转间比先前浑厚了数倍，修为竟又精进2个小境界，已然达到炼气7层。柳如月瘫在榻上，浑身软绵无力，心头翻涌着复杂滋味。那残存的余韵让他羞愤欲绝，回想方才的情形，自己竟鬼使神差的没有推开他，甚至此刻念及，恨不得立刻自绝经脉了断。然而当他瞥见陈峰周身散发出的气息与先前判若2人时，不由得美眸圆睁，脸上写满不可思议，喘息着问道：“你的修为竟提升了？”他明明记得这个小畜生是炼气2层的修为，怎么一转眼就炼气7层了？陈峰望着他潮红未退的俏脸，声音温和：“全赖前辈相助，否则弟子哪能有这般境界？”因我……柳如月一怔，转瞬便反应过来，语气带着难以置信：“你是说，方才你我那般相处，竟能助你提升修为？”此刻的柳如月一脸懵的状态，竟没有躲开陈峰的目光。陈峰坦然点头，并未隐瞒，正是，只是不知这般情形对前辈是否也有益处。柳如月正欲凝神探查自身状况，忽然娇躯一颤，眼中寒芒骤起，猛地抬手拍开陈峰的手，厉声呵斥：“小畜生，你的手往哪里碰？”陈峰讪讪地将手收回，指尖不自觉地轻轻搓动。柳如月羞愤交加，抓起身边的枕头便朝陈峰掷去，怒目圆睁，指着门口喝道：“滚出去！给我滚出去！”陈峰见他动了真怒，连忙接住枕头，嘿嘿一笑：“前辈莫要动气，弟子这就走。等入夜了，弟子再来为前辈清除剩余毒力，想来用不了几日，前辈便能恢复修为。”说罢，他目光在柳如月身上一扫，
这才转身走了出去。房间内只剩柳如月一人，她怔怔地坐在榻上，脑海中翻涌着方才的种种，心头满是羞愤与不甘。她抬手抚了抚微微发烫的脸颊，又想起方才那奇异的感觉，不由得银牙紧咬，眼中满是怨毒。小畜生，且让你得意这几日，待我修为复原，定取你性命，一切耻辱。陈峰不出房门，立于院中，凝神细品体内涌动的灵力，炼气7层的修为，比之先前已判若两人。他暗自思忖，若再与柳如月调和几次，定能触及炼气巅峰。待过了这关，便去接宗门任务，换取筑基丹。一旦筑基功成，便能入外门。若自身这体质当真能借由女子注意修为，那突破金丹、跻身内门，似乎也非遥不可及之事。只是去哪里寻那些甘愿与自己同修的女子？总不能动辄用强吧？陈峰轻轻摇头，用强之势与那阴阳魔宗的邪徒合意，终究是两厢情愿最为妥当。陈峰，师尊此刻情形如何？正当他沉思之际，一道带着急切的女声自身后传来。陈峰回头，见温清雨快步走来，月光洒在他身上，将那张俏脸映得愈发白皙。他眉宇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幽色，脚步匆匆，裙摆拂过地面的青草，发出细碎的声响。这温清雨乃是柳如月座下7弟子，年纪最小，性子单纯烂漫，不谙世事。他心头微动，眉梢微微一挑，机会似乎来了。若能说动他，陈峰对着温清雨拱手一礼，道：“师姐，前辈已无大碍，此刻正在歇息。若是师姐不放心，尽可入内探望。歇息了。”温清雨迟疑片刻，轻轻摇头：“那我便不进去了，免得惊扰了师尊。”他抬眸望向陈峰，清澈的眸子里满是好奇。方才听大师姐说，是你为师尊解了毒，你竟有这般能耐，连那春毒都能化解啊！陈峰被他问得一噎，心中暗忖，他竟不知解毒的方式。也是，温清雨自小在宗门长大，鲜少下山，平日里打交道的多是几位师姐，男子之中也就自己这杂役弟子与他接触稍多。从前他对自己向来是呼来喝去，从未有过男女之念，性子纯澈的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这般想着，陈峰竟不忍心对他下手了。可若不对他动些心思，自己又能寻谁相助？他还需尽快提升修为，让柳如月看到自己的潜力，或许这般才能让他改变主意，饶过自己性命。念及此处，陈峰的目光不自觉地在温清雨身上流转。只见他身形娇小玲珑，虽胸前不算丰腴，身后却曲线玲珑，自有一番娇俏韵味。她肌肤如雪，眉眼如画，倒真是个难得的美人。他定了定神，开口道：“师姐，师弟偶得一法，名为推拿按摩，不仅能助人体内毒素排出，还可帮着摒除杂念，于修行大有裨益。师姐要不要一试？”“哦，当真有这般功效？”温清雨微微一怔，他平日里入定阙是难事，往往要耗费许久才能静下心来正式修炼。闻言不由多了几分异动，先前怎么从未听你提过？莫不是在哄骗我？陈峰轻叹一声，从前师弟整日被杂物缠身，忙得脚不沾地，哪里有闲暇与师姐说这些？温清雨闻言点了点头，心中暗道也是。从前自己见了陈峰，总忍不住支持他做这做那，见不得他有片刻清闲。他既说的这般恳切，自己试试也无妨。他眼神一凝，神色郑重地说道：“你说的若真有那般效用便罢，若是毫无效果，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最恨旁人欺瞒于我。”陈峰闻言心中一喜，没料到竟这般轻易便将他唬住，忙应道：“师姐放心，若是毫无效果，任凭师姐发落。”心中却暗自盘算，等你尝过其中滋味，怕是只会缠着我不放，就如柳如月一般。头一次之后对自己喊打喊杀，第二次过后态度便明显缓和了许多。女子心性往往如此。温清雨不知他心中这些念头，点头道：“那便走吧，去我住处。”陈峰刚要迈步跟上，房间内忽然传来柳如月的声音：“陈峰，进来。”陈峰暗自叫苦，这柳如月偏偏在此刻搅局，自己好不容易搭上温清雨这条线，他此刻唤自己进去做什么？温清雨也露出几分遗憾之色，道：“师尊唤你呢，快去吧，许是要你继续解毒。我听师姐们说，这毒须得7次才能除尽。”陈峰无奈点头：“大师姐，那推拿之法改日吧。”“你快去吧。”温清雨微微颔首，又催了一句，转身便向院外走去，身影很快消失在月色中。陈峰目送他走远，才转过身踏入房间。刚进门，便见柳如月正满脸怒容地盯着自己，那眼神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陈峰！”柳如月厉声呵斥，声音中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我警告你，不许打我弟子的主意，否则定叫你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陈峰心头一怔，暗道不好，方才自己在院中与温清雨说的话，竟都被他听去了，真是失察。柳如月虽说修为尽失，但神识修为仍在合体期水准，自己方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定然没逃过他的探查。陈峰并未动怒，更无半分惧色，他大步走到床榻边，一手掀开颈被一角，另一只手已然探了进去，心中泛起一阵惬意。柳如月娇躯猛地一颤，又气又急：“你小畜生！”他扬手便要向陈峰脸上扇去，陈峰怎会让他得手？那只掀开被角的手迅速收回，一把攥住他的手臂，淡笑道：“前辈，
弟子方才在院外所言句句属实，那推拿按摩之术确有奇效。前辈若是不信，大可亲自一试。陈峰的手微微用力，柳如月眸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却偏偏奈何他不得，只能任由他动作。那种酥麻的感觉蔓延，直往心底钻，让他心头又羞又恼。可心底的矜持死死约束着他，绝不能让这小子更加猖狂。察觉到身躯愈发酥软无力，柳如月猛地扭过头，避开陈峰的目光，冷哼道：“哼，谁晓得你说的是真是假？也就骗那些不谙世事的小丫头罢了。弟子说过，前辈若不信，尽可一试。”陈峰说着，探在背下的手抽了出来，随即一把将锦被掀到一旁。你要做什么？柳如月心头一惊，慌忙抬手捂住胸口，怒目瞪着陈峰。见他这般动作，陈峰撇了撇嘴，不必遮掩了。前辈身躯的每一寸，弟子都已看过，此刻又何必再挡？尽管陈峰这般说，柳如月仍是死死捂着胸口，不肯松懈分毫。陈峰不去理会他这最后的倔强，俯下身，依着所谓的推拿手法，轻轻按揉起来。指尖的灵力缓缓渗入他的肌肤。柳如月身子微微一僵，本想开口斥责，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觉一股温热的气息顺着陈峰的指尖缓缓渗入，让他紧绷的身躯渐渐松弛下来。那感觉陌生而奇异，让他心头一阵慌乱，却又隐隐有些难以言说的舒适。陈峰见状，嘴角噙着一丝笑意：“前辈，弟子这推拿手法颇为特殊，前辈身躯已至无垢之境，虽不能借此排解毒素，却对心境提升有助益，还能让前辈放松身心，莫要抗拒，认真感受便是。”柳如月听着他的话，凝神细品，那温热的灵力在肌肤下游走，让他身上每一寸紧绷的肌肉都不自觉地松弛下来。他从未体验过这般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缓缓流淌，将那些积压多年的疲惫与紧绷一点点化开。不知何时，他已彻底放松下来，原本紧蹙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能不能换个地方，别总按一处？柳如月呼吸带着明显的急促，轻声问道。如前辈所愿。陈峰应道。柳如月没有抵抗，也没有拒绝，他双眼迷离地望着陈峰，仿佛要将他的模样深深刻进心底。可心底总有一根弦在紧绷着，不断提醒他，这个男人夺走了自己的清白，等解毒恢复修为后，定要将他斩杀，以泄耻辱。然而身体的本能反应却在诉说着另一种渴望，让他矛盾不已。陈峰，柳如月的声音细若文瑞，带着难以掩饰的复杂情绪。前辈怎么了？陈峰看着他这副模样，便知他已入了状态。柳如月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侧过脸去，睫毛轻轻颤动。陈峰嘿嘿一笑，俯身靠近。柳如月伸出手臂环住陈峰的脖颈，将他拉近。他的脸颊贴在陈峰肩头，感受着那份温热，心头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时间在静谧中缓缓流淌，不知过了多久，房间内终于恢复了安静。他浑身瘫软，连动一动手指都觉得费力，仿佛所有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一般。陈峰也是疲惫不堪，眼皮沉重，闭上眼没多久，便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再次醒来时，只觉身上压着一团重物，他迷迷糊糊睁开眼，望见一道人影伏在自己身上，青丝垂落，轻轻晃动。呆看清那人是柳如月，不由得大为诧异。前辈，你这是？柳如月白了他一眼，语气带着几分不自在。怎么，你不乐意？昨日见你辛苦，本想让你歇一日，可我体内余毒未清，所以……说着对他递了个眼色。陈峰伸手扶住他的腰肢，嘿嘿一笑，试探着问道：前辈莫不是已被我折服，不会再想着杀我了吧？柳如月身形微微一顿，脸上浮现出复杂难明的神色，轻轻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身边从未有过男子，向来也厌恶男子。说到这里，他的手缓缓落在陈峰胸口，轻轻抚过他的衣襟。可这几日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滋味，这感觉实在难以割舍。所以呢？陈峰急忙追问。我不知道，你别问了。柳如月猛地摇头，眉宇间染上几分痛苦，显然还在挣扎。一边是被夺了清白的屈辱，一边是难以割舍的滋味，他仍在纠结是否要对这个男子下杀手。又是许久之后，柳如月抬脚便将陈峰踹下了床榻。滚吧，我乏了，今夜你再来。陈峰猝不及防摔在地上，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臀部，心中暗骂：这女人当真是翻脸不认人，嘴上却笑嘻嘻应道：前辈辛苦，弟子这就告退，记住离我那几个弟子远些。柳如月的声音从榻上传来，带着几分慵懒的警告。弟子省的。陈峰走出房门，撇了撇嘴，离他的弟子远些。他偏步，目光投向远方，温清雨的住处何在？似乎离此处不远，去瞧瞧也好。他整了整衣襟，迈步向着院外走去。陈峰穿过院中那条青石小径，他心中盘算着接下来的打算，脚步却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温清雨的住处离此不远，陈峰从前常去，熟门熟路。途经苏九离的小院时，恰逢他推门而出。站住！苏九离见了陈峰，出声将他喝止。师姐有何吩咐？陈峰拱手行礼。你不是在为师尊解毒吗？这是要往何处去？师尊的毒解得如何了？陈峰苦笑道：师弟终究是血肉之躯，总不能一日7次连轴转，便是修仙者也熬不住这般消耗。苏九离闻言，俏脸泛起一抹波红。他先前未曾细想，只当解毒是桩简单事，语气便也柔和了些。
但还差几次方能除尽？3次，只需再3次，前辈体内的毒便可彻底清除。陈峰伸出3根手指，苏九离微微颔首，又问：“你这是要去何处？”陈峰抬手指了指温清羽住所的方向，去找温师姐，为她行那推拿按摩之术。推拿按摩，那是何物？苏九里面露一色，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法子。若是师姐有需，也可唤师弟前来。陈峰对苏九离拱了拱手，转身便往温清羽的住处去了。望着陈峰远去的背影，苏九离眼中的疑惑更浓。推拿按摩，放松，究竟是如何放松的？陈峰走进温清羽的小院，抬手轻轻扣了扣房门。院中种着几株灵植，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夜风拂过，叶片轻轻摇曳，发出细碎的沙沙声。片刻后，门被拉开，温清羽探出头来，见是他，眼中掠过一丝欣喜。你来了，师尊那边的事忙完了？陈峰的目光在他身上流连片刻，才道：忙完了。我是来给师姐行那推拿按摩之术的，快进来吧。温清羽侧身让开，陈峰迈步而入。房间里一片粉晕，粉色的纱帐垂落床沿，粉色的锦被铺在床上，就连打作用的蒲团也是粉色的，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馨香。师姐，咱们这就开始。陈峰大大咧咧地在粉色床榻边坐下。温清羽点头应下，问道：好啊，这推拿按摩我需要做些什么？陈峰微笑道：师姐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在推拿时莫要抗拒便好。温清羽不解，既是有意的事，我为何要拒绝？陈峰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要想效果好，师姐需宽衣解带，隔着衣物效果会差上许多，还要脱衣服。温清羽一惊，俏脸瞬间长得通红。她的身子从未被男子见过，如今竟要在他面前宽衣，更何况他从前只是个杂役弟子。陈峰连忙道：不脱也成，只是效果会打些折扣，效果差些便差些吧，我是不会脱的。温清羽语气坚定：行吧，那师姐请躺好。陈峰也不勉强，心中却暗自思忖，推拿时他身子定会发热，到时候看他能不能忍得住。温清羽一言躺好，娇躯却绷得紧紧的，显然带着几分紧张。他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上，指尖微微蜷缩，呼吸也比平日里急促了些。陈峰的手落在他的小腿上，察觉到他的拘谨，温声笑道：师姐放松些，我这推拿之术本意是为师姐疏通经脉，过程中师姐可凝神并除杂念，仔细感受灵力流转，这般也能锻炼意识，日后打坐修炼时便能更快入定。我准备好了，你开始吧。温清羽深吸一口气，试着放松身躯，感受到他渐渐松弛下来。陈峰的手顺着他的小腿轻轻揉捏起来，指尖的灵力化作丝丝缕缕，顺着他的经脉缓缓游走，带来一阵细微的痒意，却又透着说不出的舒泰，让温清羽颇为受用。他能感觉到那股温热的气息在体内流淌，所过之处，紧绷的肌肉一点点松开，像是被温水浸润过一般。师姐，这力道还合适吗？陈峰望着他紧闭的双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小脸也泛起了红晕。很舒服，就是温清羽话语微顿，有些难为情，那种感觉是他从未体验过的，酥酥麻麻的，让他浑身都轻快了不少，却又隐隐觉得有些空落。就是什么？陈峰追问。没什么，你继续吧。温清羽咬了咬唇，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当陈峰的手移至他的大腿，温清羽的双腿不自觉地收紧，恰好夹住了他的手。师姐，放松些。陈峰声音温和。温清羽呼吸渐显急促，抬手拉了拉领口。我觉得有些热。陈峰暗自觉得好笑，道：师姐若是热的难耐，不如减些衣物。不行。温清羽闭着眼睛摇头，态度坚决，只是那声音已带了几分软意。陈峰心中微感失落，手上动作却未停歇。他的手法轻重的移，沿着他腿侧的经络缓缓向上推按，指尖的灵力丝丝缕缕地渗入肌肤，将那积压已久的疲惫一点点化开。他的动作始终规规矩矩，不曾有半分逾越，只在经脉穴位处停留，不敢触及旁的所在。柳如月的警告犹在耳畔，此刻若是太过急切，一来恐惹温清羽动怒，二来柳如月那边定然不会轻饶。想要打动温清羽，须得循序渐进，先让他尝到其中益处，让他渐渐离不开自己，届时再求进一步便会容易许多。将近2个时辰过去，陈峰才收回手。此刻的温清羽早已香汗淋漓，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脸颊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白里透红。他浑身酥软，连抬手的力气都欠奉，整个人像是被泡在温水里抛软了一般，舒坦的不想动弹。陈峰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问道：师姐，感觉如何？温清羽缓缓睁开眼，目光带着几分迷离，却又含着一丝娇嗔：你别碰我，让我缓一缓，我现在浑身都没力气。好。陈峰应了一声，在他身侧坐下，目光不经意扫过窗外的月色，月光如水洒在院中的灵植上，将那些叶片镀上一层银白。过了片刻，温清羽坐起身，抬手拢了拢有些凌乱的秀发，动作比平日里慢了许多，带着几分慵懒的风情。他轻声道：真没料到你这推拿之术竟这般厉害，通体舒坦，我都觉得身子轻了不少，往后你可要常来为我推拿。嘿嘿，师姐放心，只要师姐传话，无论我在何处，
定立刻赶来师姐身边，就你嘴甜。温清雨甜甜一笑，随即道：行了，你先走吧，我要换件衣服，这一身汗黏糊糊的。师姐，这身衣服不是好好的，为何要换？陈峰明知故问。温清雨被他问得俏脸一红，方才褪去的潮红再次染上脸颊，他瞪了瞪美眸，要你管，让你走你就走，好，我这就走。陈峰笑着起身，转身向房门走去。月光从窗口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银灰。另一边，柳如月仍躺在自己房间的床榻上，缓缓收回了探出的神识。温清雨房间里的一切，他都看得一清二楚。算你这小子还有些分寸，没做出过分的举动。他低声自语，眉宇间掠过一丝复杂，随即翻了个身，将脸埋进枕间，不再去想。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陈峰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脚步轻快地往后珊瑚边走去。这2日怕是他穿越以来最畅快的日子，不仅为柳如月解了毒，还意外触碰到了温清雨的肌肤，那温软触感当真妙不可言。好处是修为实打实涨了，坏处吗？便是身上沾了些汗味。这不，从温清雨那里出来，他便打算去洗个澡。后山那片湖泊本是祝天峰弟子沐浴之地，湖面如镜，倒映着四周的青山绿树，几株垂柳依水而生，枝条轻拂水面，漾起细碎的涟漪。往日里，陈峰心里不是没有过偷窥的念头，想一睹仙子出浴的曼妙景致，却始终是有贼心没贼胆，不敢踏出那一步。但今日不同，他们还指望自己为柳如月解毒，即便湖里真有人，自己只说误入，他们也未必敢此刻动杀心。嘿嘿，有柳如月这层挡箭牌在，这祝天峰何处去不得？仙子们，老奴来了。陈峰心里这般想着，脚下不由得加快了速度。没多时，穿过层层树林，便到了湖边。可惜的是，湖面风平浪静，连个人影都无。几片落叶漂浮在水面上，随着微风轻轻飘荡，偶尔有蜻蜓点水而过，漾开一圈圈细小的波纹。没人便没人吧，独自洗也自在。他脱下身上的粗布衣袍，纵身跳进了水里。湖水清凉，沁人心脾。陈峰在水中畅游了片刻，又靠在一块光滑的石头旁，闭目养神。洗了许久，湖边仍不见半个人影。陈峰正准备上岸，忽然听到远处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且越来越近。他心头一动，莫非真有人来？连忙将头埋进水里，只露出半个脑袋，屏住呼吸。透过清澈的湖水望去，只见温清雨从林间小径走了过来。她穿着一身淡粉色的衣裙，裙摆上绣着几朵小花，在风中轻轻摆动。走到湖边，她四下张望了一番，确认无人后，抬手将衣裙轻轻褪下。陈峰在水下看得心头一跳，那身姿挺翘，肌肤莹润如凝脂。他连忙垂下眼帘，不敢再看，心中暗暗叫苦，这可如何是好？紧接着，温清雨抬步踏入水中，竟缓缓向着他所在的方向走来。水波在他身边漾开，发出细细的声响。陈峰顿时紧张起来，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莫不是要被发现了？他拼命往下缩了缩身子，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好在他行至离他2丈远的地方，便停了下来，自顾自地洗沐起来。水声哗哗，在静谧的湖边格外清晰。陈峰只觉胸腔里的气息越来越不够用，面颊憋得发烫。他本想再忍一忍，等他离开再出来，可那口气实在是憋不住了，再也按捺不住。他猛地起身，脑袋冒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温清雨正专心清洗，忽闻身侧哗啦一声水响，抬眼便见一个男子从水中冒了出来，俏脸瞬间煞白，慌忙闭上双眼，便要出声呼喊。不好！陈峰心知他要呼救，情急之下纵身扑了过去，伸手捂住他的嘴，两人一同向着水下倒去。温清雨只觉唇齿被堵，猛地睁开眼，心中一片慌乱，竟忘了自己尚有修为在身，双腿胡乱挣扎着，踢打着水面，溅起大片水花。忽然，温清雨的眼睛骤然睁大，停止挣扎。陈峰也是一怔，没料到会这般。他蹬着水浮出水面，见温清雨眼中满是痛色，还蒙着一层水汽，便压低声音道：“我松开你，你不可呼喊，听到了吗？”温清雨点了点头。陈峰刚松开手，正想退开些，却被他猛地拉住了手臂。只听他带着哭腔道：“你别动，我疼。”陈峰脸上泛起几分歉意：“抱歉，我没料到会这样，都怪你。你既在这里，为何要躲着？早知道你在，我便不会来了。”温清雨的眼角一滴泪水从脸颊滑下，浑着湖水，分不清是泪是水。我也不知你会来此处。陈峰苦笑。温清雨没有答话，只是紧紧抓着他的手臂，像是在忍耐着什么。湖面恢复了平静，只有微风拂过时漾起的细细波纹。咦，我怎么觉得体内灵力竟在自行运转，比平日里修炼时还要快上一分？温清雨止住哽咽，语气带着几分诧异，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陈峰闻言也面露惊讶，原以为只有自己能从中获益，没曾想对女子竟也有注意修为的功效，便道：“许是因我体质特殊，这般情形下能助你提升修为。”真的？温清雨仍是有些迟疑。自然是真的，事已至此，我又何必骗你？温清雨犹豫片刻，终究还是点了点头。那你便试试吧。你确定？陈峰再问。温清雨带着羞意，轻轻点了点头。随着时间流转，二人身上同时涌起强烈的灵力波动，竟是双双突破了。真的，
真的突破了，金丹2层了。温清雨清晰感受到修为的跃升，眼中满是难以掩饰的惊喜，连方才的痛色都淡了几分。陈峰抬手捋了捋他额前被湖水打湿的发丝，笑道：“我也到了炼气8层。”片刻后，二人稍稍分开。温清雨神色一凛，带着几分威胁道：“今日之事不许对任何人说起，尤其是师尊，绝不能让他知晓。你放心，我还想多活几日。”陈峰连忙应道：“哼！”温清雨皱了皱鼻子，没料到今日竟让你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若不是你当真能助我提升修为，我定不会轻饶你。说罢，还瞪了他一眼。陈峰顿时觉得腰身一凉，连忙道：“师姐日后若是有需，师弟随叫随到。”他忽然想起柳如月，试探着问道：“师姐，若是柳前辈要杀我，你能不能替我在他面前美言几句？师尊为何要杀你？”温清雨不解，柳前辈中的可是春毒，只是这解毒的方式需要……陈峰斟酌着措辞。温清雨瞬间恍然，轻声道：“原来如此，春毒不是二人相对而坐便能化解的吗？是谁告诉你只需相对而坐的？”陈峰诧异反问：“春毒若是这般容易化解，又何必费尽心机去下？”“是大师姐。”陈峰这才明白，想来是苏九丽难以启齿，才编了这般说辞告知他。这丫头怕是连春毒究竟为何物都不甚清楚。温清雨从陈峰怀中挣开，转身穿戴好衣物，动作比平日里快了许多，仿佛怕被人瞧见一般。他低声道：“你随我回住处吧。”“师姐，你还想？”陈峰嘿嘿一笑，冲他挑了挑眉：“不行吗？”温清雨迎上他的目光，语气带着几分不容置疑，只是那耳根又悄悄染上了一层绯色。他率先向岸边走去，脚步轻快，裙摆在风中轻轻摆动，如同一朵初绽的花。“行。”陈峰笑嘻嘻地搂住他的肩膀：“师姐说去哪边去啊？师姐说做什么便做什么。不过说到此处，他话锋一转：师姐，起初你疼得不让我动，怎么这会子不疼了？”温清雨本就泛红的脸颊瞬间又染上一层艳色，声音细若文瑞。刚开始是有些不适，后来便舒坦多了。没料到这般事竟如此畅快。说至最后，他抬眸看向陈峰，语气带着几分笃定：“少啰嗦，跟我走。夜里你还要去师尊那里，可耽误不得。”言罢，便率先向树林走去。陈峰笑了笑，抬脚跟上。自己的好日子怕是真要开始了。便是日后在祝天峰每日陪着温清雨，他也心甘情愿。尚未走到温清雨的住处，便见苏九丽从他的小院里出来。见到温清雨与陈峰并肩而来，苏九丽连忙迎上前，眼中带着几分急切：“师妹，你们去了何处？”温清雨心中一紧，连忙掩饰道：“啊，师姐，我们方才有些事耽搁了。师姐这般着急，可是有什么事？”心里暗自庆幸，险些将洗澡的事说漏了嘴。苏九丽疑惑地望着温清雨那泛着潮红的俏脸，并未多问，转而看向陈峰，语气急切：“陈峰，你方才在做什么？”“师尊此刻正在大发雷霆，指名道姓要见你。”陈峰心头一慌，莫非方才与温清雨在湖边的事被柳如月察觉了？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前辈可有说见我是为何事？”苏九丽摇了摇头：“不曾说，只是师尊怒容满面，还将我的捆腰绳借去了。那是我在宗门里驯服妖兽用的灵器，你此去可要多加小心。”他心中暗自担忧，怕师尊体内余毒未清，万一一时失手杀了陈峰，届时师尊毒发无人能解，岂不是这段时间白白便宜了这小子？温清雨脸上也染上忧色，看向苏九丽：“师姐，他这一去不会出事吧？”苏九丽面色凝重，恐怕他这一去，纵然无性命之忧，皮肉之苦怕是免不了的。师姐，那捆腰绳当真厉害？陈峰试探着问。苏九丽点了点头，看向他的目光带着几分同情。那捆腰绳便是抽在妖兽身上，也要撕下一层皮肉，何况你这尚未筑基的小修士，那师姐可有法子？陈峰可不想被打得皮开肉绽，届时再去为柳如月解毒，那滋味怕是真成了痛并快乐。温清雨晃了晃苏九丽的胳膊，柔声道：“师姐，要不将控制捆腰绳的法子交给他吧？万一师尊真失了分寸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打死，师尊还指望他解毒呢。”苏九丽轻叹一声：“也罢，看在你还有些用处的份上，我便将捆腰绳的法诀传你，但你记住，绝不可借此伤害师尊。反正法诀日后能改，先过了这关再说。保住他的性命，便是保住师尊的性命，此事马虎不得。”陈峰一喜，连忙拱手，语气真诚：“师姐放心，我自入山门做杂役弟子以来，向来敬重前辈，绝无半分伤害前辈之心。”苏九丽微微颔首，将法诀低声告知陈峰，最后道：“去吧，记住你说的话，我跟你去。”温清雨往前迈了一步，稳稳站在陈峰身侧，语气没半分商量的余地：“万一师尊真要责罚，我还能帮你说几句好话。”陈峰心头一暖，入太虚宗这些年，身边多的是冷眼和排挤，温清雨是第一个真心待他的人，看来刚刚没有白白疼爱他一番，自己已经顺着那个通道走进了他的心里。他放柔了声音劝道：“放心吧，我真没事，你在住所等我就好，等我从前辈那里回来，就帮你推拿，保准舒服。”一提推拿，温清雨耳尖疼得红了，下意识夹了夹腿，指尖悄悄搅着一摆，但脸上依旧是那副坚定模样，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我得看着你平平安安回来才放心。”陈峰见他眼里的执拗，知道劝不动，只得叹口气：“
那好吧，有你在，或许前辈看在你面子上，真能轻点罚。温清雨这才松了些，伸手悄悄拽住他的衣袖，走吧，早去早回，我还等着你给我推拿呢。他的声音越说越小。苏九力望着陈峰与温清雨远去的背影，心中满是好奇。那所谓的推拿，当真有那般妙处？看来日后得寻的机会是是才行。不多时，陈峰二人已到柳如月的小院，院内静得出奇，房间里也无半点声响。可陈峰清楚，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只是暴风雨又能如何？柳如月灵力修为尽失，仅剩的神识怕也只够探查之用。自己既已得了捆腰绳的法诀，纵使他有异动，也未必讨得好去。他看了眼身旁满面忧色的温清雨，暗自轻叹，还是对柳如月敬重些为好，至少在温清雨面前该如此。行至房门前，陈峰抬手敲了敲，咚咚咚，进来。房间内，柳如月清冷的声音传了出来。陈峰推门而入，刚一进门，便见柳如月身着一袭白袍，神色冷峻地端坐在床边，手中握着一根黑色绳索，那绳子约莫丈许长，有拇指粗细，周身隐有灵光流转。见陈峰进门，柳如月本就阴沉的脸色瞬间冰寒刺骨，扬手便将捆腰绳抡得浑圆，带着破空之声狠狠抽在陈峰身上。啪！绳梢落在身上，陈峰疼得龇牙咧嘴，暗自叫苦，这女人下手竟如此之狠，怕是真要皮开肉绽了。他并非不能躲，只是此刻不能躲。方才刚与温清雨有过肌肤之亲，总得在他面前显露出几分隐忍恭顺。陈峰，你这小畜生！柳如月气的声音发颤，你临走前如何应我的？这才多久？你就……他胸口剧烈起伏，脸颊因怒色泛起潮红。前辈息怒，是意外，弟子与温师姐之间当真只是意外啊！陈峰捂着被抽中的肩膀，疼得额头冒汗。温清雨连忙上前一步，挡在陈峰身前，对着柳如月盈盈一拜，哀求道：师尊，此事当真怪不得陈峰，是弟子与他意外所致，弟子心中并无半分怨怼。你老七！柳如月气的语调都变了，这畜生夺了你的清白，为师替你出气，你反倒护着他。温清雨仰头望着柳如月，语气恳切：师尊，弟子真的不怪他，若非有他，弟子也不会这般快突破至金丹2层。师尊莫要再动气了。什么？你突破了？柳如月一愣，你不是才进入金丹1层没几日吗？他稍稍平复气息，探出神识扫过温清雨周身，果然感应到他已是金丹2层的修为，不由得正在当场。见师尊脸色稍缓，温清雨连忙上前，轻轻拉住柳如月的手，摇了摇：师尊，看在他助弟子突破的份上，饶了他这一次吧，好不好？你修为精进，当真与他有关？柳如月蹙起眉头，沉声问道：千真万确，弟子绝不敢欺瞒师尊。温清雨语气坚定：既如此，你且回去好生巩固修为。柳如月终是松了口，为师便饶他这遭，心中却暗自盘算，待你离去，定要让这狂徒血溅当场，竟敢在得了为师之后还去招惹你。本想等毒解了便取他性命，如今看来倒是多了层牵绊，更不能留了。温清雨不知柳如月心中另有盘算，见师尊松口，自己也松了口气，又问道：那陈峰能不能与弟子一同回去？不行。柳如月一口回绝，他留在此处还有事要做，你先回去吧。那好吧。温清雨满眼担忧地望着陈峰，陈峰却对他递去一个安抚的眼神。他心中暗忖：只有你走了，我才能专心应对，方才挨的那一绳定要加倍讨回来，丝还真疼。温清雨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房门，直到他的脚步声彻底远去，陈峰才敛了神色，笑嘻嘻地问道：前辈方才打得累不累？听他这般说辞，柳如月刚压下去的火气顿时又窜起3分。小畜生，得了我还不够，竟连我那小徒弟的清白也敢染指？怎么想将我师徒2人一同收入囊中不成？本想留你一条性命，如今看来，若不杀你，岂不是要让整个修真界笑我祝天风？说罢，他再次扬起捆腰绳，抡得浑圆，朝着陈峰挥去。此番在无温清雨在场，陈峰自然不会再任他抽打。他骤然出手，一把攥住绳索，口中默念苏九离所授的法诀。在柳如月满脸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那捆腰绳竟从他手中滑脱，稳稳落入陈峰掌心。你怎会知晓这法诀？柳如月眼中满是惊恐，自己灵力未复，护身法器又落入对方手中，这小畜生会对自己做什么？一念及此，他不由得浑身发颤。自然是苏九离苏师姐，连弟子受苦传了这法诀。陈峰毫不犹豫便将苏九离卖了出去。老大，这个逆徒！柳如月双目喷火，自打自己中毒，这几个弟子便屡次违逆，直让他心头发寒。陈峰嘴角一翘，既然前辈打累了，那便该轮到弟子了。你要做什么？柳如月惊恐地向后退去，自然是在为前辈解一次毒。陈峰扬手一挥，捆腰绳脱手而出，将柳如月的双手牢牢缚住。紧接着他轻轻一推，柳如月脚步踉跄，直直倒在了床榻上。陈峰上前一步，带着几分笑意俯下身，望着他圆睁的美眸：前辈体内余毒尚需3次方能除尽，弟子不过是对前辈尽职尽责罢了。说罢，他俯身靠近。柳如月紧蹙着眉，一言不发，只将脸偏向一侧，不去看他。许久之后，陈峰才直起身来，
坐在床沿，长长舒了一口气。前辈对弟子这次可还满意？陈峰侧头问道。哼，小畜生，你这般欺辱于我，待我恢复灵力修为，定要让你尝遍世间酷刑，生不如死。柳如月咬着牙，声音里满是恨意。是吗？陈峰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看来弟子方才的手段还是未能让前辈称心。说罢，他再次俯身。这次柳如月没有半分抵抗，他深知反抗无用，只得紧闭双眼，任凭陈峰施为。又过了许久，陈峰才起身，解开捆腰绳，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只丢下一句：前辈好生歇息，弟子先去询问师姐了。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隔绝了屋内的一切。柳如月挣扎着想要起身，可刚撑起一半，便又软绵绵地倒了下去，浑身酸软无力，仿佛骨头都被拆了一般。想起方才的屈辱，他死死握紧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小畜生，不杀你，我柳如月誓不为人。陈峰从柳如月的院落出来，径直往温清雨的住处走去。路上，他暗自思忖，给柳如月解毒已有6次，还差最后一回。瞧他对自己的态度，怕是毒一解，自己这条小命便难保住。得想的法子拖延些时日，或是让他打消杀心才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等他毒发之际加以要挟，逼他以天道起誓，永不向自己动手。就这么办。陈峰，你过来。正想着，忽然听到苏九丽的呼唤。陈峰回过神，才发觉自己已走到苏九丽的小院门口，他正站在门内望着自己。师姐有何吩咐？陈峰拱手问道。他还惦记着去温清雨那里，眼下提升修为最为紧要，唯有修为上去了，才能跻身内门，乃至成为真传弟子。修真界本就弱肉强食，宗门之内亦是如此，成不了真传，终究不过是蝼蚁罢了。只有成了真传弟子，在宗门内方能无人敢轻易招惹。你进来，我有事找你。苏九丽说罢，便转身向房内走去。陈峰心中疑惑，这苏九丽找自己何事？这般神秘，还要进房细说。他紧随苏九丽踏入房间，只见屋内陈设简单，一张床榻，一张木桌，一把座椅，一个柜橱，再无旁物。窗台上摆着一盆灵花，花瓣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为这肃静的房间增添了几分生气。苏九丽转过身，直问道：我问你，推拿是何物？为何七师妹总让你为她推拿？陈峰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苏九丽与柳如月性子相仿，皆是清冷自持，对男子避如蛇蝎。他竟主动问起推拿，若是能将他也拿下，岂不是在柳如月面前又多了一张底牌？说不定还能将柳如月气个半死。师姐，这推拿之术，需我以手掌在肌肤上揉捏按压，旨在疏通经脉，舒缓身心，过后通体舒坦。师姐要不要也试试？陈峰试探着问道。须得触碰。苏九丽眉头一蹙，她素来对男子不屑一顾，推拿竟要这般亲近接触，实非她所愿。再看陈峰身上那件粗布麻衣，走近还隐约透着股说不清的气味，他当即摇了摇头，了，你走吧，我不需推拿。陈峰心中略感失望，拱了拱手道：若师姐日后有需，随时可寻我。说罢便转身离去。待陈峰来到温清雨的住处，见他正在小院中练习术法。月光下，他身姿轻盈，衣袂飘飘，手中的灵力如丝如缕，在夜色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温清雨瞥见他，美眸瞬间亮了起来，收了招式，快步迎上。你来了，我离开后，师尊可有为难你？陈峰摇了摇头，微微一笑，伸手搂住他的肩膀，往房间走去。没有，前辈并未为难我，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那你身上的伤还疼不疼？师尊那一击定然不轻，让我瞧瞧。进了房间，温清雨让陈峰坐在床边，伸手便要解他的衣物。我的伤早已好了，师姐尽管放心。陈峰并未闪躲，任由他动作。实则昨夜为柳如月解毒时，他身上的伤便已彻底愈合。这一发现让他心头大震，没曾想这般方式不仅能增进修为，竟还有疗伤之效，自己简直成了人形仙丹一般。温清雨却不信，嘴里嘟囔着怎会如此之快？那可是大师姐的捆腰绳，便是有修为在身的妖兽挨上一下，也要去半条性命，何况是你？待他将陈峰的衣物退下，露出后背时，温清雨不由得美眸圆睁，瞠目结舌，竟然真的好了，嘿嘿。陈峰笑着披上衣物，转过身将他搂住，双手紧紧环住他的纤腰。我说了没事，这下信了吧？感受到他结实的身躯，温清雨俏脸瞬间羞红，眼中仍带着几分难以置信。可我明明瞧见捆腰绳落在你身上，你衣衫还有破损，可伤处怎会好得这般快？陈峰笑道：这便是我体质的奇特之处，不仅能助修为精进，还能加速伤势愈合。怎么样，厉害吧？厉害。温清雨由衷赞叹，又问：你这究竟是何种体质，竟这般不可思议？旁人的体质多是注意修炼速度，可你本是下品灵根，借着这体质，才几日便到了炼气8层，比那些天纵奇才还要惊人。陈峰的手轻落在他腰侧，柔声道：我也不知是何种体质，总之于你我而言，只有益处，不是吗？温清雨身子微微一颤，不自觉地靠在他肩头，呼吸渐促，双手搂住他的脖颈，轻声道：你这体质太让人贪恋了，我感觉已经离不开了。2日后，
陈峰躺在温清雨身侧，微微喘着气。温清雨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呼吸也已渐渐平复。他侧过头，疑惑问道：“陈峰，你在我这里已待了2日，为何不去师尊那里？”这2日，陈峰一直与温清雨相伴，修为已达炼气巅峰，只可惜缺一枚筑基丹，否则便可直接筑基。他也无法离开筑天峰，毕竟柳如月的毒尚未彻底清除，自己身上还带着寻踪符。2日过去，想来柳如月也快毒发了。我这不是想多陪陪你吗？你嫌我了？陈峰反问。温清雨眼中满是柔情，我怎会嫌你？恨不得日日与你这般相处。可师尊那边怎么办？放心，若前辈有事，定会派人来换我。陈峰将头枕在温清雨肩头，一脸惬意。温清雨轻抚着他的脸颊，眼中满是幸福。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声怒喝：“陈峰，你给我出来！”那声音中气十足，带着几分急切，打破了这宁静的午后。院中的灵植被这声音惊动，叶片簌簌作响，几只停在枝头的鸟雀也扑棱着翅膀飞远了。陈峰，给我滚出来！不好，是大师姐来了！温清雨脸色骤变，猛地将陈峰的头推开，手忙脚乱地套上衣裙，掩住玲珑身段。陈峰心中暗骂：这苏九力是怎的了？这般火急火燎，莫不是出了什么事？腹诽归腹，他手上也没闲着，匆匆将粗布衣袍穿好。砰！房门被人一脚踹开，苏九力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见陈峰衣衫不整的模样，他手中忽然流光一闪，一柄长剑已然握在掌心。唰！长剑直指陈峰咽喉。师姐，这是何意？陈峰干笑2声，只觉脊背发凉，那剑身上仿佛透着森森寒气。大师姐，莫要冲动啊！温清雨小脸瞬间煞白，连忙上前想劝。何意？莫要冲动。苏九力手中长剑又往前送了一分，声音冷得像冰。我留你在筑天峰，是让你给师尊解毒，你却在此做些什么龌龊事？莫非现在就想死不成？我并未做什么啊！陈峰一脸茫然，心里却暗自思忖，看着情形，柳如月定是毒发了，不然苏九力怎会有这般大的火气？大师姐，莫非是师尊那里出了什么状况？温清雨急忙问道。苏九力眼中怒火更盛，这2日他从未踏足师尊院落半步，如今师尊余毒复发，正痛苦难忍，再耽搁片刻，恐怕师尊就……啊！温清雨顿时急了，那还等什么？快让他去给师尊解毒啊！大师姐，你先把剑收起来。苏九力却未收剑，眼中寒芒一闪，我看他未必是真心为师尊解毒，既然如此，留着他也无用，不如给个痛快。说罢，持剑的手微微用力，嘶，剑尖刺入皮肤少许，陈峰痛得倒吸一口冷气。苏九力乃是反虚8层修为，与自己之间隔着天堑鸿沟，他根本不是对手，忙道：师姐，师弟从未说过不给前辈解毒，烦请师姐收了剑，我这就去为前辈解毒，此番过后，前辈定能彻底无恙。苏九力眼神一凝，已当真愿意为师尊解毒。陈峰道：师姐若是不信，大可在一旁看着。苏九力俏脸微红，啐了一口：谁要看着？说罢收了剑，一把揪住陈峰的衣领，拖着他便往柳如月的小院走去。温清雨也满脸忧色地跟在后面，一来担心师尊的状况，二来也怕陈峰有性命之忧。陈峰才助自己突破到金丹3层，他还指望借着他的体质向更高处修行，可不能就这么没了。陈峰被一股蛮力推搡着撞开房门，踉跄几步才站稳。门外传来苏九力冷厉的声音：进去，若是办不成事，仔细你的小命。师姐放心，定不辱命。陈峰扬声应了一句，反手将房门合上。门内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带着一种奇异的燥热。刚转过身，一声压抑不住的低吟便钻入耳朵，带着难以言喻的痛苦与煎熬，轻轻唤着他的名字：陈峰。陈峰心头微动，抬眼望去，呼吸不由得一滞。柳如月斜倚在榻边，原本整齐的衣袍被撕扯得凌乱不堪，露出大片银白的肌肤，此刻却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她紧咬着唇，眉头蹙成一团，身体微微颤抖，似在极力忍耐着什么。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蒙着一层水汽，望见陈峰时，里面翻涌着痛苦，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近乎本能的渴求。陈峰缓步走到他身前，没有立刻动手，只是蹲下身，目光落在他泛红的脸颊上，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弧度。前辈，此刻感觉如何？需不需要弟子帮忙？说着，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到他滚烫的脸颊。柳如月的娇躯猛地一颤，下意识地将脸颊往他的手心蹭了蹭，仿佛那微凉的触感能缓解体内的灼痛。他的眼睫颤抖着，口中溢出细碎的呢喃：陈峰，快给我受不了了。那声音又轻又软，带着一种全然的脆弱，与他平日的模样判若两人。给你。陈峰的声音放得极柔，指尖却缓缓收回，也不是不行，不过他的手刚一移开，柳如月像是失去了唯一的慰藉，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却扑了个空。指尖划过一片虚空，他的眼神瞬间暗淡下去，眉头皱得更紧，痛苦的低吟声也重了几分。陈峰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榻上蜷缩着的柳如月，他的银发凌乱地铺散在颈背上，脸色因痛苦而泛起不正常的潮红，平日里清冷如月华的眸子此刻水汽氤氲，带着一种破碎的美感。他眼底的情绪越发复杂，有怜悯，有犹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考量。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
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前辈，若想让弟子帮忙，也不是不行。”柳如月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希冀。只是陈峰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着他：“需要前辈以天道起誓，今后不再为难弟子。无论弟子将来做什么事，前辈都不得针对，更不能因今日之事报复。前辈起了誓言，弟子才能安心帮前辈解毒。否则……”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柳如月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闪过一丝屈辱，可体内的痛苦如同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他的理智淹没。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让他难以忍受。最后一丝理智在痛苦中摇摇欲坠，他紧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才艰难地点了点头，声音微弱却清晰：“我发誓。”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看向虚空，一字一句带着灵魂的烙印，艰难地开口：“我柳如月对天道发誓，今后无论陈峰做什么事，我柳如月定不会再为难，更不会报复。若有违此事，定受3灾9劫之苦，永世不得超生。”话音落下，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枷锁落在他身上，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发完誓，柳如月抬起美眸，眼中带着炽热的期盼，看着陈峰，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可以了吗？”陈峰点了点头，心中暗自松了口气。他没想到柳如月为了解除痛苦，竟然真的愿意立下如此狠毒的誓言。看来他此刻是真的到了极限。有了这天道誓言，自己的小命总算暂时保住了。他解开衣袍，随手扔在一旁的椅子上，露出里面的白色中衣，一步步走向塔边。既然前辈发了誓，弟子定然尽心尽力为前辈解毒。话音未落，柳如月忽然动了。柳如月像是积蓄了许久的力量瞬间爆发，猛地伸出双臂，一把将陈峰搂住，力道之大，让陈峰只觉得腰间一紧，几乎喘不过气来。紧接着他翻身一拧，陈峰只觉得天旋地转，下一秒便被他死死地压在了身下。陈峰猝不及防，后脑勺磕在榻上，发出一声闷哼，眉头微微皱起。他没想到柳如月此刻还有如此大的力气，而且动作如此急切。柳如月的身体滚烫，紧紧地贴着他，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侵略性。他的发丝垂落，拂过陈峰的脸颊，带着一丝淡淡的香气，却又夹杂着痛苦的喘息。快点！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美眸中满是急切。陈峰被他压得动弹不得，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惊人热度和那股不顾一切的急切，心中不由得叹了口气。看来这毒确实厉害，竟让一向高傲的柳如月变成了这副模样。许久之后，房间里终于复归安静。柳如月侧躺在榻上，神色复杂至极，想起方才自己的主动与急切，只觉脸颊滚烫的厉害。这还算是旁人眼中以清冷仙子著称的自己吗？都怪那该死的春毒，若非如此，他怎会沦落到这般境地？如今毒已解，修为也渐渐恢复，可又能如何？清白早已荡然无存，竟还便宜了这么个杂役弟子。每念及此，心中便涌起一阵刺骨的屈辱。陈峰轻声提醒道：“前辈，弟子幸不辱命，如今您已无大碍了。”柳如月脸上闪过一丝羞怒，轻哼一声，素手一招，一件崭新的月白锦袍便出现在手中。他利落地将锦袍披在身上，起身站定。陈峰正低头穿着自己那件粗布衣袍，忽然觉得脊背一阵发凉，门外天空更是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似有天威凝聚。他心中一惊，猛然转身，便见柳如月含怒的掌风已近在咫尺，忙急声喊道：“前辈莫要忘了方才立下的天道誓言。”那蕴含着凌厉的手掌在距他不足1指处骤然停住，掌风扫得他脸颊生疼。柳如月脸上阴晴变幻，方才毒发难忍时立下的誓言犹在耳畔，天道昭昭，岂容违背？他恨得银牙紧咬，缓缓收回手掌，恨声说道：“小畜生，竟敢趁人之危，当真可恶！”手掌收回的瞬间，门外天空的雷声也悄然消散，危机暂解。陈峰定下心神，柳如月既已立誓，便不能再明着为难自己。他向前一步，忽然伸手揽住他柔软的腰肢，笑嘻嘻道：“前辈莫要动怒，弟子这般做也是为了保住小命罢了。”松开！柳如月眼眸一瞪，抬手将他推开，语气冰冷如霜：“我警告你，你我之间自此了结，你即刻下山，往后莫要再踏足祝天峰，也休要向旁人提及分毫。若让我知晓你走漏半分风声，便是违逆天道誓言，我也要将你抽筋扒皮。”被他推开，陈峰也不恼，反倒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前辈放心，弟子嘴严得很，绝不敢向外人吐露半个字。”他话锋一转，眼中带着几分玩味：“只是前辈当真要赶弟子下山，莫非前辈心里其实舍不得？”柳如月柳眉紧蹙，眼中满是不解，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愤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还想留在祝天峰？你在我眼前晃悠，我怕自己哪日忍不住，当真会动手斩了你。前辈稍安勿躁。陈峰不急不缓道：“弟子体质特殊，方才为前辈解毒时，前辈难道没察觉自己修为有精进？让他下山也无妨，毕竟还需寻一枚筑基丹。但这祝天峰日后定然要再回来的。好不容易与温清羽有了牵连，这等能助双方修为精进的机缘，于他于己都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柳如月一言内视自身，灵力流转间，丹田处的气旋竟比往日浑厚了数倍，原本停滞许久的合体3层瓶颈早已碎裂，
此刻稳稳立在4层巅峰，甚至隐隐有向5层冲撞的趋势。他心头巨震，猛地抬眼看向陈峰，眸中满是难以置信。一个下品灵根的杂役弟子，怎会有这等能耐？可瞧他那副眉眼带笑、洋洋得意的模样，又不似作为。念头一转，他忽然想起老七，那丫头前些时日也总往陈峰身边凑，莫非也是因为如此？柳如月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看向陈峰的眼神里淬了冰，又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复杂。这混账东西，有了自己还招惹旁人，竟想左拥右抱，师徒双收，当真是可恨。他咬着牙剜了陈峰一眼，猛地扬声向门外喊道：“老七，给我进来！”陈峰被他这一眼瞪得满心困惑，正摸不着头脑时，忽听得吱呀一声，房门被缓缓推开，苏九丽与温清雨神色匆匆地疾步走了进来。方才二人在门外听得那叫一个心惊肉跳，房间里不时传来激烈的声响，声声都似重锤，一下下敲在他们的心上。温清雨刚刚经历过此事，本就娇躯绵软，乏力至极，此刻被这动静一惊，更是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全靠一旁的苏九丽搀扶着。待房间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却再没了半点动静。这诡异的寂静反而让苏九丽和温清雨愈发担忧起来，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屋内传来师尊的呼唤声，二人顾不上许多，急忙抬脚跑了进来。一进房间，苏九丽眉眼间瞬间满是惊喜，急切问道：“师尊无恙了？”陈峰没来之前，师尊那副几近失去理智、痛苦难耐的模样，他可是看得真真切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根本不敢上前，生怕师尊一个失控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那可就糟糕透顶了。柳如月微微点了点头，轻声说道：“为师已经无碍了。”苏九丽一听，眼中寒光骤然闪现，手中长剑唰的一下再次出现，剑尖直指陈峰，冷冷说道：“大弟子要不要杀了此人？”温清雨站在一旁，紧张地望着这一切，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嘴唇微微翕动，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师姐，不要！温清雨惊呼出声，眼中满是祈求。看在他一直为尊师尊解毒，又苦又累的份上，饶了他这一次吧。在他看来，每次都是陈峰埋头费力，师尊只坐享其成。他自己与陈峰相处时，事后他也总是累得气喘吁吁，倒头便睡，动弹不得。苏九丽冷笑一声：“阿苦，他累，我看他是书躺坏了。”柳如月闻言，哀怨地看了温清雨一眼：“傻丫头，这次可是师尊主动，险些累垮，你反倒还替他说好话。”他轻叹一声，对苏九丽道：“老大，收了剑吧，暂且饶他一命。”苏九丽一愣，急忙道：“师尊，不是说好的，待事了便斩了他吗？此事关乎师尊清誉，万万不能心软啊！”唉，师尊何尝不想杀他？可天道誓言在前，岂能违背？柳如月摆了摆手，此事就此作罢，不必再提。他不愿多言，转而将神识探向温清雨，美眸骤然睁大，满脸惊愕：“老七，你竟已突破到金丹5层？前几日才进入金丹2层吧？这才多久，竟又跃至金丹5层？这速度！”温清雨没料到师尊会将话题转到自己身上，想起修为精进的缘由，俏脸瞬间绯红，偷偷瞥了陈峰一眼，低下头，带着几分娇羞扭捏道：“是陈峰助我提升的修为。”苏九丽也忍不住惊呼：“什么？师妹竟已到了金丹5层？”柳如月脸色变幻不定，终是叹道：“前些日子你突破金丹2层，为师只当是你本就上品灵根，资质卓越，未曾多想，却没料到……哎。”苏九丽也好奇地看向陈峰，师妹短时间内便进至金丹5层，竟真是因他而起。陈峰见状，忙适时问道：“前辈，弟子既能效法助师姐提升修为，那能否允弟子留在祝天峰？”温清雨也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如月，盼着师尊点头应允，如此自己便能常与陈峰交缠。不行！柳如月想起陈峰对自己的种种，心头怒火又起，一口回绝，看向他的眼神满是愤恨。留他性命已是为师底线，还想留在祝天峰，简直痴心妄想！即刻下山！老大，给我把他赶出去！不，直接丢下山去！陈峰连忙摆手：“别，前辈既已心意已决，弟子自行下山便是，不敢劳烦苏师姐。”说罢，他对温清雨点了点头，转身便向门外走去。“我送你。”温清雨急忙跟上：“老大，你也跟着，务必亲眼看着他下山。”柳如月吩咐道：“师尊放心。”苏九丽拱手应下，也随之跟了上去。温清雨一路紧紧拉着陈峰的手，眉宇间满是离别的愁绪。行至山脚，他停下脚步，仰头望着他，声音带着几分怅然：“陈峰，往后你还能来祝天峰吗？”陈峰苦笑着摇了摇头，伸手将他揽入怀中：“我也说不准，只怕我前脚刚上山，后脚就被前辈让人扔下来了。”苏九丽站在一旁，见二人相拥低语，眉头微蹙，面露不满，却终究没说什么。他知晓七师妹与陈峰已有牵扯，此刻这般难舍，倒也在情理之中。温清雨将头埋在他的胸口，声音闷闷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怯：“那往后我若是想你了，该怎么办？”陈峰低下头，将嘴巴凑到他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那我往后得空了，便偷偷来找你，如何？”温清雨闻言，眼眸瞬间亮了起来，
连忙点了点头，也压低声音，一言为定：“你可不许食言。”“喂，你们当我是死的吗？”苏九力终是按捺不住，沉声开口。两人这般旁若无人的低语，真当他这番虚妻修饰是摆设不成。温清羽小脸微红，从陈峰怀中退开，眼中满是不舍，以此去多保重，我在祝天峰等你。回去吧。陈峰低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啄，又让温清羽的脸颊染上几分绯红。苏九力开口道：“师妹，时辰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师尊刚解了毒，需人照料，师姐不一同回去。”温清羽有些诧异。苏九力看了眼陈峰，犹豫片刻道：“我下山还有些事，你先回吧。”“哦，那好吧。”温清羽没有多问，对陈峰微微点头，转身向着山上走去。目送温清羽的身影消失在山道尽头，陈峰便转身往杂役弟子的住处走去。杂役弟子住在太虚宗外围，那里有一片平坦之地，名为落霞坡，聚集着上万杂役弟子。要去那里，需穿过一片密林。陈峰在前头走，苏九力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行至密林深处，陈峰停下脚步，回头疑惑问道：“师姐，这是要往何处去？”苏九力脚步一顿，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要你多管，我要去何处？难道还要向你报备？”陈峰觉得是有蹊跷，以苏九力的修为，大可踏空而行，何必像自己这般用双腿赶路？他眉头微挑：“前辈既已说过饶我性命，莫非师姐还要对师弟动手不成？”这片密林幽深寂静，若是苏九力当真动手，自己绝无生还可能。苏九力依旧神色清冷，双手抱在胸前，语气平淡：“师尊既已说过不杀你，我自然不会违逆。既如此，那师姐自便。”陈峰无奈应道：“既然他无意伤己，他想做什么，想跟着便随他去，想不明白的事也不必费神去想。”他刚迈出脚步，苏九力却出声喊住：“等等，师姐究竟有何吩咐？”陈峰转过身，满脸不解。那个苏九力脸上难得露出几分扭捏，迟疑着问道：“与你那个当真能提升修为？”陈峰恍然大悟，原来他一路相随，竟是为此事。他抬眸凝望苏九力，但见他一袭素白长袍，长袍之下隐约勾勒出他曼妙身姿，其胸前丰腴饱满，较之温清羽更添几分圆润，盈盈而立，惹人遐思。臀部亦是挺翘如风，与温清羽一般无二，身姿窈窕婀娜，让人遐想着那衣袍之下藏着的无尽春光。苏九力察觉到陈峰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流连，带着不加掩饰的打量，眼中不由得泛起几分愠怒。换作旁人，他早已一剑斩去，只是此刻有要事需确认，只得暂且忍耐，任由他打量。陈峰收回目光，淡淡一笑：“温师姐的情况，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莫非师姐连自己的七师妹都不信？”苏九力摇了摇头，并非不信，只是此事太过匪夷所思，没想到世间竟有这般奇特的体质。陈峰迈步走到他身旁，目光不自觉又落在他胸前，缓声道：“那师姐的意思是想亲自试试？”话音刚落，苏九力眉头骤然一蹙，猛地后退一步，手腕一翻，灵剑再度出现在手，唰的一声指向陈峰：“站住，莫要靠近！”陈峰停下脚步，望着近在咫尺的剑尖，抬手轻轻弹了弹剑身，笑道：“师姐何必如此见外？若是师姐想突破瓶颈，提升修为，师弟我自当义不容辞。”苏九力握着剑的手微微收紧，脸上露出几分犹豫：“我确实卡在瓶颈许久，只是你那提升之法，实在让我难以接受。”陈峰闻言心中一喜，看来有戏，他连忙说道：“既然师姐眼下难以接受，那咱们不妨先从道侣做起，循序渐进，待师姐慢慢适应，一切自会水到渠成。”道侣？苏九力眼中闪过一丝茫然：“我一生潜心清修，从未想过要结交道侣，这道侣该如何做？从未有过道侣，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陈峰说道：“道侣之初，自然是要时常相伴，搂搂抱抱，亲亲小嘴，亲近些也无妨。这主要是增进感情，待日后彼此熟悉，再慢慢增进情谊。师姐当真想借师弟这体质突破瓶颈？”苏九力的眼神暗淡下去，声音也低沉了几分：“我服过不少丹药，寻过许多天材地宝，可瓶颈始终如磐石般难以撼动。既如此，那师姐觉得我方才的提议如何？”陈峰追问。我须得考虑考虑。苏九力脸上泛起难色，终究还是犹豫了。此事关乎往后修行，他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亲近，一来就要那般相处，实在难以适应。也好，陈峰也不催促，师姐若是想通了，随时可来寻我。这种事本就需两厢情愿，急不得。陈峰说罢，便转身继续往杂役弟子的住处走去。苏九力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满是纠结。自己卡在反虚8层已有多年，迟迟无法突破。如今看来，唯一的法子便是依仗陈峰。可那突破之法竟是灵肉相合，这般方式让他难以接受。可若不如此，修行之路怕是就此停滞。难道自己真的要与他那般相处？如果错过他，自己也不知何时才能突破。罢了，他咬了咬下唇，终是再次喊住陈峰：“你等等。”陈峰脚步一顿，转过身来，眼中带着几分期待：“莫非师姐想通了？”苏九力小脸微红，声音细若文瑞：“我答应先从道侣做起，只是你不能乱来。”陈峰闻言大喜，几步便跳到苏九力面前：“
趁他还未反应过来，一把将他的娇躯搂入怀中，紧紧贴着自己。那从今往后，咱们便是道侣了。他感受着布料下传来的温软，脸上满是惬意。苏九丽猝不及防被他抱住，身子猛地一僵，脸颊瞬间红透如霞，眼中却倏然泛起寒意，冷冷吐出2个字：松开。陈峰瞧出他眼中的冷意，却没有松手，反倒笑嘻嘻道：师姐，咱们已是道侣，这拥抱本就是道侣间该有的亲近，若是连这都不行，往后如何增进情谊？谈及其他，苏九丽挣扎了几下，见他抱得紧实，便不再动了，任由他搂着。毕竟方才已应下从道侣做起，他也说过需亲亲抱抱来增进感情，只是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男子气息，还有隔着衣料触及的坚实身躯，他只觉得浑身不自在，身子愈发僵硬，连手指都绷得紧紧的。师姐，你看我抱着你，你也该伸手抱抱我才是，总不能只让我一人抱着吧？陈峰察觉到他垂在身侧的双臂，又开口道：还要我抱你？苏九丽美眸猛地睁大，满是不可思议。陈峰却一脸理所当然地点头，自然，这般亲近本就该是双向的，你来我往才显情谊，只我一人抱着，未免太过无趣，师姐觉得呢？苏九丽无奈，缓缓抬起手臂，轻轻搭在他的腰间，再抱紧些。陈峰轻声催促，腰间传来双臂收紧的力道，苏九丽的娇躯与他贴得愈发紧密，他的脸颊也轻轻靠在了他的胸口。陈峰感受着这份贴近，这才露出满意的神色。陈峰，这样可以了吗？苏九丽察觉到他身上传来的细微变化，只觉得自己身子有些发软，连声音都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然而陈峰却摇了摇头，还不行，还差最后一步。什么？苏九丽仰头望他，眼中满是不解。趁他抬头的瞬间，陈峰低下头，将嘴唇缓缓凑近他的唇边，声音轻得像风：还差这一步，咱们才算得上真正的道侣。温热的呼吸拂过唇瓣，带着一种陌生的气息。苏九丽下意识地想躲开，可陈峰抱得太紧，他只微微后仰了一下，便被他轻轻按住了后颈，唇瓣瞬间被温热覆盖。苏九丽猝不及防被吻住，一双杏眼瞬间瞪得溜圆，睫毛簌簌颤抖，唇齿间闯入的柔软让他大脑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忘了节奏，只觉浑身的血液都往脸上涌。直到察觉到陈峰愈发的明显的异样，他才猛地回过神，双手用力一推，将他狠狠推开。他踉跄着后退2步，扶着旁边的树干大口喘着气，胸口起伏剧烈，俏脸像被泼了胭脂，从脸颊一直红到雪白的脖颈，连耳根都透着滚烫的粉色。陈峰被推得后退半步，舌尖下意识舔了舔唇角，仿佛还在回味方才的触感，眼底带着几分戏谑的笑意。怎么了师姐？苏九丽抬起头，狠狠瞪了他一眼，眼神里又羞又气，声音都带着些微的发颤。筋也轻了，抱也抱了，这下可以了吧？陈峰摇了摇头，师姐，这才刚开始呢，不过几十个呼吸罢了，至少也得一炷香才行。接吻须得投入感情，闭上眼睛细细体会，全身心沉浸其中，才能尝到那份妙处。一炷香，我刚才都快喘不过气了，你莫要得寸进尺。苏九丽又气又羞，脸颊红得更甚。陈峰见他这副模样，心中暗笑，看来他是真没经历过，竟不知可用鼻子呼吸。师姐，用鼻子呼吸便好，这样才能久些。来，咱们继续。说罢，他再次将苏九丽搂入怀中。师姐，你的手呢？苏九立即不情愿地将手臂搭上他的腰间，微微收紧。位置不对。陈峰握着他的手腕，将他的双臂上移，环在自己脖颈处，这样才舒服。苏九丽带着羞恼瞪他：你是不是在耍我？我都够不着你的嘴唇，你就不能矮些？他本就比陈峰矮上一头，双臂环住他的脖颈，想要碰到他的嘴唇，就得踮着脚尖，模样有些窘迫。陈峰依言微微矮了矮身子，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腰肢，让他紧贴着自己。师姐，咱们开始吧。话音未落，便低头吻了上去。苏九丽呼吸一致，起初还有些生疏，身子依旧僵硬，但他记着陈峰的话，试着用鼻子呼吸，果然顺畅了许多。渐渐的，他闭上双眼，试着去感受。时间一点点过去，苏九丽只觉浑身愈发酥软，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一般，全靠陈峰搂着才能勉强站稳。密林中，两道身影紧紧相依，气息交缠。陈峰能清晰地感受到苏九丽的呼吸愈发急促，带着几分紊乱，他的娇躯也渐渐泛起热度，隔着衣料都能触到那份灼烫。他悄然睁眼，望见他微微颤抖的睫毛，眼帘轻合成一道细缝，显然已渐渐沉浸其中。陈峰眼睛眯了眯，看来用不了多久便能彻底拥有他。又过了近半个时辰，陈峰觉得时机差不多了，才缓缓松开他。苏九丽刚脱离他的怀抱，脚下便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幸好身旁有棵古树让他及时扶住。他抬眼瞪了陈峰一下，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嗔怪：你怎地突然松手？没瞧见我已没力气了吗？陈峰上前扶住他，让他重新靠在自己胸膛，眼中带着几分赞许：师姐，这次做得很好，下次咱们再往前一步才是。下次就要再进一步，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些？苏九丽眼中掠过一丝慌乱，声音轻轻的带着几分迟疑。陈峰低头望去，下意识咽了咽口水，遂收回目光，缓声道：这也是为了能让师弟早日走进师姐心里，如此师姐才能真正接纳我，也才能助师姐突破瓶颈。
不是吗？苏九力闻言若有所思，片刻后才道：罢了，到时再说吧。今日便到此为止，我有些乏了。他从陈峰怀中退开，伸出手掌，掌心光华一闪，一柄长剑便出现在手中。他将剑向前一递，给你，给我。陈峰指着自己，满脸的不可置信。他没料到苏九力竟会送自己东西，瞧那剑的形制，分明是一柄灵器。苏九力点头确认，没错，便是给你的。此剑名为斩龙剑，乃是灵器，与我。说到此处，他脸上尚未褪去的红晕又添了一层，声音也低了几分。与我所用的玉凤剑本是一对，先前未有道侣，他便一直收在我的储物空间里。如今你既是我的道侣，便送与你吧。陈峰接过斩龙剑，握住剑柄，噌，长剑出鞘的瞬间，一道清越的龙吟似在林间回荡，剑身光滑流转，宛如秋水凝结，寒气逼人，却又透着一股凌厉的锋芒。好剑！陈峰由衷赞叹一声，他将剑收回鞘中，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师姐，你送我这般贵重的礼物，我却没什么能回赠的。苏九力闻言，不由得白了他一眼，你一个杂役弟子，能有什么稀罕物件？我送你斩龙剑，是怕你死在外面。你若死了，今日这般亲近，又是相拥又是亲吻，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你？所以你得好好活着。嘿嘿，师姐放心，我最是惜命。再说，还没助你突破瓶颈，我怎会丢了性命？你说是不是？陈峰说罢，凑上前吧唧在他脸颊亲了一口，觉得不过瘾，又在他泛着微红的唇瓣上轻啄了一下。苏九力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怔，随即狠狠瞪了他一眼。行了，我还要回去看望师尊，就此别过，等你下次来住天峰，再来寻我。说罢，他脚尖轻轻一点地面，身形便如柳絮般腾空而起，衣袂飘飘间已化作一道流光，向着祝天峰的方向飞去。陈峰收回目光，握着斩龙剑剑柄的手不自觉紧了紧。祝天峰这一趟于他而言宛如一场幻梦，自己本是个下品灵根的杂役弟子，微不足道，此番上山竟上了柳如月那般天仙人物，又进了温清雨这等娇俏女子的身，就连起出狱要斩杀自己的苏九力，也与自己亲吻相拥，还赠了这般珍贵的斩龙剑。这一切恍惚的不似真实，他忍不住抬手掐了掐自己的大腿，嘶的一声痛呼传来，清晰的痛感告诉他，这并非梦境，全是真的。他终于不必再过从前那般痒人鼻息、处处憋屈的日子了。念及此处，他的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带着几分雀跃往住处走去。他的住处是一处简陋院落，一间屋子里挤着十几个杂役弟子。刚推开房门，便见屋中一人望了过来。那人是一个老者模样，看起来约莫60、70岁的样子。他瞧见陈峰，脸上瞬间露出如见鬼般的神情，手指着他，声音都带着颤：你是人是鬼？陈峰笑呵呵地说道：老何，我自然是人，你见过哪个鬼敢在大白天出来晃悠？老何本名何君，已是60多岁的年纪，他10岁便入了太虚宗，奈何也是下品灵根，只能在杂役院蹉跎岁月，修炼了50多年，修为也不过炼气5层。陈峰瞧着他鬓边的白发，心中暗叹，若自己未曾觉醒那特殊体质，恐怕到老也会像老何这般垂老矣，连筑基的门槛都摸不到，一辈子困在这杂役院。陈峰，你没死？老何满脸诧异，院里都在传你被祝天峰那些眼高于顶的仙子们打死了。陈峰得意地扬了扬眉，我在祝天峰过得逍遥自在，身边娇俏美人环绕，一手一个，一个个温柔得很，恨不得留我常住，怎会舍得伤我？老何翻了个白眼，撇撇嘴道：贱，你就吹吧，那些美人怎么不把你这点微薄灵力吸干就不错了，还能让你完好无损的回来？显然他半点不信陈峰的话。陈峰一手揽住老何的肩膀，往房间里走去。老何，这几日杂役院可有什么事发生？老何琢磨片刻，摇了摇头，没什么新鲜事，和往常一样，每日里总有些旧人没了，又来些新人，大家早就习惯了。说罢，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凑近陈峰道：累了，你这几日不在，院里都传你没了。杂役院的管事赵林师兄就把你的铺位给了一个叫赵成的年轻人，那是他的家职，如今你活着回来，怕是没地方落脚了。哦，我的家竟被人占了。陈峰愣了一下，没料到不过几日功夫，连这点立足之地都没了，家竟然被偷了。说是家，其实也就是个地铺，挤在10几人中间，地方狭小得很，翻个身都能碰到旁人。谁让你这几日影踪全无，铺位空着也是空着。赵林师兄便……老何话说到一半，见陈峰神色平静，便停住了。罢了，没了便没了。陈峰淡然道，心里却在盘算，大不了夜里去住天峰便是，又不是没去处，去温清雨那里，还是苏九离那里，柳如月那边就不必了，真怕他一时动怒，一剑将自己劈了。你不生气，这院里可再没你的地方了。老何背着手上下打量他一番，随即摇了摇头，也是，赵成的叔叔赵林乃是外门弟子，修为已达筑基4层，有这般靠山在，你又能如何？陈峰苦笑一声，并未多做解释。老何，我还有事，先出去了。他还得去任务店接些任务，好，尽快修治筑基期，早些入外门去。刚回来就要走。老何一脸不解，此处已无我的铺位，留下也无益。老何，后会有期。陈峰朝老何挥了挥手，转身便向着任务大殿的方向走去。陈峰要去的
是专供杂役弟子用的任务大殿，在这里，弟子们只能接取任务，再用任务所得兑换筑基丹。杂役弟子是没有宗门贡献点的，那等东西只有外门弟子及以上才有资格拥有。不多时，陈峰便到了任务大殿。因杂役弟子多是下品灵根，修行速度慢如龟爬，不少人终其一生都摸不到筑基的门槛，是以这任务大殿向来冷清。此刻殿中只有一人，陈峰望去，见是个女子，也穿着杂役弟子的服饰。那女子正与殿中执事争执，神色焦灼，只是一脸不耐，挥着手道：“你到底接不接？要接就赶紧落笔，不接就别在这儿杵着，耽误老子补觉。”他眼角瞥见陈峰进来，眉头皱得更紧，语气里满是烦躁，嘟囔道：“今儿个是怎么了？往常连个鬼影都见不着，这会儿倒一下来了2个。”随即抬眼看向陈峰，扬声问道：“你也是来接任务的？”陈峰看了一眼那女子，见她约莫20许年纪，容貌虽不及祝天风的温清羽等人出众，却也清秀耐看。他转向执事，微微拱手：“师兄，弟子想接能换筑基丹的任务。”那女子闻言，诧异地看向陈峰，声音清脆：“你也是来接这任务的？只是这任务有些棘手，我还在犹豫接不接。”执事从鼻腔里发出一声闷哼，语气带着鄙夷：“若筑基丹那般容易得手，还用得着让你们来做任务？直接送你们便是。这任务本就是用来磨练你们的，不知是什么任务，竟如此难。”陈峰问道：“给你自己看吧。”女子将手中玉简递过来，脸上满是无奈。陈峰接过玉简，贴在额头，顷刻间一股信息涌入脑海：筑基丹任务，猎杀一头2阶青木狼，时间3日，需取其皮毛与内丹，二者缺一不可。他眉头也是一皱，2阶妖兽青木狼修为堪比人类修士的筑基期，而接取这任务的多是炼气期弟子，以炼气修为去对抗筑基级别的妖兽，如何能成？接不接？不接就别在这儿耗着。执事又不耐烦地催促起来：“接！弟子接下了。”陈峰连忙应道：“筑基丹是修行路上的必需品，这任务无论多难都得接。真若打不过，大不了去请温清羽或苏九离相助，让老婆帮忙，又有什么可丢人的？”“哦，你当真敢接？”执事面露诧异：“你可想清楚了，这任务有期限，完不成可是要受罚的。”陈峰神色郑重：“师兄放心，弟子自愿接取，若完不成，甘愿受罚。”旁边的女子目光灼灼地盯着陈峰，没料到他竟如此爽快地接下任务。难道他有超越筑基期的实力，或是藏有什么特殊手段？他心中一动，上前一步道：“这位师兄，不若你我联手如何？你我皆是炼气期，对付2阶妖兽本就艰难，2人合力或许能容易些。”陈峰嘴角微扬，带着几分不屑：“我自有把握完成任务，何须与你联手？”那女子咬了咬嘴唇，轻声道：“师兄，若你肯助我完成任务，我愿为你做一件事。”“哦，愿为我做一件事？”陈峰略一沉吟，目光在他身上扫过。他容貌虽不及温清羽等人，身姿却也匀称，瞧他模样，似是尚未有道侣。他定了定神，只要事成之后，你应我一个条件，我便帮你，如何？女子眼中瞬间闪过喜色，连忙应道：“好，我答应你。”说罢，他转身对执事道：“师兄，我也要接这任务，行吧？你们2个都在此处签字。”执事指了指案上的簿册：“你们一同接任务，便需诛杀2头青木狼，切记缺一不可。”“明白。”女子脆声应道。接了任务，2人出了大殿。陈峰开口问道：“待下陈峰，不知师妹名讳？”“周若娇。”“师兄唤我娇娇便是。”周若娇浅然一笑，语气带着几分恳切：“此次任务还需多仰仗师兄。”陈峰摆了摆手：“无妨，你只需记着答应我的事便好。师兄放心，师妹向来言而有信。”周若娇嘴上说的轻快，心里却打起了鼓。答应他一个条件，万一他提出过分的要求，自己难道也要依从？不行，等任务完成，若他识趣便罢，若是敢狮子大开口，自己大不了将他斩杀。他暗自思忖，凭着上次所得的机缘，只要服下筑基丹，说不定能连破境界，届时他定然不是对手。陈峰不知他心中盘算，对他笑了笑：“走吧，周师妹，时间紧迫，咱们快去快回。”“周若娇乖巧应了一声，快步跟上陈峰的脚步。青木山离太虚宗颇有一段距离，2人施展身法赶路，直到天黑才抵达。途中因灵力耗竭，还歇了一阵。“陈峰师兄，这都天黑了，会不会有危险？要不咱们等天亮再寻青木狼吧？”周若娇望着周遭渐浓的夜色，脸上带着几分担忧。青木狼本就是2阶妖兽，夜里行动于他们而言终究不利。陈峰望向四周，夜色已浓得化不开，连一丝月光都无。他虽已至炼气巅峰，可不到金丹期，未能凝聚神识，在这般黑暗中事物依旧艰难，仅靠微弱的感知，实在寸步难行。也罢，咱们先寻个山洞歇一晚，我记得不远处有个山洞，咱们去那里吧。”周若娇说道。2人来到山洞，陈峰寻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打坐，同时放出感知留意周遭动静。周若娇也盘膝而坐，却一边打坐一边警惕地瞥向陈峰，显然怕他做出不轨之事。时间悄然流逝，夜半时分，一声凄厉的尖叫突然在山洞中炸开。啊！陈峰猛地惊醒，洞内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他急忙起身，感知到周若娇的身影正蜷缩在角落，发出低低的啜泣声。他心头一紧，连忙问道：“周师妹，出什么事了？我好像被蛇咬了。”
周若娇声音带着哭腔，满是无助。陈峰迅速释放感知，果然在洞口捕捉到一条蛇的气息。他抽斩龙剑出鞘，寒光一闪，已将蛇斩为两段。再细查那蛇的气息，心头猛地一沉，竟是条毒蛇。快服解毒丹，此刻服下或许还来得及。陈峰急忙道：“我没有解毒丹，我是不是要死了？”周若娇的哭声愈发凄厉，带着对死亡的恐惧。该死！陈峰暗自咒骂。杂役弟子不比外门弟子，每月无灵石可领。解毒丹这类物事需用灵石购买，他们哪有这份余裕？他自己身上也未曾备着。他快步走到周若娇身边，老在何处？若能及时将毒血吸出，或许还能保命。吸出来！周若娇一愣，哭声顿了顿，带着羞赧哭问道：“师兄愿为我吸毒？可蛇咬在，让我死了算了。”陈峰心中犹豫，他与周若娇相识未满1日，远不似与温青雨等人那般熟人。往日里他打理祝天风，日日的见他们。若是一时冲动为他吸毒，万一毒素侵入自身，赔上性命怎么办？或许是察觉到陈峰的犹豫，周若娇的哭声愈发凄厉：“师兄别管我了，就让我死在这里吧。”哭了一阵，他稍稍收住哭声，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却仍哽咽着：“若师兄肯为我吸毒，师妹什么都愿意为师兄做，哪怕是以身相许。”陈峰心里一震，这周若娇为了活命，竟连清白都肯舍弃。可他身上并无解毒丹，当真要为他吸毒吗？陈峰一狠心，咬了咬牙，为了自己也必须救他。他蹲下身子，轻声道：“师妹，我愿为你吸毒，但从今往后，你的命便是我的，你也是我的人，你愿意吗？”“愿意，我愿意。”此刻的周若娇满心只想活命，哪里还有半分犹豫，忙不迭地应道：“好，我这就为你吸毒。伤口在何处？”陈峰不再犹豫，伸手便要去探查。这里，周若娇拉住他的手，引着向伤口处探去。疼！指尖似是触到了伤处，周若娇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发颤：“师兄，我头好晕。”周若娇的声音里带着慌乱与惊恐，气息都有些不稳。听他这般说，陈峰忽然也觉一阵头晕目眩，体内灵力变得滞涩粘稠，流转愈发困难，感知范围也急剧收缩。方才还能探及周遭3丈，此刻竟只剩1丈之内，这分明是毒发的征兆。该死！陈峰暗自咒骂，难道没救成他，反倒要赔上自己的性命？这次当真是冲动了。我喘不上气了。周若娇的呼吸愈发急促，带着濒死的挣扎。陈峰也觉胸口发闷，呼吸困难，难道真要殒命于此？不行，必须想办法。对了，自己那特殊体质既能修复伤势，或许也能解此蛇毒。周师妹，这般或许能解毒，你且忍着先。陈峰闷声说道。可我真的好难受。周若娇扭动着身子，声音带着哭腔，显然已快承受不住。陈峰按住她的肩膀，沉声道：“师妹，且忍一忍，此番若不成，你我恐怕都要葬身于此。”听闻死字，周若娇果然安静了些，她紧咬着银牙，脸上满是痛苦，却强撑着道：“陈师兄，我忍得住，你尽管行事便是。”陈峰未再言语，只以行动回应。陈峰看得真切，心中一惊，这竟是突破道柱机期了。他暗自啧舌，自己怎就没能突破？一切平息后，山洞重归寂静，四周依旧漆黑，唯有陈峰的喘息与周若娇的轻吟在空气中交织。陈峰苦笑一声：“周师妹，你的蛇毒已解，又一举突破制柱机期，当真是福祸相依。”心里却暗自叹气，帮他冲破了境界，自己的修为为何毫无动静？这实在说不过去，真是没有天理。周若娇的声音带着几分柔媚与慵懒：“师兄，我如今已无需筑基丹，可那任务该如何是好？”陈峰叹道：“还能如何？如今只需猎杀1头青木狼便够了。”周若娇指尖微颤，柔声道：“我既已突破筑基期，不如这任务便由我来帮师兄完成吧。”你……陈峰抬手轻抚他光洁的后背：“你刚突破不久，修为恐未稳固，未必是那妖兽的对手。”周若娇闻言，轻轻翻身上来，发丝垂落在陈峰脸上，双手按在他胸膛：“前些时日，我误食一种野果，灵力大涨，体内尚有未耗尽的药力。既然与师兄这般能增修为，不如再试几次。等我修为再进一层，便助师兄拿下那任务。”陈峰扶住他的腰肢，赞道：“误食野果，竟有此等机缘，师妹当真好运气。既如此，便多谢师妹了。”漆黑的山洞里再次混乱起来。天光大亮，周若娇已换上一袭粉色长裙，容光焕发。她身形比苏九离略高些，长裙勾勒出窈窕曲线，更显亭亭玉立。此刻的她已无昨日的生疏，上前亲昵地挽住陈峰的腰，柔声道：“师兄，走吧，今日且看我大展身手，帮你斩了那青木狼。”陈峰一脸无奈：“师妹，你这是做什么？嘻嘻，师兄还叫我师妹啊？换我教教不行吗？”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幽怨，手上又加了几分力道。陈峰察觉到他举动愈发放肆，温言道：“你终究是女子，行事就不能收敛些？先前的温清雨可不会这般，光天化日下毫无顾忌，他当真是有些招架不住。”周若娇一脸委屈，嘟着嘴道：“为何要收敛？你我既已有过肌肤之亲，在你面前我又何须矜持？你身上哪处是我碰不得的？”陈峰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笑意：“以这般，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嘻嘻，师兄想如何不客气？师妹我接着便是。”
周若娇微微挺了挺胸膛，挑衅之意显露无遗。陈峰嘿嘿一笑，一把将她揽入怀中，从身后将她圈住，低头便霸道地吻上她的唇，双手也不再顾忌，在她身上游走。周若娇顿时一声嘤咛，身子便软了下来。她握住陈峰的大手，引着按在自己胸口。片刻后，周若娇微微侧头离开他的唇，娇喘着，媚眼如丝地望着陈峰。师兄，就这点手段吗？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师妹接着便是，她的手轻落在陈峰小腹，带着几分挑衅。是吗？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陈峰将她轻放在一块青石上，俯下身，在她耳边低语：“那便让你尝尝师兄的厉害。”周若娇搂住他的脖颈，声音带着勾魂的意味：“师兄尽管来，师妹没那么娇气。”山洞外的树林间，一时间春光旖旎。嗷呜！就在即将到达顶峰之际，一声凄厉的兽吼陡然炸响，如同惊雷劈裂山间的静谧，硬生生斩断了那暧昧交织的气息。陈峰猛地回过神，身形瞬间绷紧，几乎是本能的抽身而起。他掌心光芒骤然暴涨，嗡鸣一声，斩龙剑已然握在手中，凛冽的剑气瞬间弥漫开来。他豁然转头望向生源处，只见不远处的树丛剧烈晃动，一头体型堪比成年壮牛的妖兽缓步走出，分明是狼的形貌，身躯却壮硕如牛，灰绿色的皮毛在林间斑驳的光影下泛着冷硬的光泽，一双琥珀色的兽瞳闪烁着嗜血的凶光，正死死锁定着他们二人。獠牙外露，咸水顺着嘴角滴落，带着浓重的腥气。是青木狼。陈峰低喝一声，将周若娇护在身后，握剑的手稳如磐石，目光锐利如鹰，紧盯着那头散发着凶悍气息的妖兽。变故突生，几乎在兽吼响起的同一刹那，陈峰已如离弦之箭般窜了出去，挡在前方。周若娇此刻双腿微张，先前迷离的眼神渐渐凝聚起神采，她想站起身，身子却酥软无力，一时难以支撑。娇娇，快走！陈峰回头急喊，他清楚周若娇此刻的状况，根本无力应战。周若娇深吸一口气，强压下身体的异样，一手抄起旁边的粗布衣袍扔给陈峰，语气里还带着未散的娇喘：“师兄，你的衣物先穿上。”话音落，他眼中陡然迸出凶光，死死盯着那头青木狼。这畜生，交给我！说罢，他迅速将粉色衣裙套好，紧接着手掌一翻，一柄长剑出现在手中。此剑虽无斩龙剑那般摄人的威势，剑锋却同样寒光凛冽，锋利异常。做完这一切，他勉力站起，身形微微一晃，喉咙里溢出一声低吟。他咬了咬嘴唇，稳住身形，一个闪身便来到陈峰身前。青木狼双眼死死锁着这边，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身躯微微后撤，四肢紧绷如弓，摆出蓄势待发的攻击姿态，只需稍有异动，便会即刻扑杀而来。娇娇，你还好吗？陈峰望着挡在身前的身影，见他娇躯微微晃动，站立不稳，唇边还带着未散的娇喘，不由得生出几分担忧。畜生，来吧，敢搅扰老娘的好事，今日定让你尝尝厉害！嗷呜！许是被他的言语激怒，青木狼前爪在地上狠狠扒拉两下，带起一片尘土，庞大的身躯如离弦之箭般猛扑过来。陈峰见状，连忙闪身退开。既有周若娇出手，他倒也乐得暂且旁观。周若娇身姿灵动如穿花蝴蝶，于肩部荣发之际避开青木狼那携着腥风的凶悍一扑。青木狼扑空，庞大身躯重砸落地面，激起一片尘土，闷哼声震得周遭树叶簌簌作响。他旋即猛地转身，琥珀色兽瞳中凶光暴涨，死死锁定周若娇，咸水浑着血丝顺着獠牙滴落，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粗重的喘息，凶性因扑空而愈发炽烈。不等青木狼再动，周若娇已然率先发难，她足尖一点地面，身形如离弦之箭般猛射而出，手中法剑寒芒暴涨，直刺青木狼腹部。青木狼虽身躯庞大如山岳，行动却远不如寻常狼族迅捷，这一剑结结实实刺入，顿时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娇娇，好身手！陈峰在旁见状，扬声赞道。周若娇闻言，对陈峰得意扬了扬下巴，声音清亮：“师兄且看，不过二阶下品妖兽罢了，我已突破筑基3层，收拾他不在话下。”那二阶青木狼身躯堪比壮牛，行动本就迟滞，此刻受创更是彻底被激怒。他猛地仰头，对着天空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嚎，嗷呜！笑声穿林裂石，回荡在山谷之间。陈峰面色骤变，娇娇，速战速决！他在召唤同伴。青木狼本是群居妖兽，若是引来其余同类，届时双拳难敌四手，局面必将凶险万分。周若娇一知事态紧急，面色一凛，厉声喝道：“受死！”话音未落，他双脚猛地蹬地，地面竟被踏出2个浅坑，身形如一道粉色闪电破空而出，原地只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速度较之前更胜数分。好快的身法！陈峰暗自惊叹，心中已在盘算，待自己突破筑基，定要寻一门精妙身法苦修。好！青木狼见周若娇急冲而来，庞大身躯竭力扭动，想要躲避，奈何速度相差悬殊。周若娇手中法剑如灵蛇出动，带着凌厉的破风声，狠狠刺入青木狼躯体，剑尖劲从另一侧穿透而出，带出一盆滚烫的热血。青木狼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狂吼，剧痛让他下意识想要后撤。周若娇早有预料，手腕猛地一转，
法剑在其体内狠狠搅动。吼！青木狼发出一声痛苦到极致的低吼，庞大身躯剧烈抽搐几下，再也支撑不住，轰然到地，激起漫天尘埃，彻底没了声息。周若娇收住身形，抬手在法剑上一抹，将血渍抖落，随即笑嘻嘻地对陈峰道：“师兄，搞定了。”他又轻轻掀起裙摆，扭了扭翘臀，对陈峰抛去一个媚眼：“师兄，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这没完没了的姿态让陈峰不禁苦笑，遇上这样的女子，不知是福是祸。他沉声道：“娇娇，还是先把青木狼的皮毛剥了，内丹取出来吧。方才他已召唤同伴，再耽搁下去，恐生变故。”周若娇嘟着嘴放下裙摆，小声嘟囔：“好吧，听师兄的。”在陈峰的协助下，二人很快剥下青木狼的皮毛，取了内丹。陈峰将东西妥帖收好，正欲动身离开，接连不断的兽吼声从四周传来，让二人脸色骤变。嗷呜嗷呜，笑声此起彼伏，带着浓烈的凶戾之气，从林中各个方向涌来。不好，是兽群！周若娇眼中闪过一丝惊惧，声音都带上了几分颤抖。师兄，怎么办？要不咱们逃吧？周若娇的声音带着慌乱。十几头青木狼正从四面八方缓缓逼近，兽瞳中闪烁着嗜血的红光，咸水顺着獠牙不断滴落，腥臭之气弥漫开来。纵然他已突破至筑基3层，面对这般阵仗，也只觉心头发紧，力有不逮。陈峰面色凝重，斩龙剑再度出现在手中，剑身嗡鸣作响，似有灵使。娇娇，眼下唯有杀出去一条路，若等他们聚集的越来越多，咱们便真的插翅难飞了。周若娇迈步走到陈峰身前：“我在前开路，师兄你尚未筑基，紧随其后便是。莫要伤着了，万一伤了那里，我可就不要你了。等咱们冲出去，定要再好好温存几个时辰。”他的话起初听得陈峰心头微暖，可听到后面却让他一阵无奈。都到这般境地了，他脑子里竟还想着这些。不必。陈峰这次没有退让，与周若娇并肩而立。我虽未筑基，但手中斩龙剑乃是灵器，战力未必输于筑基修士。灵器？周若娇一惊，没想到他这柄剑竟有如此来历，难怪先前他不愿与自己组队，原来是有灵气傍身。这般看来，自己先前的决定倒是没错。嗷呜！又是一声狂吼，划破林间，原本对峙的青木狼瞬间动了，十几道庞大的身影如黑色闪电般猛冲过来，踢爪踏地的声响震得地面微微发颤，腥风扑面，杀意凛然。冲出去！陈峰一声大喝，率先向着前方冲去。距他尚有10几丈远时，3头青木狼猛地腾空而起，如3道黑影扑来，利爪闪着寒光。师兄小心！周若娇惊呼出声。陈峰腰身一拧，侧身避开扑击，手中斩龙剑顺势斜斩，精准地从最近那头青木狼腹下划过。只听嗷呜一声痛吼，那头青木狼重摔在地上，腹部已然破开，脏腑散落一地，鲜血染红了周遭草木。师兄厉害，不光对得厉害，身手也这般了得。周若娇避开一头青木狼的扑咬，抽空赞道，语气里带着几分调笑。陈峰也暗自心惊，苏九离所赠的斩龙剑竟如此锋利，面对青木狼这般皮糙肉厚的妖兽，竟也能做到触之即伤。娇娇，能不能正经些？陈峰一脸无奈，挥剑又逼退一头扑来的青木狼。我这已经很正经了呀。周若娇一边与2头青木狼缠斗，剑光闪烁间不断割挡利爪，一边回应道：“好！”浓郁的血腥气彻底激起了剩余青木狼的凶性，他们嘶吼着，尽数向着陈峰二人聚集而来，将去路团团围住。杀！陈峰眼中厉色一闪，一声怒吼，挥剑迎着扑来的青木狼冲了上去，斩龙剑嗡鸣作响，寒光乍起，直取兽群薄弱之处。陈峰与周若娇二人配合愈发默契，剑光与身影交织，在兽群中穿梭。随着一声声凄厉的兽吼，10几头青木狼的数量渐渐减少，8头、5头，终于在二人灵力即将耗尽之际，最后一头青木狼轰然倒地。陈峰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与周若娇背靠背坐在青石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起伏剧烈。好险，也好刺激。周若娇身子一扭，顺势躺下，将头枕在陈峰的大腿上，缓缓闭上眼，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轻颤：“师兄，咱们活下来了。”陈峰抬手抚摸着他汗湿的脸庞，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异常坚定：“此地血腥味太重，极易引来其他妖兽，不能在此久留。先将这些青木狼的皮毛和内丹取了，咱们即刻离开。皮毛与内丹皆可换取灵石，待返回宗门入了外门，便可将这些交由任务堂，换取修炼所需的灵石。”二人将东西收拾妥当，便动身向着太虚宗而去。行至离先前战场已有段距离，周若娇眼珠一转，身子忽然一软，倒在陈峰怀里，声音娇弱：“师兄，我灵力耗尽，走了这许久，实在没力气了，让我歇恢复些灵力吧。”陈峰将他扶住，让他靠在自己身上，环顾四周。此刻身处密林之中，已是青木山外围，基本无甚凶险。他点了点头，那便在此歇息片刻，恢复些修为再走。说着，他扶着周若娇在地上坐下，自己也打算盘膝打坐，运转灵力恢复。陈峰刚坐下，周若娇脸上便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忽然伸手将他推倒，整个人附了上来。娇娇，不是说恢复灵力吗？你这是做什么？陈峰有些无奈，
这周若娇在这方面的缠人劲，实在让他有些难以招架。先前在祝天峰时，多是他主动。温清羽虽知晓他体质特殊，对他有所依赖，却也不似周若娇这般粘人，至少在外面从不会对他动手动脚。便是苏九丽，也是因对他起了好奇，他才渐渐对他生出别样心思。周若娇小巧的舌尖在他唇边轻轻探了探，眼中满是笑意，嘻嘻道：“从前未有道侣，不知其中妙处。如今有了道侣，自然要把从前没想过的都补回来。这还能补？”陈峰愣住了，从未听过这般说法。我乐意，不行吗？周若娇美眸一瞪。一个时辰后，周若娇已穿戴整齐，感受着体内充盈的灵力，却蹙起眉头：“我的灵力竟全恢复了，只是这次没能突破，这是为何？”陈峰沉思片刻，心中有了些头绪，或许是你我次数过品所致。就如服食天材地宝，往往第一次效用最佳，往后次数多了，效果便会递减。救命啊！就在此时，一声凄厉的呼救从远处传来，划破了林间的静谧。陈峰眼神一凝，只见远处一道身影踉跄奔来，是个女子，眼中满是惊恐。望见他二人时，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身后跟着两个手持弯刀的魁梧汉子，面色阴狠，紧追不舍。他娘的，这小娘们没了灵力，倒还能跑这么快，累死老子了！其中一人粗声骂道，额上青筋暴起：“师兄救命！”女子奔到陈峰面前，惊慌失措地躲到他身后，声音带着哭腔。陈峰眉头紧锁，本不想多管闲事，他终究只是太虚宗一名杂役弟子，若那两个魁梧汉子来头不小，岂不是平白招惹强敌？魁梧汉子在陈峰面前驻足，打量一番，见陈峰不过炼气修为，旁边的周若娇也只是筑基3层，脸上露出不屑，沉声道：“小子，他是我们堂主要的人，劝你别多管闲事，免得自讨苦吃。”他们并没有着急动手，毕竟刚刚二人消耗也不小，如果对上也不一定是对手。堂主，你们是阴阳魔宗的人？陈峰脸色骤然阴沉。修真界中以堂位建制的邪修势力，阴阳魔宗最为臭名昭著，柳如月便是中了阴阳魔宗的暗算，若非自己，恐怕早已香消玉殒。没曾想此番下山，竟会撞上这伙邪人。小子，怕了吧？还不赶紧滚开，否则别怪大爷的刀不长眼。你一个炼气期修士，难不成还能敌得过我二人筑基巅峰？那魁梧汉子脸上露出嗜血的狞笑，见陈峰面色沉凝，只当他是心生畏惧，愈发嚣张地威胁着，手中弯刀在阳光下闪着森冷的光。另一壮汉则转向那女子，语气阴恻：“小娘们儿，识相的就交出秘宝，乖乖跟我们走。若能让堂主满意，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小命。再敢顽抗，休怪我们心狠手辣。师姐救我！”陈峰身后的女子这时才看清他不过炼气修为，顿时心凉了半截，又慌忙转向周若娇求助，声音带着隐隐的啜泣：“师姐，我是青州灵业城齐家之女齐月瑶，今日家中突遭横祸，一群恶人闯进来见人就杀，爹爹娘亲都被他们害了，只剩我逃了出来。”说到此处，他扑通一声跪在周若娇面前，泪水连连：“求师姐，千万不要把我交给他们，落入这些人手中，我定会被他们凌辱致死啊！”说罢，已然泣不成声，浑身都在颤抖。周若娇同为女子，自然知晓落入阴阳魔宗邪人手中的下场，脸上不禁露出不忍之色。她悄悄扭头看向陈峰，压低声音道：“师兄，要不咱们帮帮他吧？”齐月瑶的哭声微微一顿，满心诧异，这筑基期的师姐竟会征询一个炼气期修士的意见。她连忙挪动膝盖，转向陈峰跪下，声音带着哀求：“师兄，只要您肯救我，莫说做侍女，便是做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陈峰沉声道：“他们是为了秘宝而来，要帮他并非不可，只是不能稀里糊涂的出手。”齐月瑶急忙摇头：“没有，我齐家根本没有什么秘宝，只有……”说到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不可闻。“只有什么？你倒是快说啊！”周若娇一脸焦急的追问，随即又冷笑一声，想让我们出手相助，却又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肯说。难道是想让我们做冤大头？帮了你之后，你拍拍屁股走人，我们反倒平白惹上强敌？你的算盘打得倒是精。齐月瑶咬了咬下唇，颤抖着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龙形玉佩，声音带着惬意：“就是它，这只是我齐家家传的玉佩，真的不是什么秘宝。”陈峰伸手接过玉佩，上龙纹呈飞天之姿，质地沉坠，表面滑腻温润，龙的形态栩栩如生，仿佛下一刻便要破壁而出。周若娇凑近细看，眉头微蹙，瞧着倒像块普通玉佩，感受不到丝毫灵力波动。“小子，就是他，交出秘宝，否则休怪我们动手！”那壮汉眼中瞬间迸出贪婪之光，死死盯着玉佩，语气愈发凶狠。就在此时，异变陡生，那龙形玉佩陡然间变得通体赤红，灼热异常。陈峰只觉掌心如同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剧痛难忍，忍不住痛呼一声：“卧槽！”他猛地将龙形玉佩掷在地上，见玉佩落地，那两个壮汉眼睛骤然一亮，几乎是同时朝着玉佩扑了过去，伸手便要去抓。齐月瑶见状，脸上顿时血色尽退，一片绝望。他心中悔恨不已，早知道会这样，当初就不该向他们求助。如今自己的性命或许能保住，可家传的玉佩却要落入歹人之手。爹爹娘亲，女儿对不起你们，对不起齐家呀。然而
就在陈峰蓄势待发，那两个壮汉的手即将触碰到玉佩的瞬间，异变再生，一声震彻山林的龙吟陡然从玉佩处爆发，紧接着那枚玉佩竟化作一条黑白相间的龙形虚影，自地面冲天而起。它速度快如闪电，径直穿透那两个壮汉的身躯，随即扶摇直上，冲向苍穹。而那两个壮汉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在龙影穿身后化作漫天齑粉，消散无踪。这是真龙，可这颜色着实怪异。陈峰目瞪口呆，喃喃自语。那条龙左半身雪白，右半身墨黑，左侧双爪银白如玉，右侧双爪漆黑如墨，黑白界限分明，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周若娇亦是满脸震惊，仰首望着盘旋于空的奇异龙影，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竟然是真的！先祖所言全是真的！齐月瑶激动得浑身颤抖，泪水混合着狂喜滑落。就在三人或震惊或激动的注视中，那条龙缓缓低下头，一双异色龙瞳在他们身上扫过。紧接着又是一声震耳龙吟，龙影竟调转方向，朝着地面上的三人俯冲而下。不好！陈峰脸色骤变，心中警兆狂响，下意识便要施展身法闪避这突如其来的一击。那龙影速度快如流光，陈峰根本来不及闪避，只觉眼前光影一闪，一股庞杂的信息便如洪流般涌入脑海。阴阳生龙经，以体质为根，以功法为魂，阴阳相济，万龙朝元，神魂相合，永世羁绊，龙飞千万，天地不灭。信息涌入的刹那，陈峰只觉脑海轰鸣作响，仿佛有无数字符在其中流转飞旋。那龙影的气息也随之烙印在识海深处，带着一股源自远古的沉凝威严。片刻后，陈峰回过神来，心中狂喜难抑。这阴阳生龙经简直是为自己量身打造，他本就身怀双修体质，再配上这功法，当真是天作之合，完美无缺。功法中言明，凡与他同修过的女子，皆可称为龙妃，彼此间将结下永世羁绊，绝无背叛可能。且功法中的技能还能共享给他们，并且龙妃越多，他的实力就越强。我成了龙妃？周若娇茫然睁眼，满脸震惊。他方才也接收到了信息，那是来自阴阳生龙经的技能，心中更隐隐生出一种感应，自己已然成为龙妃，身旁这个男人仿佛与自己融为了一体，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念一动，便能瞬间移到他身边。这等神意简直不可思议。与此同时，祝天峰上，柳如月正潜心修炼，忽然秀眉紧蹙，猛地睁开眼，语气带着几分恼意与困惑。这小畜生究竟做了什么？为何我会平白收到什么龙戒？对他的念想竟如此强烈，忍不住想去找他，让他对我那般行事。可恶！祝天峰后山的靳思雅、苏九丽、狐媚、陈晴、温清羽四人因屡次忤逆柳如月，正被罚在此静思己过。温清羽周身忽然散发出一股强横的威势，片刻后，那威势又悄然收敛。他睁开眼，脸上满是惊喜，喃喃道：“陈峰这是得了天大的机缘，我竟能感知到他的位置，他还将龙技分享给了我，这技能当真厉害，竟能跨级对敌。可惜师尊罚我在此静思，不然此刻定要去找他。”师妹，你在嘀咕什么？狐媚一脸疑惑，你身上方才那气势是怎么回事？我在你身边都觉得心悸，可你明明才金刚5层，我一个化神期修士，竟觉得未必能压过你。四师姐，这都是陈峰带来的。温清羽脸上洋溢着幸福，我现在强得可怕，即便对上师姐也有信心一战，纵然赢不了，想从师姐手下脱身还是没问题的。狐媚翻了个白眼，满脸不信，你就吹吧，我看你不过是外强中干，我可是化神1层，你我之间还隔着元婴期呢，你在我眼里与蝼蚁无异，还想脱身？师姐，我一根手指便能灭了你。苏九立方才一察觉到温清羽身上散出的气势，心中满是疑惑，当真与陈峰有关？他暗自思忖，得找个机会问问七师妹，若真是如此，那自己是不是该与他再进一步？念及此处，他清冷的俏脸上悄然染上一层红晕，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陈峰这边，齐月瑶脸色惨白如纸，神情间透着几分生无可恋。他方才亲眼瞧见那条龙钻进陈峰额头，就此消失不见，那可是他齐家祖传的玉佩，是属于齐家的东西，怎会认一个外人为主？这本该是属于他的机缘，如今竟平白便宜了这个出狱的男子。陈峰见他脸色毫无血色，不由得挠了挠头，带着几分歉意道：“那个，抱歉，我也没想到会这样。”齐月瑶缓缓摇头，嘴唇微微颤抖：“没事，或许这便是天意吧。”他自嘲般苦笑一声：“这玉佩在我齐家传了1000年，是先祖偶然所得，据说里面封印着天大的造化，我们世代钻研，却始终毫无头绪，没曾想今日。”话说到一半，便再也说不下去，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你能不能告诉我，那里面到底有什么？齐月瑶望着陈峰，眼中满是不甘与茫然。祖传玉佩一变，他虽失了机缘，却总想知道个究竟。陈峰看着他苍白的面容，没有隐瞒的意思，沉吟片刻，便开口道：“那玉佩里藏着一部古法，名唤阴阳生龙经，方才融入我识海时，连带一些关于体质的秘辛也一并显了形。”他顿了顿，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继续道：“我也是此刻才知晓，自己这体质换作先天阴阳道体，即便没有这部功法，也能自行做到阴阳相济。只是有了功法指引，
更能是半弓背罢了。齐月瑶怔住了，喃喃道：“先天阴阳道体，难怪他早听说过上古有种体质，能与女子阴阳相合，不受灵根限制，修炼速度远超常人，却从未想过真能遇上。”陈峰看他失魂落魄，补充道：“你也不必介怀，这体质千百年难遇，即便没有这玉佩，我与这功法也未必无缘分。何况这玉佩在你齐家传承千年，早已是你家族的一部分。今日之事，或许只是时机到了。”齐月瑶沉默良久，终是苦笑一声：“罢了，强求不得。能知晓其中秘辛，也不算全然白费了先祖的心血。”说罢，他望着远方，眼中虽仍有怅然，却多了几分释然。“你接下来打算去往何处？”周若娇看向齐月瑶，轻声问道。齐月瑶闻言，脸上瞬间布满痛苦，声音里带着刻骨的恨意：“阴阳魔宗屠戮我全家，此仇不共戴天。若不能报仇雪恨，我还有何脸面做齐家的女儿？”说到此处，他转向陈峰，眼中带着一丝希冀与恳求：“师兄得了玉佩中的传承，日后前途定然不可限量，还请师兄相助，为我齐家报仇。”帮你？陈峰眉头微蹙，心中有些犹豫。阴阳魔宗势力庞大，遍布九州大陆，每州皆设有堂口，各堂主皆修炼阴毒的阴阳魔功，个个心狠手辣，灭门之事于他们而言不过家常便饭。若是应下此事，岂不是要与整个阴阳魔宗为敌？可他得了齐家玉佩的传承，与齐家也算结下因果，若是就此不管不顾，难免落得个无情无义的名声。见陈峰面露迟疑，齐月瑶连忙又道：“并非要师兄亲手替我报仇，师兄救了我的性命，我愿留在师兄身边侍奉，只求师兄日后闲暇时能稍加照拂，待我修为有所精进，自会亲手了却这血海深仇。”周若娇闻言冷笑一声，以这事想自荐枕席，打得倒是精明算盘。我已然察觉，他身边已有2位龙妃，算上我便是3位。怎么，你还想做第4位不成？方才他已隐约感知到另外2人的方位竟都在太虚宗内，心中不禁泛起几分醋意与不满。原以为自己是陈峰身边唯一的女子，没曾想在自己之前，竟已有2人先一步与他结下羁绊。现在他很后悔刚刚出言帮助齐月瑶，没想到竟然给自己招来一个情敌。齐月瑶心中既震惊于陈峰已有3位龙妃，又暗暗下定了决心。他迎上周若娇的目光，语气坚定：“师姐，师兄修炼地功法本就需要阴阳相济，少不了女子相助，这是无法改变的。我自问姿色不算差，为何不能做第4位？即便没有我，日后也定会有其他人出现。”说罢，他下意识挺了挺胸脯，似在彰显自身的资本。“你？”周若娇望着他那比自己还要饱满的胸脯，一时语塞。齐月瑶说的没错，自己已经亲身体验过陈峰体质的特殊，想要凭一己之力阻断他在那其他女子，根本不可能。何况他与另外2人早已结下羁绊，已是既定事实，无法更改。看来得找个机会与那2人见上一面，一同商议往后的路才是。行了，陈峰只觉一阵头疼，若今后身边的女子都这般争执不休，日子怕是永无宁日。他打断2人的话头：“此事暂且搁置，日后再议。”他转向齐月瑶，语气缓和了些：“已既无处可去，便随我回太虚宗住天峰吧，那里多是女子，相处起来也方便些。”好。齐月瑶没有丝毫犹豫，只要能留在陈峰身边伺机报仇，去哪里对他而言都一样。哼！周若娇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冷哼，双手抱在胸前，背过身去，显然对陈峰的决定满心不满。娇娇，陈峰伸手揽住她的腰肢，温言劝道：“别生闷气了，你瞧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着实可怜。再说我得了他齐家的机缘，若就此将他丢下不管，岂不是成了无情无义之辈？难道你愿意我做那样的人？”哼，我不管。周若娇扭动腰肢，从他怀里挣开，赌气般说道：“你去找你的龙妃便是，不必管我。”陈峰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若今后个个都像周若娇这般耍小性子，难道要他逐个去安抚？那岂不是要被累死？他声音低沉，带着几分厉色低喝：“够了，收起你的脾气。若想跟着我，便安分些；若不想，你随时可以走。我陈峰身边，并非离不得你一个。”周若娇闻言，娇躯猛地一颤，缓缓扭过头，脸上满是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竟凶我！我的身心早已是你的，你就是这般待我的。陈峰见他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心头顿时一软，伸手将他拥入怀中，轻轻为他拭去泪痕，柔声道：“你也知晓，我这功法，龙妃越多，实力便越强。若你总这般拈酸吃醋，岂不是给自己添堵？我不要你管，你们俩自去快活便是。”周若娇一把推开他，身形一晃，瞬间消失在原地。陈峰伸出的手将在半空，凭借龙主与龙妃间的羁绊，他能清晰感知到周若娇的去向。他此刻应是往助天峰去了，毕竟龙妃与龙妃之间，与龙主之间本就有瞬移相寻的感应。咱们也动身吧。陈峰轻叹一声，收回手，对齐月瑶说道：“那位师姐不会有事吧？是不是我惹她不快了？”齐月瑶面露忧色，轻声问道：“与你无关，她是心里有气，主要还是冲我来的。”陈峰摇了摇头，语气平静：“过2日气消了，自会好的。”他心里清楚，周若娇这般，无非是愿他身边并非只有他一人。世间女子大多都盼着能做道侣心中唯一的存在，
这点他何尝不知？齐月瑶微微点头，陈峰伸手拉住他的手，凭借与龙飞间的感应锁定温清羽的方位，神念微动，二人身影便在原地消失。再次现身时，已立于静思崖上，崖边4位面容秀丽的女子皆是一怔，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们身上，带着几分错愕。陈峰，你来了。片刻后，温清羽才回过神，起身快步迎上，只是在看到齐月瑶时骤然止步，眼中闪过一丝敌意，蹙眉问道：她是谁？这女子身上并无龙飞的羁绊感应，显然并非同类，你怎会突然出现？狐媚满脸震撼，陈峰方才的现身毫无征兆，竟似凭空挪移一般，远超他对炼气修士的认知。苏九力初见陈峰突兀现身时，亦有几分惊讶，目光扫过齐月瑶后，神色变得复杂，只是静立一旁，并未言语。这是我在山下救下的齐月瑶，青州齐家之人，她如今无处可去，我想让她暂居祝天峰。陈峰坦然介绍道。齐月瑶见过几位师姐。齐月瑶微微拱手，语气带着几分拘谨。温清羽听闻是被救下的，心头微松，这才重新迈步跑到陈峰身边，伸手搂住他的腰，将脸颊轻轻贴在他的胸口，姿态亲昵。陈峰，我感觉到你身边又多了一个女子，她是谁啊？陈峰松开齐月瑶的手，反手将温清羽搂住，柔声道：她叫周若娇，与你一般，误打误撞成了我的道侣，也就是如今的龙妃。随后他将与周若娇相遇的经过以及途中得阴阳生龙经传承的事一一讲来，听得在场众人无不面露震惊之色。陈情美眸流转，凝视着陈峰，片刻后轻叹一声，眼中满是艳羡，真没想到世间竟有这般体质，更有这等传承，当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温清羽心中为陈峰得此机缘而欢喜，却又眼神一暗，悠悠说道：陈峰，不管你身边将来有多少龙妃，只要你心里记着我便好。陈峰闻言心头一暖，将她搂得更紧了些，这才是他所期盼的女子，乖巧懂事，总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柳如月正打坐修炼，忽有一道粉色人影凭空出现在房内，他眸中微凝，瞬间便感知到对方身上带着龙飞的印记，心头顿时窜起一股无名火，冷声道：你来做什么？周若娇此刻已不见方才与陈峰争执时的委屈，只是眼圈仍有些泛红，她脸上挂着盈盈笑意，毫无半分拘谨，开口便道：姐姐，没什么大事，我就是来瞧瞧你，瞧瞧在我之前捷足先登的是哪位有眼光的姐姐。姐姐。柳如月一听这称呼，怒火更盛，自己已逾千岁，乃是合体期大能，竟被这黄毛丫头唤作姐姐。她胸口剧烈起伏，几乎要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一掌拍死，寒声问：你就不怕我？话音未落，她的神识骤然化作一道锐刺，直捣周若娇识海，显然是在警告。周若娇闷哼一声，脸色白了几分，却半步未退，反而扬眉反问：为何要怕你？她迈步走到柳如月身前，微微俯身，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姐姐若要杀我，倒也无妨，反正凭着与龙主的羁绊，即便我身形化作齑粉，神魂也能回归他身边。反倒是姐姐，若真杀了我，恐怕会惹他不快，没准还要被他冷落呢。哥哥。周若娇笑了几声，又故意激道：有本事姐姐便动手杀了我呀。哥哥。柳如月面色阴沉如墨，她自然清楚，杀了这丫头顶多伤其肉身，除非将她碾成肉泥，否则凭龙主与龙妃的羁绊，她必有法子将其复活。见柳如月脸色愈发难看，周若娇愈发放肆，又道：不知姐姐与他做了多少次呢？无耻下流，不知廉耻。柳如月又气又羞，清冷的脸颊竟泛起一层红晕。柳如月冷冷盯着周若娇，眼中寒光乍现，你以为我当真奈何不了你？未免太天真了，你不是得了他诸多益处，离不得他吗？今日就算杀不了你，我也要将你囚在此地，让你永世不得再靠近他半步。言罢，他指尖微动，一股霸道无匹的灵力骤然自指尖射出，如无形枷锁般缠上周若娇。周若娇脸色骤变，只觉四肢百骸都被一股巨力束缚，任凭他如何挣扎都动弹不得。他来实本不知柳如月底细，不过是想过来气气这位前辈，原以为对方境界至多比自己高上些许，毕竟陈峰眼下也只是个未筑基的修士，万万没料到这女子竟厉害至此，仅凭指尖微动便将自己牢牢困住。姐姐，快放开我！你就不怕陈峰知晓后动怒吗？周若娇急声说道。柳如月冷笑一声，怕他生气，你未免想多了。你来之前他没告诉你，他连踏足这祝天峰都要掂量掂量吗？你到底是谁？这般修为为何还会被他？周若娇满心不解，能仅凭动只便将自己困住的修为定然在元婴期之上，甚至更高。我太虚宗长老祝天峰峰主柳如月。柳如月语气冰冷，现在我不想再听你聒噪。说罢，他指尖再弹，一道符文急射而出。周若娇只觉嘴唇一麻，像是被无形之物封住，想开口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小脸瞬间变得惨白，心中满是懊悔，对方竟是太虚宗的长老，自己竟还不自量力的前来挑衅，都怪陈峰，若不是被他气到，自己怎会一时冲动跑到这里来？本想耍耍威风便走，没成想偷鸡不成蚀把米，如今被困在此地，还不知他会不会来救。话又说回来，这陈峰也当真厉害，连太虚宗的长老都能上，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房间内重归寂静，柳如月再次闭目凝神，
试图沉入修炼。然而不过一瞬，他便倏然睁眼，眸中闪过一丝讶异。属于龙主的印记竟已出现在祝天风，正与另一道龙飞印记相携。他眉梢微挑，心中冷笑，竟敢踏足祝天风，当真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他瞥了眼满脸懊悔的周若娇，嘴角勾起一抹冷冽弧度，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几分胆量，敢来救他。陈峰这边听闻温青羽等人是因忤逆柳如月而被罚在此静思，不禁问道：不知前辈罚你们在此多久？10年。温青羽声音里带着几分倦怠与无奈。10年。陈峰啧舌，虽说修仙者寿命悠长，度年如日，可在这静思崖枯坐10年，也着实无趣的紧。10年而已，弹指便过。苏九里语气平淡，眼底却掠过一丝黯然。如此一来，与他之间怕是再难有进一步的可能了。要不我去与前辈说说，让他放了你们。陈峰提议道。可别。陈情连忙出声阻止，悠悠叹道：你若去了，我们怕是要再加10年刑期。狐媚几人也纷纷点头赞同。陈峰默然，他本想辩解，当初是他们求着自己为柳如月解毒的，如今受罚怎会与自己扯上关系？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知道多说无益。就在此时，陈峰心头忽然一动，察觉到属于周若娇的龙飞印记泛起一丝异样波动，一时不明缘由。他当即闭目凝神，细细感应那道印记。刹那间，一幅画面陡然映入识海，正是柳如月的房间。周若娇被一道无形灵力束缚着，脸上满是颓丧，似是生无可恋。陈峰，他便是你心爱的龙飞，竟敢去招惹师尊？温青羽也同步感知到异动，脸上不免露出几分诧异。陈峰轻叹一声，他方才与我闹了些别扭，想必是想过来见见你们，没成想刚到便折在了前辈手里。那你还不快去救他？温青羽急道。陈峰眉头微蹙，沉声道：看来我今日是不得不再次面见前辈了。陈峰带着齐月瑶来到柳如月的院外，让他在院中候着，自己则推门而入。柳如月早已察觉到龙主印记的动静，此刻正端坐在床榻之上，神色平静无波。前辈。陈峰目光扫过被灵力束缚在一旁的周若娇，见他神色复杂，随即转过身，对着柳如月躬身行了一礼。柳如月见他进来，眼中露出一丝喜色，紧接着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冰冷：小畜生，你今日竟为了他再次踏入我的房间，胆子倒是不小，难道你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话？陈峰面上依旧恭敬，语气沉稳：前辈的教诲，晚辈不敢忘却，只是娇娇于我而言至关重要，还请前辈高抬贵手，放了他。至关重要。周若娇闻言，眼中隐隐泛起水雾，自己当真对他如此重要吗？可他既已有了道侣，又何必招惹自己？哪怕当初自己中了蛇毒时，任自己毒发身亡，也好过如今这般心痛难挨。我若是不放呢？柳如月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目光中带着审视，心中却暗自冷笑：小畜生终究是小畜生，我才是你第一个女人，你竟敢在我面前说别的女人重要！今日这丫头，你休想就走！陈峰神色一凛，缓缓挺直了脊梁，目光沉静，却带着一丝锋芒。若前辈执意如此，那晚辈只能对前辈出手了。出手？柳如月先是一愣，随即咯咯笑了起来，笑声中满是不屑。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你一个炼气巅峰的修士，竟想对我这合体期大修士动手？咯咯，笑声戛然而止。他眼神一冷，沉声道：今日有我在，你休想带他走。我现在不想见你，滚吧，莫要逼我动手。陈峰没有挪动脚步，只是淡淡道：前辈莫要忘了，我是龙主，而你是龙妃，那又如何？柳如月语气轻蔑，除了我曾立过天道誓言不能伤你性命，难道将你扔出这祝天峰还做不到？前辈不妨试试。陈峰挺起胸膛，一步步朝着柳如月走去。他心中已有决断，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位龙妃。自己身为龙主，若连龙妃都无法约束，这龙主之位岂不是形同虚设？退后，莫怪我不客气。柳如月看着步步逼近的陈峰，俏脸微变，语气中多了几分厉色。陈峰继续向前逼近，在距柳如月仅一步之遥时，柳如月中是一咬牙，掌风裹挟着浑厚灵力，朝着陈峰胸口拍去。他只想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排出门外，略施惩戒。可当手掌触及陈峰胸膛的刹那，他却猛地愣住了。手掌传来的触感软绵绵的，方才凝聚的灵力竟如冰雪玉阳般消散无踪。那一掌落在他身上，轻得如同拍纹一般，毫无力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呢？柳如月心头大骇，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抬眸间正撞上陈峰带着几分戏谑的目光。他顿时恍然，厉声质问：是你在搞鬼？陈峰一把攥住他的手掌，顺势将他推倒在床榻上，自己一俯身附了上去。他嘴角噙着笑意，缓缓道：前辈有所不知，我身为龙主，尚有一项被动神通，所有龙妃对我出手，皆无法伤及分毫，这叫免疫。柳如月被他压得动弹不得，美眸瞪得溜圆，满脸错愕，竟有这等事，我怎会不知？你莫不是在诓骗我？此乃龙主独有的秘辛，龙妃自然无从知晓。陈峰手指轻拂过他的腰间，那系着的丝带轻轻一拉便松了。他语气带着几分玩味：烈了，我还能借用龙妃的神通，且借来的神通威力丝毫不减。你要做什么？快住手！柳如月又羞又愤，
目光扫向一旁满脸震惊的周若娇，急忙提醒道：“还有人在这儿呢，怕什么？他不会来捣乱的。”陈峰说罢，便俯身吻向她的唇。柳如月喉间溢出一声低吟，那种熟悉又难忘、令人贪恋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她无奈地闭上眼，对他当真是毫无办法，杀不得，动不得，如今也只能顺从了。1个时辰后，室内的摇床声终于停歇。柳如月望着床榻，神色复杂，自己算是彻底沉沦了。先前对陈峰的怒意，早已在方才的种种中化作声声轻吟，消散无踪。他撑着酸软的身子缓缓坐起，披上衣袍，重重叹了口气：“罢了，陈峰，你走吧。”带着他一起走。此刻他心乱如麻，说不清对陈峰究竟是怨是念，只知自己对他已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方才那般情难自禁的配合，便足以说明他早已离不开这个小子。可他终究是太虚宗的长老，是温清羽等人的师尊，宗门理智的束缚如无形枷锁，让他满心无奈，进退两难。柳如月抬手一指，束缚着周若娇的灵力瞬间散去。周若娇踉跄2步才站稳，他转头哼了一声，瞪了陈峰一眼，转身便朝着门外走去。前辈，过段时日我再来看您。陈峰留下一句话，便快步追了上去。随你吧。柳如月语气带着几分无力，他来自己便受着，他不来倒也清静，只是那份悄然滋生的念想实在恼人。娇娇，陈峰快步追上，伸手拉住周若娇的手腕，还在生气。周若娇脸上忽然绽开盈盈笑意，没有呀，我怎敢生龙主大人的气呢？当真？自然是真的。周若娇说着，手便向陈峰小腹下探去。陈峰只觉一紧，无奈道：“你又来。”周若娇眼波流转，露出几分妩媚，对着陈峰抛了个媚眼：“谁让你这般让我着迷呢？”话音未落，他便朝着陈峰扑了过去，踮起脚尖吻上他的唇。他的手带着几分急切，在他衣襟上乱扯，仿佛下一刻陈峰便会消失一般，透着一股不容错辨的占有欲。可可，一声轻咳陡然响起，打破了空气中弥漫的暧昧。只见齐月瑶从树后走了出来，小脸长得通红，神色极不自然。方才他在院外候着，里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那等羞人的声响让他面红耳赤，几次想悄悄退走，却又忍不住留了下来。好不容易等房内安静，陈峰也出来了，没成想周若娇竟直接扑了上去。他知道再不出声，恐怕真要在自己眼前上演不堪入目的戏码。你怎么还在这里？周若娇眉头微蹙，语气里满是不满。他是随我一同来的。陈峰说道。先起来吧，总不能在这里行事。周若娇不情愿地嘟起小嘴，仰头问道：那去何处？我可告诉你，要是找不到地方，管他什么内外，只要没旁人，我可顾不了那么多。心里却暗自盘算，你身边已有这许多女子，我偏要缠着你，让你没工夫去找别人，不把你炸得没力气，绝不肯罢休。陈峰站起身，略一思忖道：去温清羽的院子吧。他此刻在静思崖，房里正好空着。他转头看向齐月瑶：我先带你去苏九丽的住处，他要在静思崖待10年，这段时日你便暂居那里。不要。齐月瑶眼中透着坚定，我是你的侍女，自当寸步不离跟着你。周若娇闻言不由得冷笑一声，语气带着讥讽：我们要亲热，你也要跟着？齐月瑶小脸瞬间红透，她咬了咬下唇，迎上周若娇的目光，再次坚定道：侍女自当有侍女的本分，即便主人要赶我走，我也不会离开半步。陈峰听到主人2字，脑中竟莫名闪过主人与女仆的画面，目光落在齐月瑶身上，不禁想起她若换上女仆服饰，娇滴滴唤自己主人的模样，顿时有些心痒。想什么呢？周若娇见他走神，伸手在他小腹下轻轻一捏，随即再次搂住他的脖颈，整个人贴了上去，声音柔媚如丝：你说是让他跟着，还是让他走？难道我不比他温柔吗？说罢还故意晃了晃身子，胸前的柔软蹭得陈峰心猿意马。陈峰面露难色，他既不愿走，我也没法子，何况他并非龙妃，未必会听我的。周若娇皱了皱鼻子，轻哼一声，松开他，转身朝院外走去。我看你就是享受他做龙妃，舍不得赶他走。回头见陈峰没动，又瞪了他一眼：走啊，找地方继续去。陈峰带着2人来到温清羽的住处，齐月瑶并未随他们踏入房间，只是乖巧地站在门外道：你们进去吧，我在此处等着便是。你当真不去苏九丽那里？陈峰又问了一句。不必了。齐月瑶勉强牵起嘴角，在这里就好。周若娇见他执意不肯离开，心中一横，再次贴近陈峰，踮起脚尖，闭上眼便吻住了他的唇。齐月瑶见状，下意识想偏过头去，可心底一个念头陡然升起，必须直面这一切。这周若娇分明是在挑衅自己，还需依赖陈峰提升修为，方能报仇雪恨。若是此刻退缩，日后再想靠近他，恐怕难如登天。念及此，他定了定神，目光直直地望着相拥的2人，只是心跳早已如擂鼓般砰砰作响。片刻后，周若娇喘着气松开陈峰，她媚眼如丝地看向齐月瑶，递去一个挑衅的眼神：原来你喜欢听墙角，那正好，等会儿我便叫得大声些，让你听得清清楚楚。言罢，他拉着陈峰的手便往房内走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房门竟未关上，就那样敞着。进了房间，周若娇便将陈峰扑倒在榻上，口中娇声道：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我定要炸得你没了力气，看你还怎么招惹别的女人。房门还没关呢，
陈峰无奈开口。周若娇一边吻着他的唇，一边含糊道：“就不关，他不是想听吗？敞开着，让他听得更真切些。”齐月瑶立在门外，说来也是巧，从他站的位置，竟能将房内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他能看到周若娇的举动，能看到周若娇伏在陈峰身上喘息着，还能看到对方朝着自己的方向挑衅般的挑了挑下巴。齐月瑶脸上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紧咬着嘴唇，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带着倔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切我早晚也会拥有。从日出到日落，再从星子坠满夜空到朝阳重新爬上眼角，那扇房门后动静就没歇过。齐月瑶守在院外，从最初的局促不安到后来的瞠目结舌，天光大亮时，房内的动静终是歇了。周若娇披着件宽松外袍，一手扶着门框，缓缓走了出来。她脸上泛着被热气蒸透的红晕，鬓发微乱，见了院中的齐月瑶，还特意扬了扬下巴，那神态活像只刚打赢架的小兽，带着几分得意与张扬。怎么，你要不要也来试试？周若娇语气里带着挑衅。齐月瑶偏过头去，并不接话，免得与他争执。见他不吭声，周若娇反倒有些恼怒，仿佛自己的挑衅落了空，输了半分气势。他拉长了声音，朝着房内唤道：“师兄，娇娇，今日得去交任务，换住鸡丹，咱们得赶紧动身了。”陈峰从房内走出，手上还在整理衣袍。他昨日已单个1日，今日是实现最后一天，若不将青木狼的皮毛与内丹上交，便拿不到筑基丹，突破筑基期更是无从谈起。师兄，就在这儿，你再给我一次。周若娇指着院边的石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执拗。这里，在院子里。陈峰有些无奈，我就要在这里。周若娇说着，拉过陈峰，便将他按在了石桌上，扭头看着脸色难看的齐月瑶，一字一顿在他面前。齐月瑶猛地抬头，银牙紧咬，师姐，你莫要太过分了。先前在房内，他尚能强自忍耐，毕竟隔着些距离，可此刻那石桌离自己不过2步之遥，若真如周若娇所言，怕是连陈峰的发丝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周若娇嘴角一翘，满脸不以为然，过分，我可不觉得。他是龙主，我是龙妃，便是在何处也是天经地义。娇娇，够了，咱们今日还有要事要办。陈峰开口劝道。周若娇的嘴唇从他脖颈一开，嬉笑道：“嘻嘻，咱们现在不就是在办事吗？并非此事，我是说换取筑基丹的任务，没有筑基丹便无法筑基，不到筑基期，连外门都进不去。”陈峰加重语气提醒。周若娇睁大美眸，满脸不解：“你还需自己去换筑基丹，还要入外门？让柳如月给你寻一枚便是。他身为太虚宗长老，难道连一枚筑基丹都拿不到？再者说，你如今这般能耐，还进什么外门？直接做真传弟子便是。”说罢，他又俯身吻向陈峰的脸颊。陈峰感受着唇上湿滑的触感，苦笑道：“我那般对他，他怎会帮我？至于真传弟子，我不过是下品灵根，谁会收我？不试试怎会知晓？”这次开口的是齐月瑶，师兄虽未下品灵根，但得了阴阳生龙经传承，修为进境未必会慢于那些上品灵根的弟子。周若娇这次竟未与齐月瑶争执，点头道：“我觉得他说的有理，大可让柳如月为你引荐一位师尊。那我这便去找柳如月。”陈峰说着，轻轻推开周若娇，身影一晃，已然消失在原地。喂，你可不许再跑到人家床榻边去了。周若娇见陈峰骤然不见，顿时急了，转头瞥见一旁的齐月瑶也面露急色，她不由得得意地扬了扬下巴，笑道：“嘻嘻，龙妃的神通我也有。”话音未落，身影亦随之消失。你们怎能如此？齐月瑶又急又气，狠狠跺了跺脚，转身便朝着柳如月的小院跑去，口中喃喃道：“这般神通，我早晚也会有的。”柳如月这边，陈峰蓦地现身，柳如月眉宇间刚掠过一丝喜色，周若娇的身影便也跟着出现，她脸上的暖意瞬间褪去，复又凝起冰霜，冷声道：“你又来做什么？”陈峰这次没了先前的客气，他毕竟是龙主，这位合体期大能终究无法伤他分毫，他径直坐到柳如月身侧，一把将她揽入怀中，手上动作也随性起来。没别的事，就是来向你讨一枚筑基丹。另外，我想做真传弟子。他没有拐弯抹角，径直道明来意。柳如月被他搂住，身体先是一僵，毕竟周若娇还在一旁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扭动了几下，便不再动弹，任凭陈峰动作。听闻陈峰的话，他先是一声冷笑，语气带着几分讥讽：“以堂堂龙主，竟还要向我提请求？你神通这般广大，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就连我这柱天风封主，不也在了你的手里？”陈峰抬手挑起他的下巴，唇瓣凑到他的唇上，轻轻蹭着，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别这般阴阳怪气，就说给不给，这是办不办？筑基丹我可以给你，拜师之事却有些难。”柳如月偏了偏头，又被陈峰强硬的掰了回来。何出此言？陈峰在他唇上轻轻舔了一下。柳如月睫毛轻颤，缓声道：“宗门长老收徒，最低也得是上品灵根，是以每位长老们下弟子都不多，你只是下品灵根，哪位长老会看得上？旁人不愿，难道你也不愿？”陈峰追问。柳如月闻言先是一怔，随即满脸羞怒的将他推开：“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脸色长得通红，也还想让我收你为徒？我告诉你，
这辈子都不可能。陈峰没料到他反应如此激烈，也明白他与柳如月之间断无可能有师徒名分。他绕到柳如月身后，将她紧紧抱住，别生气，我不过是随口一说，真没办法的话，那就算了，我还是本本分分去做外门弟子便是。柳如月反手握住他的手，语气带着几分不容置疑，也不是全无办法。我柳如月的男人，岂能屈居外门弟子之位？话一出口，他便觉失言，连忙住口，清冷的脸颊上悄然泛起一抹红晕，眼神也有些闪躲。一旁的周若娇亦是满脸诧异，没料到这般话竟会从柳如月口中说出，一时愣在原地。陈峰更是心头一震，满脸的不可置信。他伸手将柳如月搬过来，让她正对着自己，急切追问：“你方才说什么？”柳如月脸上红晕更甚，避开他的目光，低声道：“没什么，我是说有一种法子，能让你不必去做外门弟子。”“不，你说我是你的男人？”陈峰步步紧逼，目光灼灼地望着他。柳如月迎上他的视线，反问：“难道不是吗？从你为我解毒至今，你进我身多少次，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如今我还是你的龙妃，这辈子早已与你牵扯不清。”说到此处，他声音陡然转冷：“怎么？难道你想不负责，想逃避不成？”陈峰连忙摇头，急声道：“没有，我从未想过逃避，更不是不愿负责，只是你向来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昨日还对我喊打喊杀，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实在没料到你竟会亲口承认我是你男人。少说这些。”柳如月打断他，将话题拉回正轨：“宗门内有一种法子，可越过外门、内门等阶，便是做记名弟子。”陈峰眉头微蹙：“记名弟子，这是什么？又该如何成为记名弟子？”“不难。”柳如月淡淡道：“你若想做哪位长老的记名弟子，只需击败他做下罪末的真传弟子，便可入其门下。记名弟子虽名分稍逊，却与真传弟子享有同等待遇。”陈峰再次从背后将他拥住，一手探入领口，一手落在小腹，问道：“哪个长老的弟子修为最低？最好是女长老。”柳如月微微怔了怔，便不再动，任由他动作，轻音一声道：“要说修为最低的是回天峰黑老九的弟子，不过是金丹一层。”陈峰手指微微用力：“我说的是女长老。太虚宗女长老只有2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朔天峰峰主乔隐云。只是他做下修为最低的弟子也有元婴2层，你即便筑基成功，中间还隔着金丹期的鸿沟。乔隐云本人更是合体巅峰，离大成期仅一步之遥。柳如月怎会不知他的心思，索性将乔隐云的实力和盘托出，好让他断了念想。”陈峰轻轻将他推倒在床榻上，俯身附了上去，嘿嘿一笑：“境界越高才越有意思，我就喜欢带些挑战的。我这龙主的实力究竟如何，自己也还没摸清，正好借此验证一番。”说罢，便要俯身吻下。等等，柳如月抬手捂住他的嘴唇，目光转向一旁的周若娇。周若娇身子猛地一颤，先前被柳如月以灵力束缚的滋味瞬间涌上心头。在齐月瑶面前，他尚可肆意张扬，可在这位合体期大能面前，自己不过是只蝼蚁。即便对方碍于龙主身份杀不得他，但若要寻些由头折磨，也足够他受的。他忙不迭说道：“我这就出去，绝不打扰你们。”见周若娇头也不回地退了出去，柳如月才收回目光，松开手，双臂主动环住他的脖颈，无奈道：“来吧，真是服了你，落到你手里也只能这样了。”齐月瑶刚到院外没多久，便在院中站定。他不敢像陈峰与周若娇那般擅自踏入柳如月的房间，毕竟自己是外来者，陈峰是龙主，周若娇与柳如月同为龙妃，纵使惹恼了柳如月，他们2人也定然无事，唯独自己稍有差池便可能殒命。见周若娇从房内出来，齐月瑶先是一愣，紧接着便听到房间里传出隐约的低吟，瞬间明白了其中缘由。他斜睨着周若娇，语气带着几分鄙夷：“你方才不是很厉害吗？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怎么到了柳前辈跟前就怂了？”周若娇狠狠瞪了他一眼：“我乐意，轮得到你多管闲事。”齐月瑶故作恍然，讥讽道：“原来你是怕了呀？这般欺软怕硬，有本事你也在柳前辈面前与陈师兄亲近试试。”周若娇气呼呼的在石桌边坐下：“那又如何？我本就是龙妃，想与他如何亲近都使得，反倒是你一心想接近他，想爬上他的床，只要有我在，你便休想进他半步，是吗？”齐月瑶不以为然的勾了勾唇角：“你不妨想想，他得了我齐家天大的好处，与我齐家早已结下因果，而我是齐家唯一的幸存者。况且他修炼之道本就需要女子相助，除非你真能寸步不离的盯着他，否则……”说到此处，他笑意盈盈的看着周若娇，缓步走到他身边，在他耳边低声道：“我早晚都会爬上他的床。”周若娇别过头去，不再理会他。齐月瑶说的没错，陈峰修炼之道本就需女子相助，且他那体质对女子来说有莫大的诱惑，即便自己能将齐月瑶挡在外面，难道还能拦住其他女子？若陈峰一心要接纳旁人，自己又能如何？到头来不过是暗自生闷气，空自吃醋罢了。1个时辰后，房间里的动静终是停了。陈峰指尖缠着柳如月的一缕发丝，漫不经心道：“不如你让你那几个弟子从静思崖回来吧，10年太久了，差不多罚过也就够了。”柳如月轻哼一声：“谁让他们屡次忤逆我？若不是他们这般不听话，又怎能便宜了你？不只是我，还有老七。”提及温清雨，
他的话骤然顿住，眉宇间染上几分复杂。他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子，难不成要让他唤自己一声姐姐？不行，绝不行！这般念头刚起，便让他耳根发烫，这太羞耻了。柳如月沉思片刻，缓缓道：“也罢，反正事已至此，再罚他们也无济于事，便让他们回来吧。”陈峰闻言一喜，在他臀瓣上轻轻一拍：“我这就去告知他们。”说罢，他手忙脚乱地穿好衣物，身形一晃便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已瞬移至温清羽身旁。陈峰来了。温清羽见他现身，立刻扑进他怀里。陈峰搂紧他的腰肢，笑着对苏九力等人道：“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前辈已经饶恕你们了，让你们回去呢。”当真？可为何师尊不亲口说？苏九里面露一色，他话音刚落，柳如月的身影便突兀地出现在陈峰身旁。呀，师尊！温清羽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猫般，猛地从陈峰怀里窜出来，被师尊当场撞见，他小脸瞬间红透，连耳根都染上绯色，低着头，再也不敢抬眼看向柳如月。柳如月无奈地叹了口气，目光扫过4位弟子，脸上重现往日威严：“你们可知错？”4位弟子齐声应道：“弟子知错。”清脆的声音在静思崖的岩壁间荡开，带着几分悔意。记住，往后不许再忤逆为师，明白吗？明白。见弟子们态度恭顺，柳如月微微颔首，为师本想让你们在此静思己过，那真传弟子排名赛原已将你们的名字撤下，既然你们已知错，便再给你们加上去。众人闻言，脸上皆是一喜。狐媚小心翼翼地问道：“师尊，这次排名赛的奖励是什么？”柳如月唇边泛起一丝浅笑道：“告诉你们也无妨，除了每月的临时供应，另有一件秘宝。那秘宝是宗主早年在一处秘境中所得。”秘宝？众人眼睛顿时亮了，这可是比法宝更稀罕的存在，在修真界的品阶里仅次于仙器。九州大陆的仙器总共不过5件，可惜太虚宗1件也无，能拥有仙器的皆是修真界的顶级宗门。行了，都回去修炼吧，好好准备3个月后的排名赛。柳如月说罢，身影便已消失。苏九力望着陈峰，脸上带着几分犹豫，轻声道：“陈峰，我有事想找你。”大师姐，你找他有何事啊？温清羽脸上露出疑惑，这位大师姐不久前还对陈峰刀剑相向，怎么在静思崖待了这几日，竟要找他说事？看他这神情，倒不像是要与陈峰为敌，难不成是想给陈峰道歉？狐媚与陈晴也好奇地望着苏九力，这位大师姐向来对男子避之不及，今日竟主动叫住一个杂役弟子，实在反常。没什么，只是修炼上的事。苏九力眼神有些闪躲，只觉自己如今像个抢了师妹男人的角色，心里发虚，随口编了个理由。陈峰心中微动，看来苏九力是想有进一步接触了，不知这次能否彻底拉近关系，能够彻底得到他最好。他对温清羽柔和一笑：“师姐，你先回去等着我。”“好，那你别耽得太久，我还等着和你。”温清羽浅浅一笑，对陈峰隐秘地抛了个媚眼，话未说完，便转身跟着狐媚、陈晴一同离去。待几人走远，静思崖上只剩陈峰与苏九力2人。陈峰见周遭已无旁人，上前2步，身子紧紧贴上苏九力的娇躯：“师姐，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苏九力身躯微微一僵，却没有推开他，低声道：“去我住处说吧，这里不太方便。”“对，这里确实不方便。”陈峰连忙附和，心里暗忖：此处遍地乱石，怎好让苏九力在此处委身？他的第一次自然该在更舒服的地方。那你报警先。苏九力小脸微红，只觉陈峰环在腰间的双臂又收紧了几分，随即足尖一点，腾空而起，带着他往自己的住处飞去。刚踏入苏九力的住处，陈峰便按捺不住，拉着他走向床榻，俯身将他压在身下，随即吻了上去。所谓1回生2回熟，熟能生巧。这一次苏九力比上次从容了些，自然而然地搂住他的脖颈，闭上眼眸，细细感受着。陈峰却不满足于此，他的手开始不安分，带着几分急切，滑向他腰间的系带，手指已然勾住一端，只需轻轻一拉，便能触碰到他曼妙的娇躯。然而苏九力察觉到他的动作，忽然抬手按住了他的手。陈峰停下动作，疑惑问道：“师姐，咱们不是要往下一步去吗？你这是为何？”眼看就要得偿所愿，他心里难免有些不甘。苏九力羞红的脸上满是难色，带着几分犹豫道：“可是我还没准备好。”陈峰见状便明白了，他这是心里那道坎还没迈过去。他收回停在系带处的手，微微一笑：“那就听师姐的，何时师姐觉得时机到了，咱们再行那最后一步。”苏九力脸上泛起一丝感动：“你能体谅我便好。”他何尝不想顺势走到那一步？此次叫陈峰前来，本就存了将自己交付于他的心思。毕竟真传弟子排名赛在即，他已在反虚8层卡了许久，若能借此时机突破，定能在大比中占得先机。可真到了这一刻，心里却莫名打起了鼓，想起自己守了300年的清白即将不保，终究还是迈不过心里那最后一道关，在最后一刻还是将他拒在了门外。陈峰在他唇上轻轻一吻，柔声道：“那咱们就只亲亲，不做别的。”苏九力瞧着他眼中的隐忍，脸上泛起几分不忍与愧疚，自己既已应允做他道侣，却迟迟不能尽道侣之责。他犹豫片刻，低声道：“其实只要不越那最后一步，其他的也不是不行。”说罢，脸颊羞得更红，几乎要滴出血来。
陈峰闻言，眼睛顿时一亮，师姐此话当真？自然是真的。苏九力说完，又急忙补了一句，但你切记，绝不能碰我底线。陈峰认真点头，师姐放心，我绝不越界。他重新俯身，指尖轻挑，将苏九力腰间的系带缓缓拉开，那习素色衣裙便如流水般滑落。苏九力眼帘轻颤，却没有半分阻拦的意思。陈峰的吻再次落下，先是唇，再是脖颈，一路向下。他的动作始终温柔，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仿佛在耐心描摹着他身体的轮廓。苏九力起初还有些僵硬，可感受到他吻中的克制，紧绷的肩颈渐渐放松。他闭着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房间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窗外的风声，远处的鸟鸣都像是隔了一层纱，朦朦胧胧地传进来，唯有彼此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一浅一深交织在一起。许久之后，陈峰重心附上来，将她揽进怀里，在她额上轻轻一吻。苏九力缓了许久，才慢慢找回自己的声音。他抬起头看着陈峰，眼中带着几分复杂的情愫，小声道：原来你说的舒心是这般。陈峰笑了笑，师姐喜欢就好。苏九力休得把脸埋进他胸口，闷声道：不许说。陈峰抬起身，目光落在苏九力泛红的脸颊上，柔声道：那往后我便常这样为师姐疏解，可好？待师姐何时愿意踏出最后一步，咱们再顺其自然。苏九力睫毛轻颤，声音细若文瑞：好呀。你们在做什么？话音刚落，温清雨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房内。他一眼便望见床榻上的情景，先是愣在原地，眼中满是错愕，紧接着猛地抬手捂住眼睛，尖声叫了起来，脸颊瞬间长得通红。苏九力更是惊得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拉过颈背掩住身前，窘迫的几乎要将头埋进被褥里，连耳根都烫得惊人。陈峰也有些措手不及，没料到温清雨会突然出现，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解释。师妹，我说我们什么都没做，你信吗？苏九力窘迫得恨不能寻个地缝钻进去，只觉自己像抢了师妹心上人，还被当场撞见，此刻纵有百口也难辩。大师姐，你还骗我？温清雨眼眶一红，带着哭腔道：他都趴在你身上了，你们衣裳都没穿，还说什么都没做，这是哄3岁孩童吗？他只觉一阵委屈涌上心头，平生最恨被人欺骗，眼前情景明明白白，大师姐却还要遮掩。再看苏九力脸上未退的潮红，分明是刚经历过什么，一时间只觉天旋地转。自己满心欢喜在住处等着陈峰，盼着一解思念，若不是迟迟等不到人，借着龙妃与龙主的神通瞬移而来，怕是至今还被蒙在鼓里。师姐，是真的，我们当真什么都没做，不过是亲亲抱抱罢了。陈峰连忙起身走到温清雨面前，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轻声安抚。亲亲抱抱。温清雨眼中瞬间蒙上一层水雾，红浊眼眶定定望着陈峰，声音带着哽咽：连你也要骗我吗？陈峰，我先前便说过，只要你心里有我一席之地便好，从不奢求独占。你身边有多少女子我都能容下，可你不能欺瞒我呀。如今都被我撞破了，还不肯说实情，难道要我装作懵懂无知的傻子吗？即便你直言与大师姐已然成就好事，我纵然心有酸涩，也会强颜为你们高兴，可你不能。陈峰抬手拭去她脸颊的泪水，将她紧紧搂在怀里。清雨，我们当真没有骗你，不信你且感知一下龙妃印记里是否有你大师姐的气息。嘎！温清雨的哭声骤然止住，她方才一闯进来，撞见二人亲密模样，只当他们早已突破界限，又觉得他们刻意欺瞒，一时气急攻心，竟忘了龙妃印记这回事。经陈峰一提，他连忙凝神内视，默默探查，印记依旧是3道，一道属是尊柳如月，一道是周若娇，最后一道便是自己，并无苏九力的气息。温清雨顿时骚得脸颊发烫，只觉方才那般哭闹，在二人面前着实有些胡搅蛮缠了。他低下头，声音细若文瑞：陈峰，大师姐，对不住，方才是我想多了，原来你们真的没有。苏九力见他这般模样，心中的窘迫也淡了几分，轻声道：无妨，是我等情景惹人误会了。温清雨脸上满是诧异，望着苏九力问道：可是大师姐，你们都到这份上了，为何还没迈过最后那道坎，直接成为龙妃，不是很好吗？看样子大师姐早晚都是他的人，那自己不如顺水推舟，帮他一把，这样陈峰他还能念着自己的好。陈峰轻叹一声，是他心里还有些症结，一时半会儿难以释怀。能走到如今这步，他已在心里做了不少准备了。温清雨愈发不解，你们该做的都做了，连那些旁人避讳的事也做了，还差最后那一下吗？他转头看向苏九力，语气带着几分认真：大师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苏九力闻言一怔，细细想来，温清雨说的确实没错，自己全身上下便是那最隐秘之处，也早已被他吻遍，只差最后那层隔膜的破去。这般坚持其实早已没了意义，他对自己的身体哪里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念及此，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抬眸望向陈峰：陈峰，师妹说的对，我想好了，我要彻底交付于你。陈峰心头一阵狂喜，没料到温清雨寥寥数语，竟让苏九力彻底放下了心结。不过他还是按捺住急切，柔声问道：师姐，你当真想好了？若仍有犹豫，咱们不妨再等等。苏九力躺在床榻上，
深吸一口气，随即闭上眼眸，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来吧，我准备好了。”与此同时，正往住处走去的温清羽脚步忽然一顿，指尖下意识地抚上心口，清晰地感知到龙飞印记中又多了一道气息。他眉宇间掠过一丝复杂，轻声呢喃：“陈峰，你又添了一位龙飞，我这般帮你，算不算你的贤内助呢？”另一边，柳如月的院子里，周若娇还在与齐月瑶暗自较劲，二人谁也不肯先退让半步。忽然，周若娇猛地站起身，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瞪大了眼睛：“竟然又多了一个，到底是谁？”我一心盯着齐月瑶，没成想反倒被旁人捷足先登了。而在房间内，柳如月正盘膝坐于床榻之上，周身凌厉，流转间带着一丝滞色。他感知到那道新添的印记，神色愈发复杂，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非他所能更改。1个时辰后，苏九离气细流转间已隐隐触及反虚9层的壁垒，与合体期的距离又近了一步。他心中暗自感慨，先前枯坐数年苦修，修为始终停滞不前，没料到经陈峰相助，竟这般轻易便突破了瓶颈。“陈峰，你过来！”忽然一道声音在陈峰脑海中响起，他先是微怔，这是龙飞与龙主之间特有的传音之术。方才那声音分明是柳如月，自己与苏九力之事，他定然已然知晓，莫非是要寻自己计较？苏九力尚不知柳如月在呼唤陈峰，此刻正闭目凝神。就在刚刚，一股信息已悄然涌入他的脑海，龙飞之间的感应，与生俱来的神通，尤其是那套龙技，更是让他心头激荡，暗觉又添了一张护身底牌。陈峰见他仍在回味方才的一切，轻声道：“师姐，前辈在唤我，我先过去一趟，你且先歇息。”苏九力睁开眼，脸上掠过一丝忧色：“你我已然如此，师尊会不会为难你？”陈峰笑道：“放心，不会的，大不了教训他一顿。”苏九力闻言，娇嗔着瞪了他一眼，嗔怪道：“那可是我师尊，在我面前怎能这般随意？”话虽如此，他心里却泛起一丝怅然。师尊、七师妹，再加上自己，师徒3人竟都成了他的龙飞。日后再见师尊，是该依旧以弟子之礼相待，还是以龙飞身份平起平坐？这般纠葛，当真让人难决。陈峰与苏九力道别后，循着龙飞印记的感应，身形一闪，便瞬移至周若娇身旁。齐月瑶见他现身，眼中立刻泛起喜色，轻声唤道：“师兄，你可算来了。”陈峰对他温和地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周若娇望见陈峰，脸上却无半分惊喜，反倒带着几分幽怨望着他，开口问道：“师兄，你又添了一位龙飞，只是不知是何人？”陈峰瞧着他那副似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模样，心里不禁觉得好笑，伸手将他揽入怀中，轻轻抚着他的秀发。“又吃醋了？往后我身边定然还会有更多龙飞，你这般吃下去，要吃到何时才是头？”周若娇将头在他怀里蹭了蹭，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带着浓浓的依恋，皱了皱鼻子，轻哼道：“我就是不甘心与旁人分你，你本就该是我的才对。”陈峰心中微叹，抬手轻抚他的后背，柔声道：“放心，不管日后身边有多少龙飞，我自会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更不会忘了你半分。”周若娇虽仍有不甘，却也知晓他所言非虚，只得不情愿地抿了抿唇，点了点头：“那你往后要常来看看我，不然我便自绝经脉，让你一辈子都为我后悔愧疚。”陈峰将他搂得更紧了些，沉声道：“放心，绝不会走到那一步。”他松开怀抱，转头看向齐月瑶，道：“我先进去见柳前辈，顺带为你们安排住处，你们在此稍后片刻。”齐月瑶对他颔首示意，陈峰便转身向着房间内走去。柳如月依旧盘膝坐在床榻上，见他进来，微微一叹，抬手间一枚莹润的丹药已出现在掌心。“陈峰，这是筑基丹，你且服下，我在此为你护法。”陈峰接过那枚自己心心念念的筑基丹，不禁赞叹前辈果然神通广大，竟能如此轻易便寻来筑基丹。柳如月翻了个白眼，不过一枚筑基丹罢了，以我筑天峰峰主的身份，要寻来并非难事。少废话，此刻便服下吧。陈峰不再迟疑，将筑基丹放入口中，随即盘膝坐于柳如月身侧，准备冲击筑基期。筑基丹入体即化，磅礴药力瞬间在体内散开。可这药力虽盛，陈峰却是下品灵根，能吸收的不过1/12。他凝神引导着那微弱的药力，一次次冲击着炼气巅峰的壁垒，一次壁垒纹丝不动，2次仍是毫无松动，3次过后，药力已尽。陈峰睁开眼，脸上满是怅然，苦笑道：“让前辈见笑了，晚辈资质愚钝，连筑基丹也未能助我突破。”柳如月脸上满是诧异，没料到陈峰资质竟差到这般地步。他沉吟片刻，又道：“你身为龙主，难道连筑基期这道坎都迈不过去？我这里还有筑基丹，你且想想传承之中是否有能助你筑基的法子？”陈峰心中一动，连忙凝神搜寻《阴阳生龙经》中关于突破的记载。片刻后，他眼睛一亮，急忙道：“确有突破大境界的法子，不过什么？”柳如月追问。此刻是急，他竟还这般拖沓。陈峰目光落在他身上，嘿嘿一笑：“须得阴阳调和，再辅以筑基丹，方能大幅提升筑基的成功率。”柳如月瞬间俏脸绯红，暗自啐了一口：“这般突破，可先前我们那般相处，也未曾让你突破，
这次便能成。陈峰点头道：先前未曾服用筑基丹，故而无法突破，此番服下丹药，再行调和之法，成功率自会大增。只是这也只能提升概率，最终能否成，还要看天意。既如此，便别耽搁了。拿着这枚筑基丹，柳如月又递过一枚筑基丹，随即抬手轻解衣衫，褪去外袍，露出7双赛雪的肌肤与玲珑有致的身段。让陈峰惊奇的是，此次筑基丹的药力竟4倍某种力量所铸，丝毫未曾外泄。他凝神引导着灵力，裹挟着丹药之力，一次次冲击筑基期的屏障。轰！第一次冲击，壁垒震荡，却未破开。轰！第二次冲击，灵力翻涌，壁垒仍如磐石。每一次冲击，柳如月都似感同身受，娇躯忍不住轻颤，喉间溢出细碎的低吟。接连数次冲击，壁障依旧未破。还不行吗？柳如月气息微蹙，媚眼如丝地望着他问道。陈峰沉声道：还差一点，只是这般冲击，我怕你承受不住。你无需顾及我，尽力便是。柳如月声音轻颤，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鼓励。房间外，周若娇听着那里传来的狂暴动静，小脸长得通红，狠狠跺了跺脚，满是不满的嘟囔：方才还说要为我们寻住处，这转眼就爬到那女人肚皮上了。齐月瑶斜睨了他一眼，不甘心：那你大可进去陪她，一同加入便是。周若娇闻言愤愤道：你当我不敢？我本就是龙妃，加入又有何不可？倒是你这般听墙角的行径，才真让人不齿。有本事你也进去啊！齐月瑶被说得俏脸绯红，她何尝不想推门而入，只是自己终究是外人，生怕刚迈进门就被柳如月一掌拍死，只能按耐着心思进来。就在这时，陈峰的传音忽然在周若娇脑海中响起，她先是一愣，没料到陈峰竟真的让自己进去，一时又犹豫起来，难道真要加入他们？想起3人共处的场景，耳根便阵阵发烫。正迟疑间，陈峰又催促道：快！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周若娇咬了咬牙，终是下定决心，抬步向着房间走去。进去就进去，谁怕谁？齐月瑶见他真的推门而入，不由得瞠目结舌。他竟真的敢进去？自己方才不过是随口一说，没料到他如此大胆，难道当真是按捺不住了？周若娇刚踏入房间，便见柳如月满脸痛苦，陈峰亦是双目赤红，不由得愣在原地，满心疑惑：你们这是怎么了？快给我渡入灵力！陈峰低喝一声，声音带着压抑的焦灼：灵力？哦，好。周若娇虽不明所以，却不敢迟疑，连忙探出双掌抵向他的后背，将自身灵力源源不断地渡过去。还不够！陈峰的动作愈发急促，柳如月眉头紧蹙，痛苦的呻吟声不断溢出唇齿，还差最后一丝。陈峰拼力冲击着筑基期的壁垒，那壁垒却如天堑般坚固，即便加上周若娇的灵力，依旧纹丝不动。陈峰，要不把你老大和老七也叫来？柳如月身子弓起，死死咬着牙，脸色惨白，显然已快支撑不住，声音微弱却带着决绝：都过来，快！陈峰心中急念一动，向着苏九丽与温清雨传音。不过片刻，温清雨与苏九丽便现身房内。师尊，陈峰，你们……苏九丽一眼望见眼前情景，脸颊瞬间涨红，窘迫的不知所措。温清雨也是一脸茫然，怔怔地望着他们，不知发生了何事。啊！就在壁垒破碎的刹那，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自陈峰体内爆发，响彻整个太虚宗。一条黑白交织的龙影从他身上冲天而起，直破苍穹，在云层中盘旋嘶吼，威势惊人。紧接着，柳如月、苏九丽、温清雨、周若娇身上皆有龙影冲天而起，紧随那条黑白龙影而去。5条龙影在高空盘旋，其余4龙环绕着中央的黑白龙影，形成拱月之势，龙威浩荡，气势恢宏，引得天地灵气都为之动荡。门外，齐月瑶呆望着天际的龙影，喃喃自语：那条龙又出现了，还多了4条，想必这便是龙妃的意象吧。说到此处，他眼中的艳羡几乎要溢出来，紧紧攥起拳头：我迟早也要成为龙妃，做那第5位。与此同时，太虚宗各处无数弟子、长老都望见了这震撼一幕，纷纷驻足仰望，议论之声四起。那是龙？咱们太虚宗什么时候有龙出现了？一名身着灰袍的外门弟子惊得手里的扫帚都掉了，仰着脖子直勾勾盯着天上，满脸难以置信。那条黑白相间的龙好诡异，从来没见过这种纹路，看着既威严又透着古邪性。旁边的女弟子捂着嘴，声音发颤，既害怕又忍不住好奇。瞧那方向，分明是筑天峰那边。有眼尖的弟子指着云层深处，不知是哪位师姐有如此神通，竟能引动龙影异象。别是柳师叔吧？他最近修为精进极快，说不定是突破时引的结束。议论声像潮水般在宗门各处蔓延，弟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处，望着筑天峰方向的龙影啧啧称奇，连负责巡山的执事都忘了职责，处在原地仰头观望，眼中满是震撼。主峰天柱峰的宗门大殿内，宗主谢清崖一袭白袍，立于窗前，望着天空中盘旋的5条龙影，眼中满是疑惑。那方向是筑天峰？下手，真传大弟子萧凌霄望着龙影所在的方位，拱手答道：启禀师尊，看那方位，的确是柳师叔所在的筑天峰。谢清崖轻抚长须，轻叹道：看来柳师妹是得了天大的机缘啊！
异象并未持续太久，天际的龙影盘旋片刻，便如潮水般俯冲而下，循着各自的气息没入人体内。陈峰缓缓离开柳如月，苏九力等人也收了灵力，各自站在一旁。他看着柳如月略显苍白的脸色，眼中带着关切：“前辈，您还好吗？”柳如月艰难地抬了抬眸，气息还有些不稳，喉间溢出一丝低吟，缓了好一会儿，才轻声道：“无事，休息片刻便好。”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陈峰身上，带着几分急切：“你呢？可算突破了？”陈峰点头，眼底难掩兴奋：“突破了，不仅突破了瓶颈，还借着这股势头连冲3级，如今已是筑基3层了。”说罢，他运转灵力，周身泛起淡淡的灵光，气息比之前沉稳了数倍，显然是实打实的境界。柳如月见状，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好得很，不枉费我们耗损灵力为你护法。”片刻后，柳如月恢复了些气力，取过衣袍缓缓穿上，掩去那玲珑有致的身段。他望着自己的几个弟子，神色复杂，看向苏九力时张了张嘴：“老大，你终究还是不知该说些什么。”苏九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中满是愧疚：“师尊，陈峰本是师尊的人，弟子本不该有逾矩之心，只是弟子修为迟迟难有寸进，眼看宗门排名大比将至，一时糊涂，请师尊责罚。”温清羽见状，也连忙跪了下来。他与陈峰的纠葛虽是意外，可论起先后，终究是师尊在前，自己在后，此刻也唯有垂手待罚。周若娇站在一旁，没有言语，只心思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师徒3人皆与陈峰有牵扯，这男子当真不一般，只是不知往后还会有多少女子卷入其中。柳如月望着跪在地上的2个弟子，心中清楚生米已煮成熟饭，再多责罚也无济于事。他摆了摆手，脸上满是疲惫：“罢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你们都起来吧。”陈峰坐在他身侧，伸手将他揽入怀中。柳如月身子一僵，本想挣脱，抬眸却见温清羽与苏九力都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去。方才自己与陈峰亲热的情景，他们都看在眼里，此刻在躲避倒是显得自己矫情。他暗自一叹，索性便由着他了。前辈，你看周若娇与齐月瑶在此处尚无住处，不如为他们安排个地方，总不能让他们一直待在院子里。陈峰开口说道。柳如月微微颔首，周若娇已是龙妃，于陈峰而言不算外人，自己同为龙妃，自也不必见外。齐月瑶与陈峰之间似有莫大因果，让他们住下也无不可。他握住陈峰的手，柔声道：“你也不必再叫我前辈了，唤我如月便好。”温清羽与苏九力皆是一怔，诧异扭过头望着自家师尊，没料到他竟会说出这般话来，眼中满是惊讶。周若娇也若有所思地看着柳如月，心中暗道：看来这位素来清冷的柳峰主是彻底放下了过往的矜持，全然进入龙妃的角色了。那就让他们住到老七那处院落后面吧，那里还有2处空着的院子。柳如月开口说道，语气已然平和了许多。那师尊，我这就去为他们安排。温清羽连忙拱手，几乎是逃也似的转身离去。方才陈峰突破10道不觉的，此刻见陈峰与师尊这般亲近，只觉浑身不自在，实在难堪。弟子也告退了。苏九力一拱手行礼，随后转身离开。周若娇见状，也跟着温清羽一同离去。房内再次只剩下柳如月与陈峰2人。陈峰，你如今既已突破筑基，可想好要拜入哪位长老门下做记名弟子？柳如月轻声问道。指尖在他手背上轻轻划着，自然是乔隐云长老。陈峰想也不想便脱口而出。柳如月闻言，嗔怪地瞪了他一眼：我瞧你，怕是打着做那充实逆徒的主意吧？陈峰嘿嘿一笑，俯身将他压在身下，鼻尖抵着他的鼻尖：怎么，不行吗？你不乐意？哼！柳如月轻哼一声，双臂却顺势搂住他的脖颈，语气带着几分无奈，又藏着一丝纵容：你是龙主，我是龙妃，你想做什么，我又哪里管得着？那你想不想做龙后？陈峰在他唇上轻轻一啄，低声问道：龙后那是什么？柳如月轻呼一声，眼中满是疑惑。龙后便是替龙主掌管众龙妃之人，地位在一人之下，万妃之上。陈峰缓缓解释：做自然要做，还等什么？这龙后之位，我势在必得。柳如月语气带着几分急切，伸手将他推到一旁，似是要认真商议。陈峰嘿嘿一笑，再度俯身将他压在身下，想做龙后可没那么容易，首先得经其他龙妃应允，再者还得与我在床上较量几百回合才行。柳如月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眉梢扬起，带着几分不以为然。就这样，我还当有什么难的？他抬手理了理鬓发，语气里满是笃定：你的龙飞龙共就老大和老七，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弟子，自然会站在我这边。至于那个周若娇，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反对。说到这儿，他眼尾微挑，目光扫过陈峰，忽然笑了，眼底闪着狡黠的光。至于床上较量几百回合，话音未落，他猛地翻身，竟将陈峰压在了身下，发丝垂落，拂过他的脸颊。这有何难？我倒是怕你撑不住。话音刚落，他俯身便吻了上去，带着不容抗拒的急切与霸道，唇齿间尽是势在必得的气息。夜色渐深，柳如月房间内的气息渐渐平复，粗重的喘息与清浅的娇吟都已敛去。柳如月伏在陈峰胸口，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肌肤，带着几分得意问道：怎么样？
我厉害吧？他毕竟是合体期大能，在这方面自然不会逊色。陈峰抬眼望了望窗外的夜色，点头道：此刻天色已晚，不急在这一时，明日吧。明日将他们都聚到这里，我再当众宣布你做龙后。陈峰自柳如月住处出来，便径直往温清雨那边去。先前答应了要与他相聚，却因柳如月这边的事耽搁许久，若不早些去安抚，那丫头怕是又要闹脾气了。他没有敲门，推门便入，刚迈进门内，借着窗台上月光时散出的淡淡清辉，便见温清雨正笑盈盈地望着他。此刻他为着寸缕，肌肤在微光映照下更显莹白如玉，宛如月下凝结的霜华。陈峰见状微微一笑，已知道我要来，龙主的印记越来越近，我便知你要来了。温清雨笑意盈盈，说着站起身，轻盈转了个圈，月光时的清辉淌过她纤细的腰肢，勾勒出流畅的曲线，肩头的肌肤银白如瓷，长发随转身的弧度散开，发梢扫过腰侧，添了几分灵动。他停下时，眼波流转，带着几分娇俏，你看喜欢吗？夜半时分，陈峰安抚好温清雨，悄然出了房门，打算再去周若娇住处一趟，哄哄这个爱闹别扭的丫头。从温清雨口中得知，周若娇的住处恰在齐月窑之后，两人院落紧挨着，不知是不是刻意安排。师兄尚未走到门口，便听得一声微弱的师兄。陈峰借着朦胧月色望去，只见齐月窑正立在自己院门口，脸上带着几分紧张。见他看来，忙将手指按在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又朝周若娇住处的方向指了指，显然是示意他莫要惊动了里面的人。陈峰心下了然，对他会意一笑，看来这齐月窑是特意在此等候，只是不知已站了多久。他迈步上前，距齐月窑还有3步之遥时，他已快步迎上，猛地扑进他怀里，紧接着他迫不及待地搂住他的脖颈，仰头便吻了上来。这一吻带着灼人的热度，激烈而急切，宛如久别重逢的恋人，将压抑许久的情愫尽数倾注其中。陈峰未曾拒绝，他懂这丫头的心思，自己心中亦有她的位置，遂顺势搂住她的腰肢，让她更紧地贴着自己，回应着他的吻。片刻后，齐月遥娇喘着移开唇，气息仍有些急促。他将嘴唇凑到他耳边，声音轻得近乎呢喃：师兄，我们进屋去，今儿总算没了那个碍眼的，今夜你只能是我的。陈峰未发一语，俯身将她拦腰抱起，迈步走向房间，轻轻将她放在床榻上。陈峰感受着她的急切，开口问道：你在那里等了多久？1天1夜。齐月瑶的唇未曾停歇，娇喘着，声音含糊不清，一直守在院外，就盼着你经过。师兄。就在这时，一道悠悠的声音自旁侧响起，带着几分清冷。齐月瑶原本激烈的吻猛地顿住，娇躯一颤，眼中瞬间布满震惊与慌乱，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不甘，眼看便要得偿所愿，没料到竟半路杀出个周若娇。娇娇，你怎么来了？陈峰心中一突，干笑2声问道。周若娇缓步走到床榻边坐下，目光扫过两人，淡淡道：我一直留意着龙主印记的动向，从柳如月那里开始，再到温清雨院中，好不容易察觉印记往这边来了，却在隔壁停了脚，我便知是被人捷足先登了。他语气平静，眼底却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愠怒。齐月瑶眼中怒火骤起，厉声喝道：周若娇，你别太过分，陈师兄又不是你一人独占的，不是我一人的又如何？周若娇瞥着仍伏在陈峰身上的齐月瑶，语气带着讥讽：你又不是龙妃，自然也轮不到你，我既来了，你还不从他身上下来，当真是不知廉耻。你！齐月瑶被对得脸色涨红，胸脯剧烈起伏，却不肯示弱，扬声道：那又怎样？我此刻就在他身上，只要再进一步，我便是他的龙妃。说罢，他迎着周若娇不可置信的目光，再次吻向陈峰，唇齿间带着一股倔强与不服输的韧劲。有我在，岂容你得逞？周若娇怒意更盛，上前一步，伸手便要将齐月瑶推下去。啊！齐月瑶猝不及防，身形一晃，险些从陈峰身上栽倒。陈峰望着争执的二人，无奈轻叹：娇娇，别闹了，等会儿我再去寻你，你先回去吧。周若娇猛地摇头，咬着牙道：我不，我就是不甘心，明明见你往我房间这边来，却被他抢了先。昨日我还想着或许该退一步，没料到他竟用这种手段。他眼中满是执拗，显然不肯善罢甘休。齐月瑶稳住身形，咬了咬牙，手下猛地一扯，陈峰身上最后一块衣料应声而落。他眼底闪过一丝决绝，只要再进一步，便能彻底成为龙妃，谁也拦不住。周若娇双眸陡然泛起一抹赤红，似有熊熊怒火在其中燃烧。她身形如电，猛地朝齐月瑶扑了上去。周若娇，你起开！齐月瑶又惊又怒，俏脸长得通红，奋力地扭动着身躯，双手用力地想要推开周若娇。然而周若娇却如一座巍峨的大山般纹丝不动。较量片刻后，齐月瑶忽然翘臀一扭。与此同时，柳如月、苏九丽、温清雨3人几乎同时睁眼，皆察觉到龙妃印记又添了一道。3人神色各异。温清雨抬手轻抚小腹下方，口中喃喃：嘿，又多了一个，会是谁呢？是3师姐、4师姐，还是那个齐月瑶？周若娇猛地怔住，缓缓站起身。事已至此，再纠缠也无济于事，千防万防，终究没料到竟让齐月瑶在这种时候得手。齐月瑶坐起身，
望着周若娇失魂落魄的模样，眼底隐隐浮起一丝得意。周若娇，如今我也是龙妃了，你我再无分别，看你还如何拦我。先前周若娇总在他面前与陈峰亲近，那般耀武扬威，如今总算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了。哼！周若娇冷哼一声，气鼓鼓的转身便走，眼看就要迈出门槛，身后突然传来齐月瑶刻意拔高的叫声：“啊，周若娇，真是多谢你了，我能成这龙妃，说到底还是你一手促成的呢。”周若娇脚步猛地顿住，背影绷得笔直，脸色想必难看到了极点。下一瞬，她哐当一声狠狠甩上门，带着满腔愤懑破门而出。那剧烈的声响足以显露出他心中的滔天怒火。娇娇，陈峰半撑起身子，唤了一声，眉头紧锁。这爱吃醋的丫头，指不定被气成什么样了。师兄，这会儿你可是我的，不许心里想别人。陈峰暗叹一声，看来也只能等此处事了，再去好好安抚周若娇了。一个时辰后，陈峰身形一闪，瞬移至周若娇的住处。只见他独自坐在床头，见他现身，依旧沉默不语。方才齐月瑶的叫声刻意拔高，他的住处本就离得近，那些声响清晰入耳，搅得他心烦意乱，久久难平。还在生气？陈峰走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肩膀。周若娇往他怀里蹭了蹭，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满的嘟囔：“谁让他办到把你劫了去？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陈峰轻抚着他的后背，劝解道：“往后他与你一般都是龙妃，你且放宽心，莫要再处处针对他了。”周若娇闷闷应道：“我晓得，往后我尽量与他平和相处，不与他起争执，省得让你烦心。”陈峰在他唇边印下一吻，笑着赞道：“这才是我的好龙妃。”又抬手拍了拍他的臀瓣：“好了，今日还得去柳如月那里一趟，莫要耽搁了正事。去他那里做什么？”周若娇一边慢吞吞地拿起衣物，一边抬眸问道，眼底还带着几分未散的慵懒。去了便知。陈峰卖了个关子，眼中带着几分笑意。柳如月的住处内，此刻已是人齐。陈峰、苏九丽、温清雨、齐月瑶与周若娇皆已到齐。温清雨笑嘻嘻地拉过齐月瑶的手，语气热络：“月瑶，欢迎加入咱们。”齐月瑶小脸微红，偷偷瞥了眼一旁的陈峰，柔声道：“多谢温师姐。”“还叫师姐呢？该唤姐姐才是。”温清雨笑着打趣，眼中满是善意。齐月瑶顺从地低唤一声：“姐姐。”柳如月听到这声姐姐，浑身便是一震。前几日周若娇到她面前，也是这般一口一个姐姐唤着，当时只觉别扭。此刻听着齐月瑶这般称呼温清雨，她不禁看向苏九丽与温清雨，这两个可是自己正经的弟子，难不成往后也要这般唤自己？一念及此，她只觉浑身不自在，暗自啐了一口，都怪陈峰，若非他，自己怎会落到这般左右为难的境地？咳咳。陈峰轻咳两声，走到柳如月身边坐下，自然地搂住她的腰肢。柳如月身子未动，似已习惯这般亲近，任由他环着自己。陈峰目光扫过苏九丽几人，开口道：“今日叫你们来，是有件事要宣布。”温清雨微微扬着小脸，眼中带着好奇：“什么事这般郑重，还要我们都聚过来？”陈峰转头在柳如月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缓缓说道：“往后龙妃或许会日渐增多，我打算立一位龙后来统管所有龙妃事宜。”周若娇闻言，眼睛骤然一亮，身子都微微颤抖起来，难掩激动。可当他的目光落在陈峰身旁的柳如月身上时，那股兴奋瞬间冷却。柳如月修为高深，又是最早的龙妃，自己凭什么去争？念头闪过，他默默垂下了眼帘。齐月瑶默不作声，她成为龙妃尚不足4个时辰，深知自己资历尚浅，断无争夺龙后之位的资格，只安静地听着。苏九丽与温清雨对视一眼，目光同时落在柳如月身上，若有所思。论及身份与修为，师尊本就压他们一头，若要选龙后，难道他们还能越过师尊去？陈峰搂着柳如月的手臂紧了紧，唇边漾起一抹笑意：“大家都说说看法吧，你们觉得谁能统管众龙妃，做这龙后之位？”苏九丽抬眸，语气笃定：“神峰，我觉得师尊当仁不让。”心里暗叹，以后见了师尊，是该叫师尊还是叫姐姐？叫师尊显得生分，叫姐姐又……哎，对对。温清雨也忙不迭点头，深以为然。周若娇摊了摊手，语气平淡：“我没意见。”她心里清楚，柳如月上位是众望所归，自己纵有想法也无力相争。我也没意见。齐月瑶声音细细的附和道。陈峰转头看向柳如月，眼中带着笑意：“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从今日起，如月便是龙后，你有什么想说？”柳如月唇边漾开一抹浅淡笑意，转头在陈峰唇上印下一吻，随即起身而立，和体气大能的气势陡然散开，如无形巨浪席卷开来。众人只觉呼吸一滞，磅礴的威压瞬间压在肩头，连灵力流转都滞涩了几分。既然诸位都觉得我够格，那我也不必矫情。他声音清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既为龙后，自当立些规矩。其一，诸位身为龙妃，当以龙主为尊，断不可因私怨争风吃醋，乱了方寸。”说罢，他目光淡淡扫过周若娇，意有所指。这些时日周若娇的种种言行，从未逃过他的眼。周若娇闻言，头垂得更低，指尖紧紧攥着衣袍，连大气都不敢喘，更不敢与柳如月对视，只觉那道目光带着无形的压力，让他浑身不自在。齐月瑶也默默低下了头，敛去眼底神色，一声不吭地听着，仿佛要将自己缩成一团。
其二，为龙主广纳贤妃，亦是诸位职责。往后龙主若看中哪位女子，你们须得尽心相助，履行本分。若有合适人选，须及时告知龙主，不可因私心隐瞒。温清雨听了，眼睛顿时一亮，心里暗暗思忖先前自己促成大师姐之事，想来正合陈峰心意。这般看来，倒是歪打正着了。他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露出几分洋洋得意的神色。其三，龙妃之间当和睦共处，互敬互让，不许勾心斗角，暗中使绊子。柳如月话音稍顿，目光转向陈峰，继续说道：以上3条，初犯者罚3月不得进龙主身侧。周若娇听到这话，身子猛地一颤，拳头攥得死紧，指腹几乎要嵌进掌心。3个月不能靠近龙主，这对他而言简直比杀了他还要煎熬。再犯者罚1年，若屡教不改，龙主你说该如何处置？柳如月的目光落在陈峰脸上，静待他的决断。陈峰沉吟片刻，缓缓道：那就封印他的龙妃能力，无法感应龙主与龙妃位置，无法瞬移，无法获得龙迹加持，令他永不得靠近龙主身侧。何时真心悔改了，再解开封印不迟。众人闻言皆是俏脸一白。封印修为已是重创，再加上永不能近身龙主，他们本就需借龙主之力精进修为，这般处置与废去龙妃之位实则无异。柳如月脸上露出满意之色，当即拍板：好，便这么定了。他话锋一转，又道：眼下最要紧的是为龙主在内心扉，诸位可有合适的人选？周若娇咬了咬下唇，眼底掠过一丝不甘，却终究没敢出声。有。温清雨连忙站起身，小手一扬，语气轻快：我有。苏九丽也在一旁若有所思，片刻后眼中透出几分坚定。师姐，你说的人选是谁？陈峰好奇问道。等等，柳如月突然开口，打断了话头。众人皆是一愣，纷纷看向他。陈峰也面露不解：龙后大人还有何事？柳如月目光在众女脸上扫过一圈，缓缓道：还有一样，须得让大家改过来。何事？苏九里问道。称呼。柳如月吐出2字，语气不容置疑。苏九里与温清雨脸色骤变，不由得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师尊，万万不可！苏九里急忙出声阻拦，语气带着急切：师尊便是师尊，岂能改口换别的？是啊，师尊，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这称呼怎能说改就改？温清雨也连忙附和，脸上满是不赞同。陈峰凑近柳如月，压低声音问道：龙后，你当真要改称呼？想清楚了？柳如月眼中闪过一丝纠结与痛苦，轻声道：我也不愿如此，可事已至此，总不能一直逃避。周若娇与齐月瑶在一旁看着，亦是满脸震惊，没料到柳如月为了龙主，竟愿做出这般牺牲，连师徒间的称呼都要改。陈峰看着柳如月认真的神色，沉吟道：其实不改也行。苏师姐和温师姐依旧称你师尊，我叫你如月。周若娇与齐月瑶喊你前辈，这样倒也分明。柳如月却轻轻摇头，目光扫过在场众人，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不行，这般称呼太乱，不成体统。他顿了顿，清了清嗓子，声音里添了几分威严：听着，规矩的理清楚，无外人在场的严肃场合，就像现在，老大、老七还有周若娇、齐月瑶，必须称我为龙后，称你为龙主。你作为龙主，直接叫他们名字即可，不必多礼。往后再来新人，晚来的喊先来的姐姐，先来的唤晚来的妹妹，这样才顺理成章。至于非正式场合，或是有外人在时，老大和老七仍可称我师尊，倒也不算失了往日情分。但你，他看向陈峰，眼神加重了几分。你是龙主，无论何时喊他们名字便好，不必跟着叫师姐，免得乱了尊卑。说完，他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带着几分审视，都听明白了吗？苏九离与温清雨对视一眼，虽仍有些别扭，但见柳如月态度坚决，便齐声应道：是龙后。苏九离心里更是打鼓，真的要改口七师妹叫姐姐了。周若娇与齐月瑶也连忙颔首，明白。龙后。陈峰看着他眼底的认真，心中微动，点头应道：好，便依你说的办。见众人皆无异议，柳如月脸上露出满意之色，目光转向温清雨时，语气放缓了几分，带着几分温和：老七，现在你说说看，你心里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是龙后。温清雨下意识应着，刚出口就觉得别扭，前一刻还喊着师尊，此刻却要改口称龙后，心里总有些不自在。他捏了捏衣角，方才那点想举荐的心思因这称呼的转变淡了大半，可想起龙妃辅佐龙主的职责，还是咬了咬唇，犹豫着开口：我想着2师姐、3师姐、4师姐、5师姐还有6师姐她们长得漂亮，修为又高，最主要的是身材好。话还没说完，柳如月的小脸唰的一下黑了，眉头拧成了疙瘩，看向温清雨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气结。这丫头竟是想把自己做下的徒弟一股脑打包给陈峰做龙妃，亏他还觉得这老七心思细，合着在这儿等着自己呢。周围的空气瞬间安静下来，连苏九力都偷偷拽了拽温清雨的袖子，示意他别说了。温清雨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龙后脸色不对，慌忙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我就是觉得他们都合适。柳如月只觉心头一堵，仿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方才他才言明龙妃有举荐之责，此刻若出声反对，
岂不是落人口实，说自己言而无信？这龙后之位才刚坐定，难道就要因这点事失了威信？一念及此，他只觉小腹隐隐作痛。齐月瑶在一旁看得真切，忍俊不禁，连忙抬手捂住小嘴，眼底笑意却藏不住，眼角眯成了月牙儿，肩头微微颤抖着，生怕笑出声来。周若娇则是没好气的对着温清羽翻了个白眼，那眼神仿佛在说：“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这下可有好戏看了。”陈峰抬眼瞧见柳如月那紧蹙的眉头、凝重的神色，心中顿时咯噔一下，直觉大事不妙。他心中虽一直存着将柳如月做下其他弟子也那位龙妃的念头，毕竟那些女子个个风姿绰约，灵秀不凡，若能成为龙妃，于他修行皆有裨益。然而理智又告诉他，这般行事恐会招来诸多非议与麻烦。陈峰赶忙堆起笑脸，轻拍着柳如月的肩膀，温声说道：“如月，青羽方才不过是一时失言，口无遮拦罢了，切莫当真呐。”柳如月却神色坚定，目光直直地看向陈峰，一字一顿道：“不，此事并非全然不可成。”他话音陡然一转，语气中多了几分严肃与郑重，只是须得他们自身心甘情愿的同意才行。倘若龙主胆敢用强，以强力逼迫他们就范。说到此处，柳如月微微一顿，目光复杂地看向陈峰，心中暗自思忖：若他真要强行行事，自己还真没有十足的把握与手段能够制止他。但愿他们不，算了，随缘吧。陈峰见柳如月神色严肃，赶忙连连摆手，神情诚恳地说道：“如月放心，我若想收他们，自然会光明正大的争取他们的心意，不会用那些下作手段。”听到陈峰的保证，柳如月脸色稍缓，狠狠瞪了温清羽一眼，这逆徒竟想把自己的弟子打包塞给陈峰，真是岂有此理。他摆了摆手，沉声道：“都散了吧。”“是，龙主。”龙后。话音刚落，温清羽便快步走到陈峰身边，身子轻轻贴了上去，声音带着几分娇俏：“陈峰，不，龙主，去我那里坐坐吧，我有要事与你商议，我也有事找你。”周若娇不甘落后，伸手挽住陈峰的胳膊，饱满的胸脯若有似无地蹭着他的手臂，眼神里满是争胜之意。“还有我。”齐月瑶也拉住他的另一只胳膊，仰着小脸，眼中带着满满的期待。苏九力望着几人的动作，心中也泛起一丝波澜，想将陈峰拉到自己房中，可骨子里的矜持却让他迟迟没有动手，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目光落在陈峰身上。柳如月见状，无奈地一拍额头，争宠之事竟是他方才立规矩时忘了提及的。罢了，左右有龙主在，让他自己头疼去便是。陈峰感受着身侧的温软与拉扯，苦笑着摇头：“今日怕是不行，我还要去挑战那个真传弟子，不能耽搁了。”柳师妹，谢清崖前来拜访。就在这时，一道嘶哑的声音自门外传来，带着几分苍老的厚重。在场众人连同柳如月在内，脸色皆是一变。温清羽、周若娇、齐月瑶三人慌忙从陈峰身边退开，脸认站好，方才的亲密荡然无存。柳如月起身，目光扫过众女，带着一丝警告，见他们皆恭谨势立，这才扬声道：“谢师兄，请进。”片刻后，一道白影从天而降，稳稳落在门口。来者是位身着白袍的老者，须发皆白，面容却透着几分矍铄。“见过宗主。”在场众人齐齐躬身行礼。“诸位不必多礼。”谢清崖抬手虚扶，目光扫过室内，当落在陈峰身上时，微微一怔，没料到这里竟有个杂役弟子。毕竟每座峰上都有杂役弟子，只是杂役弟子与峰主和真传弟子在一块，那就有点不正常了。不过他也并未多问，他迈步进门，爽朗大笑起来：“哈哈，昨日柳师妹神威大展，神龙在天，可是震动了咱们整个太虚宗。不知师妹修的是何种神功，竟有这般惊天威势？”柳如月先是一愣，随即恍然想起陈峰突破时那舞龙飞天、直冲云霄的景象，想必是被旁人看在了眼里。他没有去看陈峰，只淡淡说道：“不过是师妹偶然得来的一部功法，侥幸有所精进，倒让谢师兄见笑了，还惊动了您亲自前来。”谢清崖抬手抚着颌下长须，含笑道：“温师妹灵力流转间浑厚异常，想来时又精进了境界，当真是可喜可贺。如此一来，2年后的三宗论道，我太虚宗便又多了几分底气。”柳如月神色平静，不卑不亢地应道：“师兄谬赞了，能为太虚宗略尽绵薄之力，本就是分内之事。”他心念微动，抬眸问道：“只是不知这三宗论道具体何时举行，又定在何处？”谢清崖答道：“三宗论道10年一届，下一次便在2年后由太仓宗主持。与往岁一般，除了弟子间的切磋论道，亦有长老层级的比拼。”柳如月目光似有若无地掠过陈峰，心中暗忖：看来自身修炼也得加紧了，总不能让温清羽那几个丫头一直缠着陈峰不放。这时他忽然想起乔隐云，便对谢清崖介绍道：“谢师兄，这位是我祝天峰的杂役弟子陈峰，他虽只是下品灵根，却已筑基成功。我想着让他做乔师姐的记名弟子，不知师兄意下如何？”哦，谢清崖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视线落在陈峰身上。杂役弟子竟已筑基，还想做记名弟子？要知晓，下品灵根修炼之途向来艰难，多少人号进寿元也难跨进筑基门槛。你这般年纪轻轻便已筑基，想必是得了不小的机缘吧？陈峰连忙拱手：“回宗主，弟子侥幸得遇机缘，近来修为却有精进。
故而不满足于外门、内门弟子之位，一心想成为记名弟子，还望宗主成全，给弟子一个机会。那你为何偏要拜乔师妹为师？谢清崖追问一句，目光落在陈峰身上，带着几分探究。这话一出，陈峰顿时语塞。他从未见过乔隐云，连对方的模样都不知晓，如何能说出个中缘由？若是胡乱编造，以谢清崖对乔隐云的了解，定然能识破。届时岂不是弄巧成拙？正窘迫间，脑海中忽然传来柳如月的声音，轻若文瑞，却清晰可辨，为人宽厚，是柳如月借龙飞秘法传音。陈峰心头一凛，连忙定了定神，躬身答道：弟子仰慕乔前辈已久，乔前辈为人宽厚，待下真诚，尤其是对门下弟子更是体恤有加，故而心生敬仰，愿拜入其门下。谢清崖微微颔首，手抚长须道：已想拜入他门下，倒也并非不可，只是你可知，做记名弟子须先击败他做下修为最弱的弟子。乔师妹门下弟子，那最弱的赵千珏亦是元婴期修士，而你不过筑基期罢了。说罢，他轻轻摇了摇头，显然觉得陈峰挑战元婴期的赵千珏胜算渺茫的近乎没有。陈峰却神色决绝，躬身朗声道：弟子愿一试，若能侥幸胜出，自是最好，即便败了，能得此机会，弟子也无怨无悔。他心中自有计较，这阴阳生龙经本就有越级搏杀之能，虽不知能否跨越2个大境界，但若此次不成，以自身修炼速度，用不了多久便能再行挑战，届时定能胜过对方。既如此，你便随本座来吧。谢清崖见他心意已决，便不再多言，转身向外走去。陈峰对柳如月微微颔首示意，便随着谢清崖向外走去。刚迈出门槛，柳如月忽然开口：你尚未习得飞行之术，不如由我带你过去，免得麻烦宗主师兄。陈峰心中微动，知晓这是柳如月有意为之，便不动声色应道：那就多谢前辈了。如此便劳烦师妹了。谢清崖亦微微点头，说罢身形一动，腾空而起，朝着另一座山峰掠去。待谢清崖远去，陈峰主动伸手揽住柳如月的腰肢。柳如月翻了个白眼，投去一记警告的眼神，同时传音道：安分些，莫要被宗主察觉端倪。陈峰讪讪收回手，任由柳如月施法带起自己，朝着朔天峰飞去。三人离去后，房间里顿时又热闹起来。温清雨眨着灵动的眸子，看向苏九丽大师姐：不对，该叫九丽才是。你说龙主能胜过赵千珏吗？苏九丽听到温清雨直呼自己名字，顿时黛眉微蹙，眼神一凝：你唤我什么？温清雨笑嘻嘻地晃了晃身子：九丽啊，方才龙后不是说了吗？晚来的要叫先来的姐姐，那按规矩，你该叫我一声姐姐才是。姐姐。苏九丽只觉这2个字如鲠在喉，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自己喊了半辈子的七师妹，竟要在一夜之间改口称她为姐姐，这实在太荒谬了，荒谬的让她难以接受。温清雨见她不动，伸手拉住苏九丽的胳膊，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嘻嘻，九丽，你就叫一声听听吗？苏九丽无奈摇头，语气带着几分纵容：七师妹，别闹了。周若娇走上前，站在温清雨身边，开口道：有什么叫不出的？不就是一声姐姐吗？温师姐本就比我先被龙主晋升，叫声姐姐也合情合理。就是。温清雨连忙点头附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苏九丽。周若娇转头对温清雨道：姐姐，我觉得龙主定然能赢，毕竟他可是龙主啊。真乖。温清雨听得这声姐姐，心头顿时舒坦不少，笑着拍了拍周若娇的手背：九丽，你呢？温清雨依旧不依不饶，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苏九丽咬了咬唇，脸颊泛起红晕，最终还是别扭地吐出2个字：姐。话音刚落，他只觉脸颊烫得厉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尴尬的手足无措。论及与陈峰的渊源，除了师尊柳如月，便恕温清雨最早。按龙后定下的规矩，温清雨本就该是他们所有人的姐姐，即便日后祝天峰的其他师妹加入，也得唤她一声姐姐。做了这么多年的师姐，如今反倒要称昔日的七师妹为姐姐，当真是世事难料，造化弄人。这就对了。温清雨听得心满意足，伸手摸了摸苏九丽的头，笑着道：九丽妹妹也很乖哦。齐月瑶轻轻摇了摇头，眉宇间带着几分担忧：我总觉得有些难，毕竟那位可是元婴期修士，而龙主昨日才刚突破筑基，修为差距实在太大了。你们怎么就那么不相信龙主呢？温清雨一听，急得跺了跺脚，脸颊微微泛红，语气却带着十足的笃定：他可是龙主啊，就算他说要去挑战乔隐云、乔师伯，我也信他能赢。话音刚落，在场众人皆是默契的翻了个白眼，脸上写满了你怕不是被迷了心窍的无奈。苏九黎扶额轻叹：七师妹信心是好，但也得讲些道理。元婴与筑基那可是天堑般的差距。周若娇也跟着点头，便是龙主天赋再一禀，也不能一步跨越2个大境界吧？姐姐你这滤镜未免太厚了些。温清雨却梗着脖子不肯服软：你们就是不懂，龙主身上会有奇迹发生的。行了，齐月瑶笑着打断他：知道你信龙主，我们也信，但这事儿确实的从长计议。温清雨见众人都不站自己这边，小嘴一撅，索性扭过头去，心里却仍憋着股劲儿，等着瞧，龙主一定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陈峰这边，柳如月携着他抵达朔天峰时，乔隐云与谢清崖已在大殿内等候，在他们下手，还站着一个脸色阴郁的年轻人。见2人到来，
乔隐云先是对柳如月颔首示意，随即目光转向陈峰，带着几分审视开口问道：“便是你想做我的记名弟子？”陈峰抬眼看向乔隐云，心中暗赞一声，果然是位风姿绰约的美人儿。虽论容貌稍逊柳如月半分，但其身段却别有风情，长发如墨瀑般垂落，身着一袭火红长裙，腰间束带紧收，更衬得腰肢盈盈一握，胸脯丰腴饱满，臀线亦是挺翘动人，如果压在身下，定然温软无比。他迅速收回目光，拱手行礼道：“弟子陈峰久慕前辈风采，一心想拜入门下，还望前辈成全。既如此，我也不必多言，便按宗门规矩来。”乔隐云抬手指向身旁一年轻人，他是我的四弟子赵千珏，也是座下最末的真传弟子，修为在元婴一层。你若能胜他，便可做我的记名弟子；若是败了，1年内不得再行挑战，清楚吗？陈峰心中一凛，1年内不得再挑战，若此番失利，1年后自己或许已能突破至元婴期，届时再与对方交手，取胜自当不难。可转念一想，1年时光太过漫长，他等不起。弟子明白。陈峰沉声应道，拱手行礼。乔隐云微微颔首，目光扫向殿外那座高耸的石台，那便一步试炼台比试吧，切记点到为止，不可伤及性命。都听明白了？弟子明白。赵千珏舔了舔唇角，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厉色，笑容里带着几分不屑。一个刚筑基的杂役弟子也敢来挑战他这元婴修士，简直是自寻死路。弟子明白。陈峰一拱手应道，神色平静无波。柳如月上前一步，轻轻拉住他的衣袖，低声叮嘱：万事小心，若决不敌，切不可勉强，性命要紧。太虚宗室炼台周围早已围得水泄不通，外门弟子攒动，内门弟子亦有不少驻足，目光齐刷刷落在台上2道身影上。台中央，陆明轩与秦昊正斗在一处。陆明轩一身青衫，身形灵动如豹，手中长剑挽出层层剑花，寒光凛冽间已逼至秦昊身前。秦昊身着灰袍，额角渗着细汗，双手结印不断，周身金丹2层的灵力波动略显紊乱，显然已落入下风。陆师兄，给我打！台下有人扯着嗓子喊道，引得一片附和。秦师兄，你倒是加把劲啊！另一人急得直跺脚，你可是金丹3层，难不成还拿不下金丹2层的？秦昊闻言，脸上闪过一丝羞恼，猛地催起灵力，双掌带起劲风，拍向陆明轩面门。陆明轩却不慌不忙，脚尖在台沿一点，身形骤然横移半尺，避开掌风的同时，长剑顺势横扫，直取秦昊下盘。吃了！衣帛撕裂声响起，秦昊躲闪不及，裤脚被划开一道口子，脚踝处已见血痕。他闷哼一声，踉跄后退，灵力运转，顿时滞色。陆明轩得势不饶人，剑势一变，如狂风骤雨般压下。秦昊咬牙抵挡，却见对方剑尖陡然转向，指点他胸前山中穴。那剑锋裹挟着金丹3层的威压，让他避无可避。承让了。陆明轩声音清冷，剑尖在触及秦昊衣襟时骤然停住，灵力收敛得干干净净。秦昊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望着胸前悬停的剑尖，终是颓然垂首。我输了。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喝彩。陆明轩收剑而立，目光平静地扫过四周，而后转身走下试炼台，自始至终未多言一句。哎呀，秦师兄居然输了！我可是压了100下品灵石啊！我的灵石！一名外门弟子捶胸顿足，脸上满是肉痛，那可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份额。我压了300下品灵石，那是我攒了半年舍不得动的积蓄，这下全赔进去了。旁边一人更是欲哭无泪，声音里带着哭腔：你们这是没眼光！人群中传来一道得意的声音，只见一名青衣弟子扬了扬下巴：我早就赌陆师兄能赢，怎么样，应验了吧？说罢，他还故意晃了晃手中刚迎来的灵石袋，引得周围一片羡慕与懊恼的目光。场内正乱作一团，有人欢喜有人愁，议论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足尖一点，如一道流光般飞掠上试炼台，稳稳立在中央。看清来人，台下瞬间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甚之前的哗然。是赵千珏赵师兄，他可是真传弟子啊，怎么会来试炼台？真传弟子向来深居简出，不是闭关就是随师尊修行，极少踏足这切磋的地方。难不成是他要挑战谁？还是说有人不知天高地厚，敢挑战他？众人议论纷纷，目光在赵千珏身上打转，满是惊疑。要知道，真传弟子与内门外门弟子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天堑，寻常弟子连见一面都难，更别说在试炼台上看到他们与人交手了。赵千珏立在台中央，玄色劲装勾勒出挺拔身形，眉宇间那抹倨傲如寒星坠于眉峰，目光扫过台下时带起一阵无声的威压。他抬手拱手，朗声道：诸位同门，今日请大家做个见证，有位杂役弟子陈峰欲向我挑战，若他能胜，便可入我师尊门下，做个记名弟子。话音落地，台下瞬间炸开了锅。陈峰？陈峰是谁？为何从未听说过？杂役弟子挑战真传弟子，这是疯了不成？真传弟子与杂役弟子之间差着足足3个大境界，这不是挑战，是送死。我入门30年，只听说过内门弟子拼死冲击真传之位，从没见杂役弟子敢跟真传叫板的，这胆子是借了哪路神仙的胆气？人群后排几个负责洒扫的杂役弟子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小声道：咱们杂役里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位勇士？这要是成了，咱们杂役房可算扬眉吐气了。可这胜算……赵千觉听着台下议论，脸上神色未变，只是抬手压了压，朗声道：“人已在台下候着，此刻便请他上台吧。”这一声落下，所有人的目光刷地投向入口处，像无数道探灯，恨不得把那敢挑战真传弟子的杂役弟子从人群里定出来。在众人或惊疑或嘲讽的目光聚焦下，陈峰缓步走向试炼台入口。那试炼台高达3丈，阶阶青石铺就，每一级台阶都近半丈高。陈峰此刻既未修习轻身术，也未习得飞行之法。他虽身怀阴阳生龙经传承，内里藏着御龙之术，却需金丹修为方能引动。眼下不过筑基初期，尚无法触及。试下，他只能俯下身，一步一顿地向着台阶上攀爬。那身影在高耸的试炼台映衬下，显得格外笨拙，每上一级都要费些力气。陈峰抬头望着台阶，叹口气说道：“早知道就应该找学玉气术了，不然也不用如此狼狈。”哎，于是，在满场目光中，这一幕落入众人眼中，让原本嘈杂的议论声骤然停滞。无数人都看傻了眼，这竟是真的连最基础的御剑术都不会，便是外门弟子，入门3月也该习得粗浅御气之法，至少能御气上阶。他这当真只是个杂役弟子，连御气都做不到，还敢挑战赵师兄？怕不是连台都上不去，就要先累个半死吧？有人忍不住嗤笑出声，引得周围一片附和。这也太离谱了！赵师兄何等人物，竟要与这般连台阶都得爬着上的修士动手？柳如月立在台下，望着陈峰攀爬台阶的身影，眉头微微蹙起，心中暗叹：早知晓如此，前日便该抽时间传他一套基础飞行术，也不至于此刻这般狼狈。乔隐云在大殿门口看得真切，眉头亦是紧紧皱起，眼底掠过一丝冷意，心中暗忖：连踏上试炼台都如此费力，这般修为也敢挑战千绝，简直是自不量力，与找死无异。就在这时，陈峰爬到最后2级台阶，似是耗尽了力气，他仰头看向台上的赵千绝，扬声喊道：“劳驾大个手，实在是上不去了。”这话一出，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哈哈，连台阶都爬不动，还打什么架？我看他不是来挑战的，是来给赵师兄添乐子的吧？赵千绝闻言，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眼神中的轻蔑毫不掩饰，仿佛在看一只不自量力的蝼蚁。但碍于宗门颜面，他还是身形微晃，一股柔和的灵力如水流般探下，轻轻将陈峰拖上了试炼台。陈峰站稳脚跟，对着赵千绝拱手多谢。就在他踏上台的刹那，试炼台四周符文骤然亮起，一道淡金色光幕冲天而起，将整个石台笼罩。这是试炼台自带的隔绝战法，能将台内一切声息锁在其中。台内可闻外界声响，外界却听不到台内动静声音，哪怕说话外面也听不到，哪怕里面斗得山崩地裂，台外也感受不到半分灵力波动。阵法刚起，台下便有人扯开嗓子喊：下注了，下注了！买陈峰赢，1赔1000；买赵师兄赢，1赔10。这还用想？明摆着的事，我买赵师兄赢，我押50下品010，赵师兄300下品010，押赵师兄。台上传来赵千绝不屑的嗤笑，他瞥了眼陈峰，语气带着浓浓的嘲讽：小子，听见了？没人看好你，1比1000的赔率，谁买你谁就得赔死。看来大家眼睛都亮得很，没人信你能赢。话音未落，一道娇俏的女声穿透人群，清亮异常：我买陈峰赢，押1000下品010。紧接着又一道温婉的声音响起：我也买陈峰赢，800下品010。这话一出，台下众人与台上的赵千绝皆是一怔，脸色齐齐微变。陈峰却嘴角微翘，这声音他再熟悉不过，正是温清羽与苏九丽。他转头望去，果然见人群前排立着几道熟悉身影：温清羽、苏九丽、周若娇、齐月瑶，而他们身侧还站着一位女子，正是陈晴。原来方才在柳如月房中，温清羽提议去见识龙主动手，众人纷纷赞同，便以龙飞秘法传音给柳如月。得知陈峰在试炼台后，便结伴赶来，途中恰好遇上陈晴。陈晴问明缘由，略一思忖，也跟了过来。他倒要亲眼看看这个能让师尊另眼相看的陈峰有何本事。他不过是得了师尊的身子，就真的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刚到试炼台，便听到有人设赌局，那悬殊的赔率显然没把陈峰放在眼里。温清羽与苏九丽暗中交换眼神，当即决定将身家尽数压在陈峰身上。周若娇见状，也扬声道：我加500，压陈峰。这500下品010还是他刚刚借温清羽的。齐月瑶紧随其后50下品010，陈峰。接连几道女声落下，台下瞬间安静了几分，随即爆发出比先前更甚的哗然。是祝天风的几位师姐。有人失声惊呼，语气里满是惊艳与难以置信。他们可是出了名的深居简出，几乎从不踏下祝天风，今日竟会出现在这试炼台，当真是奇事。他们这是为谁而来？是为赵师兄，还是为那个陈峰？这还用问？自然是为赵师兄。赵师兄乃是真传弟子中的佼佼者，苏师姐他们同为真传，彼此熟人也属正常，难不成还能是为陈峰那个杂役弟子？简直天方夜谭！不对，他们方才可是都买了陈峰赢，这分明是冲着陈峰来的，不可能吧？质疑声四起，那陈峰不过一个杂役弟子，何德何能
能得这几位天仙般的师姐青睐。柳如月立在一旁，望着台上的陈峰与台下几位女弟子的身影，眉宇间漾起一丝欣慰。他身为太虚宗长老，按规矩不便参与这等赌局。正觉遗憾时，温清羽以秘法传音告知打算，他便尽力旁观，心中暗忖：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乔隐云站在不远处，眉头微挑，眼中满是疑惑。祝天风那几个弟子向来眼高于顶，今日却对一个祝姬妻的杂役弟子如此信赖，实在令人费解。以修为论，陈峰与自己弟子赵千珏之间隔道天堑，胜算渺茫的近乎没有。他们究竟凭什么笃定陈峰能赢？陈峰对台下的议论与唏嘘置若罔闻，他转头看向赵千珏，唇边噙着一抹淡笑，看来我也并非无人看好。赵千珏脸色愈发沉凝，眼底阴霾更浓。他本以为这场比试不过是手到擒来的碾压，没曾想祝天风那几位竟当众压住陈峰，这无疑是在众人面前驳了他的颜面。他冷哼一声：温师妹，他们这次怕是看走了眼，等会儿交手，我自会让他们明白这祝压得有多荒唐。陈峰师兄加油，打他！台下周若娇扬声喊道，声音清亮。这一声落下，台下又是一片唏嘘。祝击打元婴，这是倒反天罡了吧？便是天赋再高，也跨不过2个大境界去。真不知这陈峰有何过人之处，能得祝天风几位师姐这般信赖，怕是被什么迷了心窍。议论声中，陈峰淡淡一笑，抬眼看向赵千珏，可以开始了。赵千珏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神轻蔑如旧。本想让你在台上多撑片刻，没想到你这般急于下台。也罢，便如你所愿，对付你一招足矣。话音未落，他周身猛地迸发出元婴期修士独有的磅礴威压，如翻涌的乌云般朝着陈峰席卷而去。所过之处，空气仿佛都被压得凝滞。陈峰只觉胸口一闷，呼吸骤然一滞，仿佛有座无形的山岳当头压下，双腿微微打颤，几乎要支撑不住身形。他牙关紧咬，这就是元婴期的威压。可惜在龙主面前不值一提，不过是威压罢了。我亦有啊！一声震彻云霄的龙吟陡然从陈峰体内爆发，高亢而威严，似能穿金裂石。紧接着，一股更为磅礴、更为霸道的威压自他身上席卷而出，如怒涛拍岸般朝着赵千珏反噬而去。刹那间，陈峰身上的重压尽数消散，整个人如释重负，身姿重新挺拔。这是龙威，乃是龙族天赋技能。只可惜陈峰并非真的龙族，筑基期的他只能坚持10几个呼吸。他必须在龙威消散前将赵千珏击败。反观赵千珏，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一股源自神魂深处的战力席卷全身，竟生出一种想要屈膝跪地顶礼膜拜的冲动。他死死咬着牙，双手拄剑，才勉强稳住身形，浑身却仍控制不住的瑟瑟发抖，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顺着脸颊滚落。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力量？为什么我会想跪下？赵千珏望着陈峰，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你明明只是筑基期的杂役弟子，怎会有如此威势？这绝不可能！难道你隐藏了修为？那龙吟，咦，这是怎么了？赵师兄怎么像是要跪下去了？台下有人揉了揉眼睛，满脸困惑。赵师兄，挺住啊！我压了你500下品灵石，那可是我全部家当。更有人急得直跺脚，声音里带着哭腔。完了，刚从陆师兄那里赢来的灵石，难道要加倍赔进去？先前那个压陆明轩赢的青衣弟子，此刻脸色发白，手心里全是汗。陈峰听着台下的骚动，脚步不疾不徐地向着赵千珏走去，语气平淡：赵师兄，此刻认输还来得及。赵千珏脸上青筋暴起，眼中满是怒容。他堂堂真传弟子，元婴修士，怎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个杂役弟子认输？这要是传出去，他赵千珏往后在太虚宗还有何颜面立足？他艰难地抬起头，牙关咬得咯咯作响，目光里透着一股决绝，一字一顿道：不，我赵千珏绝不认输。说罢，他强提一口灵力，想要凝聚起毕生所学，给陈峰最强一击。可体内灵力却如滞涩的泥潭，任凭他如何催逼，都只是在经脉中缓慢蠕动，难以汇聚。那股源自陈峰的威压如影随形，死死压制着他的灵力运转。陈峰看着他徒劳的动作，轻轻叹了口气：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他心念微动，已决意动用龙主神通偷天换日，此术能暂借龙飞之力，尽得对方技能精髓，却有严苛限制，一者只能动用1次，二者用过之后灵力会瞬间枯竭，再难支撑分毫。若是这一击不能拿下赵千珏，败北的定然是自己。借谁的力好？柳如月与苏九力的修为皆在赵千珏之上，是仅有的2个合适人选。又念及不可伤及性命，他最终定了主意，借用反虚期苏九力的术法。陈峰心念一定，体内骤然涌起一股玄妙波动，刹那间，一股磅礴剑意自他周身升腾而起，凛冽如霜，直冲云霄。台下，苏九力娇躯微颤，美眸中闪过一丝异彩，那是他的本命剑诀双天一剑。陈峰并指如剑，朝着赵千珏遥遥一指，一道明若实质的剑光自他指尖激射而出，剑身裹挟着凛冽寒气，所过之处，空气中凝结出细密的冰晶，在阳光下折射出璀璨光芒。这是苏师姐的双天一剑。有人失声惊呼：不可能！
他一个杂役弟子，怎会使真传弟子的绝学？赵千珏瞳孔骤缩，拼尽全力想要闪避，可龙威压制下，他连挪动脚步都艰难万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剑光呼啸而至。轰！剑光毫无花哨地撞上他的胸口，赵千珏闷哼一声，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重重砸在试炼台边缘的阵法光幕上，随即滑落在地。他胸口衣衫尽碎，一道触目惊心的剑痕斜贯前胸，鲜血汩汩而出，口中狂喷鲜血，面色惨白如纸，挣扎了2下，终是头一歪，昏死过去。与此同时，陈峰脸色煞白，双腿一软，单膝跪地，体内灵力空空如也，连抬手的力气都欠奉。他大口喘着粗气，额上冷汗层层而下。龙威早已消散，试炼台上重归寂静，台下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望着台上这一幕。真传弟子元婴期的赵千珏竟然败了，败给了一个筑基期的杂役弟子。赢了！有人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恍惚。他居然真的赢了！我的天，我压的赵师兄啊！凄厉的哀嚎此起彼伏。温青羽猛地跳了起来，抓着苏九离的胳膊，又蹦又笑。赢了，龙主赢了！苏九离亦是满脸喜色，目光落在台上那道单膝跪地的身影上，眼底满是骄傲。周若娇激动的小脸通红，拉着齐月瑶的手直晃。我就说龙主能赢，我就说。齐月瑶笑着点头，眼中亦是异彩连连。陈情怔怔望着台上，阴唇微张，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原以为陈峰不过是靠师尊上位的幸运儿，没料到竟真有这般惊天手段。那双天一剑分明是大师姐的绝学，他如何会使？乔颖云站在大殿门口，神色复杂至极。他望着台上昏迷的赵千珏，又看向单膝跪地的陈峰，眸中掠过一抹深思。这个杂役弟子不简单。他迈步上前，清冷的声音响彻全场：此战陈峰胜，即日起入我朔天峰为记名弟子。话音落下，试炼台阵法缓缓消散。陈峰勉力抬起头，对上乔颖云的目光，唇边扯出一抹虚弱的笑，随即眼前一黑，身子晃了晃，向前栽倒。陈峰！几道惊呼同时响起。温青羽身形一晃，一瞬移至台上，一把扶住陈峰。苏九力、周若娇、齐月瑶紧随其后，将他团团围住，满脸焦急。乔颖云目光扫过这几道身影，眼中疑惑更浓。祝天峰的弟子何时与这杂役弟子如此亲近了？他正要开口，却见柳如月从人群中走出，神色平静地吩咐道：“带他回祝天峰好生休养。”温青羽等人齐应声，扶着陈峰腾空而起，转眼消失在众人视野中。乔颖云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若有所思。柳如月对上他的目光，微微颔首，转身离去，只留下一句话飘散在风中：“乔师姐，那孩子不错，好好栽培。”乔颖云怔了怔，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有意思。祝天峰、柳如月的居所内，陈峰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仍处于昏迷之中。他怎么还没醒？会不会出什么事？温青羽守在床边，眉头紧蹙，语气里满是担忧，时不时伸手探向陈峰的额头，感受那微弱的气息。周若娇望着昏迷的陈峰，若有所思片刻，看向众人道：“上次我们灵力枯竭时，与他一同做那事儿便恢复了，不如让我再试试。”温青羽、苏九离与齐月瑶闻言，皆是默契地翻了个白眼。齐月瑶带着几分不满开口：“也还想试？要是也该是龙后或是温姐姐，只是她此刻昏迷着，怕试之棱不起来。”一旁的陈晴听得云里雾里，看着众女脸上各异的神色，忍不住问道：“什么龙后？这2日我似是错过了不少事。”温青羽闻言，拉过陈晴的手，笑着解释：“三师姐，你不是知晓师尊，我与陈峰曾经交过。”陈晴点头：“此事我知晓。”温青羽继续道：“陈峰得了阴阳生龙经传承后，凡与他亲热过的女子都会成为龙妃。这事儿在进司衙时他也提过吧？”陈晴恍然接话：“我记得他说过自己是龙主，你们皆是龙妃，还能凭心念瞬移到彼此身边。龙主为了便于统领龙妃，便设了龙后之位，还定了些规矩。这龙后吗？”温青羽说着，朝柳如月的方向挑了挑眉，压低声音道：“便是师尊。还有，如今在场的除了你，都是龙妃，你眼下还算是外人呢。”陈晴猛地指向自己的鼻尖，音量陡然拔高，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质问：“什么？我是外人？这里可是祝天峰，有师尊在此，有师妹你在，要说外人，也该是他们2个才对。”说罢，他抬手指向周若娇与齐月瑶，眼神里满是不服。齐月瑶脸上依旧带着温和的笑意，柔声道：“陈师姐，这话便说错了。在场众人除了你，我们皆已是龙妃，彼此间能互相感应瞬移，亦能以互通音讯，这般情分，师姐觉得自己还不算外人吗？三师姐，要不你也加入进来，一同做龙妃，好不好？”温青羽忽然开口，语气带着几分雀跃。他这话一出，柳如月脸色微不可察地变了变。方才温青羽开口时，柳如月便觉有些异样，没成想他竟在此处等着，难不成真打算将几位师姐都打包给陈峰？自己身为龙后，才刚定下规矩，此刻当众斥责，反倒不合时宜，只得默不作声，心中暗自祈愿老三不会对陈峰动念。陈晴瞬间怔住，七师妹竟让自己也加入其中，4姐妹连同师尊一同是凤义夫。
这等事在修真界从未有过先例，一时间只觉荒谬，实在难以接受。见陈情愣神，温清羽又接着劝道：“三师姐，你看，师尊是龙后，大师姐是龙妃，我也是龙妃，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陈情哭笑不得，摇了摇头：“季师妹，这龙妃之位，我非得做不可吗？”“自然是啊。”温清羽一脸认真，重点头。“行了。”柳如月开口打断他们，语气沉稳：“眼下龙主尚在昏迷，当务之急是让他醒转过来，其他事稍后再议。”周若娇闻言，试试开口：“不如便试试我先前说的那个法子。”柳如月略一思忖，开口道：“你们先到外面等候吧，此事不妨一试，若能让他醒转自然最好，若是不成，再另寻他法便是。”众女应声退了出去。屋内静下来，柳如月走到床边，解开陈峰的衣袍，露出他略显苍白的胸膛。他深吸一口气，也解开自己的衣袍，咬了咬牙，缓缓俯身附了上去，喉咙里还溢出若有若无的轻吟。另一边，朔天峰大殿内，赵谦绝跪在地上，头垂得极低，声音里满是羞愧：“师尊，弟子给您丢脸了。那助机器的杂役弟子没能敌过，还请师尊责罚。”乔隐云秀眉紧蹙，目光锐利地审视着他，沉声道：“你说他的威压竟比你这元婴妻还要强横，能让你生出下跪的冲动，还能听到龙吟之声？”赵谦觉连忙点头，脸上满是不解与惊惧。弟子所言句句属实，尤其是最后那招双天一剑，分明是苏九力的绝学，还带着他独有的灵力威势，恍惚间竟像是苏九力亲自动手一般，可明明是陈峰施展开来的。乔隐云指尖轻扣着玉案，沉吟不语。元婴威压竟被筑基修士压制，还能施展出旁人的成名绝学，更别提苏九力他们几人能瞬移到陈峰身边，种种异状皆透着古怪。这陈峰身上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他抬眼看向赵谦诀：“以且退下吧，此事容后再议。”赵谦诀扣手应是，起身时脚步仍有些踉跄，显然先前那股威压的冲击尚未完全消弭。乔隐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玉拳悄然握紧：“陈峰，你倒是有趣，已然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致。这记名弟子之位，我乔隐云非收你不可。”另一边，陈峰陷入一片迷梦，梦中他端坐于一座恢宏无比的大殿主位，身着明黄龙袍，身旁柳如月一袭绯红龙裙，正被他揽在怀中，下手密密麻麻站着数不清的龙妃，皆是粉裙曳地，个个容貌清丽，身姿曼妙，一眼望不到尽头。殿外苍穹之上，更有无数巨龙盘旋，龙吟之声震彻寰宇，端的是万龙来朝的壮阔景象。龙主，此地静谧，不如……身旁的柳如月回眸望来，向着他轻轻扑入怀中。陈峰朗声一笑：“以我之间，何地不可？”说罢，便低头吻了上去。陈峰恍惚睁眼，只觉眼前景象熟悉又真切。柳如月正伏在自己身上，腰肢扭动，眉眼间带着几分迷离。见他醒来，眼中闪过一丝喜色：“你醒了？”说完，又是低吟一出：“方才竟是梦。”虽从梦中醒来，身处之地变了，眼前之人却还是柳如月。陈峰感受到丹田内重新充盈的灵力，流转间带着温润暖意。他抬手扶住柳如月的腰肢，声音里带着感激：“辛苦你了。”柳如月微微俯身，青丝垂落，拂过陈峰的脸颊，带着淡淡的清香。他抬手将那缕发丝拨开，唇边漾起一抹浅笑：“不辛苦，反倒觉得通体舒泰。”说罢，他俯身吻上陈峰的唇，眼眸清和：“那难道今日过后，你便要去朔天峰了？往后定要常回来看看，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和你坐。”陈峰揽住他光滑的后背，轻声道：“放心，我会时常以瞬移之术过来找你们的。”我们等你。柳如月说完，便不再多言，再次吻住他的唇，带着几分不舍，仿佛要将往后许多时日的思念都融入这一吻之中。片刻后，他缓缓直起身子，仰起头，放肆的娇吟。门外，周若娇正侧耳细听，屋内动静陡然变大，他顿时眉开眼笑，看来龙主醒了。其余几人闻言，皆是深以为然地点头，眉宇间的忧色渐渐散去。温清羽笑着接话：“方才龙后声音尚轻，此刻突然响亮起来，定是龙主醒了无疑。”陈情瞧着他们这般模样，心中满是不解，忍不住问道：“你们皆是他的女人，难道就这般心甘情愿？彼此间竟不吃醋？”温清羽重点头：“心甘情愿是真，吃醋却不至于。他能力卓绝，我一人怕是难以承受，有姐妹们相伴反倒妥当。”齐月瑶深深看了周若娇一眼，周若娇察觉到他的目光，娇嗔道：“别瞧我，从前我却有过醋意，不过既然龙后定下了规矩，往后我自会收敛便是。”温清羽又拉过陈情的手，热情不减：“三师姐，我方才说的是，你考虑的如何了？要不要加入我们？我想着让几位师姐都聚在一处，才更热闹些。再说了，加入进来不仅能得身心舒坦，更能助益修为，这般好事，寻常男子可做不到。你听听屋内师尊的声音，便知所言非虚。”陈情没料到温清羽会再次提及，一时语塞。他转头看向苏九力：“大师姐也觉得我该加入你们吗？”苏九力沉默片刻，缓缓开口：“我当初是因修为停滞，难以突破，才与他结下缘分。不过，我与他最初是从道侣做起的。你若有意，不妨也从道侣开始，慢慢相处便是。”陈情闻言，脸上带着几分犹豫，轻声道：“好吧，
既然大师姐都这般说了，那我便先考虑考虑。半个时辰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陈峰从屋内走了出来。他身后，柳如月缓步相随，脸颊带着满足的潮红，周身灵力流转的愈发浑厚充盈，隐隐有突破瓶颈的迹象，气息比先前更胜一筹。而陈峰自身修为已悄然突破至筑基6层，站姿挺拔，眉宇间的气势比之前沉稳了许多，眼神也愈发清亮。看来龙后此番修为又有精进了。温清羽见状，不由得感叹道，眼中满是欣喜。周若娇身形一晃，已如乳燕投怀般扑到陈峰怀里，扬起脸问道：“龙主，身子都大安了吗？”陈峰笑着拍了拍他的背，朗声道：“已然无碍，大家不必挂心。”柳如月收敛思绪，开口道：“既然龙主已然无碍，便该启程去朔天峰了。想必乔师姐此刻已在等候。”温清羽一听，小脸瞬间垮了下来，满脸不情愿地嘟着嘴：“啊，这就要去了吗？就不能再留几日？我还想和他多弄几次呢。”苏九里虽也有不舍，却比温清羽沉稳些。知晓此事是陈峰以昏迷为代价换来的机缘，便对温清羽劝慰道：“莫要不舍，他又不是不能回来。等他归来，你想如何做都可以。难道还有人拦着不成？”说罢，他抬眼看向陈峰，语气带着几分询问：“是吧，龙主？”陈峰点头，眼中带着温和的笑意：“自然，待事情安顿妥当，我定会尽快回来探望你们。到那时，我会逐个为大家精进修为。”周若娇仍在陈峰怀里，一手握住陈峰，仰着小脸满是期待，轻声道：“在你离开前，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其他人闻言也是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峰，希望他能应下。然而柳如月脸色微沉，开口道：“娇娇，莫要胡闹。”听闻龙后发话，周若娇只得松开手，小声道：“好吧，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陈峰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转头对柳如月道：“还是劳烦你送我一程吧。”柳如月点头应下，随即说道：“往后你也该学学飞行术法了，总不能一直这般。”陈峰挠了挠头，笑道：“阴阳生龙经里记载着一门游龙不身法，只是一直没寻到时间休息，等在朔天峰安定下来，我便抽空练练。”柳如月嗔了他一眼：“我看你是忙着在他们几个身边打转，才没空的吧？”陈峰嘿嘿一笑，没再多言。温清羽几人送到门口，看着柳如月带着陈峰御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朔天峰方向飞去，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朔天峰大殿内，乔隐云早已静候多时，见柳如月与陈峰并肩而入，他从主位上起身相迎，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一圈。柳如月对着乔隐云微微拱手，语气平和：“乔师姐，陈峰我已送到，接下来便交于你了。”陈峰连忙跟着拱手，姿态恭谨，眉宇间带着杂役弟子应有的谦逊，不敢有半分逾矩。乔隐云深深看了陈峰一眼，那目光似要将他从里到外看得通透，随即微微颔首，转头对柳如月缓声问道：“师妹，这陈峰究竟是你筑天峰的什么人？次次都劳你亲自护送，且你那几位弟子与他的关系也颇为亲近啊。”这话问的直白，带着几分探究，显然对陈峰与筑天峰的牵扯早已留心。柳如月淡然一笑，答道：“不过是个有些机缘的后辈罢了，我这做前辈的多照拂几分也属应当。乔师姐既愿收他为记名弟子，往后便是朔天峰的人了，师妹也该放心了。”他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没否认亲近，又将缘由归于照拂后辈，让乔隐云一时挑不出错处。柳如月离去后，大殿内只剩陈峰与乔隐云二人。乔隐云潇洒转身，落坐于玉椅之上，火红裙摆扫过陈峰面前，带起一阵清雅的香风，拂过鼻尖。好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如果将她压在身下，不知何种感觉。不如等会儿先给她推拿一番，先试试手感。就这么做。陈峰心中想着，目光在那抹红影上稍作停留，便敛去心绪，垂手而立。陈峰，你既已击败赵千珏，从今日起便是我的记名弟子，待遇与真传弟子等同，每月可领100下品灵石，你可有异议？乔隐云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弟子无异议。”陈峰垂手应道，心中却另有盘算。他的目的本就不在灵石，更不在于这记名弟子的身份。乔隐云本人才是他真正想纳入囊中的目标，至于其他，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乔隐云微微颔首，继续说道：“为师座下共有4位弟子，大弟子夏云霜，2弟子楚云熙，3弟子林毅，此刻皆在外历练，唯有4弟子赵谦绝留在宗门，却被你所伤，眼下正在闭关调息。待那3位归来，为师再为你引荐。”“是，师尊。”陈峰应着，心中却泛起一丝波澜。听这名字，4位弟子中竟有2位是女子，看来往后的目标又多了2人。他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收紧，目光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乔隐云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几分审视，开门见山问道：“刚刚柳师妹的话，我可不信。筑天峰近100年来，折损的杂役弟子不在少数，为何偏偏你能得他青睐，还与他的弟子们往来密切？这可不合筑天峰的性子。你且说说吧，为什么？”“当然是他们被我征服的。”陈峰拱手，语气平静，其实也无甚特别，只是弟子会一手推拿之术，便是借此与诸位师姐处好关系的。乔隐云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推拿术，那是何种术法？竟能让素来避嫌男子的筑天峰都改了性子？不过是些能让人通体舒泰、放松身心的手法罢了。”陈峰解释道：“
修真者修炼时，动辄静坐数日、数月乃至数年，身子难免僵硬不适。弟子这推拿术正好能缓解此等滞涩，让人身心放松，修炼起来自然事半功倍。哦，竟有这般神奇的术法！乔隐云指尖轻扣着玉椅扶手，发出清脆的声响，眼中带着几分探究。修真者久居静室修炼，身躯僵硬却是常事。若这推拿术真能缓解此弊，注意修行，倒也难怪祝天风那群素来避嫌男子的女修会对他另眼相看。既如此，他为何不将你留在身边自用？你又为何不拜入他门下，反倒要来我说天风？乔隐云继续追问，语气平淡却藏着审视。平心而论，换作是他，若得此等能注意修炼的手法，定会将人留在身边，断不会轻易推给旁人。陈峰垂眸，声音带着几分恳切：“大是因弟子仰慕师尊风采。”他话未说完，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乔隐云被火红裙白眼住的膝头，脸上露出一丝期待，小心翼翼问道：“不知师尊要不要试试？弟子可为师尊推拿一番，让师尊亲身体验这手法的效果。”乔隐云闻言，眉峰微挑，打量着陈峰那腹肌谨慎又难掩跃跃欲试的模样，心中微动。柳如月既能用他这手法，自己为何不可？好，你上前来吧。陈峰顿时心头一喜，连忙上前2步，顺势蹲下身子，轻轻握住乔隐云的脚踝，将他的腿缓缓抬起。手指触及脚踝的刹那，乔隐云身子微微一僵。他修行1000年，身躯从未被男子触碰过，便是坐下那2位男弟子，也从未有过半分肢体接触。没曾想今日竟让这刚收入门的记名弟子占了先机。难道柳如月当初也是这般光景？罢了，柳如月能受得住，自己自然也能。陈峰挪步坐到乔隐云身侧，将他的腿轻放在自己膝上，察觉到那玉肌之下隐隐的紧绷，便轻声提醒：“师尊，放松些，效果会更好。”乔隐云深吸一口气，缓缓舒展眉头，努力驱散心头那丝异样，任由陈峰施为。陈峰指尖有灵力丝丝缕缕溢出，悄然渗入乔隐云的肌肤深处，顺着经脉缓缓游走。那暖意顺着经脉上行，在膝盖处停留片刻，又继续向上蔓延。喉咙深处溢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吟，随即他猛地抿住唇，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我怎会发出这种声音？太失态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舒泰之感自大腿蔓延开来，顺着血脉涌向心底，让他紧绷的身躯渐渐松弛。这推拿术果然有些门道，难怪柳如月会对你另眼相看。他眯着眼，感受着那丝丝缕缕的暖意游走全身，将积压多年的滞涩渐渐化开，语气中带着几分认可。陈峰手下不停，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能引动灵力疏通经脉，又不至于显得唐突。片刻后，陈峰见乔隐云脸颊微泛潮红，呼吸也较先前略促，心中一动，壮着胆子提议：“师尊，不如躺下试试，弟子可为师尊梳理全身穴位，效果会更周全。”乔隐云闻言，美眸骤然一凝，躺下，那便要彻底放下戒备，任由他施为，心中不由生出几分警惕，目光锐利地看向陈峰。柳如月当初也是这般做的。陈峰重重点头，神色郑重：“正是。柳前辈已试过弟子不少手法，且弟子还曾应允，日后得空仍要回去为他推拿呢。”乔隐云盯着他看了半晌，见他神色坦然，不似作伪，心中那点警惕渐渐松动，方才的舒泰之感仍在周身流转，让他对这推拿术多了几分信服。他沉吟片刻，缓缓颔首：“也罢，便信你一次。反正他一个筑基期，还能在我眼皮底下做什么不成？柳如月那般清冷的人都敢试，我有什么不敢？那便去为师的住所吧。”乔隐云说着起身，脚下却忽然一个踉跄，险些栽倒。陈峰眼疾手快，连忙伸手将他扶住，手指在他腰间停留片刻，感受着那腰间的柔软，不舍得缓缓松开。乔隐云脸颊瞬间长得通红，心头涌上一阵尴尬。此刻他双腿发软，定是方才推拿的余韵尚未散尽，竟连站稳都有些费力。他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摆了摆手：“无事了，走吧。”说罢，率先迈步向殿外走去，只是步履间稍显滞涩。陈峰紧随其后，不多时，两人来到一处雅致小院。乔隐云走进房间，径直坐到床榻边：“进来吧。”他扬声道。陈峰推门而入，只见房内陈设简洁，除了床榻、衣柜，便是一张木桌与2把椅子，再无多余物件，倒衬得主人性情肃静。还请师尊躺好。陈峰在床沿坐下，语气依旧恭敬。乔隐云依言平躺下来，火红衣裙覆盖下，胸前曲线尤为明显，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乔隐云心中暗叹，难怪柳如月对他另眼相看，这般滋味果然奇妙。暖流渐盛，如春日融冰般化开体内淤塞，千年修行积攒的细微滞涩在这股力道下渐渐消散，让他周身百脉都似舒展开来，先前的警惕与紧绷也悄然褪去。随着时间流转，乔隐云早已彻底沉浸其中，身体发热，呼吸愈发急促，眼帘微眯，脸上满是惬意，先前的戒备早已荡然无存。陈峰望着他瘫软如春水般的模样，心中暗自得意，在自己这手法之下，还未有女子能抵挡得住。他轻声道：“师尊，翻个身吧，弟子再为您梳理一下后背的穴位。”乔隐云喉间溢出一声轻似是低吟，又似是应承，
身体以不自觉的依沿翻转过来，火红的衣裙紧贴着脊背，勾勒出流畅的曲线。许久之后，乔隐云费了些力气才开口，声音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沙哑：“行了，为师，可以了。这推拿术果然厉害。”陈峰垂眸敛神，恭敬道：“能为师尊解忧，是弟子的本分。”乔隐云侧躺着，缓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急促的呼吸，脸上带着未散的红晕，看向陈峰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这感觉当真是舒坦到了骨子里，每一处穴位都像活了过来，在指尖下轻轻雀跃，每一寸肌肤都彻底松缓，连带着经脉里的灵力都流淌得格外顺畅。柳如月当真好福气，竟能早早享受到这般妙绝的推拿术，先前倒真是羡慕他了。想到此处，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如今陈峰已是自己的记名弟子，往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为自己疏导经脉，这般好手艺可不能浪费了。往后得常找些由头，让他多来给自己推拿几次才是。毕竟这般能让身心俱畅的享受，谁会嫌多呢？过了好一会儿，乔隐云才缓过些力气，先前的警惕早已烟消云散，脸色也柔和了许多。他看着陈峰，缓缓开口：“陈峰，从今日起，你便住到为师隔壁的院子吧。往后为师若有需，你要随叫随到。”那隔壁的院子，乔隐云素来不许任何弟子入住，那里与他的住处仅一墙之隔。最要紧的是，那院墙中还有一道门，可直通两院，故而他从未让旁人靠近。但陈峰不同，他有这般让人着迷的手艺，往后自己免不得要常找他。若住得远了，总归不便，让他住得近些，来往也更方便些。是，师尊。陈峰垂手应道，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色。看来乔隐云已是对这推拿术上了心，这般安排无疑是将他放在了极近的位置。你先去吧，为师还要进修片刻。乔隐云挥了挥手，语气中带着几分慵懒的疲惫，却也多了几分自然。陈峰应声退下，走出房门时，嘴角不自觉地扬起，距离拿下乔隐云又近了一步。来到隔壁小院，推门而入，屋内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简陋的木床，再无他物。地上积着薄薄一层灰尘，显然是许久未曾有人入住了。既已在此落脚，床铺被褥自然是少不了的。至于蒲团之类的修行物件，倒也不必费心，自己下品灵根，打坐苦修反倒显得多余。哪有与温清羽他们一同修行来得事半功倍？他心念微动，以传音之术唤道：“清羽，可来为我送些物件？龙主需要什么，我这就送来。”温清羽的声音很快在耳畔响起，带着几分雀跃。陈峰将所需之物一一告知，不过片刻功夫，温清羽便瞬移了过来，那娇俏的身影便凭空出现在房间。温清羽一现身，便快步向着陈峰扑来，踮起脚尖搂住他的脖颈，不由分说便吻了上去。一番缠绵后，温清羽已是娇喘吁吁，小脸泛红，抬眸望着陈峰，眼中带着几分渴求：“我想要，给我。”陈峰扭头看了看布满灰尘的房间，无奈道：“金羽，先把这里收拾妥当吧。你瞧这屋子这般脏乱，总不好在此处干吧？”温清羽想了想，也是这个道理。这里灰尘遍布，若真在此处做事，难免沾染上尘垢，便松开了手。“我来帮你。”他轻笑一声，转身抬手结印，口中默念几句口诀，指尖轻轻一点，霎时间，一股清冽的微风自窗棂涌入，在屋内盘旋游走一周，那些积落的灰尘尽数被卷挟而出。房间顷刻间便变得洁净起来。这是什么术法，竟有这般功效？陈峰见状感叹道。他在《阴阳生龙经》的传承中也见过不少御风类的术法，只是一直未曾来得及修习运用。陈峰的感慨，看来真该抽时间练练这些基础术法了。温清羽收起手，笑道：“不过是些清扫杂物的小术法罢了，登不得大雅之堂。龙主若想学，我教你便是。”陈峰摆了摆手：“不必了，我只是觉得新奇罢了。床铺被褥带来了吗？”“带来了。”温清羽轻扭腰肢，娇声应道：“我这就为龙主整理妥当。”说罢，他从储物袋中取出物件，手脚麻利地铺沉起来。不多时，床铺便已整理好，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他一屁股坐到床边，对陈峰抛去一个妩媚的笑容，先只轻轻勾了勾：“龙主大人，诸事已毕，就等你了。”陈峰笑了笑，缓步走了过去。温清羽为自己清扫房间，打理床铺，这般周到，若不回应他的心意，怕是会让他失落。刚在温清羽身边坐下，他便腰身一转，迫不及待地将陈峰压在床榻上，俯身吻向他的脸颊，双手也在他身上轻轻摩挲着，带着几分急切。陈峰感受到他那份按捺不住的急切，心中微动，开口道：“以这般过来，恐怕师尊已然察觉，要不你先回去，稍后我回驻天峰寻你。”要知乔隐云修为远胜柳如月，已达合体巅峰之境，身为朔天峰峰主，这风中任何动静都难逃过他的感知。温清羽微微扬起头，呼吸带着几分急促，眼神迷离：“不要，我就要在这儿，此刻就想，顾不得那么多了，就在这里坐。”说罢，他再度埋下头，吻向陈峰的唇，指尖已然探向他的衣袍系带，动作带着几分急切。片刻后，衣衫散落于地。陈峰的担忧并非多余，就在温清羽现身的刹那，正在盘膝静修的乔隐云已然有所察觉，他当即放出神识探查，便发现陈峰的房间里多了个温清羽，眉头不由得微微一蹙，低声呢喃：“又是瞬移之术。上次试炼台上，
温清羽几人便是这般瞬移到陈峰身旁，此番他竟又是瞬移出现，他并未前去打扰，只是静静观察着，目光投向隔壁陈峰房间的方向，仿佛能穿透那层墙壁，将内里情形尽收眼底。陈峰，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乔隐云心中暗道，眼中闪过一丝探究，这少年身上的谜团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多。温清羽为陈峰整理房间的举动，他口中那声龙主，乃至他勾着手指示意陈峰靠近的模样，尽数落入乔隐云的神识之中。乔隐云脸颊瞬间长得通红，连忙收回神识，心头又惊又气，这温清羽竟与陈峰如此亲近，看二人神态，显然不是初次这般相处。这陈峰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让温清羽这等心性的丫头对他如此倾心？正满心疑惑间，隔壁房间隐约传来几声轻吟，乔隐云身子猛地一僵，纵然他一心向道未曾经历这些，却也知晓这声音背后的意味，顿时只觉心烦意乱。他抬手对着陈峰房间的方向一指，施展出一道隔音术法，那若有似无的声响顷刻间消散无踪。这丫头行事竟如此不知收敛，这般动静是生怕旁人听不见吗？他轻斥一声，耳根却不由自主地泛起热意，先前被推拿时的异样感仿佛又悄然浮现，让他静修的心思也乱了几分。不知过了多久，房间内的动静渐渐平息，温清羽瘫软在陈峰怀里喘息许久。半个时辰后，温清羽带着满足的笑意离去，身形再现时已置身于柳如月的房间内。你去了龙主那里？柳如月开口问道。他方才已察觉到属于龙主的印记旁又多了一道温清羽的气息印记，不用细想便知定是温清羽去了陈峰处，事毕后借着龙飞间的感应瞬移到了自己这里。温清羽嘻嘻一笑，走到柳如月身后，为他轻轻捏着肩膀，是啊，我去帮他收拾了下房间呢，恐怕不止如此吧。柳如月淡淡道，你脸颊泛红未退，身上还带着那般气息，可瞒不过我。温清羽被说中心事，吐了吐舌头，手上的力道却没停。师尊也知晓龙主刚到朔天峰，住处空荡得很，我去照料一二也是应当的嘛，顺便就与他做了嘛。说到这儿，温清羽俏皮地探过头，越过柳如月的肩膀，望着他的眼睛，笑嘻嘻地问道，我们的龙后大人莫非是吃醋了？柳如月闻言，抬手在他鼻尖上轻轻一敲，带着几分嗔怪道，吃什么醋，没个正经，你这般行事恐怕乔隐云早已察觉。温清羽却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发现便发现了，有什么打紧？龙主往后就住在那儿，难道要我们空等着忍着不成？那我可受不住。再说了，我们去一次，乔师伯定然会察觉，他既已发现却未曾阻拦，想来是没动气的。他说着，手上捏肩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语气里带着几分笃定。乔师伯那般人物，若真介意，早就寻上门来了。既然没动静，便是默许了。往后我们想去见龙主，只管去便是。温清羽离去后，陈峰转身步入院中，凝神修习传承中的龙族神通。那风类术法本是龙族天赋所系，运使得当可御空对敌，灵动非凡。他立于庭中，双目微合，指尖有灵力萦绕流转。片刻后猛地睁眼，低喝一声，风起。话音刚落，院中即刻起了动静。先是枝桠轻摇，几缕微风贴着地面拂过，卷起几片残叶旋了两圈。转瞬之间，风势渐长，呜呜声响里，院角的青竹弯下腰枝，叶片碰撞发出簌簌轻响，似在应和这股新生的气流。陈峰足尖一点，身形拔起半尺，双足似踏在无形之物上，初时却如踩在滚石之上，身子左摇右晃，险些坠地。他凝神稳住灵力，引风托住腰身，反复调整气息与风势的呼应，指尖灵力流转愈发纯熟。隔壁房间内，乔隐云猛地睁开眼，眼中满是震惊，这是什么术法，竟能御风而行？陈峰究竟是何来历？不过看他这般生疏模样，应是刚得的机缘，难道他那推拿术也与这机缘有关？随着时间推移，陈峰在空中的身影渐渐稳了下来，风在他足下流转如绸，拖着他缓缓升高，掠过院墙头时，衣袂被风掀起，猎猎作响。他试着催动灵力转向，身形便如柳叶般灵巧侧滑，再无先前的滞涩，已然能随心意掌控方位。日头西斜之际，忽然一道龙影响彻天地，清月中带着凛然威仪。陈峰脚下似有黑白色的诡异龙影浮现，灵爪隐约，载着他冲天而起，直上云霄。乔隐云猛地站起身，娇躯微微颤抖，难掩激动。龙影，又是龙影，还有这龙影，先前祝天峰曾现龙影，没想到竟与陈峰有关。这龙影比赵千绝描述的还要震撼。之前无论宗主还是弟子们，都以为祝天峰的龙影与柳如月有关，没想到今日竟然亲眼看到龙影出现，而且还是和自己的记名弟子有关。激动过后，他又迅速冷静下来，眉头微蹙。先前出现的是5条龙影，此番却只有一条黑白色的，这其中有何关联？其余龙影何在？为何今日独独现身这一条？他一个下品灵根，纵然有逆天的修仙功法，也不可能修行速度如此之快。他的奇遇到底是什么？无数疑问在他心头盘旋，看向空中那道身影的目光愈发深邃。与此同时，整个太虚宗上下都察觉到了那条诡异黑白龙影的再现。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次龙影之上竟立着一道人影，
是那条龙，他又出现了。此次是从朔天峰方向显现，莫非与乔师伯有关？不对，上次柳师叔说与他有关，难道他是在欺瞒众人？那身影是谁？为何能立于龙影之上？瞧着像是先前击败赵千珏的那个杂役弟子，已然不是了。听闻他如今已是乔师伯座下的记名弟子，议论声此起彼伏，传遍各峰。而柳如月、温清雨、苏九丽等女子正立于各自的门外，翘首望着天际的龙影与那道挺拔身影，眼中满是激动。那立于龙首之上的男子是他们的男人，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与优越感自心底涌起，让他们胸脯微微起伏。尤其是温清雨，按捺着心中冲动，他几乎要催动龙飞神通，唤出属于自己的龙影，与陈峰一同遨游天际，只是顾及场合，才强行按捺下来，眼底的雀跃却藏不住。天际龙影盘旋，陈峰的身影在霞光中愈发清晰，成了整个太虚宗瞩目的焦点。龙影载着陈峰俯冲而下，近地面时猛地一掷，随即缓缓落定。陈峰收了神通，龙影化作流光消散。至于他立于院中，衣袍上还带着高空的风翼，痛快，这般滋味当真刺激。他低声自语，眼底闪着兴奋的光，竟有御龙而行的一日，倒是未曾想过。只是转念一想，他又微微蹙眉，只是这般动静，怕是玩得有些大了。方才在空中看得分明，太虚宗各峰弟子皆是一脸震撼，齐齐仰头观望。如今整个宗门怕是都知晓此事与我有关了。方才俯冲时，他将下方动静尽收眼底，各峰亭台楼阁间无数道身影驻足凝望，或惊或疑，议论之声虽远，却能隐约察觉到那份沸沸扬扬。这般景象显然是藏不住了。他拍了拍衣袍上的微尘，心中暗道：既已如此，遮掩一时无用，索性坦然处置便是。左右他如今有乔隐云这层关系，倒也不必太过忌惮。陈峰，你过来。果不其然，乔隐云的声音自隔壁院落传来。方才俯冲落地时，陈峰便瞥见他立于门口，脸上满是不可思议。陈峰走向那道连通两院的门，轻轻推开门后，乔隐云正望着他，面色凝重。跟我来。说罢，他转身迈步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背影挺拔，却透着几分难以捉摸的意味。陈峰默不作声地跟上。乔隐云端坐在床沿，神色凝重地看向陈峰。陈峰，方才那条龙影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你引动的，却与弟子有关。陈峰拱手应道：此事闹得这般大，显然瞒不过去，是弟子偶然间的获得一份传承所致。乔隐云微微颔首，目光骤然一凝，语气带着几分试探：你就这般轻易道出？难道不怕为师心生贪念，夺你传承吗？陈峰脸上满是真诚，弟子信师，尊不会如此。他心中自有底气，若乔隐云真要动手，他只需瞬间便能瞬移至任何一位龙妃身侧，即便来不及，纵是身死，亦能在龙妃身边复生，倒也不惧。乔隐云轻叹一声，为师自然不会觊觎弟子的传承，可旁人就未必了。他缓了缓，又道：你且与为师说说，那传承究竟是何模样？陈峰答道：这传承与弟子体质紧密相连，旁人即便的去，也无从修习。此乃一套阴阳调和的修行法门。阴阳调和？乔隐云闻言，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声音也转冷，那岂不是与魔宗的采阴补阳邪术一般？这等行径，岂是正道所为？陈峰挺起胸膛，微微一笑：师尊有所不知，弟子这法门并非邪术，而是能令双方皆得裨益的修行之法。与弟子行阴阳调和之事，不仅弟子能精进修为，对方的修为亦能随之精进。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向毕方才闻青羽前来，师尊已然察觉。他与弟子话未说完，便停了下来。后续的情形，他不知乔隐云是否继续探查。若真探查了，那其中意味便耐人寻味了。乔隐云闻言，脸上由冷转红，心头泛起一阵异样。他自然知晓温清雨来此做了什么，只是万万没想到，那竟是能令双方共进的修行之法。想自己苦修千年，才真至如今境界，又算什么？若此法真有这般神效，他看向陈峰，脑海中竟闪过一丝那种的念头，随即又猛地摇头：不行，他是自己的弟子，怎能生出这等心思？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波澜，语气稍缓：既然此法对双方皆有益处，那此事为师暂且不论。至于你那御龙神通，宗门上下怕是都已知晓，想瞒也瞒不住了。这段时日，你便在朔天峰暂留，待风头过后再下山不迟。是，师尊。陈峰拱手应道。他此刻本就没有下山的念头，温清雨几人能瞬移至他身边，留在此地反倒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你回去吧。乔隐云摆了摆手，目光转向窗外，似在思索着什么。陈峰躬身告退，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另一边，天柱峰宗门主殿偏殿内，宗主谢清崖端坐于主位，神色阴晴不定。他身旁立着一位身着黑袍的老者，面色阴郁，看着谢清崖，声音嘶哑地问道：宗主师兄，考虑的如何了？片刻后，谢清崖缓缓摇头：不可。陈峰乃是宗门弟子，更是乔师妹座下的记名弟子，本座身为宗主，岂能对弟子出手，强夺其传承？黑老九见他不肯松口，急忙上前一步：咱们只需将他传唤至此，让他交出传承便是。他既为宗门弟子，在外所得机缘，本就有上交宗门之责。
这可是造福太虚宗的大好时机。老九有预感，若我宗得此传承，或许能一举跃升为青州第一宗门，下次三宗大比，定能扬眉吐气，洗刷往日颓势。谢清崖缓缓起身，眉宇间掠过一丝犹豫。太虚宗传承万载，从未有过主动抢锁弟子其余所得的先例，此一时彼一时啊！师兄，黑老九急道，那可是玉龙智能，师兄见多识广，可曾见过有人能召唤神龙虚影？哪怕只是虚影，未曾。谢清崖摇头，他修行2000余载，踏遍青州各地，见过不少模仿神龙形态的术法，却从未见过这般真实的龙影，更别提能载人翱翔的神通。黑老九猛地一拍手，这便是千载难逢的机缘。如今整个宗门都已知晓他身怀异宝，若他哪天离山被外人捷足先登，师兄届时再后悔，可就晚了。谢清崖闻言，心中顿时有些异动。黑老九说的不假，陈峰此番动静闹得太大，宗门内外对其神通觊觎者定然不少，若自己不出手，难保不会有其他人动歪心思。他迟疑片刻，终是问道，若他不肯交出呢？黑老九脸上掠过一丝阴狠，那就用搜魂之法，只要能得到那玉龙神通，自当无所不用其极。谢清崖连忙摆手，面色愈发凝重，不可，若行此道，你我与那阴阳魔宗又有何异？此事若传扬出去，九州大陆的其他宗门会如何看待我太虚宗？万万不可。他顿了顿，又道，至于那弟子，本座会亲自与乔师妹商议，好生游说，他肯不肯交出神通？谢清崖眼眸一暗，悠悠叹了口气，此事便先作罢，你且回去吧。黑老九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见谢清崖已转过身，望着殿外云雾缭绕的山峦，神色决绝，便知多说无益，只得悻悻闭了嘴，躬身退下。黑老九转身的刹那，神色骤沉，既然宗主按兵不动，那就休怪他黑老九自行其事。届时神通到手，便是他一人之物。念及此，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大步流星向殿外走去。次日，陈峰的房间内，他尚在熟睡，忽有一道身影悄然现身，正是周若娇。他望着沉睡的陈峰，浅浅一笑，伸出玉指勾住腰间系带，轻轻一拉，长裙自肩头滑落，露出玲珑身段。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双唇急切地附上陈峰的嘴唇，热烈地亲吻起来。他一边吻着，一边含糊却又坚定地说道，我们姐妹几个早就商量好了，往后每日都会有一人专门来陪你，今天嘛，就轮到我了。从这一刻起，今日你就是我的，谁都别想抢走。与此同时，隔壁房间内，乔映云并未施展隔音术法，听着陈峰房间传来的动静，睫毛微颤，缓缓睁开眼，眸中带着一丝羞赧，喃喃自语，这次竟是换了一人。此女瞧着并非祝天峰弟子，却也如温清雨一般能顺意而至，难道这瞬移之术亦与他有关？方才听闻他们说一人一日，莫非与他相熟的女子竟有多人？正思忖间，隔壁传来周若娇娇柔的声息，龙主。乔映云脸颊瞬间绯红，心头一跳，看他模样，竟是十分受用。这般事当真如此舒坦？难道比他那推拿之术还要受用？还有这龙主又是怎么回事？一想到先前推拿时的异样，他只觉身子微微发颤，不自觉地并拢了双腿，旋即又蹙眉暗道，不行，若他们这般日日缠着陈峰，我还如何寻他推拿？罢了，白日且让这女子站着，待入夜后，陈峰自该是我的。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心绪，可隔壁的动静总在耳畔萦绕，让他静修的心思愈发纷乱。整整1日的光阴，如潺潺流水般悄然逝去。起笔符的声音穿过墙壁，传入乔映云的耳中，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搅得他心思绪乱。原本平静如水的修炼心境，此刻也泛起了层层涟漪。他眉头微微蹙起，眼神中闪过一丝烦躁与无奈，却始终未曾使用隔音术，仿佛是在刻意让自己忍受着这煎熬，又或许是在等待着某个合适的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乔映云抬头望向窗外那逐渐深沉的夜色，心中暗自思忖，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了。与此同时，在陈峰的房间里，陈峰正伏在周若娇那柔软且温热的身上，喘着粗气。周若娇则双手紧紧搂着陈峰的脖颈，口中不时溢出娇柔的轻吟。就在这氛围达到最是浓烈炽热之际，一道清冷而又带着不容置疑威严的声音直直地传入陈峰的耳中：“陈峰，过来。”陈峰看着周若娇那可怜巴巴的模样，心中一阵柔软，却又无奈于乔映云的召唤。他微微俯下身，轻轻吻了吻周若娇的额头，带着无尽的温柔与安抚。他温声说道：“听话，师尊许是有要事吩咐，我不能不去。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定不会让你失望，定会让你尽情享受。”周若娇也知不能耽误陈峰正事，只得松开收紧的双腿，嘟着嘴，一脸不情愿：“那我先回去了，你可得记得补偿我。”放心。陈峰披上衣袍，对他笑了笑。待周若娇瞬移离去，他深吸一口气，迈步向乔映云的房间走去，心中暗自思忖：乔映云此刻唤我，莫非是对白日之事不满？若是如此，该如何应对？难道要搬去祝天峰？不行，乔映云这边还未得手，怎能离开？罢了，先去见他，看他如何说便是。柳如月房中，周若娇的身影忽然显现。柳如月见他一脸诧异，
望着他尚未褪去潮红的脸颊，问道：“你不是去了龙主那里，说好1日1夜，怎地这般早就回来了？”周若娇一屁股坐到柳如月身旁，气呼呼道：“被他那师尊叫走了，我还没尽兴呢，真是气人。”柳如月闻言，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我还当是他把你赶回来了，原来是这般缘由。你忘了他去朔天峰是为了什么？”周若娇心中一动，接口道：“自然是为了乔隐云。”柳如月温和一笑：“这不就结了？你总霸占着他，他如何去接近乔隐云？你们该给他些空闲才是。”周若娇皱了皱鼻子：“可我就是觉得时间太短，还没舒服够呢。”柳如月道：“往后日子还长，难道他还能将你拒之门外不成？那好吧。”周若娇无奈地低下头。在乔隐云房间内，陈峰脚步轻缓地走了进来，他身姿挺拔，面容带着几分恭敬，朝着乔隐云微微拱手，声音清朗却又不失敬重地问道：“不知师尊唤弟子前来，可是有何要事吩咐？”乔隐云正半倚在柔软的榻上，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在肩头，火红的衣袍清敞，露出精致的锁骨，领口下的事业线若隐若现。他轻轻了一声，他微微抬眸，目光落在陈峰身上，说道：“也无其他特别之事，只是想让你再为为师推拿一番，舒缓这筋骨。”陈峰听到这话，眼睛瞬间一亮，他心中暗自思忖，看来这乔隐云经过上次的推拿，已然对这手法有些依赖了，那自己是不是可以借此机会再进一步拉近与他之间的关系呢？想到这，他的心里如同有一团火焰在燃烧，激动之情难以抑制。他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开始幻想起来，幻想着乔隐云那软软的胸脯在自己掌下微微颤动，还有那挺翘的柔臀任自己肆意抚摸蹂躏的场景，一时间竟有些失神。怎么，你不乐意？乔隐云见陈峰站在那里，久久不说话，秀眉微微蹙起，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陈峰瞬间从那旖旎的幻想里回过神来，他心中一惊，赶忙收敛心神，恭敬地说道：“弟子岂会不乐意？能为师尊效劳是弟子的荣幸，弟子这就为师尊推拿，还请师尊躺好。”说罢，他微微侧身，伸手示意乔隐云躺下。陈峰看着乔隐云缓缓躺下，那鼓鼓的胸脯随着他的动作轻轻起伏，勾勒出一道优美动人的曲线。他心中暗叹，幻想终究只是幻想，现实与幻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毕竟自己与乔隐云相识的时日尚短，这次推拿也不过是第2次而已，自己还是的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若是惹得他恼怒，那自己以后可就真的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想到这里，陈峰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次要把握好分寸，既让他舒服，又不能让他起疑，还要触碰到之前没有触碰的位置。陈峰的目光不经意掠过乔隐云微微起伏的身前，随即敛下眼帘，专注地调整着呼吸。房中静谧，唯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更衬得这一方天地清幽宁静。日光透过窗棂洒落，在地面投下浅浅的光影，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灵芝清香。他的手缓缓落下，隔着衣料轻轻按在他胸肋之间，指尖似有若无的游走，细细感受着灵力在他经脉中的流转。那手法轻柔而精准，仿佛在描摹着他体内灵气的轨迹，每一分力道都恰到好处。当灵力缓缓渗入时，乔隐云微微眯起眼睛，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喉间溢出一声极轻的叹息，那声音若有若无，却在这静谧的房中格外清晰。陈峰的力道恰到好处，不轻不重，每一分力都透着对灵力运转的精准把控。他的手指顺着他的身体缓缓下移，仔细感受着衣料下那温软的起伏，灵力如同细丝般从指尖溢出，渗入他周身穴位，沿着经脉缓缓游走。当推拿到小腹时，他的手在那处微微停顿，那里是气海所在，乃是修炼之人存储灵力的重要窍穴，亦是周身灵气的根基。陈峰能感受到掌心下那温热的肌肤深处，灵力正缓缓流转，如同溪流般绵长不绝，透着千年修行积攒的浑厚底蕴。他眼中闪过一丝迟疑，此处穴位敏感，若是继续深入推拿，疏通经脉的效果自然更好，但毕竟位置特殊，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误会。思忖片刻，他轻轻叹了一声，手掌转向，落在他的腿侧，手指轻轻一颤，似不经意间拂过一处穴位，又迅速移开，继续专注地推拿着他腿上的经络。他的动作依然沉稳，只是呼吸比方才急促了几分，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显然在极力收敛心神。乔隐云的身子微微一颤，他睁开眼睛，便看到陈峰一脸正色，专注地为他舒缓筋骨，额头沁着细汗，目光沉稳如水，仿佛刚才那一瞬的触碰只是推拿中不可避免的接触。他心里暗自思忖，或许他不是故意的，毕竟是在运转灵力推拿穴位，难免会有不经意的触碰罢了，随他吧。这般想着，他微微闭上眼睛，继续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今日修炼确实有些乏累，连日的闭关让他周身经脉略显滞涩，这般推拿让他的身体格外放松，灵力运转也比往日顺畅了许多，仿佛堵塞的河道被清泉冲开，灵力奔涌间带着久违的畅快。随着时间的缓缓推移，陈峰的双手已然顺着他线条优美的小腿，一路推拿到了精致的脚踝处。他的手法纯熟，每一处穴位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指尖凌厉的吞吐间，将他足少阳胆经上的几处淤塞尽数化开。乔隐云只觉一股温热自足底升起，
沿着腿侧缓缓上行，所过之处如春风拂过冰面，将积年累月修炼中留下的细微暗伤一一抚平。他周身舒畅，仿佛沐浴在暖阳之中，连呼吸都变得绵长而深沉。片刻之后，陈峰微微抬眼，只见他身姿慵懒，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呼吸也比方才急促了几分。那是灵力在体内加速运转的正常反应。他心中明了，却也不点破。陈峰微微停顿，轻轻抬起他的脚踝，缓缓分开些许，自己则跪在他身前，微微俯身，指尖按在他足底的涌泉穴上，缓缓注入灵力。这一穴位乃是肾经之首，与全身气血相通，灵力自此而入，最能温养经脉。怎么停了？继续。乔隐云呼吸微蹙，轻声问道。他感觉体内的灵力正在欢快地奔涌，仿佛突破了某个小小的瓶颈，经脉中的淤塞正在一点一点化开。这种感觉让他不愿停下，只想沉浸在这难得的舒畅之中。师尊，想不想再进一步放松？陈峰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声音中透着一丝谨慎，手指仍停留在他足底，灵力的输送不曾中断。如何进一步？乔隐云没有睁开眼，方才的推拿让他整个人都沉浸在惬意舒适的感觉中，思维也变得有些慵懒，声音里带着几分迷蒙的软意。陈峰俯下身，凑近他耳边，声音轻柔而恭敬：“师尊，人的身上有一处膻中穴，乃是连接经脉的重要穴位，位于胸前。若是推拿此处，对疏通周身经脉、加速灵力运转大有裨益，可令灵气运行更为顺畅。只是此处穴位特殊，弟子不敢擅专。”他说的极为郑重，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修炼上的常识。膻中穴确实是修炼中的重要穴位，连接着全身气机，这一点他并未说谎。只是这穴位位置特殊，寻常师徒之间若无必要，轻易不会提及。你随意。乔隐云仍然闭着眼，几乎没有犹豫便应允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慵懒，仿佛只是应允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许是因为推拿的舒适让他彻底放松了警惕，又或许是对陈峰有着某种莫名的信任。在他看来，陈峰方才的表现一直中规中矩，手法纯熟，力道精准，处处透着对师长的恭敬，想来不会有何逾越之举。陈峰心头微微一跳，他没想到乔隐云竟如此轻易就同意了。看来方才的推拿确实让他极为放松，连带着防备之心也放下了不少。不过既然他应允，那便无需再像之前那般束手束脚。他的手缓缓落下，隔着衣料触碰到那温润饱满的弧度，那触感轻柔，却让他的心微微一荡。但他很快收敛心神，专注地运转灵力，不敢有丝毫分心。灵力从指尖缓缓溢出，渗入他的肌肤，精准地刺入膻中穴所在。这个穴位确实如他所言，对疏通经脉极为重要，灵力自此而入，可通达四肢百骸。只是位置特殊，寻常弟子根本不敢提及，更遑论触碰。乔隐云的呼吸变得愈发急促，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温热的灵力正从胸前涌入，如同暖流般瞬间扩散至全身，将他体内积攒多年的细微滞涩一一冲开。那感觉奇妙而舒畅，让他几乎忘了其他。他的身子微微一弓，随即又缓缓落下，像是被那温热的灵力托起，又轻轻放下。他能感受到体内的灵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经脉中的灵力奔涌如江河，带起一阵阵温热的气流。他的呼吸愈发急促，脸颊上的红晕越来越深，连脖梗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晚风从窗棂间穿过，拂动着他散落的发丝，却吹不散满室的暖意。终于，一声清浅而绵长的叹息从他唇间溢出，他的身子彻底放松下来，软软地瘫在榻上，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静谧之中，唯有他那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以及窗外渐渐响起的虫鸣，交织成一曲安然的挽歌。陈峰端坐一旁，目光不经意扫过他微微起伏的身躯，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将视线移开，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默默调息。此次推拿于他而言，进步不可谓不大，只是不知下次是否能有契机再进一步。休息片刻，乔隐云的喘息渐渐平复，体力也恢复了些许。想起方才情动之际，竟应允他触碰那里，过程中甚至生出想被他拥在怀中，人其施为的念头，他便觉脸颊发烫。乔隐云暗自懊恼：你呀你，他可是你的弟子，怎能有这般心思？再说陈峰身边本就仙子环绕，又怎会对自己这活了千年的老女人动心？可话虽如此，方才那舒适之感却真实存在，他竟也隐隐有些贪恋这份滋味了。师尊还有其他吩咐吗？陈峰望着他阴晴不定的神色，好奇问道。乔隐云回过神，坐起身看向他：陈峰，你可愿告诉为师，与你一同修行的女子有几位？陈峰微微一怔，心中暗忖，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也想加入？想到此处，他不禁有些激动，连忙回道：一共5位，祝天风的苏九丽、温清雨，还有周若娇、齐月瑶，对了，还有柳如月。柳如月？乔隐云猛地睁大美眸，满脸不可思议，他竟然也与你？他实在难以想象，向来清冷自持，碧蓝色如碧蛇蝎的柳如月，身为一峰之主、宗门长老，竟也与陈峰一同修行。连柳如月都这般了，那自己不行。若被旁人知晓自己与弟子有染，不知会招来多少非议。此事还是暂且搁置吧。
他好奇追问：“你可愿告诉为师，是如何与柳如月一同修行的？”陈峰微微一笑，将柳如月中了阴阳魔宗奇毒，自己为其解毒的经过娓娓道来。乔隐云听闻，脸上当即泛起怒容，阴阳魔宗当真可恨，竟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说罢，他神色又缓和下来，看向陈峰：“幸好有你，否则柳如月怕是真要遭此劫难了。”陈峰笑了笑：“师尊过誉了，若不是为他解毒，弟子也不知自身竟有这般体质，说来也算是因祸得福。”忽然，乔隐云神色一亮，急忙问道：“那日为师见祝天峰有5条龙影腾空，为何昨日却只有1条？其余4条何在？”陈峰解释道：“其实那日是他们4位祝弟子突破祝机期，才引动了龙影。弟子是那条黑白相间的龙影，他们则是环绕在侧的4条。”乔隐云急忙追问：“你是说，除了你，他们也能御使龙影神通？”“正是。”陈峰点头。但凡与弟子一同修行过的女子，都会习得这神通。不仅如此，无论何人遭遇不测，皆能即刻回到弟子身边，重获生机。还有瞬移之能，无论相隔多远，都能瞬间来到弟子身旁。想必师尊先前也见过了。哦，竟有这等事！乔隐云心中大为震动。瞬移之能已是绝佳的脱身手段，更遑论死而复生，这般神通当真是闻所未闻。他望着陈峰的目光，不禁多了几分探究与异样。此刻乔隐云才恍然，自己这位记名弟子竟是这般难得的珍宝，既能让人死而复生，又能同修共进，提升修为。这般想来，自己是不是该放下那点矜持，也加入他们之中？什么宗门规矩，什么世人眼光，若真有了这般能力，在这九州大陆行走，岂不是能随心所欲，再无顾忌？乔隐云犹豫片刻，终究还是迈不过心里那道坎，轻叹一声道：“今日你且先回去，往后白日里你做什么为师不管，但到了晚间，你须得来为师这里，明白吗？”“弟子明白。”陈峰恭敬拱手，心中暗喜，往后每日晚间都能来为他推拿，今日进展已然不小，想来用不了多久，他自会自己脱光。行了，你今日也累了，回去吧，为师要进修了。乔隐云摆了摆手：“那弟子告退。”乔隐云望着陈峰离去的背影，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方才他为自己推拿小腹下的情景。他下意识地将手附在小腹下，双腿微微并拢，喉咙间溢出一丝轻盈，顿时又羞得脸颊绯红。原来是这般感觉。他暗自思忖，若与他一同修行，滋味定然更甚，难怪温清羽他们会如此投入。这般想着，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收摄心神，盘膝坐好，试图沉入修炼。可心头那丝异样的涟漪却久久未能平息。时光荏苒，1月光阴悄然逝去。这1月里，陈峰白日里与温清羽等人一同修行，晚间则到乔隐云处为他推拿。虽尚未触及最后一步，却已将他周身脉络推拿个遍。有时乔隐云甚至会主动凑近，让他在那处施为。陈峰看着乔隐云那惬意享受的脸庞，心中也曾动过念头，若此时解开他的衣袍，他或许不会动怒。但念头终究只是念头，乔隐云未曾主动提及，他便不敢妄动，只盼着他能自行松口。修为上，陈峰亦是精进迅猛，1月之内便从炼气2层突破至筑基9层，这般速度若是传扬出去，怕是要震动整个九州大陆。即便是极品灵根的修士，从炼气2层到筑基9层，至少也需1年光阴，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柳如月、温清羽等人相助。只是境界越高，进阶越是艰难，同修次数虽日渐增多，修为提升却愈发缓慢。陈峰心中暗自感叹，何时才能真正得乔隐云倾心，让他也加入同修之列呢？咚咚，2声悠扬的钟鸣自太虚宗主峰传来，穿透云雾，传遍各峰角落。陈峰的房间内，他好奇问道：“这2声钟鸣，应是召集真传弟子与长老吧？你身为真传弟子，要不要即刻过去？”他记得宗门规矩，1声钟鸣召长老，2声唤长老与真传弟子，3声则再加内门弟子。至于外门与杂役弟子，从未有过直接召集的先例，有事皆由执事逐层传达。先不管他，苏九力也听到了钟声，却正值关键处，纵然天他下来也顾不上。再片刻，我便过去。终于，房间内重归宁静。陈峰长长舒了口气，苏九力闭着眼，微微喘着气，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拿起衣物穿戴整齐。见陈峰依旧躺着不动，他疑惑问道：“你不过去吗？”陈峰自嘲一笑：“那是召集你们真传弟子，我一个记名弟子去了也是多余。可你终究是乔师伯的弟子。”苏九力秀眉微蹙，似有担忧：“无妨，若真需我去，师尊自会传话。”陈峰翻了个身，只想小憩片刻。方才一上午耗力不浅，好在身具修为，体力远胜凡人，换作寻常人，怕是早已瘫软不起。苏九力不再多言，身形一晃便消失在房中。他需前往主峰，动身时却先回了趟祝天峰，那里才是他的根基所在。苏九力刚走，陈峰的房门便被推开，他心里一惊，急忙抬眼，只见乔隐云款步而入。师尊，你怎么来了？陈峰一时发愣，竟忘了遮掩身形，就这般直接暴露在乔隐云面前。也难怪他失措，这位师尊可是头一遭踏入他的住处，仓促间反应难免迟滞。完事了？乔隐云似笑非笑地问道，目光在他身上一寸不漏的上下扫过，带着几分好奇。陈峰察觉到他的视线，
连忙拉过被子裹住身子，这才讪讪笑道：“完事了。”心中却暗自嘀咕：乔隐云不去主峰，反倒来了这里，莫非方才一直在留意这边动静？此刻过来又是何意？见已没得看，乔隐云收回目光，淡淡道：“走吧，随为师去天柱峰。弟子只是记名弟子，也需前往。”陈峰疑惑问道：“是宗主点名要你去的？理由是，你既是为师的弟子，便按真传弟子待遇算，那便是真传弟子了。”乔隐云解释道：“那好吧，弟子随师尊同去便是。”陈峰说着便要起身穿衣，抬眼却见乔隐云仍在房内，未有离去之意，便提醒道：“师尊，弟子要穿衣服了。”乔隐云目光落在他身上，口中应道：“哦，为师不看便是。”陈峰哭笑不得，没料到乔隐云还有这般模样，方才他早已将自己看遍，难道还未满足？他心头一动，小心翼翼问道：“那师尊帮弟子穿一下？若他真肯动手，便说明已全然接纳自己，往后行事也能更随心些。”只见乔隐云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应道：“好，为师帮你。”说罢便走向衣物，拿起衣衫，猛地掀开他身上的被子：“起来吧，你都将为师摸遍了，让为师看一眼也不算过分。”陈峰一阵激动，他竟然真的愿意这么做，看来自己也需要主动了。陈峰心头一阵激荡，他竟真的愿意这般做，看来自己也该主动些了。他起身站直，乔隐云动作轻柔，缓缓将衣袍披在他身上，又细细为他整理好衣襟。见一切妥帖，他抬眸望进他眼中，浅浅一笑：“好了，随为师走吧。”师尊。就在乔隐云转身的刹那，陈峰忽然唤住他。方才不知是不是他有意触碰，此刻他只绝口干舌燥，心湖翻涌。乔隐云转过身，疑惑问道：“何事？”话音未落，陈峰突然伸手将他猛地揽入怀中，随即迅速低下头吻上了他的唇。乔隐云冷不防被陈峰忽然吻住嘴，那一瞬间他眼睛瞬间睁得大大的，满是不敢置信。紧接着他便感受到口中有一片柔软之物长驱直入，肆意探寻。与此同时，陈峰急促的鼻息如炽热的风喷洒在他的脸颊上，带着难以抑制的渴望，而那双在他后背肆意摸索的双手更是火热且急切，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乔隐云顿时感觉双腿有些发软，呼吸也开始不由自主的加快，胸口剧烈的起伏着。忽然，陈峰腰身猛地一转，两人同时失去了平衡，向着那柔软的床榻倒去。倒下后，陈峰的手急切地向着他的腰间探去，手指轻轻勾住他腰间的系带，随着他手指轻轻一拉，那系带瞬间散开，露出了他里面那洁白如雪的里衣。乔隐云察觉到陈峰的动机，猛然从那迷离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他扭过头去，迅速离开他的唇，双手紧紧握住他那急切的手，试图阻止他进一步的动作。陈峰感觉自己的手被乔隐云握住，那柔软却又坚定的力量让他微微一怔，他声音嘶哑说道：“师尊，我想。”乔隐云娇喘着，脸颊绯红，看着陈峰的眼睛，那眼神中既有深情又有理智，说道：“陈峰，不行，现在不行，宗主他们还在主峰等着咱们呢。此事事关重大，咱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误了正事。等此事后，为师，我将一切都给你。”陈峰心里一荡，仿佛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看着乔隐云那坚定的眼神，心中虽然充满了不舍和渴望，但还是点了点头，说道：“师尊说的可是真的？等回来咱们就开始做。”乔隐云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说道：“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我的身子不也被你摸了个遍？我已经考虑好了，等咱们从主峰回来，一切都听你的。好，听师尊的。”陈峰说着，从乔隐云的身上缓缓下来，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凌乱的衣袍。乔隐云站起身来，重新将腰间那散开的系带系好，对着陈峰温柔一笑，说道：“走吧，恐怕现在他们都已经等急了，咱们可不能让宗主他们久等。”说着，他率先朝着门外走去，陈峰紧跟其后，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乔隐云带着陈峰步入主殿时，殿内已然聚了数十人。陈峰是头一遭参与这般场合，殿中多数面孔都很陌生，除了端坐主位的宗主谢清雅以及祝天峰那处的柳如月、苏九离师徒5人，其余皆是不识。陈峰注意到苏九离的俏脸上带着未褪尽的潮红，在温清羽几人之中显得格外惹眼。宗主师兄，宗主师伯。乔隐云与陈峰同时拱手行礼。你们总算到了。谢清雅微微颔首，那便开始吧。陈峰被乔隐云引至一旁站定，左边是温清羽，右边是乔隐云。温清羽见他站到身侧，眼帘微眯，不动声色地挪了挪脚步，向着他靠得近了些，指尖轻轻勾住他的手指。陈峰转头望去，却见他一脸正色望着谢清雅，仿佛方才勾住自己手指的并非他一般。此次召集诸位，是有要事相商。宗主谢清雅身着玄色长袍，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声音沉稳威严：“日前，本座收到太清宗宗主云惊鸿的传信，言及阴阳魔宗近来愈发猖獗，竟做出屠戮村庄的恶行，残杀村民数千，掳走少男少女数十人，行径之残暴，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说到此处，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波澜，继续道：“因此，云惊鸿有意联合我太虚宗与太仓宗，一同清剿潜伏在青州境内的阴阳魔宗分堂。本座也想着，
借此机会让宗门的真传弟子下山历练一番。诸位有何见解，尽可直言。哼，那阴阳魔宗修炼魔功，残暴嗜杀，本就是人人的耳诛之的邪祟，早该将其连根铲除。黑老九愤愤开口，话锋一转，可那些魔头藏匿极深，咱们又该如何将他们揪出来？正是，师兄。绝天峰峰主陆渊接话道，魔宗之人最善隐匿，若真那般容易寻到，又怎会让他们潜伏至今？谢清崖沉吟片刻，缓缓道，那些魔头确实狡猾，只是他们素来偏好对散修下手，弟子们可三五成组，换上便服，自咱们太虚宗境内开始向外探查，遇魔宗魔头即刻斩杀，若发现异常之地，也需仔细探查。柳如月柳眉微蹙，师兄，再过2月便是真传弟子排名大比，若迟迟寻不到魔宗分堂，岂非要耽误了大比？乔隐云接口道，依我之见，不如以2月为限，无论能否找到分堂，都需返回宗门，待大比结束后再继续探查不迟。谢清崖微微颔首，便依乔师妹所言，以2月为限。说罢，他看向陈峰，陈峰，你既已是乔师妹的记名弟子，此次历练也需一同前往，记住，此行重在历练，切勿莽撞。话音落，他还意有所指的瞥了黑老九一眼，眼神中带着明显的警告。宗门就这一位身怀玉龙神通的弟子，绝不能让他折在外面，万一那等传承落入旁人之手，他怕是要追悔莫及。而黑老九却垂下眼帘，遮住眼底的阴鸷，察觉到谢清崖的目光，陈峰连忙松开温清羽的小手，心中一动，拱手道，弟子明白。谢清崖微微颔首，再度对众人开口，事不宜迟，诸位弟子即刻动身，本座在此静候诸位凯旋。是，宗主。众人齐声应道，拱手领命。众人纷纷领命离去。殿外已有人开始御剑腾空。陈峰一愣，即刻出发。他转头看向身侧的乔隐云，心中满是不舍。他方才答应自己，等回来就彻底将身心交给自己，而自己却这就要下山，可在归来已是2月之后了。乔隐云察觉到他的目光，自然明白那份不甘，便投去一个安抚的眼神，似在示意他安心离去，待他归来自己再托付。陈峰走出大殿时，柳如月、苏九离等人已在殿外等候。温清羽快步迎上，兴冲冲地说道，陈峰，总算能和你一同下山了，到了山下，咱们就能在任何地方坐了。陈峰抬手摸了摸温清羽的头顶，笑道，放心，你说在哪边在哪，便是与妖兽搏杀时，只要你想，我随都可以。真的？温清羽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与妖兽搏斗时也可以，那可太有意思了，下次我定要试试。柳如月翻了个白眼，嗔怪道，行了，我不管你们在哪自在，只要能平安回来就好。没事的，师尊。温清羽挽住柳如月的胳膊，娇笑道，若真遇着敌不过的对手，大不了瞬移回来便是，反正师尊您在宗门里呢。陈琴在一旁听着，脸色微微一暗，他们都能瞬移回到师尊身边，自己呢，尚未与陈峰同修，遇着强敌只能奔逃，可万一逃不掉，他转头看向陈峰，心中暗自思忖，要不自己也加入他们，与他一同修行，反正师尊、大师姐和七师妹都已如此，自己若不加入，反倒像个外人。念及此，他眼中多了几分坚定，暗下决心，这次定要寻个与陈峰单独相处的机会。不远处的乔隐云亦是这般心思，他站在一旁看着陈峰与柳如月几人谈笑风生，自己却插不上话，恍若局外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接纳陈峰，没曾想他竟要外出历练，罢了，且等他回来再说吧。乔隐云轻轻叹了口气，目光落在陈峰身上，带着几分怅然。苏九离神色肃然，对着柳如月深深一拱手，语气恭敬，师尊放心，弟子此行定会谨守本分，不负所托，您多保重，我等先行告退。师尊保重。温清羽亦紧随其后，敛了平日的娇俏，认真拱手行礼，眼底带着几分对历练的期待与对师长的不舍。陈峰转头看向立在一旁，眉宇间凝着怅然的乔隐云，唇边漾开一抹温和的笑意，语气轻快却藏着笃定，师尊，弟子这便出发了，你在朔天峰安心等候便是，定会如期归来，你也多保重。乔隐云望着他年轻而坚定的面庞，轻轻叹了口气，挥了挥手，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去吧，朔天峰的山门永远为你们敞开。陈峰正欲施展御风术，腰间忽然一紧，一股柔软的力道将他带得一个趔趄。温清羽笑嘻嘻的声音在耳畔响起，龙主，你还没学会御剑吧？我带你飞。话音未落，不等他回应，他已照出飞剑，足尖一点便带着他腾空而起，向着远处疾驰而去。陈峰等人离去后不久，柳如月与乔隐云也各自转身返回了自己的山峰。然而就在他们的身影消失后，主峰大殿的阴影处悄然走出4人，3男1女，为首者正是黑老九。他先是瞥了一眼柳如月与乔隐云离去的方向，随即目光投向陈峰等人消失的天际，眼中闪过一丝阴鸷，而后转头看向身后的弟子，沉声道，为师方才的吩咐你们都记牢了。师尊放心，弟子已牢记在心，此次定能夺得那神通，双手奉上。这弟子额头上有一颗黑痣，眼神阴冷。黑老九缓点头，声音冷得像淬了冰，去吧，记住得手之后务必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那3人齐应了声是，身形一晃便融入了殿外的光影之中，朝着陈峰等人离去的方向前行而去。
高空之中，温清雨一手搭在陈峰腰间，一手落在小腹下，手指颤动，笑着问道：“大师姐，咱们先往何处去？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总得先找个地方转转。”苏九丽踏剑飞在最前，闻言回头道：“不如先去灵叶城，齐月瑶的家就在那里。我曾听他说起，齐家正是被阴阳魔宗所灭，咱们先去那里看看，或许能寻到些线索。”陈峰点头应道：“便先去灵叶城，若真能遇上阴阳魔宗的人，顺便为齐月瑶报了家仇，也算了结与齐家先人的一段因果，报了阴阳生龙经的大恩。”温清雨拉过陈峰的手，按在自己小腹，轻轻用力，说道：“说的是，若没有齐月瑶那枚玉佩，我们也无缘得此机缘。习得这般神通，是该为齐家了却这段仇怨。”陈峰从身后将他轻轻环住，凑近他耳边低语：“御剑飞行时也这般不安分，这般下去，你还能稳住剑势吗？”未多久，飞剑就向着山下坠落。七师妹落在最后的陈情见状，急忙惊呼。温清雨猛地回神，连忙凝神运转灵力，稳住飞剑。他轻喘着拍了拍胸口，心有余悸道：“好险，险些就出了岔子。”说罢，他抬眼看向陈峰，唇边漾开一抹笑意。不过这般感觉岛屿在筑天峰时不同，别有一番滋味。陈峰本已做好准备，待落地前施展御风术，见他及时稳住身形，便笑着问道：“还要继续吗？我怕你待会儿连御剑的力气都没了。”温清雨扬了扬下巴，语气带着几分执拗：“继续，自然要继续，换你带我吧，我这会是真没法再御剑了。那便依你。”陈峰施展开御风术，温清雨收了飞剑，整个人温软的身躯便贴了上来。他双眼微眯，带着几分迷离道：“现在能继续了，你且抱着我，一直到灵叶城才好。”陈峰唇边泛起一丝狡黠笑意，凑近他耳边低语：“放心，保管让你到了地方，连站着的力气都剩不下。”跟在后面的陈情见状，俏脸泛起红晕，实在没料到七师妹竟如此大胆，在这高空之中也这般放得开。他悄悄移开目光，加快些速度，与前面二人拉开些许距离，眼观鼻鼻关心，只当未曾看见。不多时，陈峰几人便到了灵叶城外。落地时，温清雨已绵软的连站立的力气都没了。陈峰抽回手，带着几分的意道：“如何？这结果还满意？”温清雨脸色绯红，眯着眼，呼吸仍带急促：“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陈峰闻言一愣，看了看周围往来进城的行人，面露难色：“在这里不妥，怕是要被人看见。”温清雨又道：“爸，那就进城寻家客栈。”苏九丽瞧着温清雨的模样，也知他此刻难以自持，犹豫片刻道：“那便先找家客栈休整片刻吧。”苏妹在一旁悠悠开口：“你们这一路也太不收敛，可是你师姐我尚未有道侣，这般情形倒让我也动了些心思。”方才一路行来，他虽飞在前方，温清雨的娇吟却一丝不落地飘进耳中，听得他心头发痒，暗自泛起些异样的波澜。几人不再多言，陈峰半扶半抱着温清雨，一同往城内走去。城门处人流往来，不时有人投来好奇目光。温清雨将脸埋在陈峰肩头，更显羞怯。沿街而行，陈情的目光在两侧的摊位与人群中流连。街道上热闹非凡，叫卖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喧嚣的市井乐章。丹药摊前，五颜六色的瓷瓶整齐排列，摊主正唾沫横飞地向路人夸耀自家灵丹的奇效。法器与灵器摊位更是人头攒动，刀剑闪烁着幽幽寒光，铜镜流转着淡淡灵韵，不时有行人驻足把玩，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不远处，灵酒摊飘来阵阵醇香，几个修士围坐一桌，举杯畅饮，谈笑风生。陈情看得目不暇接，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若有所思道：“有些奇怪，这灵叶城离咱们宗门并不算远，阴阳魔宗怎敢在太虚宗眼皮子底下动手，灭了齐家满门？”苏妹闻言，语气更添几分怒意，这才更显他们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竟敢在太虚宗的地界上动手，分明是没将咱们放在眼里。苏九丽停下脚步，等陈峰带着温清雨跟上，才问道：“先前听齐月瑶说，你们曾遇见过阴阳魔宗的人？”陈峰点头应道：“是，当时齐月瑶正被他们追杀，向我呼救。”苏九丽再问：“那你可有见那些人身上带魔气？便是那种黑色的雾气？”陈峰凝神回想片刻，摇了摇头：“未曾见，当时他们并未出手，我也没察觉到有魔气外泄。”“没有魔气？”苏九丽黛眉微蹙，眼中浮起疑惑：“难道那些人并非阴阳魔宗的？”“不好说。”陈峰摇头：“他们自称为阴阳魔宗，或许是借着这名号行事，实则另有所图。”陈情眉头紧锁，问道：“若真与阴阳魔宗无关，咱们还要在灵叶城探查下去吗？”苏九丽沉吟道：“无论如何，先去齐家旧址看看，若能寻到魔气残留，便知是魔宗所为；若没有，再另做打算。”几人对视一眼，皆是点头。眼下线索不明，唯有亲去探查一番，才能辨明究竟。到了，苏九丽在一家挂着灵叶客栈牌匾的店门前停下脚步。陈峰扶着仍有些气息不稳的温清雨，与陈情、苏妹一同走了进去。刚踏入店门，一个穿着短褂、系着围裙的小二便快步迎了上来，弓着腰，满脸堆笑：“几位客官，是要住店歇脚吗？”苏九丽目光在陈情与苏妹身上一扫，对小二说道：“开2间房。”“好嘞。”2间上房，一间20下品灵石，总共40下品灵石。小二麻利的应着，
苏九丽从储物袋中取出40枚下品灵石递过去，小二接过灵石揣进怀里，嘿嘿一笑：“几位客官，随我来，楼上清静。”说罢便转身引路，踩着木质楼梯噔噔作响的往上走去。房间开好，陈峰扶着温清雨进了内室，苏九丽、苏妹与陈晴则去了另一间房。陈峰将温清雨轻放在床榻上，伸手缓缓解开她的衣系带。不多时，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段便显现在眼前。隔壁房间里，苏九丽几人坐在床榻上。苏妹开口道：“阿师姐，眼下无事可做，七师妹那边不知要到何时，不如咱们先去其家旧址探查一番。”苏九丽略作迟疑，她本想等温清雨这边事了，自己再寻机会与陈峰相处。若是此刻去了其家，探查起来耗时难定，怕是会耽搁。她抬眼望了望窗外，此时正值午后，日头尚高，便说道：“不如等入夜再去。白日里人多眼杂，行事容易惊动旁人，打草惊蛇反倒不好。”苏妹闻言点头，却是这般道理。白日行事却易打草惊蛇，只是，难道咱们就这般坐着等？陈晴瞥了苏妹一眼，带着几分打趣道：“不然还能如何？莫非你也想去陈峰那房里凑个热闹？”苏妹俏脸一红，清脆一声：“谁要去凑那热闹？”说罢便扭过头去，不再理会陈晴，只是心头却如肋骨般砰砰直跳。一个时辰后，温清雨终于推开房门走了进来。温清雨摆了摆手，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别提了，后半场都是我主动，疯得厉害，扭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陈晴见他答非所问，不禁觉得好笑，想来他还沉浸在方才的感受中，便开口道：“许是这客栈不有隔音的阵法吧？”“这般我便放心了。”苏九丽说着，便起身向着门外走去。苏九丽走后，陈晴望着仍瘫在那里的温清雨，只见他发丝微乱，脸颊泛着淡淡的粉晕，一副慵懒无力的模样。陈晴悄悄挪近了些，压低声音问道：“真有那么舒服？”温清雨依旧闭着眼，嘴角还带着一丝未散的惬意。闻言轻轻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几分慵懒的喟叹：“自然是舒服的，不然你当师妹，我为何那般投入？”说罢，他才缓缓掀开眼帘，眸光流转间带着几分狡黠，看向陈晴：“三师姐，你当真不去试试？等会儿大师姐出来了，若她开口让你去，你可别推脱啊！”陈晴小脸瞬间长得通红，剜了温清雨一眼，轻声道：“等大师姐出来再说吧。”他心里却如肋骨般跳个不停，指尖都能感受到那急促的搏动，既有隐隐的期待，又藏着几分纠结。若待会儿大师姐回来，真要让自己过去，却还是不去。他在床榻上坐立难安，手指紧紧攥着裙摆，那裙摆上的绣花被他揉得皱巴巴的，他却浑然不觉。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灵芝清香。本是安宁的午后，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苏妹见他这副模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三师姐，瞧你这架势，倒像是要上刑场一般，不就是与他同修吗？”他凑近陈晴身边，压低声音道：“我听人说，咱们女子只需静心配合便好，其余的交由男子便是。等会儿你莫要紧张，只管放松便是，别的不必多思。”陈晴听他这么一说，紧绷的心弦稍稍松缓了些，抬眼问道：“四师妹，你不去吗？与他同修，益处想必不少。”我苏妹轻嗤一声，语气带着几分不屑：“我苏妹修行，何时需靠他人？再说他陈峰身边也有这许多人，我便不去凑那份热闹了。”话虽如此，他心里却也暗自打鼓。七师妹温清雨自与陈峰同修后，修为1日千里，短短10日已至金丹7层，照这速度，过不了多久，怕是就能追上自己。自己本排行第4，届时被他反超，岂非要惹人笑话？可一想到要与男子那般亲近，又浑身不自在，心头那点动摇便又压了下去。又是一个时辰过去，日光已渐渐西斜，将窗棂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苏九离脚步虚浮地走了进来，他与温清雨先前模样相仿，一到床边便躺了下去，呼吸仍带急促，俏脸上潮红未退，神色间带着几分慵懒，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酣畅淋漓的修炼。见苏九离回来，陈晴的心又提了起来，指尖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自己当真要去吗？温清雨此时已恢复了力气，爬起身凑到苏九离身边，眼中带着狡黠笑意，问道：“大师姐，方才是你主动，还是他主动呀？”苏九离缓缓睁开眼，眸光上有些恍惚，轻声道：“此事何须我主动？”温清雨闻言，掩嘴轻笑起来。这么说来，这回龙主怕是累得不轻了。苏九离没再接话，只是轻轻合上眼，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似在平复着体内尚未完全安定的气息。他乌黑的长发散落在枕上，衬得那张清冷的面容愈发白皙，此刻却泛着淡淡的粉色，像是冰雪初融的春日。温清雨见苏九离又闭上眼，便转过身看向陈晴，脸上挂着促狭的笑：“三师姐，轮到你了。这会儿他房里可没旁人，我还没打定主意。”陈晴一听，脸颊瞬间长得通红，紧张的指尖都在发颤，连声音都有些发虚。温清雨见他仍在原地犹豫，索性走上前拉住他的手往门外推去，嘴里还念叨着：“哎呀，三师姐你素日里向来爽快，今日怎这般磨磨蹭蹭？快去快去，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话音未落，他已将陈晴推出门外，哐当一声合上了房门。温清雨背靠着门板，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
暗自思忖，这回若能成，我可是立了大功，到时候要求陈峰多陪我几日，他定然不会推辞。他心情大好，转身对苏妹挑了挑眉，一副邀功的模样。门外，陈晴站在廊下，望着对面紧闭的房门，心跳得愈发急促，手心都沁出了薄汗。廊下的清风拂过，吹动他额前的碎发，却吹不散心头的燥热。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如此反复数次，犹豫片刻，终是咬了咬牙，抬手轻轻扣响了门扉。房内，陈峰正闭目休息，方才与苏九丽一同修行，着实耗了他不少力气。他一反平日的清冷，修行时极为投入，两人灵力交融，十分顺畅。几番配合下来，连他都有些吃不消。他实在未曾想过，那位素来端庄的大师姐，竟也有如此热忱的一面。此刻他丹田内的灵力充盈饱满，比之前又浑厚了几分，隐隐有突破的迹象。正调息间，咚咚咚的叩门声忽然响起，打破了室内的宁静。陈峰睁开眼，略一沉吟，现在敲门的会是谁呢？扬声道：“你来吧。”房门被轻轻推开，陈晴低着头走了进来，脸颊红得像染上了晚霞，眉宇间带着难以掩饰的娇羞。她的手指紧紧攥着袖口，指节都因用力而微微泛白，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响，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人。陈峰见她这模样，唇边微微扬起一抹笑意，心中了然。陈晴缓缓挪动脚步，目光垂落，只敢盯着自己的脚尖，声音细若文瑞，带着几分犹豫：“陈峰，我想跟你。”师姐是想与我同修？陈峰直接点名，语气平和，目光温和地望着他。陈晴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耳根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更显羞涩。她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平日里那个风风火火、敢做敢当的三师姐，此刻却像个初涉世事的小姑娘。既如此，便请师姐到这边来。陈峰抬手指了指床边，声音里带着几分安抚的意味。陈晴依言迈开小碎步，一步步挪到床边坐下，依旧低着头，眼帘垂得极低，那副模样羞怯得如同出嫁的小媳妇。她坐在床沿，身子绷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尖还在微微发颤。陈峰看在眼里，暗自失笑。想当初柳如月中毒时，他可是一把将自己推进房内，性子急得像团火，怎地到了自己身上，反倒这般扭捏起来。他心中觉得有趣，却也不点破，只是耐心地等着他放松下来。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日光透过窗棂洒在两人身上，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影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得缓慢。陈峰伸出手臂，轻轻揽住他的肩膀，指尖刚一触及，陈晴便猛地一颤，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整个身子都僵住了。他感觉到他的紧张，便放轻了力道，只是虚虚的揽着，并不用力。他抬手轻轻挑起他的下巴，让他抬起头来。陈晴的脸早已红透，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连脖梗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他的眼帘微合着，只敢盯着自己的鼻尖，不敢与他对视，呼吸却已渐渐急促，气息也乱了几分，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陈峰见他这模样，心里微微一叹，知道他还需要时间适应，他便放柔了声音，轻声说着安抚的话语，告诉他不必紧张，只需放松身心，感受灵力在体内的流转便是。陈晴听着他的话，紧绷的身子渐渐松缓下来，呼吸也慢慢平稳了。他依旧闭着眼，睫毛轻轻颤动，却不再像方才那般僵硬。陈峰察觉到他的变化，便轻轻握住他的手腕，引着他的手臂抬起，温声道：“这样便好，放松些。”指尖相触的瞬间，陈晴又是一颤，却也依着他的引导，将手臂轻轻搭在他肩上，只是那姿态仍带着几分僵硬，显露出内心的紧张。他的手指紧紧攥着他肩头的衣料，像是怕自己会掉下去一般。窗外日透渐渐西沉，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暖的橘色。微风从窗棂间穿过，浮动着纱帘，带来院中灵芝的淡淡清香。房间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而朦胧，将一切都笼罩在一片安宁之中。陈峰轻轻揽着她，感受着那份羞涩却渐渐柔软下来的回应。许久之后，他微微松开手，将她轻轻按倒在柔软的床榻之上。陈晴的身子微微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被某种难以言喻的期待所取代。陈晴依着苏妹方才的话，一直紧紧闭着眼，不敢去看眼前的一切，只是那微微颤动的睫毛出卖了他此刻内心的不平静。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光影。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变得缓慢。与此同时，隔壁房间里，温清雨与苏九丽几乎同时睁开眼，二人皆能清晰感知到那龙飞印记又添了一缕新的气息。温清雨眼睛一亮，低呼道：“成了，三师姐也成了龙飞。”苏九丽神色却有些复杂，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心中轻叹，师门师妹中又多了一位与陈峰缔结此缘的人。太虚宗筑天峰上，正在闭关修炼的柳如月一猛地睁眼，眉峰微蹙，他能辨出那新增印记的气息所属，暗自喟叹，莫非自己做下的弟子终究都要走上这条路？可这般因果，又岂是他能强行阻拦的？罢了，且由着他们去吧。周若娇与齐月瑶也同时感应到了变化。周若娇银牙紧咬，恨声道：“又多了一个，再这般下去，与他相处的时辰定然又少了，何时才能轮得到我？可恶！”齐月瑶则神色平静，并未多言。
他知晓这功法本就需女子相助，陈峰身边若只有寥寥数人，反倒不合常理。一个时辰后，天色已全然暗了下来，暮色从窗棂间漫进屋内，将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陈情伏在陈峰怀中，脸颊埋在他的胸膛，眉眼间满是安宁的柔色，先前的羞怯早已褪去，只剩下此刻的温顺与信赖。陈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温声道：“差不多了。先前听九里说，今夜要去齐家旧址探查，莫要误了时辰。”陈情轻应一声，小脸在他怀里蹭了蹭，带着几分慵懒道：“不要，我还乏着呢，不想动。既如此，今夜你便在此歇歇，我与他们同去便是。”陈峰提议道，见他确实有些倦怠，让他留下歇息也好。那好吧，你们务必当心。陈情点了点头，依依不舍地靠在他身侧，眼帘微合，似还带着几分未散的倦意。此番同修下来，陈峰修为已至筑基巅峰，他暗自思忖，想要突破至金丹期，怕是还需借助破壁丹，再得几位龙妃相助才行。待这次历练结束，定要让乔隐云为自己寻一枚破壁丹来。陈峰整理好衣衫，看了一眼仍在榻上休憩的陈情，身形一动，已然瞬移至隔壁房间。他刚一现身，温清雨便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来，挽住他的胳膊，带着几分邀功的娇柔道：“龙主，三师姐可是我劝来的，这下你该如何奖励我？”陈峰抬手轻抚他的秀发，笑道：“我说他今日怎会主动前来，原来是你在背后撺掇。”温清雨小嘴一撅，带着几分不乐意：“什么撺掇？我可是费了不少口舌才说动他的。”陈峰看着他撅起的小嘴，低头在他额上轻轻一吻，笑道：“哦，是我失言，辛苦你了。你说该如何奖励你才好？奖励吗？我也不要别的，只需你多陪我几日便好。”温清雨仰头望着他，眼中满是期待。“好，都听你的，你说几日便几日。”陈峰应道。温清雨重重点头，随即抬眼扫了一圈，面露疑惑：“三师姐呢？她怎么没来？”说着，他看向陈峰，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莫不是你把她累着了？她可是头一回，你就不能清闲？”苏九离与苏妹也一同望向陈峰，脸上亦浮起疑惑之色。陈峰无奈道：“什么累着了？她只是有些不适，今夜去齐家探查，咱们几个去便是。”温清雨这才松了口气，拍了拍胸口：“这还差不多，我还以为你没轻没重呢。”苏九离整理了一下衣袖，开口道：“既如此，咱们早些动身吧，夜里行事更要谨慎。”陈峰点头应下。客栈外夜色已深，月影星稀，正适合暗中行事。街巷间寂静无声，偶尔有夜风拂过，带起几片落叶，在青石地面上沙沙作响。温清雨依着齐月瑶所言，领着几人穿过几条人影稀疏的街道，终于来到一处府邸前。门楣上方，一块斑驳的牌匾上刻着“齐府”二字，在夜色中透着几分萧索。匾额上的金漆早已剥落大半，露出下面灰败的木色，边缘处还有几道深深的裂纹，像是被利器劈砍过的痕迹。两扇朱漆大门紧紧闭合，门环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显然许久未曾有人开启。整座宅院在沉沉夜色里显得格外荒凉，高墙内一片死寂，连虫鸣都听不见，仿佛连生气都被那场灾祸一并带走了。墙头的瓦片有些已经碎裂，露出下面黑黝黝的窟窿，像是一只只空洞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来客。这里便是齐府了，咱们进去瞧瞧。温清雨低声道。几人不再多言，各自施展身法，足尖轻点墙面，悄无声息地越过高墙，落入院中。院内的青石地面上散落着枯叶和碎石，显然许久无人打理。花圃中的灵植早已枯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夜风中瑟瑟发抖。脚刚沾地，陈峰便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丝若有似无的血腥气，虽已淡去不少，却仍能让人感受到不久前发生的屠戮。那气息混着尘土和腐败的味道，丝丝缕缕地钻入鼻中，令人心头微沉。四周的房屋门窗紧闭，在朦胧月色下，如同一张张沉默的巨口，透着古世人的阴冷。有的窗纸已经破损，露出里面黑洞洞的空间，看不清虚实。院中的回廊蜿蜒曲折，廊柱上的漆皮大片剥落，露出下面灰白的木质，在月光下泛着惨淡的光。大师姐，此处似乎并无魔气。苏妹收回神识，睁开眼，脸上带着几分疑惑。她方才将神识扩展到极限，把整个前院都仔细探查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魔气的痕迹。按常理说，若真是阴阳魔宗出手，断不可能毫无魔气泄露，可这里却干干净净，一丝邪祟之气也无。苏九力闻言，亦闭目凝神，将神识缓缓铺开，细细探查四周。他的神识比苏妹更为深厚，能够触及更深处的角落。片刻后，他睁开眼，眉头紧锁，的确没有魔气残留，这倒是奇了。难道当真与阴阳魔宗无关？是与不是，进去查探一番便知。陈峰说着，率先迈步向齐府深处走去。他的脚步很轻，踩在落叶上几乎没有声响，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的暗处。身后的几人也都收敛了气息，紧随其后，一行人很快便消失在那片幽深的院落之中。越往大院深处走，陈峰眉头皱得越紧。院中除了那若有似无的血腥气，便只剩大战后尚未散尽的灵力波动，半分魔气也无。这与齐月瑶所言相悖。一路行来，两侧屋子的门都未曾上锁。几人接连探查了数个房间，内里只有散落的桌椅、倾倒的器物，除此之外再无他物，仿佛被人刻意清理过一般。
温清羽秀眉微蹙，此处事发后定然被人仔细清理过。依我看，不如去城主府问一问，或许他们清理时能发现些线索。苏九力亦是眉头紧锁，此地情形确实反常。齐月瑶一口咬定是阴阳魔宗所为，可现场却无半分魔宗痕迹，实在蹊跷。说话间，陈峰已走到主宅堂屋门前，门未上锁，他轻轻一推，吱呀一声轻响，门轴转动，一股若有似无的腐臭味扑面而来。陈峰脸色微变，这气息莫非是魔气？苏九力三人闻声也走了进来，纷纷闭目凝神感应。片刻后，苏妹睁开眼，语气带着几分兴奋，这是魔气，虽极淡，却真实存在。温清羽环顾四周，说道：如此看来，此事终究与阴阳魔宗脱不了干系。只是为何外面毫无魔气，独这房间里有？依我看，这房间应当是齐月瑶父母的住处。陈峰走上前，指尖拂过布满灰尘的桌案，沉声道：看来这里才是事发的关键之地，魔气被人刻意掩盖，至于这一处未能彻底清除。齐府之外，3道身影隐在暗处，皆以黑巾蒙面，为首者是明额间带制的男子，身旁立着个黑袍人，另一侧则是位劲装女子，身形窈窕，上挺下翘，腰肢纤细，在衣料勾勒下更显利落。大师兄，当真要在此处动手？这里可是灵业城，若被城主府察觉上报宗门，后果不堪设想。劲装女子面带忧色，低声开口。额间有志的男子沉声道：师妹，咱们已跟了他们1天1夜，好不容易等他们离了客栈入了这齐府，正是下手的良机。至于城主府那边，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师兄我备有隔绝术法的阵盘，一经激活，便是里面翻了天，外头也休想察觉半分动静。师妹，大师兄说的在理。黑袍男子嘿嘿一笑，接口道：大师兄，那里面的苏九力、苏妹还有温清羽，可都是宗门里数得着的美人，待会儿动手，能不能留他们一命？间有志的男子眼神一厉，不可，一旦出手，他们定会认出咱们的路数，若被他们逃回宗门报信，你我都难逃责罚，不如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那能不能先别杀，让师弟我先快活快活？黑袍男子眼中泛起贪婪，语气轻佻。劲装女子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二师兄，你脑中除了这些龌龊念头，便无其他了吗？嘿嘿，师妹说笑了。黑袍男子目光在他身上扫过，你不也是女子？师兄我又没打你的主意，急什么？难不成师妹对我动了心思，想以身相许？你！劲装女子又羞又怒，心底还掠过一丝惊惧。这位二师兄素来对他心怀不轨，只是碍于师尊威严才未敢妄动，若真让他抓住机会，自己怕是难以脱身。看来须得早做打算，否则迟早要落入他手中。额间有志的男子眉头一皱，低喝一声：住口！行事要紧，莫要节外生枝。说罢，他取出一枚阵盘，灵力催动间，淡光一闪，隐有阵法之力向四周蔓延开来。动手！额间有志的男子低喝一声，脚尖猛地一点地面，身形如箭般向着齐府内掠去。陈峰几人正商议着前往城主府，忽觉周遭灵光一闪，一道透明光幕骤然升起，将整个齐府笼罩得严严实实。紧接着3道身影破空而入，正是那2男1女。不好，有埋伏！苏九力面色骤变，周身灵力瞬间运转起来。苏妹与温清羽也立刻戒备，随陈峰一同向院中退去，目光紧紧盯着来人。额间有志的男子见陈峰护在几女身前，脸上露出一抹阴恻恻的笑。陈峰，将玉龙神通交出来，否则休怪我们用搜魂术强行取了。你们是太虚宗的人？陈峰眼神一凝，瞬间反应过来，自己施展玉龙神通的场景只在太虚宗内显露过，外人绝无可能知晓。少废话，交还是不交？黑袍男子上前一步，厉声呵斥，周身已有灵力波动散出，显露出不善的意图。苏九离美眸紧盯着3人，忽然开口道：你是孙化，你是黄道，你是唐青莹，你们是黑老九师伯座下弟子。3人闻言，面色齐齐骤变，下意识地对视一眼，显然没料到尚未出手便已被认破身份。阁下认错人了。孙化语气带着几分心虚，试图遮掩。温清羽嗤笑一声：分师兄，你虽蒙着黑金，可额间那颗黑痣总该做些遮掩吧？再加上你这声音，这般显眼的标志，想不认出来都难。黄道上前一步，索性不再掩饰，沉声道：既已被识破，也不必再藏了。大师兄，动手吧！苏九力，这几位娇俏美人，我今日是要定了。说罢，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周身灵力翻涌。苏师妹，孙化看着苏九力，语气带着几分自得：师兄我已突破这合体1层，你修为仍在反虚9层吧？你们皆非我对手，不如让那小子交出玉龙神通，也能少吃些苦头，如何？在他记忆中，苏九力的修为一直停留在反虚9层。孙化打着如意算盘，想在动手前先拿到玉龙神通，再将他们一网打尽。若是先动手，万一失手伤了陈峰性命，那神通岂不是就此失传？苏九力闻言冷笑一声，看来要让师兄失望了。师妹我早已进入合体2层。话音未落，他周身气势骤然释放，合体2层的灵力威压如潮水般铺散开。孙化3人脸色微变，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们万万没想到，不过短短10日，苏九力的修为竟已远超自己，这等境界实在令人心惊。
怎会如此？孙化眼睛瞪得滚圆，满脸的难以置信。1个月前你分明还在反虚9层，纵然身具极品灵根，这等修为尽也断无可能，这有何难？温清羽扬了扬下巴，语气带着几分得意，皆因我们有龙主在侧，便是陈峰，有他相助，我等修为1日千里，还无需担心境界虚浮。说罢，他看向唐青莹，缓声道：唐师姐，不如你也入我等之列，既能省去打坐苦修之苦，修为自能稳步提升，又能舒舒服服的。换做旁人，便是求着加入，我们也未必应允，也就唐师姐你才有这份机缘。唐青莹听着，心头不禁泛起一丝动摇。他在回天峰上日夜提防着2位师兄的不轨之心，师尊黑老九那色眯眯的打量，更是让他如芒在背，早已想寻机远离。可若真投靠陈峰，岂不是成了叛门之徒？孙化与黄道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眼中都燃起贪婪之火。温清羽方才所言，分明点出陈峰才是关键，定是那玉龙神通的缘故。如此看来，这神通是非得不可了。休要妖言惑众！孙化猛地厉喝一声，灵力骤然提聚，唐师妹莫要被他蛊惑，这等歪门邪道岂是正途？今日定要擒下此僚，夺取神通。黄道亦是冷哼一声，目光扫过众人，语气中满是不屑。你们之中，也就苏九力进了合体2层，我如今已是反虚2层，师妹也到了化神6层，你苏妹不过化神1层。至于温清羽你，他嗤笑一声，带着浓浓的轻蔑。不过金丹期的修为与蝼蚁合一，还有那陈峰，纵然身负神通，未曾结丹，终究也是蝼蚁之流。就凭你们，也配与我等抗衡？能否敌过？手底下见真章。苏九力清冷的面容瞬间凝起寒霜，冷哼一声，合体2层的庞博威压如怒涛般向这3人席卷而去。放肆！孙化只觉一股山岳压顶般的气势当头照下，怒吼一声，手中骤然凝出一柄长剑，灵力灌注间，剑身上灵光暴涨，向着苏九力悍然斩去。师兄，我来助你！黄道亦是大吼一声，身形如电，紧随其后向着苏九力冲去，周身反虚期的灵力激荡不休。3位赐教了。唐青莹手握灵剑，目光落在苏妹、温清羽与陈峰身上，灵力已悄然运转。唐师姐，当真不再考虑考虑？温清羽脸上依旧挂着笑意，语气轻松的，仿佛此刻并非战场，唐青莹也不是对手，反倒像是在劝人入盟一般。入了我们这边，可是让你天天舒舒服服的躺着就能提升修为了。如何躺着提升修为？唐青莹眉峰微蹙，眼中满是疑惑。方才温清羽的话已让他心底泛起一丝涟漪，此刻更是按捺不住好奇追问。温清羽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缓缓抬起手，指尖轻佻的在身前画了个暧昧的弧度，眼神中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暗示。唐青莹起初还未反应过来，待看清那手势的意味，顿时如遭雷击，俏脸疼得一下长得通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羞愤的色泽。他猛地后退半步，厉声啐了一口，眼中满是鄙夷与怒火。原来你们竟是用这等龌龊手段！我唐青莹一身正气，修的是光明大道，今日便是战死于此，也绝不会与尔等同流合污，堕入这等旁门左道。说罢，唐青莹周身灵力骤然暴涨，衣袂无风自动，手中灵剑嗡鸣作响，寒光一闪，便向着温清羽心口刺来，动作快如闪电，显然是动了真怒。小心！苏妹脸色骤变，一声惊呼未落，身形已如离弦之箭般向着唐青莹冲去，指尖拧起淡青色的灵力匹链，显然是要拦下这一击。啊！温清羽显然没料到唐青莹说动手就动手，惊呼声中，他足尖一点地面，身形骤然化作一道淡影，竟在肩部融发之际凭空消失在原地。下一瞬，他已出现在陈峰身侧，鬓发微乱，脸上还带着惊魂未定的红晕，显然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得不轻。唐青莹一剑刺空，不由得愣在原地，灵剑尖端的灵力因落空而激荡开，在地面画出一道浅痕。他还未回过神来，忽然脊背一阵刺骨的寒意窜起，多年的搏杀本能让他想也未想，身形猛地向左侧急旋避开。苏妹凝聚着灵力的手掌几乎是擦着他的衣襟扫过，带起的劲风刮得他脸颊生疼。唐青莹，你疯了！苏妹站稳身形，怒视着他，眼中满是不解与愠怒。有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动刀动枪。唐青莹握着灵剑的手微微发颤，不知是气的还是惊的。他看向温清羽藏身的方向，胸口剧烈起伏。此等邪魔歪道，多说无益，唯有剑下见真章。他怒喝一声，灵剑嗡鸣着划破空气，凌厉的剑芒裹挟着磅礴灵力，直逼温清羽而去。温清羽身形一晃，在剑芒集体的刹那再次瞬移，眨眼便出现在陈峰另一侧。唐青莹，你妹的，就欺负我修为低是不是？唐青莹一击落空，眸色更沉，脚尖一点地面，身形如影随形追了上去，灵剑招招狠厉，招招直取要害，躲得过一时，躲得过一时，今日定要除了你这隐患。两人一追一躲，身影在庭院中快速交错，灵力碰撞的光芒此起彼伏，映得周遭树木光影摇曳。另一边，苏九离手持双剑，身姿灵动如蝶，竟与对面的强敌战得难分难解。灵力碰撞时迸发的流光如同星火，在夜幕中不断炸开，绚烂又危险。陈峰站在原地未动，目光在温清羽与唐青莹的缠斗间流转，
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中一物，心中念头转得飞快。唐青莹性子烈，实力又强，若能将他纳入麾下，对自己而言无疑是一大助力。只是该用什么法子突破他的心防？他望着场中激烈的交锋，眸色渐渐深邃。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孙化见黄道被苏九力逼得节节后退，猛地厉喝一声，手中长剑化作漫天剑影，向着苏九力笼罩而下。苏九力清冷的面容未见丝毫波动，双剑轻转，剑光如织，轻易便将孙化的攻势化解于无形。就这点本事，他语气淡然，剑势却愈发凌厉。黄道咬牙强撑着站稳身形，见孙化也被压制，眼中闪过一丝狠色，他猛地咬破舌尖，精血喷在手中长剑上，剑身骤然泛起诡异的血光，反虚2层的灵力疯狂灌注，化作一道血色剑芒，直取苏九力心口，垂死挣扎。苏九力眸光一凝，自己若是被反虚期的伤到了，岂不是让人笑话？他左手剑轻描淡写的一拨，那道血色剑芒便被卸到一旁，在青石地面上炸开一个大坑。与此同时，右手剑顺势横斩，剑锋带着合体2层的磅礴灵力，毫无花哨的斩在黄道胸口。噗！黄道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院墙上，将墙体撞出蛛网般的裂纹。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只撑起半边身子，便再次瘫软下去。胸口一道狰狞的剑痕触目惊心，鲜血浸透了半边衣袍。师弟！孙化瞳孔骤缩，心头大骇。他与黄道联手，竟仍被苏九力压着打，甚至还被他重伤一人。这等实力差距远超他的预料。他咬了咬牙，猛地从怀中取出一物，那是一枚巴掌大小的铜铃，通体漆黑，铃身上刻满密密麻麻的符文，在夜色中泛着幽冷的光。苏九力，这是你逼我的！孙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灵力疯狂灌注进铜铃，刹那间，铜铃剧烈震颤，发出刺耳的嗡鸣，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波动自铃身蔓延开来。不好！苏九力脸色骤变，那股波动之强，已远超合体1层应有的威势，甚至让他的神魂都感到一阵战栗。这是足以威胁合体巅峰修士的杀伐之宝。大师姐小心！温青羽失声惊呼。唐青莹也停下了对温青羽的追击，怔怔望着孙化手中的铜铃，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师尊竟将噬魂铃赐给了他，他太清楚那枚铜铃的来历，那是黑老九的压箱底法宝之一，曾凭此铃灭杀过合体巅峰的大敌。此刻孙化竟用它来对付同门师姐。苏妹脸色煞白，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陈峰眉头紧锁，灵力已在体内疯狂运转，随时准备施展瞬移带几人逃离，大不了逃到客栈的陈情身边。想到这，他看向苏妹，如果自己带人逃走，恐怕这苏妹就会交代在这里了。不过也顾不了那么多。然而就在陈峰思忖之际，苏九力忽然闭上双眼，下一瞬，他周身气息骤然一变，一声清越的龙吟自他体内响起，响彻整个祈府。一道银白色的龙影从他身上冲天而起，在夜空中盘旋一圈，随即俯冲而下，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龙影明实如真，鳞爪分明，银白色的光芒映得他清冷的面容宛如9天仙子。这是……唐青莹瞳孔猛然收缩，手中的灵剑险些握不稳。他从未见过这等神通，那龙影伞发出的威压，竟让他这个化神6层的修士生不出半分反抗的念头，只想跪地臣服。孙化更是脸色巨变，他拼命催动噬魂铃，黑色铜铃震颤得愈发剧烈，散发出的波动也愈发恐怖。可那银白龙影只是淡淡扫了一眼，那股足以灭杀合体巅峰的力量便如冰雪玉阳，瞬间消融于无形。不！孙化绝望的嘶吼声中，银白龙影张开巨口，一道凝若实质的龙息喷薄而出，那龙息所过之处，空间仿佛都被冻结。孙化连闪避的机会都没有，便被龙息淹没。他的身体在银白光芒中寸寸消解，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一旁重伤的黄道惊恐地瞪大双眼，挣扎着想要逃离，可他还未爬起身，龙息的余波已将他笼罩。饶命！他求饶的话只说到一半，声音便戛然而止，身体同样在荧光中化作虚无。至于地上那滩触目惊心的血迹，证明他曾经存在过。银白龙影盘旋一周，缓缓没入苏九力体内。苏九力身子微微一晃，脸色骤然变得惨白如纸。他一见主地，勉强稳住身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角冷汗层层而下。方才那一击几乎抽干了他体内所有灵力。大师姐！温青羽惊呼一声，身形一晃，便瞬移至苏九力身边，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苏妹也连忙上前，掌心贴在苏九力后背，注入一丝温和的灵力，帮他稳住紊乱的气息。陈峰快步走来，抬手轻抚苏九力冰凉的脸颊，眼中满是心疼。辛苦你了。苏九力微微摇头，唇边扯出一抹虚弱的笑，无妨，歇息片刻便好。唐青莹怔怔立在原地，握着灵剑的手微微发颤，眼前这一切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孙化死了，黄道也死了，那2个他日夜提防，让他如芒在背的师兄，就这样在他眼前化为虚无。而杀死他们的是同门的苏九力，同门师姐。他怔怔望向苏九力，望向他身侧那几道关切的身影，望向那个被众星捧月般护在中央的男子陈峰。方才温青羽的话又一次在他脑海中回响，有龙主在侧，我等修为1日千里，
还无需担心境界虚浮，躺着就能提升修为。他下意识攥紧了剑柄，若真如他们所言，这个念头刚起，他便猛地摇头，想将他甩出脑海。不行，他是回天峰弟子，怎能背叛师门投靠旁人？可孙化、黄道已死，黑老九若知晓此事，岂会放过他？他咬了咬下唇，望向陈峰的目光复杂难明。苏妹扶着苏九力，目光不经意扫过唐青莹，见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心中莫名泛起一丝异样，那神情与自己当初听闻七师妹修为暴涨时何其相似。他忽然也有加入他们的冲动了。月光如水，静静流淌在齐府的断壁残垣间，青石地面上的裂纹如同蛛网般蔓延，碎石散落一地，方才激战留下的痕迹在月色下更显狰狞。院墙倾颓处，几株野草从石缝中探出头来，夜风拂过，瑟瑟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唐青莹怔怔地立在原地，月光洒在她微微发颤的肩头，将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她望着陈峰，那双向来清冷的眸子此刻涌动着复杂的波澜，有挣扎，有恐惧，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期许。陈峰嘴角微微上扬，目光落在他轻颤的结语上，声音不疾不徐：“唐师姐，眼下你有2条路可选，要么归入我们，要么就此殒命。”他顿了顿，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意味：“你该清楚，若放你回去，黑老九必然知晓是我们杀了他的弟子，届时我们回宗难逃责罚，更要承受他的报复。这个道理你该懂。”夜风拂过院中那棵老树，枝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叹息。温清羽上前一步，轻轻拉住唐青莹的手，他的手很是柔软，温热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他用力握了握，望着唐青莹，笑意温婉：“唐师姐，别再犹豫了，你这般娇俏的人，若是就此香消玉殒，岂不可惜？”唐青莹紧咬着下唇，唇瓣几乎要被他咬出血来。陈峰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他心上。回去告知师尊，他们会遭报复，而自己呢？师尊那贪婪的目光早已让他如芒在背，多少次夜深人静时，那目光都让他辗转难眠。此番若独自回去，他说不定会借此机会。他不敢再想下去。夜风吹过，拂起他鬓边散落的发丝，月光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暗影，衬得那张俏脸愈发苍白。他猛地握紧拳头，抬起头时，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一字一顿：“哦，我答应你，归入你们。”陈峰心中一喜，当即拍板：“哦，既如此，夜长梦多，此刻便让你成为龙妃。”现在在这，温清羽也是一愣，下意识扫视四周，断壁残垣、碎石遍地，皆是方才激战留下的痕迹，月光下更显荒凉。远处坍塌的屋檐上，几片碎瓦还挂在梁上，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陈峰微微一笑，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廊柱上。那廊柱虽已斑驳，柱身的雕花早已模糊不清，却依然倔强地立在那里，在月光下投下一道修长的暗影。在此处又有何妨？说罢，他走上前，牵起唐青莹的手，那手指微凉，带着几分难以察觉的轻颤，却并未震开。他引着她走向廊柱旁，月光如水银泻地，将两人的影子融在一处。听我的，莫要动。陈峰低声叮嘱。月色清冷，洒在残破的廊檐上，投下斑驳的暗影。远处天际几颗疏星淡淡闪烁，像是谁人遗落的碎钻。墙角的草丛里，秋虫低低鸣叫，为这寂静的夜添了几分生气。唐青莹依言双手扶住廊柱，身子微微前倾，廊柱的粗糙触感透过掌心传来，带着夜露的微凉。他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觉心跳得厉害，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月光在他脸上镀上一层银白，将那紧抿的唇线和微颤的结语勾勒得分外清晰。夜风拂过，带来远处草木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在这荒凉的院落中弥漫开来。墙头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摆，投下晃动的影子，像是在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月光静静洒落，将2道身影投在斑驳的墙上，随着夜风轻轻摇曳。许久之后，温清羽笑着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雀跃，又多了一位姐妹。咱们的队伍可是越来越壮大了，嘻嘻。他站在月光里，眉眼弯弯，笑得像只得逞的小狐狸。苏妹站在不远处，脸颊绯红，月光下那抹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他的目光落在那2道身影上，又像是被烫到一般迅速移开，可没过多久，又忍不住悄悄瞥过去，心跳得厉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轻轻撞着。他望着唐青莹微微发颤的背影，望着那在月光下愈发清晰的轮廓，心中莫名泛起一阵异样的涟漪。或许自己也该早些做个决定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便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再难抹去。院内的动静渐大，夜风将那些细碎的声响送往四面八方。温清羽狡黠地瞥了眼立在一旁的苏妹，忽然身子一软，故作乏力道：“哎呀，我没力气了。”说着便向着苏妹身上倒去。苏妹猝不及防，被撞得一个趔趄，忙稳住身形，脸上泛起薄红，带着几分嗔怪：“七师妹，这是做什么？难不成我身上有力气不成？”她本就被那声响扰得心神不宁，此刻更是觉得浑身发软。四师姐，就让我靠一会儿，就一会儿。温清羽说着，手却不老实，悄悄向苏妹腰间探去。苏妹身子猛地一颤，急忙拍开他的手，脸颊绯红更甚，嗔道：“瞎摸什么？老实些！”温清羽嘻嘻一笑，眼中闪过狡黠：“四师姐，方才那一下
是不是很舒服？若是换作陈峰，定然更舒服的。话未说完，便被苏妹一把推开，就要胡言。只是他虽斥着，耳根却红透了，显然也被这话搅得心胡乱颤。温清雨也不恼怒，嬉笑着退到一旁，安分地站着。月光如水，静静流淌过院中的一草一木，墙角的野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曳，花瓣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月色下泛着莹润的光泽。远处坍塌的屋顶上，几株野草从瓦缝间探出头来，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这废墟中最后的守望者。不知过了多久，那断断续续的声响终于渐渐平息。陈峰知他此刻已脱力，便伸手搀扶住他，缓步向苏九离几人走去。唐青莹整个人软软地倚在他身上，浑身乏力，几乎没了支撑自己的力气，全靠陈峰稳稳拖着。月光洒在他泛红的脸颊上，衬得那双迷离的眼眸愈发水润。温清雨见状，又凑上前来，笑嘻嘻地问道：“唐师姐，哦不，该叫唐妹妹了。唐妹妹，此刻感觉如何？”唐青莹闻言，脸颊绯红更甚，羞得急忙扭过头，将脸深深埋进陈峰怀里，连耳根都染上了羞赧的色泽，哪里还好意思抬头？月光下，他露出的那一截脖颈白皙如玉，上面泛着淡淡的粉色。陈峰见状轻笑一声，抬眼望了望天色，月亮已偏西，银辉渐淡，天边隐隐透出一丝灰白，远处的屋脊和树梢都笼在一片朦胧的浅光里，夜的深沉正被一点点洗淡。他开口道：“看来今日也不必再继续探查了，咱们先回客栈歇歇，明日再去城主府问问情况。”也只能这般了。苏九力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众人，声音清淡却透着几分疲惫，说不定城主府在清理现场时能发现些有用的线索。夜风渐止，月光如水，一行人踏着月色向客栈的方向缓步而去，身影渐渐融进那一片银白之中。身后的齐府重归寂静，只有风穿过断壁残垣的呜咽声在空旷的院落里久久回荡。回到客栈时，夜色已深，陈峰将唐青莹交由苏九力照料，便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推开门，淡淡的月光从窗棂间漏进来，洒在床榻上。陈晴仍躺在那里，睡得正沉，呼吸清浅而均匀，被角滑落半边，露出圆润的肩头。陈峰在门口站了片刻，望着他安静的睡颜，心里涌起一阵温软。他轻轻合上门，抬步走向床榻。陈晴似有所觉，眼睫轻轻颤了颤，缓缓睁开眼，望见是陈峰，他眸中闪过一丝朦胧的亮色，随即又慵懒地合上眼帘，仿佛还沉浸在未散的睡意里。陈峰看着他这副模样，唇角不自觉扬起。陈峰俯身，唇齿相接的刹那，所有的言语都融进了这个绵长的吻里。天色微明，晨光透过窗棂洒进客栈走廊。陈峰推开房门时，苏九力几人已在廊下等候。唐青莹站在苏九力身侧，换了身干净的衣裙，长发重新竖起，眉眼间仍带着几分尚未褪去的倦意，却也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温软。都到了。陈峰笑着走上前，话音刚落，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陈晴从房里走出，抬眼望见廊下众人，正要开口，目光忽然落在唐青莹身上，她整个人愣在原地，嘴巴微微张开，眼里满是不可思议。你不是？陈晴指着唐青莹，一时竟说不出完整的话来。昨夜她在睡梦中隐约察觉到龙飞印记多了一道，那时她正困得厉害，只当是梦，翻个身又沉沉睡去。此刻见到唐青莹站在面前，那些朦胧的感知瞬间清晰起来。她猛地回过神来，指着唐青莹，语气里带着几分恍然：“昨夜我睡得迷糊，就觉得龙飞印记多了一道，原来是你。”唐青莹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轻轻颤了颤。她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时，眼中带着几分愧疚，声音轻轻的却字字清晰：“是我。”他顿了顿，手指攥紧袖口，继续道：“昨夜是师尊吩咐我们师兄妹三人对龙主出手，想要夺他的神通。他说到这里，声音微微一顿，唇边泛起一丝苦涩：“我本也不愿的，可师命难违。如今两位师兄都已不在，我也成了龙妃，今后大家都是姐妹，只希望诸位姐姐能多多关照。”说完，他微微欠身，态度诚恳的让人不忍苛责。陈峰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泛起一阵怜惜。他哈哈一笑，伸手揽过唐青莹的肩膀，轻轻拍了拍：“都过去了，还提他做什么？如今大家都是一家人，往后互相扶持便是。”唐青莹被他揽着，脸颊浮起一层薄红，却没有躲开。他抬眼看了看陈峰，又望向苏九力几人，眼中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期待。苏九力微微颔首，唇角难得露出一丝浅笑：“既是一家人，不必说两家话。”温清雨早已按捺不住，笑嘻嘻地凑到陈晴身边，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陈晴，目光在她泛红的脸颊上打了个转，忽然咦了一声，语气里满是促狭：“哎呀，妹妹，你这脸上怎么这么红呀？”陈晴被他看得不自在，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脸，果然烫得厉害。他瞪了温清雨一眼：“胡说什么？我这是刚睡醒。”“哦，刚睡醒。”温清雨拉长了声音，眼珠一转，又往他身边凑了凑，压低声音道：“那方才你和龙主在房里，是不是正在那个？”陈晴脸更红了，咬着唇不说话。温清雨见他这副模样，越发来了兴致，挤眉弄眼的追问：“刚完是吧？瞧你这气色，一看就知道。舒服吗？”“
舒服不舒服？说着，他还故意挑了挑眉，那表情要多欠揍有多欠揍。陈晴被他问得又羞又恼，抬手就要去打他。温清雨早有防备，嘻嘻一笑，身形一晃便躲到苏九丽身后，探出半个脑袋，还在那里挤眉弄眼。好了，别闹了。苏九丽无奈地摇摇头，伸手在温清雨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大清早的，没个正形。温清雨捂着额头，嘴上还嘟囔着：“我就是关心妹妹嘛。”陈晴一听这话，柳眉瞬间倒竖起来，瞪着温清雨，声音都高了3分：“谁是妹妹？我可是你3师姐，入门比你早，年纪比你大，你倒好，反过来说我是妹妹。”温清雨却不慌不忙，嘴角噙着一抹促狭的笑，理所当然地开口：“当然是你是妹妹了，咱们龙妃之间可不兴按入门先后排辈，得按加入的时辰算。你昨夜才进来，自然要叫我一声姐姐。”说着，他一抬手指向站在一旁的唐青莹：“对了，还有她，数她最晚，今儿个凌晨才入的伙。按规矩，这里头谁都得叫她妹妹，咱们几个统统都是她的姐姐。”唐青莹闻言微微怔了一下，她抬眼看了看温清雨，又扫过苏九丽、陈晴几人，目光在他们脸上转了一圈。片刻后，她垂下眼帘，随即又抬起唇角，弯起一抹浅浅的弧度，声音柔柔的，带着几分乖顺：“姐姐好，诸位姐姐，往后请多多关照。”她没有犹豫，也没有扭捏。昨夜之前，她还在与他们刀剑相向；昨夜之后，她已是他们中的一员。既然逃不掉，也躲不开，不如坦然接受，试着融入这个新的圈子。温清雨眼睛顿时亮了，伸手抚上唐青莹的肩膀，轻轻拍了拍，一脸受用：“哎，真乖，这才对嘛！进了门就是一家人，往后有姐姐们罩着你，保管让你舒舒服服的。”说着，他还故意朝陈晴挑了挑眉，那意思再明显不过，瞧瞧人家多懂事。苏九丽站在一旁，微微颔首，唇角难得浮起一丝浅淡的笑意。他没有说话，但那轻轻一点头，已是接纳的姿态。陈晴却愣在原地，美眸睁得滚圆，难以置信地盯着唐青莹：“唐青莹，你这就妥协了？你可是回天峰的真传弟子，就这么乖乖认了？”他实在想不通，昨夜还打生打死，今早就姐姐妹妹叫得这么顺口，这转变也太快了吧？唐青莹迎上他的目光，唇边笑意未减，眼底深处却掠过一丝极淡的复杂。他未做解释，只轻声道：“有时候认命比挣扎容易些。”话语轻飘飘的，却让陈晴一时语塞。他张了张嘴，想反驳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得别过脸，小声嘟囔：“行，你们都有理，就我是个较真的。”温清雨见状，扑哧一声笑出来，凑到他身边挽住胳膊：“哎呀，三师姐，哦不对，陈晴妹妹，别气嘛，往后咱们姐妹同心，一同侍奉龙主，多好。”陈晴被他晃得没法，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松开，我自己会走。”温清雨扭头瞧见一旁低头不语的苏妹，莞尔一笑，又上前挽住她的胳膊，笑嘻嘻道：“四师姐，如今咱们之中就差你了，再拖下去可真成外人了。打算何时也入了我们这边？我才不要被他压在身下。”苏妹语气发虚，俏脸长得通红，反驳时带着几分心虚。她经了昨夜见识过龙影的厉害，方才又瞧着众人嬉笑打闹，早已心乱如麻。于此刻而言，自己的确像个外人，心底其实已有了托付之意，可被温清雨这般调侃，哪里好意思承认？陈峰见他们嬉闹，嘴角不自觉漾起笑意，伸手揽住唐青莹的肩膀，另一手轻落在她小腹下，轻轻用力，语气温柔道：“还疼吗？”唐青莹被他这般触碰，小脸瞬间绯红，轻咬着下唇，低下头，轻轻摇了摇，声音细若文瑞：“不疼了，好了，该去城主府了。”苏九里适时开口，打断了这略显缱绻的氛围。几人闻言连忙敛了神色，整了整衣袍，向着城主府方向行去。来到城主府外，2名侍卫上前将他们拦下，沉声喝问：“站住！来者何人？”苏九丽上前一步，拱手道：“我等乃太虚宗弟子，特来调查七府之事，还请通报城主，我等要见他。”太虚宗2名侍卫闻言一惊，显然没料到今日会有宗门弟子到访，其中一人连忙拱手：“诸位稍后，容在下入内通报。”苏九丽微微颔首，那侍卫再次拱手致意，转身快步向内跑去。余下那名侍卫脸上带着几分犹豫，沉吟片刻后，压低声音道：“几位，我家城主大人近来心情不佳，已许久未曾打理城中事务了。”“哦，这是为何？”陈晴好奇追问。“唉。”侍卫重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惋惜，还不是为了他女儿冯岩的事。冯岩姑娘1个月前在齐府玩耍遭人追杀，伤了神魂，至今仍昏迷不醒。多好的一个姑娘，才18岁，生得花容月貌，如今却真是可惜了。我们城主大人为了女儿冯岩愁的头发都白了。说罢，他连连摇头，眼中满是痛惜。陈峰几人闻言对视一眼，心中皆有惊讶，这冯岩竟与齐月瑶一样，是齐家那场祸事的幸存者。温清雨悄悄凑近陈峰耳边，低声道：“龙主，你神通广大，或许能治好他的神魂。若是冯岩姑娘当真貌美，收在身边岂不是美事？”陈峰听了，心中微动。自温清雨成为龙妃，便时时为自己留意机缘，这份心思倒是难得。反观其他几位，多是只顾着压榨自己，相较之下，
更显温清羽的周全。只是神魂受损非同小可，自己虽身负先天阴阳道体，许多潜能尚未发觉，能否治愈这般伤势仍是未知。但若有机会一试，或许能亏得自身道体更多玄妙。他眉头微蹙，暗自思忖起来。就在此时，先前入内传信的侍卫快步返回，拱手道：“城主有令，请太虚宗的几位入内，诸位请随我来。”说罢，侧身做出引路的手势。那侍卫在前带路，苏九离领头，众人紧随其后，向着城主府深处行去。穿过几重院落，来到正殿门前，侍卫停下脚步，城主大人正在殿内等候，几位请进。苏九离微微颔首，上前推开殿门，陈峰等人相继而入。殿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坐在主位旁的椅子上，看模样约莫60许人，眉宇间萦绕着化不开的愁苦。见众人进来，他连忙起身迎上，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意，拱手问道：“几位可是太虚宗的内门弟子？”苏九离一拱手还礼，声音清冷如玉石相击：“太虚宗祝天风真传弟子苏九离。”陈情紧随其后，神色一正，拱手道：“太虚宗真传弟子陈情。”温清羽性子直接，接口道：“城主大人，我等皆是宗门真传弟子。”冯丰毅连忙拱手还礼，脸上堆起几分笑意，原来是太虚宗的真传高徒，失敬失敬。在下冯丰毅，舔为这灵夜城城主，诸位快请坐。陈峰几人依言在两侧的椅子上落座。陈峰率先开口，目光落在冯丰毅身上。1月前，阴阳魔宗血洗祈福，此事后续清理，想必是城主派人料理的，正是老夫让人处理的。冯丰毅捻着汗下花白的胡须，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怅然。只是此事已过月余，不知几位为何突然要查问？苏九力接过话头，声音清冷：“近来阴阳魔宗行事愈发猖獗，竟连寻常村落都肆意屠戮。我太虚宗正追查其潜藏踪迹，欺负之事或与此有关联。”苏妹一开口问道：“不知城主大人在清理现场时，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冯丰毅凝神回想片刻，摇了摇头道：“并无异常，房间内却有魔气残留，种种迹象来看，却是阴阳魔宗所为无疑。”陈峰追问：“既如此，为何别处未曾发现魔气，唯独主宅堂屋有迹可循？”这老夫也说不清楚。冯丰毅眉头紧锁，但既有魔气，便断不会错。不瞒诸位，小女也在那场劫难中遭了毒手，至今昏迷不醒。老夫寻遍了能修复神魂的天才地宝，却都束手无策。哎，他重叹了口气，双肩微垮，原本便显苍老的面容，此刻更添了几分颓唐，仿佛又老了几岁。城主大人，或许我等有办法治好令爱。温清羽看着他愁苦的模样，缓缓开口道。冯丰毅闻言，身子猛地一震，眼中骤然迸出光亮。他怎么忘了？眼前这些可都是太虚宗的真传弟子，青州3大宗门之一的高徒，或许真有法子治好女儿。他急忙起身，声音都带了几分颤抖：“这位姑娘说的可是真的？你们真有修复神魂的办法？”苏九离与苏妹几人亦将目光投向温清羽，眼底皆浮起疑惑。城主便寻天才地宝都束手无策，他们哪里有什么办法？温清羽却只看向陈峰，唇边漾起一丝狡黠的笑意：“办法吗？倒是有，只是能不能彻底修复，可就说不准了。那能否告知是什么办法？”冯丰毅急切追问，声音里满是希冀。温清羽眼珠一转，笑得愈发神秘：“这个嘛，暂时不能告诉你。”他心里却已转开了念头，若真说出来，万一城主直接求要求功，不让陈峰亲自出手怎么办？可若是陈峰真能修复神魂，那往后自己岂不是再也不惧神魂攻击了？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冯丰毅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干笑一声，拱手道：“是老夫唐突了，诸位宗门弟子自有秘法，不便相告也是情理之中。”他顿了顿，又试探着问：“啊，不知几位何时出手？小女这伤势实在拖不得了。”温清羽与陈峰对视一眼，随即爽快道：“既然今日到了这里，不如现在就去，早些诊治也好，早些安心。现在。”冯丰毅微微一怔，随即连连点头：“好好好，诸位请随我来。”说罢，他转身便往外走，脚步比方才快了几分，花白的胡须在风中微微颤动。穿过2重院落，冯丰毅在一扇雕花木门前停下脚步，推门的动作却格外轻缓，像是怕惊扰了屋内人。他侧身让开，低声道：“此处便是小女的闺房，这几日我一直让人守着，不敢离人。”温清羽探头往里望了一眼，旋即收回目光，转身对冯丰毅道：“那我和陈峰进去，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格外认真：“记住，不许进来，否则……”他故意拖长了尾音，眼珠一转：“你女儿这伤，怕是真就治不好了。”冯丰毅闻言一愣，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陈峰身上，这人竟还没结蛋。他心中疑惑顿生，原以为会是太虚宗的几位女修出手，没想到最后要进女儿闺房的，竟是这个修为最低的年轻人。可转念一想，宗门行事自有章法，自己一介外人，又怎好妄加揣测？只要能治好女儿，旁的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连忙收敛神色，拱手道：“好好好，两位请便，若有任何需要，随时吩咐便是，老夫就在门外候着。”说罢，他又深深看了陈峰一眼，那目光里既有期盼，也藏着几分说不清的复杂。温清羽却已拉着陈峰的手，
推门而入，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隔绝了门外所有人的视线。温清雨深吸一口气，抽了抽鼻子，一股淡淡的花香沁入心脾。他转身看向陈峰，眼睛弯成了月牙儿，带着几分促狭的笑意。龙主，你说是我身上香，还是他这房间香？陈峰哭笑不得，抬手在他鼻尖上轻轻刮了一下。别闹了，先看看那冯岩究竟什么情况。你这般大包大揽，万一治不好人家，又让人家姑娘失了清白，那城主怕是要跟咱们拼命。温清雨却不以为意的撇撇嘴，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治不好怎么了？他还能得罪咱们太虚宗不成？大不了给他个承诺，往后想办法治好他女儿就是了。反正咱们又没把话说死，只说试试嘛。说罢，他已踱步到床前，目光落在榻上静静躺着的少女身上，不由得轻咦一声，啧舌道：话说这位冯岩长得还真不错呢。他歪着头端详片刻，又回头看向陈峰，语气里带着几分认真。你看他那眉眼都快赶上师尊了，那小嘴，那鼻子，那脸蛋，真是精致的紧。龙主，你过来看他呀。陈峰闻言走上前，目光顺着他的指引落在榻上，粉色床幔半掩，榻上静静卧着一位少女。她面色虽有些苍白，却掩不住那精致的五官，柳眉弯弯如新月，睫毛浓密而纤长，在眼睑上投下浅浅的阴影，鼻梁秀挺，唇瓣薄而柔润，即便昏迷中失了血色，仍能看出平日里定是娇艳动人的模样。一头青丝散落在枕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白皙，竟有种病中美人的脆弱感。陈峰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片刻，心头莫名一动，这般容貌确实不输柳如月多少。他收回视线，定了定神，转向温清雨：先别顾着夸了，说说看，你打算怎么治？温清雨眨眨眼，笑得意味深长：这就要问龙主你了呀，我只是负责把你带进来，至于怎么治，那不是你的事吗？陈峰无奈一笑，伸手握住背角：那还等什么？动手吧，我来帮你。温清雨凑上前，两人一同将颈被轻轻拉开，粉色被褥滑落，冯岩指着一袭素白里衣静躺在榻上，衣料轻薄，隐约勾勒出少女玲珑的身段，腰肢纤细，双腿修长，胸口随着微弱的呼吸轻轻起伏，那弧度饱满而柔软。温清雨目光从上到下扫视一圈，随即一掐腰，嘟起嘴，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服气：这身材也这么好，竟然比我还要高上一点，长得貌美也就罢了，身材还这么出挑，真是没天理了。陈峰已伸手解开冯岩衣襟处的系带，闻言扭头看他，哭笑不得：别抱怨了，快帮我把他衣物退下。温清雨轻哼一声，倒也听话的凑上前，伸手将那件素白里衣缓缓退下，衣料滑落，少女苍白的身躯全然显露在两人眼前，腰肢纤细的不盈一握，双腿紧致修长，小腹平坦光洁，每一处都像是精心雕琢过一般。温清雨的目光落在胸脯上，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啧舌道：乖乖，这么宏伟。他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冯岩，脸上的不服气更浓了几分，酸溜溜的嘀咕：龙主，你可是有福气了，这等身段容貌收在身边，夜里怕是舍不得睡了。陈峰见他眼中尽是艳羡，不由失笑：怎么眼馋了？那你也多养些肉不就行了？温清雨撇了撇嘴，嘟囔道：这肉岂是说长就长的？说着竟伸手向冯岩探去，指尖刚一触碰，他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物事，兴奋地转头道：真的好软，龙主你快来试试。陈峰哭笑不得：你自己不也有，何必去羡慕旁人？温清雨收回手，凑到他身边，自然而然地帮他整理衣襟，一边柔声道：那不一样嘛，自己的摸着多没意思。他的手掌不经意接触到他结实的肩膀，指尖微微一颤，竟有些舍不得移开。他能感受到那分明的轮廓蕴藏着沉稳而有力的气息，不觉身子有些发软。他轻轻靠近，将整个娇躯贴了上去，呼吸略微急促，抬眸时眼神已染上几分朦胧，双手在他后背轻轻游走，带着一丝难耐的急切。他凑到他耳边，声音软得像要化开：要不你先给我吧，等会儿再救他也不迟。陈峰低头在他额上轻轻落下一吻，低声道：外面还有人等着，等着便是了，到了客栈你说怎样便怎样。他的声音沉稳，却透着几分宠溺，像是在哄一个撒娇的孩子。温清雨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依依不舍地从陈峰身边退开，指尖却有意无意地在他肩头轻轻划过，嘟着嘴，语气里带着几分不甘：那好吧，不过等到了客栈，看我怎么缠着你。陈峰唇角微扬，目光里透着几分纵容与戏谑：要是你有那本事，任你折腾。说完，他收回心神，向着平颜俯身而下，将灵力缓缓注入他体内。冯岩的身子微微晃动，像是被风吹动的柳枝。温清雨仔细端详了片刻，眉头微蹙，低声道：这也没什么反应啊。说着，目光落在冯岩微微晃动的苍白身躯上，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陈峰的手轻轻按在冯岩腕间，感知着他体内的灵力流转，语气沉稳而温和：别急，这才刚开始。一刻钟后，陈峰呼吸也微微有些急促，然而冯岩仍旧安静地躺着，如同沉睡的仙子，连睫毛都不曾颤动一下，唯独原本柔顺的青丝，此刻略显散乱地铺在枕上。窗外的日光透过纱帘洒落进来，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衬得那张小脸愈发透明。温清雨眉头紧蹙，
忍不住低声嘀咕：“难道真的不行？”陈峰没有回头，只是沉声道：“再等等。”话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固执。又是1刻钟缓缓流过，房间里的光线渐渐西移，将窗棂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就在陈峰几乎要动摇时，冯岩的小腹处忽然亮起一道柔和的白光，那光芒起初极淡，如同晨曦中的薄雾，随着陈峰凌厉的吞吐而忽明忽暗。他快时，光芒便亮些；他慢时，光芒便暗些，仿佛他正以灵力为引，为那沉睡的身躯注入生机。有效果了！温青羽眼睛一亮，惊喜地拍了拍陈峰的肩膀：“快，再加把劲！”陈峰闻言，心神一凝，催动灵力加速涌入。冯岩的身躯随灵力流转而微微颤动，而那团光芒也愈发璀璨，如同被点燃的星火，从小腹向上蔓延，流过心口，漫过锁骨，最终将他的整个身躯笼罩其中。柔和的光晕如同涟漪般荡开，映得两人眼中皆是一片温润的光。温青羽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忍不住低声惊呼：“这是在修复神魂吗？”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那层柔和的光晕，一股温热的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开来，让他不自觉弯了弯嘴角，暖暖的，好舒服。忽然，他眼睛一亮，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这光既能滋养冯岩的神魂，那是不是也能滋养自己的神魂？他没再多想，悄悄绕到陈峰身后，伸出双臂，从后面轻轻环住他的胸膛，将脸贴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就在相处的刹那，那股暖流仿佛找到了新的通路，瞬间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温热的灵力如同涓涓细流，无声无息地渗入他的四肢百骸，熨贴着每一寸经络。他情不自禁地轻叹一声，声音轻得如同梦呓，随即缓缓闭上眼眸，脸颊贴着他的肩膀，不再动弹，只安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与温暖。又过了片刻，被柔光包裹的冯岩睫毛几不可差地轻轻颤动了一下，那动作细微至极，却没能逃过陈峰的眼睛。他心头一喜，有用，看来自己的体质对神魂确有修复之效。当下再不迟疑，当即催动灵力，加快注入，光芒愈发明亮，而平颜的变化也愈发明显。他原本苍白的唇瓣渐渐染上一层淡淡的血色，那张清冷的俏脸上也开始浮现出浅浅的红晕，如同冰雪初融，春意暗生。只见他小嘴微微开启，一声极轻的叹息从喉咙深处溢出，那声音细若游丝，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某扇紧闭的门。第一声叹息之后，便再也收不住了。与此同时，他的眼睛也微微睁开一条缝，只是那眼神迷离似雾，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梦中醒来，还未分清现实与虚幻。他怔怔地望着陈峰，目光落在他脸上，久久不曾移开。温青羽依依不舍地松开手，缓缓睁开眼。方才那片刻，他仿佛沉沉酣睡了一场，醒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连带着识海都清明了些许。这就结束了。他语气里带着几分意犹未尽，这还是他头一回体验到滋养神魂的滋味，整个人如同沐浴在温煦的骄阳之中，暖洋洋的，让人舍不得抽身。就在这时，冯岩的睫毛轻轻颤动，美眸缓缓睁开，他的呼吸还有些急促，脸颊上红晕未退，眼神迷离地落在陈峰脸上。当意识渐渐回笼，看清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面孔时，他的身子微微一僵，眸中掠过一丝慌乱与羞涩。你是谁？声音轻软，带着初醒时的娇慵，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羞意。他下意识想要后退，却发现自己的手臂正环在对方颈间，顿时连耳根都烧了起来，那热度一路蔓延到脸颊，烫得他几乎不敢抬头。窗棂间漏进淡淡的日光，将屋内照得明亮而温暖。浮尘在光柱中缓缓漂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浅的药香，混着少女闺房特有的脂粉气息。床幔半垂，粉色的纱帐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如同涟漪般荡开柔和的波纹。冯岩靠在枕上，面色已比先前好了许多，苍白的唇瓣染上了淡淡的血色，一头青丝散落在枕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白皙。温青羽探过头来，笑嘻嘻地问道：“行了，怎么样，舒服吗？”冯岩轻轻了一声，声音细若蚊蝇，低得几乎要融进窗外的风声里。话刚出口，他似乎意识到什么，连忙别过脸去，紧咬下唇，耳根悄然染上一抹绯红，日光斜斜地照在他侧脸上，将那层薄薄的羞涩映得格外分明。温青羽见他这副羞涩模样，顿时来了兴致，忍不住凑近了些，语气里满是促狭：“呦，还害羞上了？刚刚不知道是谁叫的可大声了呢。”别说了。冯岩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身下的被褥，指节微微泛白。温青羽咯咯一笑，适可而止地收了声：“好，我不说了。那你是不是该松开龙主了啊？”冯岩这才惊觉自己的双臂还环在陈峰颈间，慌忙松开，指尖都不知该往哪里放，在空中无措地画了个弧度，最终垂落在身侧，又觉得不妥，悄悄缩进被子里。陈峰施了束缚，直起身来。就在他起身的刹那，冯岩眉头微微一蹙，唇间溢出一丝极轻的痛呼，脸上掠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痛苦之色。温青羽贴心地将衣袍披在陈峰肩上，指尖不经意间拂过他肩头，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拂去花瓣上的露珠，这才收回手，立在一旁。陈峰看着平颜脸上那抹隐忍的痛苦，眉头微蹙，
语气里带着几分关切。怎么了？可是那里不是？方才为了修复你的神魂，我不得不加大力量。那修复之光，力量越是强劲，速度越快，效果才越好。他言语间透着几分无奈，目光却柔和得像3月的春风。冯岩轻轻摇了摇头，却没有开口。他试着坐起身，刚一动，又忍不住轻哼一声，手掌下意识按在小腹上，眉头皱得更紧了些。窗外有鸟雀飞过，在枝头啾啾几声，又扑棱着翅膀飞远了。他垂下眼，深吸一口气，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随后抓起散落在旁的衣物，手指微微发颤地将那身已经恢复血色的娇躯裹住，动作缓慢而小心，像是在对待什么易碎的瓷器。衣料摩擦的窸窣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做完这些，他才抬眸看向陈峰，眼中带着几分困惑。我脑海里好像多了些东西，什么龙主、龙妃，还有瞬移、龙威，那是什么？听起来似乎很厉害。陈峰淡淡一笑，神色从容，是我弟功法所致。话音未落，温清雨已笑盈盈地凑过来，眉眼弯弯，像2弯新月。嘻嘻，你可赚大了，从现在起你就是龙妃了，欢迎加入我们哦。冯岩微微颔首，脑海中那些凭空多出的讯息已然告诉他，眼前这个男人与他已有了无法割舍的羁绊。他垂下眼帘，睫毛轻轻颤动，像是在消化着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片刻后，他轻轻叹了口气，神色复杂，随即抬眸问道：你们是太虚宗的弟子吗？可有见到齐月瑶？当时他与我分开逃走，不知你们有没有他的消息？温清雨眼睛瞬间睁大，脱口而出：齐月瑶，你认识齐月瑶？冯岩点了点头，声音轻柔下来，带着几分回忆的悠远。我与他自小便相识，两家是世交，常在一处玩耍，这次也是在他家中做客，没想到会……话未说完，他眼神暗淡下去，眼眶微微泛红，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喉间，再也说不下去。陈峰见状，温声开口：你放心，齐月瑶没事，她与你一样也是龙妃，不信你可以试着感知一下她身上的印记。冯岩闻言，闭上双眼，凝神感知。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他的睫毛轻轻颤动，像是在梦中追逐着什么。片刻后，他猛然睁开眼，眸中水雾涌动，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他捂住嘴，肩膀微微耸动，声音颤抖得厉害，却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真的没事，他还活着。温清雨在一旁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语气轻快得像林间的溪流。都说了吧，咱们龙珠可不舍得让自家妃子出事。陈峰笑了笑，站起身理了理衣袍，窗外的日光将他挺拔的身形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行了，咱们也该出去了，你父亲想必已经等得着急了。冯岩轻轻点头，一想到自己昏迷这么久，父亲不知急成什么模样，心头便涌上一丝愧疚。他拿起一旁的粉色长裙，动作轻柔地套在身上，手指灵巧地系好腰带，抚平裙摆上的褶皱，站起身向房门口走去。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身上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晕，那曼妙的身姿在粉色长裙的衬托下愈发显得娇美动人，上挺下翘，腰肢纤细如柳，步履间裙摆轻摇，如同一朵初绽的芙蓉在风中摇曳。只是那走路的姿势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矜持，步子迈得极轻极缓，仿佛生怕牵扯到某处尚未愈合的伤口，每一步都像是在试探。温清雨看得目不转睛，忍不住脱口赞道：好美，我感觉我都要喜欢上她了。陈峰闻言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促狭，既然喜欢，那就去追啊，我不吃醋。温清雨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瞥他一眼，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我也是女子，我追她我能得到什么？说罢便也抬脚跟了上去，脚步轻快的像只雀鸟。房门打开的刹那，午后的阳光倾泻而入，将门外的世界照得明亮而温暖。只见冯丰毅正在门外焦灼的来回踱步，靴底磨着青石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比昨日又深了几分，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愁苦。听见动静，他猛地抬头，浑浊的眼中骤然迸发出明亮的光。当目光落在冯岩完好无损地站在面前时，他整个人瞬间激动起来，嘴唇翕动了几下，才发出颤抖的声音：妍妍，我的女儿，你终于醒了，快来让为父好好看看。爹爹。冯岩一眼便望见父亲那头原本乌黑的青丝，如今已尽数成了白发，在阳光下白的刺目，像覆了一层薄雪。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滚滚而下。他顾不得身上的不适，飞快地扑了过去，一头扎进冯丰毅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像是要把这些日子的思念和愧疚都揉进这个拥抱里，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是女儿不好，是女儿让您担心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冯丰毅的衣襟。阳光洒在这对相拥的父女身上，将他们的影子融在一处，投在身后的青石地面上。冯丰毅抬手抹去眼角的泪痕，声音仍带着几分哽咽：只要你没事就好，天可怜见，当真是上天垂怜，不忍老夫这唯一的亲人就此离去，特地派来太虚宗的弟子搭救于你。他松开冯岩，拉着他走到陈峰和温清雨面前，看向陈峰的目光早已没了先前的质疑，唯余满满的感激。他郑重地拱手一礼，言辞恳切：多谢二位仗义援手，客套话老夫便不多说了，往后若有用得着我冯丰毅的地方，刀山火海绝无二话。陈峰微微一笑，一拱手还礼：城主大人言重了，能帮到令爱，
也是我等的荣幸。这时，一旁的苏九丽忽然开口，声音不疾不徐，不知可否向令爱请教几个问题，关于祈福的。话一出口，原本松快的氛围骤然一凝，众人的目光齐齐落在冯岩身上。冯岩咬了咬嘴唇，似有片刻的挣扎，终究轻轻点头，可以，咱们去房间里说吧。说罢，他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步履间带着几分沉重。冯丰毅见状，却哈哈一笑，打破了这短暂的凝滞。行了，你们几个先聊着，老夫可是好久没理会城中的事务了，等忙完这一摊，定要大摆筵席，好好谢过二位恩人。他朝几人再次拱手，转身大步迈向主殿，步履生风，背影里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目送父亲走远，冯岩收回视线，轻声道：“几位，请进吧。”苏九离几人鱼贯而入，房门在身后轻轻合拢，一股淡淡的花香混合着某种未散尽的暧昧气息扑面而来。陈情不知为何，小脸疼得红了，垂下眼不敢乱看。苏九丽和唐青莹神色也不大自然，目光微微闪烁，只装作不经意地打量着房间的陈设。唯有苏妹吸了吸鼻子，满脸困惑的嘀咕：“这是什么味道？怪好闻的，又有点怪怪的。”温清雨嘻嘻一笑，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道：“想知道？那简单呀，今晚你去龙主房里走一遭，不就什么都明白了？”苏妹闻言，脸颊瞬间烧了起来，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她轻啐一口，心跳如鼓，嘴上却不饶人：“我才不要和他单独待一个房间呢，是吗？”温清雨眼波流转，笑得越发促狭：“那你脸红什么？依我看呀，你早就想了吧？那种滋味让你尝一次，保管你割舍不下。到时候，师妹我还怕你霸着龙主不放呢。”冯岩在一旁听得面红耳热，那些话像羽毛似的撩在心间，让他不由自主想起方才陈峰为他治疗时的种种，身子忽然有些发软，连呼吸都乱了半拍。他连忙收敛心神，招呼道：“几位，先坐下说话吧。”说着，自己倚在床边坐下，手指悄悄攥紧了被角。陈峰干咳一声，正色问道：“冯姑娘，祈府事发当天，你与齐月瑶在一起？”话音落下，房间里安静下来。冯岩微微低头，声音轻柔却清晰：“你是龙主，我是龙妃，往后叫我妍妍便好。”此言一出，温清雨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像只嗅到腥味的小猫，一下子凑到冯岩身边，笑嘻嘻地问：“哟，这么快就认下龙妃的身份了？看来龙主方才伺候的不错嘛，把咱们妍妍伺候舒服了。”你，冯岩羞得脸颊绯红，恨不得把整张脸埋进被子里去。他攥紧被角，指尖微微用力，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事已至此，我又能如何？既然事实无法改变，还不如坦然接受。苏九丽轻咳一声，正色道：“师妹，别闹了，听妍妍怎么说。”温清雨乖巧地应了一声，却转身一屁股坐在陈峰腿上，手臂自然而然地环住他的脖颈，整个人软软地贴了上去。他将脸颊亲昵地蹭了蹭陈峰，又拉起他的双臂环在自己腰间，这才心满意足地窝在他怀里，冲冯岩眨了眨眼：“好啦，我不闹了，妍妍你说吧。”说罢，他使劲按了按他的手，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胸口微微起伏。苏九丽无奈地摇了摇头，收回视线，对冯岩道：“别管他们，你接着说。”冯岩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神色渐渐沉静下来。祈府事发当天，我正与月瑶在后园赏花，那时节海棠开得正好，我们还说等花开成了要办一场赏花宴，谁知下午时分，一群人毫无征兆地闯了进来。他顿了顿，声音微微发颤：“见人就杀。”他们都身着黑袍，蒙着面，大约有110人。我当时吓坏了，月瑶还想冲去救他的父母，却被一个黑袍人拦住。那人见他姿色不错，便起了歹念。就在那时，我们听见月瑶父母房中传出惨叫，知道他们已经……他垂下眼，深吸一口气，我拉着月瑶就往外跑。或许是因为基于我们的姿色，那黑袍人并未下死手，反倒让我们逃了出去。跑出祈府后，我们便分头跑。可我没想到，府外竟还有埋伏。一个身着便衣的壮汉见我出来，立刻追了上来。他的语速渐渐加快，当时街上人多，我便往人群里钻。那人一时追不上我，我以为终于逃出升天，可不知怎地，只觉得一阵眩晕，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时，他看了陈峰一眼，眼里满是羞涩，声音低了下去，便看见龙主在我身上。苏九离神色一凝，沉声问道：“那你有没有发现魔气？”有。冯岩几乎没有犹豫，脱口而出。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惧，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血流成河的午后。那个为首的黑袍人身上带着魔气，虽然很微弱，但我能感觉到那绝不是普通的邪修气息。他攥紧被角，声音微微发颤：“就是他，那个浑身魔气的黑袍人，去了月瑶父母的房间，将他们……”话未说完，他喉间滚动了一下，垂下眼，许久才低声道：“将他们斩杀。”我听见惨叫声，只有2声，很短，像是来不及呼救，便房间里安静下来，只余温清雨略显急促的呼吸声，还有若有若无的轻吟声。苏九离神色凝重，与苏妹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猜测。苏九离神色专注，继续追问：“只有为首的那人身上有魔气？”冯岩微微垂眸，陷入回忆。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他低垂的睫羽上投下一片细碎的阴影。片刻后，他抬起头，重重地点了一下：“没错，
只有那人有魔气，其余人都是很纯净的修仙者灵力，并非魔修的气息。苏妹眉头紧锁，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若有所思。那就奇怪了，阴阳魔宗的人竟然会和修仙者混在一起，这可是头一遭听说。苏九离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修为？冯岩抿了抿唇，努力回想当时的情景，修为很高，最低也是金丹期，我也是金丹期，能感知到的就只有那些金丹期的，至于其他人我看不透。那齐月瑶的父母呢？陈情忍不住插嘴问道。冯岩看向他，声音沉静：那父亲是返虚9层，只差一步变到合体期，母亲修为稍低一些，还在化神期。苏妹眸光微动，缓缓道：那这么看来，那个黑袍人最低也是合体期，否则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击杀齐月瑶的父母。唐青莹点头赞同，语气笃定：合体期在宗门里至少也是长老级别的身份了。冯岩目光掠过两人，又迅速移开，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没什么特点，就是普通的修士，衣着气息都很寻常，唯独那个为首的黑袍人。他顿了顿，眉头微蹙，他有一双三角眼，眼神很凶狠，我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陈情银牙紧咬，拳头微微攥紧，看来他们是有预谋的，只是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明目张胆的动手，还做得如此干净利落，未曾惊动旁人。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打破了房内的交谈。冯岩微微侧身看了几人一眼，轻声问道：何事？小姐，宴席已经备好了。门外传来侍女恭敬的声音。知道了。冯岩应了一声，随即看向众人：不如咱们先用些东西，边吃边聊。苏九离目光转向陈峰，似在等他的意思。陈峰会意，唇角扬起一抹浅笑：走，先吃饭。说起来，多久没吃过东西，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今日可得好好尝长城主府的宴席。温清雨这才回过神来，脸上还带着几分不舍，嘟着嘴道：我还没吃够呢。陈峰低笑一声，语气宠溺又带着几分无奈：乖，等宴席结束，你想吃多少都行，好吧？温清雨这才不情不愿地站起身，谁知双腿一软，身子晃了晃，险些没站稳。陈情眼疾手快，连忙扶住他，嗔怪道：小心点呀！温清雨嘿嘿一笑，顺势靠在他肩上，声音软糯：身子没力气了吗？你扶着我走吧。陈情无奈地摇了摇头，却还是稳稳地搀住他。两人一同向门口走去。几人穿过回廊，来到会客厅。回廊两侧的灵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还凝着清晨的露珠，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远处的花圃中，各色灵花争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胜雪，将整座院落装点的生机盎然。一张长桌居于会客厅正中央，上面摆满了各色菜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红烧灵鹿肉色则酱红，油光发亮，肉块切的大小均匀，每一块都裹着浓郁的酱汁。清蒸玉鳞鱼点缀着翠绿的葱丝，鱼身雪白细嫩，盘中还衬着几片灵参，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还有各色灵蔬鲜果，摆盘精致，令人食指大动。桌上还摆着几壶灵酒，酒壶是青瓷所制，壶身上绘着山水图案，透着几分雅致。好香呀！温清雨一进门便被香味击中，瞬间挣脱了陈情的搀扶，双眼放光，脚下生风般向着长桌跑去。冯丰毅早已在主位等候，见众人到来，笑呵呵的起身相迎。呵呵，几位聊得如何了？苏九离神色郑重，摇了摇头，只是确认了是阴阳魔宗与正道修士联手所为，其余尚无头绪。冯丰毅轻叹一声，眉间掠过一抹愁云，随即又舒展开来，抬手示意：此事急不得，来，咱们边吃边聊，几位请坐。待众人落座，他指了指满桌菜肴，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这些可都是老夫派人专门采购的灵兽肉，吃了能稳固修为，温养经脉，几位尝尝看，莫要客气。温清雨早就按捺不住，筷子已握在手中，一听这话，立刻夹起一块热气腾腾的红烧灵鹿肉，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他嚼了嚼，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不错，很好吃。他一边说，一边又夹了一块，入口特别香，而且好嫩啊，你们快尝尝。他腮帮子鼓鼓的，脸上满是满足的笑意，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见温清雨那腹馋嘴的模样，冯峰一缕须大笑，笑声爽朗，震得桌上杯盏轻轻颤动。他提起酒壶，亲自为陈峰斟满一杯，又给自己满上，举起杯来，目光诚挚：今日特谢二位出手救治小女，来，诸位且尝尝这灵叶城独有的灵果酒，用13种灵果酿造而成，窖藏了整整30年。今日咱们不用灵力化解，只管开怀畅饮，不醉不归。他说着，又转头吩咐一旁的侍女翠香去收拾几间上房，让几位贵客好生歇息。是，大人。名唤翠香的侍女欠身一礼，脚步轻盈地退了出去，裙摆在地面轻轻拂过，带起一阵淡淡的香风。冯丰毅重新举起酒杯，环视众人：诸位，请话音落。他一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陈峰一举杯饮尽，酒液入喉，先是清冽，随即一股甘甜在舌尖化开，带着10余种灵果的馥郁香气。那香气层次丰富，有桃的甜，有杏的酸，还有几味叫不上名字的灵果特有的清香，在口中久久不散。片刻后，若有若无的灵力自酒中溢出，顺着经脉缓缓流转，温润如春风拂过，让人浑身舒坦。然而
不过几息，那灵力便如晨雾欲扬，渐渐散了去。待完全消散，留在经脉中的实不存一。陈峰放下酒杯，心中暗叹一声：下品灵根啊，当真是糟蹋了这等好酒。他面上不显，只是微微一笑，赞道：果然好酒，回味悠长。冯峰一闻言，眼中闪过几分得意，捋须笑道：烈酒窖藏30年，今日才开第一坛，几位若是喜欢，走时老夫各送一坛，带回宗门慢慢品尝。温清雨眼睛一亮，连忙举起杯子，多谢城主大人，那我可要多喝几杯。说罢，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随即被辣得眯起眼睛，吐了吐舌头，惹得众人一阵轻笑。会客厅里渐渐热闹起来，觥筹交错间，众人推杯换盏，气氛融洽。窗外日光正好，将满桌的菜肴映得色泽鲜亮，那灵果酒的香气混着菜肴的香味，在厅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苏九力抿了抿嘴，放下酒杯，抬眸看向冯丰毅，神色郑重：城主大人，齐府事发当天，想必动静不小，上百号人同时冲入府中，厮杀声、惨叫声必定传遍半条街，为何城主府的人没能及时发现，出手阻止这场灾祸？冯丰毅闻言，缓缓放下酒杯，重重叹了口气。他捋了捋胡须，眼中闪过一丝愧色：唉，此事说来惭愧，这些人分明是有预谋的。事后老夫亲自调查过，询问了附近几条街的目击者，据他们讲述，那些人原本就混在大街的人群中，有的佯装买卖，有的闲逛看热闹，与寻常百姓毫无二致。他顿了顿，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继续道：事发之时，他们突然脱去外衣，露出里面的黑袍，随即迅速戴上面巾，如同训练有素的兵士，齐刷刷向着齐府冲去。齐府的侍卫素来松散，哪里料到光天化日之下会有人行凶，还未反应过来，便被那些黑袍人斩杀当场。他摇了摇头，语气沉痛：整个过程快得很，等城主府的卫队闻讯赶到，那些黑袍人早就没了踪影。不过什么？苏妹身子前倾，急切追问。冯峰一抬眼看向众人，目光微沉：我们在收敛遗体时，发现齐剑与他夫人的情况有些不对劲，他们虽已身死，但残留的魂魄痕迹极为紊乱，经随行的供奉查验，断定是被阴阳魔宗的人使用了搜魂邪术，而且是极为狠厉的那种，直接将他们的魂魄撕碎，强行攫取记忆。事后那残魂便散了，连一丝一毫都没留下。众人闻言齐齐沉默了，神魂俱灭，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有了。温清雨手中的筷子停在半空，脸上的笑意早已敛去。苏九力攥紧了酒杯，指尖微微泛白。苏妹咬了咬下唇，眼中闪过一丝寒意：阴阳魔宗当真可恨。冯丰毅叹了口气，又道：烈了，老夫还发现现场有明显的翻找痕迹，柜子被推倒，暗格被撬开，就连床榻都被掀了个底朝天。那些人分明是在找什么东西，只是不知齐府究竟藏了什么宝贝，值得阴阳魔宗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血洗满门也要找到。苏九力、温清雨、陈晴与苏妹的目光齐齐落在陈峰身上，那目光里有恍然，有凝重，也有一丝隐隐的担忧。他们都清楚，陈峰得到了齐月瑶祖传的那枚龙形玉佩，更得到了其中的传承。若阴阳魔宗当真是为那玉佩而来，那陈峰便是他们下一个目标。温清雨下意识往陈峰身边靠了靠，手臂轻轻贴着他的手臂，像是在无声地宣告着什么。陈峰心头微微一动，他脑海中浮现出初见齐月瑶时的场景，那枚被他贴身佩戴的龙形玉佩，莫非那些人所寻的便是那枚玉佩？这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过，陈峰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若真如此，阴阳魔宗的人定然知晓那玉佩的奥秘，或许连玉佩中藏着的阴阳生龙经也一清二楚，而自己已然得到玉佩中的传承，那他们会不会对自己出手？一念及此，陈峰忽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正从暗处窥视着自己。他握紧酒杯，然而不过瞬息，他便压下那股寒意，眸中反倒燃起一丝战意。那又如何？这功法与自己的体质十分贴合，修炼至今境界远超常人，更何况自己身怀诸多底牌，龙威、瞬移，还有那位曾完全参透的传承之力，即便阴阳魔宗的人当真找上门来，又有何惧？他端起酒杯，不动声色地抿了一口，眸光明灭间已是一片沉静。冯丰毅率先打破沉默，举杯问道：不知几位还有何疑问？老夫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九力微微摇头，暂时没有了。虽未探得更多细节，但至少确认了阴阳魔宗的目标是那龙形玉佩，此行便不算白来。冯丰毅再次站起身，脸上笑意重了几分。既如此，那便不谈这些沉重之事。来，再干一杯！众人纷纷举杯，一饮而尽，气氛渐渐欢快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不觉已是月上中天。众人虽未至酩酊大醉，却也不履虚浮，眼神迷离。冯峰一许是心头大石落地，喝得格外尽兴，此刻早已趴在桌上不省人事，口中还嘟囔着什么女儿无事便好之类的话。几名侍卫上前，轻手轻脚地将他架起，往寝房方向去了。温清雨小脸酡红，努力撑起身子，刚一站稳便晃了晃，连忙扶住桌沿才勉强稳住。他眯着眼，指着被架走的冯丰毅，舌头打着结：主人家都走了，咱们也撤吧。好，回去歇歇。
苏妹跟着起身，谁知手一歪，碰倒了手边的酒杯，杯中残酒洒了满桌。她愣愣地看着那片水渍，似乎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陈峰也好不到哪去，他只觉天旋地转，对面的苏九力在他眼中一分为三，围着他缓缓转圈，晃了晃脑袋，试图让自己清醒些。走吧，时辰不早了。他站起身，脚下却像踩了棉花，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一旁倒去。呀，公子小心！一旁的侍女眼疾手快，连忙上前搀住他的手臂，这才堪堪扶住。温清雨原本昏昏沉沉的，一见这场面，顿时瞪大了眼。他指着那侍女，身子晃晃悠悠，语气却透着几分倔强：“你们松开他，他是我的。”陈晴在一旁哭笑不得，想要上前搀扶温清雨，自己脚下却是一个趔趄，身子晃了晃，希儿被一旁的侍女及时扶住。姑娘，小心些。侍女轻声道。陈峰揉了揉额角，只觉天旋地转愈发厉害。他知道自己这状态是走不了路了，便也不再硬撑，侧头对搀扶自己的侍女道：“我的房间在何处？劳烦引路。”是，公子。侍女应了一声，稳稳搀住他的手臂，向厅外走去。其余几名侍女也纷纷上前，各自搀扶一位。温清雨被扶住时，还不忘回头瞪了扶陈峰的那侍女一眼，嘴里嘟囔着什么，却已听不真切。轮到苏妹时，他却摆了摆手，挣脱了侍女伸来的手，身子晃了晃，堪堪站稳。他扬起下巴，大着舌头道：“我不用你们扶，我没罪，自己能走。”侍女见苏妹执意不肯让人搀扶，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侧，小心翼翼地照看着，生怕这位贵客一个不慎摔倒在地。夜风从回廊穿过，吹得廊下的灯笼轻轻晃动，光影在地上明灭不定。好在苏妹虽走得跌跌撞撞，脚步虚浮得像踩在云里，却始终没有真的摔倒。她一路踉跄着，迷迷糊糊地跟在陈峰身后，嘴里还不时嘟囔着什么“我没罪”之类的话，声音含糊不清，像是含着一颗糖。搀扶着陈峰的侍女在回廊尽头停下，轻轻推开一扇门：“公子，就是这间了。”“好，辛苦你了。”陈峰含混地道了声谢，正要迈步进门，忽觉一阵香风从身侧掠过，他眨了眨眼，只隐约瞧见一个身影先他一步进了房间，酒意上涌，眼前人影重重叠叠，他实在辨不清是谁。他晃了晃脑袋，迷迷糊糊地想，不由这里都是自己的女人，谁不都一样，便也没再多想，抬脚跟着进了门。房门外，负责照看苏妹的侍女呆立在原地，手指着陈峰的房门，不知所措。他进错房间了，怎么办？要不要喊他出来？搀扶陈峰的那名侍女回头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压低声音道：“都是城主府的贵客，这不是咱们该管的事。”说罢，两人对视一眼，默默退下了。廊下的灯笼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很快便消失在转角处。房间内，陈峰摇摇晃晃地走向床铺，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铺开一层银白的光晕，将室内的陈设映得隐隐绰绰。他隐约瞧见床上已躺了个人，被子被随意地掀开一角，露出一截藕色的衣袖。他啧了一声，口齿不清地嘟囔：“睡觉也不知道脱衣服，还是我来帮你吧。”说着便俯下身，伸手去解那人腰间的系带，动作笨拙而迟缓，手指几番打滑才将系带解开。“别动，我要睡觉。”苏妹含糊地嘟囔了一句，眼皮都没抬一下，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她的呼吸绵长而均匀，显然醉得不轻。陈峰手上动作不停，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总算将他身上的外衣褪去。他自己也胡乱脱了衣衫，随手扔在一旁的椅背上，拉起被子将两人盖好。被褥间传来淡淡的酒香，混着他身上特有的清香，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夜已深，月光如水，静静流淌在房中。窗外的虫鸣声时断时续，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得这夜色宁静而悠远。陈峰只觉眼皮沉重，意识渐渐模糊，很快便沉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窗外天色渐渐转亮，晨曦透过窗棂洒入房中，在地上铺开一层淡淡的金灰。鸟雀在枝头啁啾，清脆的鸣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苏妹是被一阵窒息感弄醒的，仿佛有什么重物压在胸口，让她呼吸都变得有些艰难。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只觉得头痛欲裂，嗓子干涩的厉害。她下意识地动了动手臂，却发现自己的手臂正环着什么温热的物事，那触感让她瞬间清醒了几分。她低头一看，一张熟悉的脸近在咫尺，正安然地闭着眼，呼吸均匀，沉睡的面容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柔和。苏妹的瞳孔骤然放大，大脑一片空白，随即被汹涌而来的惊愕淹没。她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忘了，只是怔怔地望着眼前这张脸，脑中一片混沌。她下意识想要抽回手臂，却因为这个动作惊醒了沉睡中的陈峰。陈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视线渐渐聚焦，便对上了苏妹那张近在咫尺的脸。他一脸的惊骇，双眸圆睁，嘴唇正缓缓张开，眼看就要发出声音。不好！陈峰心中一惊，本能的想要阻止他出声，却发觉自己的手臂正被他压在身下，此刻早已麻木的失去知觉，根本抬不起来。千钧一发之际，他来不及多想，猛地伸手捂住他的嘴。苏妹的惊呼被堵在喉咙里，化作一声闷闷的呜咽。他瞪大了眼，浑身僵直，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般。片刻后，
苏妹终于缓过神来，她本能的想要挣脱开来，可刚一动，眉头便紧紧皱起，眼神里闪过一丝痛楚。她不敢再动，只是睁大了眼睛，直直地盯着陈峰，那目光里满是惊疑与质问。陈峰见她已恢复清醒，便缓缓松开了手。苏妹得了自由，第一句话便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陈峰，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你昨夜对我做了什么？”陈峰苦笑一声，声音还有些沙哑：“师姐，这可是我的房间，昨夜是侍女带我来的。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我还以为是青雨或者陈晴呢，没想到是你。”苏妹闻言一愣，脑海中飞快闪过昨夜的片段，是她自己逞强，不让侍女搀扶领路。她只记得迷迷糊糊地跟在一个身影后面，想着那身影定是温青雨或陈晴，便没多留意。后来见门开了，她整个人早已困得不行，也顾不得分辨，一头栽到床上就睡了过去。哪里想得到，那身影竟是陈峰。他脸上的红晕瞬间烧到了耳根，连脖梗都染上了一层粉色，张了张嘴，声音里带着几分颤抖，再次质问道：“那你对我做了什么？”陈峰叹了口气，目光复杂地看着他，低声道：“昨夜我们都喝多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怎么能这样？”苏妹眼眶瞬间泛红，声音里已带了几分委屈。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第一次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你侬我侬，甚至自己连一点记忆都没有。窗外的日光渐渐明亮，照在她泛红的眼眶上，那委屈的神色愈发清晰。她垂下眼帘，咬着嘴唇，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鸟雀的啾啾声和两人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晨光透过窗棂，在床榻上投下一道道淡金色的光痕，浮尘在光柱中缓缓漂浮，如同细碎的星屑。房间里弥漫着昨夜残留的酒气，混着少女身上淡淡的馨香，织成一种暧昧而慵懒的气息。窗外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更衬得这清晨格外宁静。陈峰侧过身，看着他纠结的模样，轻声道：“如今你已是龙妃，事已至此，无法更改。师姐，不如就接受了吧。”苏妹咬了咬嘴唇，贝齿在下唇留下浅浅的齿痕，眼中满是复杂的神色。晨光落在她脸上，将那层薄薄的绯色映得格外分明，从脸颊一路蔓延到耳根，连白皙的脖梗都染上了淡淡的粉。她垂下眼帘，睫毛轻轻颤动，声音低低的：“我没有不接受，只是不甘心第一次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连什么感觉都不知道。”她说着，脸又红了几分，下意识地将脸埋进枕间，露出一截泛着粉色的后颈，纤细而柔美。其实之前她一直口是心非，嘴上说着不想成为龙妃，不想被她压在身下，可每次看到温青雨他们获得那些神奇的能力，心里总是忍不住羡慕。她曾在无数个深夜里悄悄想过，若真有那一日，应当是在一间温馨的房里，烛光摇曳如豆，红罗帐暖，二人温柔相对，循序渐进，每一寸肌肤都被珍视，每一次触碰都带着情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醉得一塌糊涂，连怎么发生的都记不清，醒来时身上还压着个男人，连那最隐秘的疼痛都变得模糊而遥远。陈峰无奈地摇摇头，手指轻轻拨开他额前散落的发丝：“那我可没办法帮你将那里恢复原状，就算想也没那个本事啊。谁要你恢复了？”苏妹啐了一口，脸上的红晕又深了几分，嗔怪地白了他一眼，那双平日里清亮的眸子此刻水光潋滟，像是成了一汪春水。她别过脸，露出线条优美的侧脸和微微翘起的唇角，闷声道：“还压着我做什么？还不起来？师妹他们该等急了。”陈峰应了一声，手却不老实地在她腰间流连了片刻，感受着掌心下那层细滑的肌肤。苏妹的腰肢纤细的不盈一握，曲线却柔美的惊人，从腰际到臀瓣划出一道流畅而饱满的弧线，像是上好的白玉被巧手雕琢而成。她正要起身，哎呀，等等！苏妹忽然一声轻呼，眉头紧紧蹙起，脸上闪过一丝痛色。她下意识地伸手环住她的腰，手臂柔软而有力，将她拉了回来。那双手臂白皙如玉，线条纤细却不失韧性，晨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陈峰低头看她一脸痛苦的模样，关切道：“怎么了？还疼？”苏妹紧咬下唇，眼中带着一丝哀求，声音软得像要化开：“你先别动，让我缓缓。”陈峰见她这副模样，只好重新俯下身，双臂撑在她发丝两侧，小心翼翼地避开她散落的长发，将重量都支撑在自己身上。苏妹的长发如末端般铺散在枕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白皙，眉眼如画，鼻梁秀挺，唇瓣因为方才的轻咬而微微泛红，饱满而柔软。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日光渐渐明亮，在床榻上投下更多金色的光斑，将两人的轮廓勾勒得柔和而温暖。苏妹闭上眼眸，睫毛轻轻颤动，像是在仔细感受着什么。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胸口微微起伏，那起伏的弧度在薄薄的衣料下清晰可见，饱满而柔软，像是两枚熟透的果实。她身量高挑，骨架纤细却并不单薄，该丰腴的地方丰腴，该纤细的地方纤细，每一处曲线都恰到好处。片刻后，她缓缓睁开眼，眸中已蒙上一层水雾，那水光在晨光下潋滟生辉，像是雨后的湖面。她声若蚊吟道：“继续。”陈峰一怔，
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让你继续。苏妹别过脸去，露出红透的耳根，那耳垂小巧圆润，此刻染着绯色，像是上好的玛瑙，声音却带着几分倔强。昨夜我什么感觉都不知道，现在我要你补上。陈峰眉头微皱，现在可是青羽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呢，我不管。苏妹转回头，直视着他的眼睛，难得露出一副不讲理的模样。那双眼睛水润润的，带着几分委屈，几分倔强，还有几分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期待。我现在就要。陈峰无奈地看了他片刻，终于低下头，轻轻附上他的唇。那唇瓣柔软的不可思议，带着清晨特有的微凉，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意。窗外的阳光渐渐明亮，鸟鸣声也愈发清脆。城主府主殿会客厅内，晨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落一地金黄，将厅中的桌椅器物都镀上了一层暖意。窗棂上的镂空花纹被日光投影在地面，随着时辰的推移缓缓移动，像是日晷上无声的刻度。厅中茶香袅袅，混着院中传来的花香，在空气中织成一种恬淡而安宁的气息。苏九丽端坐于椅上，手中捧着一盏清茶，神色淡然如水。她今日穿了一袭素白长裙，腰间系着铜色的丝带，勾勒出盈盈一握的纤腰，裙摆铺散在椅面上，如云如雾，衬得她整个人清冷出尘，像是画中走出的仙子。只是偶尔抬眼望向门外的目光泄露了几分心不在焉，那双清冷的眸子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唐青莹坐在她身侧，一袭淡青色的衣裙衬得她肌肤胜雪，她身段玲珑，该凸的地方凸，该翘的地方翘，每一处曲线都恰到好处。纤纤玉指轻轻摩挲着杯沿，指尖圆润如葱，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泛着淡淡的光泽。她唇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不深，却让人看了心里熨帖。冯颜则显得有些拘谨，不时整理着衣角。她今日穿了一身鹅黄色的衣裙，衬得她整个人娇俏可人。她身量娇小，却并不单薄，胸脯鼓鼓囊囊的，腰肢却纤细的惊人，走起路来裙摆轻摇，像一朵在风中摇曳的花。目光在几人之间游移，带着几分初来乍到的小心翼翼。温清雨站起身走到门边，探头朝外张望了一眼。她今日穿了一身水绿色的裙子，裙摆上绣着几朵小小的兰花，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摆动，身姿轻盈，像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看了一会儿，她转身嘟着嘴抱怨道：都什么时辰了，太阳都升起来了，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她抱起双臂，那手臂纤细白皙，在晨光下泛着柔光，鼻子里轻哼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酸溜溜的意味。这个四师姐也真是的，平日里口口声声说不要，说什么我才不要成为龙妃，结果呢，身子倒是很诚实嘛。趁着昨夜喝醉了，偷偷摸摸就跑到龙主房间里去了。陈情抿嘴一笑，柔声道：你也别抱怨了，你之前不是天天念叨着想让四师妹加入咱们吗？现在如你所愿了，怎么反倒不高兴了？陈情今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衣裙，颜色素净，却衬得她整个人温婉如玉。她身量高挑，气质沉静，像是深谷中的幽兰。温清雨撇了撇嘴，在椅子上坐下，晃着腿道：我不是不高兴，我就是气不过嘛。他干嘛非得嘴硬，说什么不要加入我们，好像我们求着他似的。他晃腿的动作带着几分孩子气，裙摆随着动作轻轻摆动，露出纤细的脚踝和一截白皙的小腿。唐青莹闻言莞尔，眸光流转，轻笑道：傻丫头，咱们都是女人，这你还不懂，不过是口是心非罢了。她性子倔，又爱面子，哪肯当着咱们的面承认自己动了心，等私下里指不定怎么透着乐呢。温清雨皱了皱鼻子，眼珠转了转，忽然计上心来，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哼，等他们出来，我定要让他喊我一声姐姐，不然我可饶不了他。话音落下，几人相视而笑，会客厅里的气氛轻松了几分。晨光在他们的笑脸上镀上一层金辉，映的那一张俏丽的面容愈发鲜活明艳。唯有苏九丽依旧端着茶盏，只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一个时辰后，日上三竿，金色的阳光已铺满整个会客厅，将每一处角落都照得亮堂堂的。院中有几株海棠，花开得正好，粉白相间，在风中轻轻摇曳，偶尔有几片花瓣飘落，在阳光里打着旋儿，最终落在青石地面上。陈峰与苏妹终于出现在门口，苏妹走在他身侧，小脸上还残留着未褪尽的潮红，像是枝头熟透的蜜桃，粉嫩的能掐出水来。呼吸微微有些急促，胸口随着呼吸轻轻起伏，那起伏的弧度在薄薄的衣料下清晰可见，步履间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踉跄，每一步都轻飘飘的，像是踩在云端。她身段极好，腰肢纤细，臀瓣挺翘，走起路来有一种慵懒的风情，像是被雨露滋润过的花枝，娇艳欲滴。温清雨一见二人，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站起身迎了两步，语气里满是促狭：你们终于完事了。陈峰微微一笑，神色坦然：让你们久等了。温清雨眼珠一转，也不接话，径直走向苏妹。他伸出手指在苏妹肩上轻轻一推，啊！苏妹猝不及防，本就发软的身子顿时一个踉跄，发丝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整个人险些栽倒。温清雨眼疾手快，笑嘻嘻的一把将她扶住，顺势揽在怀里，凑到她耳边打趣道：哎呀啊，四师姐这是怎么了？堂化神奇强者，怎么连站都站不稳了？苏妹又羞又恼，脸颊疼得烧了起来，
那红晕从脸颊一路蔓延到白皙的脖颈，连耳垂都染成了粉色。他狠狠瞪了温清雨一眼，却因气息未稳，连反驳的话都说得软绵绵的。你少胡说。温清雨凑到苏妹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却掩不住那股狡黠的笑意。四师姐，老实交代，是不是昨夜没舒服够，今早又缠着龙主来了一次？苏妹的脸疼得烧了起来，那红晕深得几乎要滴出血来，声音小得像蚊蝇。昨夜是意外，我不知道那是他的房间，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记得。早上醒来就……哦，温清雨拉长了尾音，眼睛瞪得溜圆，满是惊讶与促狭。所以你是早上醒来之后缠着他又要了一次？你别说了。苏妹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伸手去捂温清雨的嘴，却被他轻巧地躲开。温清雨背着双手，挺起胸脯，仰着下巴，活像一只骄傲的小孔雀。他清了清嗓子，故意拖长了语调，脆生生的道：苏妹，你最后一个加入我们的，按照龙后定下的规矩，理应叫我一声姐姐。对了，他眼珠一转，补了一句：龙后就是师尊，这可是他老人家亲口定的规矩哦。苏妹原本还绷着脸，想着怎么反驳，一听最后那句话，小脸瞬间垮了下来。若是温清雨单纯以师妹身份让她叫姐姐，她有1万个理由不依。论年纪，论入门先后，自己才是师姐。可偏偏她搬出了师尊。苏妹咬了咬牙，脸颊长得通红，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她深吸一口气，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2个字：姐姐。那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温清雨侧过耳朵，挑着眉，故意把手搭在耳边：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姐姐。苏妹终于按捺不住，提高了嗓门喊了一句，随即像炸了毛的小猫，急声补道：温清雨，你别太过分了。听到了，真乖。温清雨笑嘻嘻地伸出手，在他脑袋上轻轻拍了拍，像在安抚一只炸毛的小动物。他自然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见苏妹脸都快烧起来了，便见好就收的退后一步。一旁的唐青莹和冯岩早已忍不住，掩着嘴笑作一团，眼睛弯成了月牙。苏九丽无奈地摇了摇头，唇角却微微上扬。陈晴也是抿着嘴轻笑，想起自己在客栈时被七师妹缠着叫姐姐的场景，心里暗想：叶下可好，四师妹也没逃过这一劫。陈峰见闹得差不多了，干咳一声，正色道：时辰不早了，咱们也该动身了。说罢，他转身走向冯岩，目光柔和了几分，温声问道：你是留在城中，还是与我们同行？冯岩几乎没有犹豫，脱口而出：我要跟你在一起。话一出口，他脸上浮起浅浅的红晕，却还是鼓起勇气补充道：既然我已是你的人，自然要跟着你，无论你去何处，我都跟着。陈晴闻言微微蹙眉，轻声问道：那冯城主舍得你吗？我可听说你是他唯一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众人听了纷纷点头，他们都听说了冯岩神魂受损，昏迷不醒的那1个月，冯峰翌日守在床边，寸步不离。短短30天，青丝竟成白发。要知道修仙者寿元悠长，哪怕是上1000岁的老祖，也不至于头发全白。那1个月，冯峰义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想而知。就在这时，一阵爽朗的笑声从门外传来，哈哈！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冯峰义大步流星地走进会客厅，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让人惊讶的是，他那一头原本雪白的发丝，如今竟恢复了不少青黑之色，整个人仿佛年轻了10岁。他目光扫过众人，笑呵呵地问道：几位都在啊？昨夜休息得可好？陈峰上前一步，拱手一礼：多谢城主大人盛情款待，我等今日打算辞行。冯峰义闻言一愣，脸上露出惊诧之色：哦，这么快？为何不多住几日，也好让老夫尽一尽的主之意，好好答谢你们救这小女的恩情。陈峰摇了摇头，神色诚恳：城主大人不必客气，我等尚有宗门任务在身，还需继续追查阴阳魔宗之人的下落，实在不便久留。这……冯峰义叹了口气，眼中满是惋惜：那就太可惜了，老夫还想着与几位多饮几杯呢。话音落下，他手腕一翻，掌心光芒微闪，一个巴掌大小通体圆润的物件便凭空出现。那物件呈暗银色，表面刻着繁复的纹路，隐隐有灵光流转。他双手捧着，向陈峰递了过去，此乃寻魔盘，是齐府出事后老夫特意让府中供奉炼制的，专门用来探寻魔气。若有阴阳魔宗的人靠近，他便会自动示警，还能锁定魔气的方位。此物就送给你们吧，或许对追查有所帮助。陈峰目光落在那寻魔盘上，眸中闪过一丝郑重。那就多谢城主大人了，嘻嘻。陈峰还未开口，温清雨已经眼疾手快地将寻魔盘夺了过去，双手捧着翻来覆去的打量，眉眼弯弯，满是新奇。冯岩忽然上前一步，抿了抿唇，鼓起勇气开口道：爹爹，女儿想和他们一同前去历练一番。他抬眸看向冯峰义，目光坚定，声音却轻柔：女儿已经长大了，总不能一直躲在爹爹的羽翼之下。话虽如此，他的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陈峰，那一瞬间眸中满是化不开的柔情。冯峰义先是一愣，随即顺着女儿的目光看去，心头顿时了然。那眼神他太熟悉了，当年亡妻看自己时便是这般模样。再回想昨天女儿刚醒来走路时那微不可察的异样，原以为是卧床月余，身子还未恢复，如今看来怕是……
他心中暗叹一声：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罢了，只要他高兴，随他去吧。旋即，他面上露出慈爱的笑容，点头道：门魏父今早也正想着此事。你年满18了，是该出去见见世面。恰巧有太虚宗的真传高徒在，魏父也不必太过担忧你的安危。说到这里，他转向陈峰，郑重拱手，神色恳切。角女年纪尚小，往后若有不懂事之处，还望诸位多多包涵，多加照拂。温清雨将寻魔盘往怀里一搂，笑嘻嘻地抢答道：城主大人放心，有龙可有陈峰在，您的宝贝女儿绝对不会有事的。他险些说漏嘴，连忙干咳2声掩饰，脸上的笑意却更浓了。苏九力淡淡一笑，神色温婉却郑重：城主大人放心，有我等在，绝不会让令爱受半分委屈。冯峰一闻言，目光在女儿脸上停留片刻，眼中满是不舍，却还是强撑着笑意，再次拱手：那就拜托诸位了。陈峰点了点头，语气诚恳：城主大人不必客气，此处事毕，我等便就此告辞。他不动声色地向陈情几人递了个眼色，随即转身向着城主府外走去。温清雨将寻魔盘小心收好，临出门前还不忘回头冲冯峰一挥挥手，笑嘻嘻地道：城主大人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妍妍的。冯妍跟在众人身后，走到门口时忽然顿住脚步，回身望向父亲。冯峰亦站在原地，白发在晨光中微微泛着银光，身形依旧挺拔，眼中却藏着千言万语。爹爹，冯妍轻唤一声，眼眶微红。去吧。冯峰一摆了摆手，笑容慈祥，好好跟着几位师兄师姐，莫要添乱。冯妍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跟上众人的步伐，走出城主府。晨光洒在青石板路上，将几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冯峰亦站在府门口，目送着那一行身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街角尽头，才轻轻叹了口气，转身折返。而那一行人已踏上了继续追查阴阳魔宗的路程。路上，陈晴望着街边熙熙攘攘的摊位，轻轻叹了口气：哎，折腾了这么久，到头来还是不知道究竟是谁灭了祈福满门。陈峰脚步未停，目光平视前方，语气沉稳：也不全然没有收获，至少咱们知道了有阴阳魔宗参与，还有正道弟子掺和其中，只是不知究竟是哪个宗门的弟子与魔道勾结。苏媚秀眉微蹙，可惜线索到了这儿就断了，想要继续追查，也不知该从何处入手。冯妍犹豫了一下，抬眼看向众人，轻声提议道：我先前听爹爹提起过，曾在灵州城外的苍明山上有阴阳魔宗的人出没，还与当地人起了冲突，要不咱们去那里看看。温清雨正低头把玩着手中的寻魔盘，闻言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好奇：灵州城有阴阳魔宗的人，那冯城主可曾派人围剿过？苏媚翻了个白眼，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那可是灵州城，冯城主是灵业城城主，手再长也伸不到人家地盘上去。陈峰点了点头，脚步一顿，当即拍板：那便去灵州城走一趟，希望能在那儿弄清楚欺负灭门案里究竟是谁与阴阳魔宗联手。几人相视一眼，再无异议，脚步转向城外方向。几人出了城，沿着官道走了片刻，便转入一条林间小径，四周树木葱郁，枝叶交错，遮去了大半日光，只露下斑驳的光影，鸟鸣声声，更显得此处幽静无人。温清雨回头望了望，见城门已远，四周再无旁人身影，眼珠一转，悄悄放慢脚步，凑到陈峰身边。他伸出手，轻轻环住他的腰，整个人软软的贴了上去。扬起脸时，眼中满是暧昧的笑意，声音娇软的像化开的蜜糖：龙主，此处再无旁人，我想要你抱着我走，嘻嘻。陈峰还未开口，苏媚已经扑哧一笑，凑过来打趣道：七师妹，你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莫非除了那档子事就没别的事了？温清雨冲他皱了皱鼻子，正要反驳，陈情以莞尔一笑，柔声道：那可不行，龙主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总不能让你一人霸占着。唐青莹在一旁淡笑不语，目光却落在陈峰身上，隐隐带着几分期待。苏九里依旧神色清冷，只是脚步微微顿了顿，耳间不易察觉的红了一瞬。陈峰低头看着怀里撒娇的温清雨，心中不由得一软。说起来，陈情、苏媚、唐青莹能成为龙妃，这小妮子功不可没，这点小要求自然该满足。他伸手揽住她盈盈一握的腰肢，将她往怀里带了带，让她紧紧贴着自己，低笑道：行，你有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哪怕是在此处做，嘿嘿。温清雨被他笑得小脸一红，下意识看了看四周，树林幽深，确实不见人迹，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小声嘟囔道：此处虽无旁人，可万一有人经过怎么办？我的身子可只能让龙主你一个人看。说着，他把脸埋进他怀里，耳根都染上了绯色。唐青莹看着前方相拥而行的两人，掩嘴轻笑，眼中带着几分促狭。说起来，现在咱们当中就属龙主修为最低了吧？苏媚闻言，掰着手指头数了起来，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可不是吗？大师姐反虚期，三师姐在客栈也突破到了反虚1层，我呢，今早醒来发现已到化神2层，七师妹是金丹7层，唐师姐你是化神7层，算来算去，可不就是龙主修为最低？温清雨正依偎在陈峰怀里，小手不安分地落在他小腹下，闻言立刻抬起头，不服气的反驳：那又如何？就算你们修为再高，对龙主出手
也伤不了他分毫。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语气意味深长，反倒是龙主对你们出手，嘿嘿，你们恐怕受不住，到时候定会哭着喊着求饶呢。这话说的直白，几人顿时小脸微红。苏妹却不肯认输，扬起下巴道：那就让龙主出手试试看，看我会不会求饶，只怕你缠着龙主不放，不肯让他出手罢了。温清羽嘻嘻一笑，把陈峰的腰搂得更紧了些，落在陈峰小腹下的手紧了紧，像只护食的小猫。现在龙主可是我的，想把他从我身边夺走，门儿都没有。等会儿到了清静无人之地，我和龙主还要做，可你们呀，就乖乖在外面等着吧。他说着，小脸也微微泛红，却还是理直气壮地仰着头。陈峰暗自思忖，自己如今已是筑基巅峰，只差一枚破壁丹便可突破。可这一行人不知何时才能返回宗门，难道要一直困在这一境界？他转头看向众人，开口问道：不知炼制破壁丹需要哪些灵草，何处可以寻得？冯岩柔声开口，娓娓道来：这破壁丹的丹方倒也简单，我之前突破时曾见府中供奉用过那丹方，主要需3味：千年灵参、紫燕莲心，还有玄水玉髓。辅药则是青灵草、凝露花、赤血藤。药引吗？需要1枚3阶妖兽的内丹。陈情接过话茬，语气轻快：千年灵参吗？深山老林里就能寻到。紫燕莲心就得去有地火的地方找了，那种地方热得很。至于玄水玉髓，得到极寒之地去碰运气。其他的灵草倒好办，许多地方都有，就是这3味主要着实有些难寻。苏九力缓缓开口，语气沉稳：其实这3味主要咱们青州境内就能寻到。太仓宗辖下有一处极热之地，太清宗则管着一片极寒之地，咱们太虚宗也有一片万年森林。3宗弟子所需的破壁丹主要大多是从这3处得来的。只是他顿了顿，目光微凝，这3处都不是什么善地，凶险重重。陈峰闻言，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意：危险？那又如何？大不了我一个瞬移，直接回太虚宗你们师尊身边。他目光落在苏妹身上，眼神柔和了几分，语气却带着几分调侃。之前在祈府，苏妹还未成为龙妃时，我还真有些担心，万一遇上危险，我们几个瞬移走了，你该怎么办？如今嘛，他伸手将苏妹也揽入怀中，唇角的笑意更深，你也成了龙妃，这最后的顾忌也没了。九州大陆再凶险的地方，咱们何处去不得？温清羽在他怀里咯咯笑起来，伸手戳了戳他的胸口，瞧把你得意的。苏妹被他揽在怀里，小脸微微泛红，心里却莫名生出一丝庆幸，幸好昨夜阴差阳错的成了龙妃。他不敢想象，若是没有这一层羁绊，真到了危急时刻，他们几个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自己一人孤零零地面对险境，那场景光是想想就让他脊背发凉。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往陈峰怀里靠了靠。苏九力看着这一幕，唇角微微扬起，随即正色道：那便这样定了，咱们先去灵州城探查，之后转到万年森林，再去另外2处地方待找麒麟草，我便开炉炼丹，争取在真传弟子排名大比之前，让你突破到金丹期。他看向陈峰，目光柔和却郑重，语气里带着几分期许。陈峰低头在苏妹和温清羽的小嘴上各自轻轻一吻，唇瓣相触的瞬间，温热的触感让2人都不禁红了脸。他抬起头，眼中带着笑意：好，那就这么办。冯岩看了看天色，轻声提议道：灵州城距离此处有些远，咱们还是御剑过去吧，省些脚力。好。陈峰微微颔首，侧头对怀里的温清羽和身侧的苏妹柔声道：我带着你们。温清羽闻言，搂着他腰的双臂又收紧了几分，整个人恨不得挂在他身上，甜甜的应了一声苏妹抿了抿唇，没说话，只是往他身边靠了靠。旋即陈峰周身灵力流转，衣袂无风自动，他揽着苏妹和温清羽，脚下轻点，3人缓缓腾空而起，踏着清风徐徐升上半空。冯岩率先祭出飞剑，剑身清光流转，他轻身跃上，在前方引路。陈峰几人紧随其后，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天空澄澈如洗，白云悠悠从身侧飘过，远处群山如带，连绵起伏，清风拂面，带着草木的清香。温清羽依偎在陈峰怀里，仰头望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渐渐不满足于只是这样抱着他，踮起脚尖凑上前去，柔软的唇瓣轻轻印在陈峰的唇上。苏妹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姬师妹，我还在这儿呢，你就这么着急？温清羽松开唇，微微娇喘着，脸上泛着动人的红晕，却满不在乎地说：你是我师姐，又是龙妃，你在又如何？又不是外人。苏妹被他这话噎得无话可说，只好无奈地松开揽着陈峰的手，身形微动，施展御空飞行，与2人拉开一些距离。行，那我还是自己赶路吧，免得碍了你们的眼。陈峰看着苏妹驶去的飞远，唇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没了苏妹在一旁，他也没了顾忌，手臂一收，将温清羽转过身来，从背后轻轻拥住他。温清羽顺从地靠在他胸膛上，微微扬起头，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陈峰一手探入他的领口，指尖触及那温润滑腻的肌肤，另一只手落在他平坦的小腹下，轻轻摩挲。温清羽喉间溢出一声满足的轻吟，双眸微眯，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他整个人软软地靠在他怀里，小嘴微张，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脸上满
是惬意与享受。冯颜在前方专心遇剑，本想充耳不闻，可温清羽那若有若无的娇吟，还是丝丝缕缕地钻入耳中。他俏脸绯红，贝齿轻咬下唇，手中剑诀险些乱了分寸，脚下的飞剑也跟着微微颤抖。苏九离面色清冷，目视前方，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只是那不断传入耳中的声音，让他胸口的心跳越来越快，砰砰砰的，仿佛要跳出胸腔。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却发觉呼吸都已乱了节奏。苏妹故意飞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他撇了撇嘴，小声嘀咕道：“这个七师妹真是越来越没羞没臊了。”话虽如此，他的目光还是忍不住往那边瞟了一眼，又飞快地收回。陈情飞行在队伍侧后方，目光时不时飘向陈峰二人，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看着温清羽那惬意的模样，他心里暗暗琢磨，等到了休整的地方，自己一定要找机会与他亲近一回，可不能总让七师妹把龙主霸占着。唐青莹落后半个身位，眼神暗了暗，她垂下眼帘，心中思绪翻涌。自己虽然已是龙妃，可她们终究是同门师姐妹，朝夕相处，情分自然比自己深厚。想要让陈峰多亲近自己，怕是还得主动些才行。当陈峰一行人飞过一座山峰时，温清羽缓缓睁开眼，整个人慵懒地倚在他怀里，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眼神也有些迷离。他微微喘息着凑到他耳边，声音轻软的像羽毛拂过。龙主，我不行了，就在这里歇一歇吧。陈青耳间听到这话，眼睛顿时亮起狡黠的光。他故意拉近与陈峰的距离，探过头来打趣道：“哟，七师妹，这就不行了？我还以为你能坚持到灵州城呢。”温清羽嘤咛一声，羞得把脸往陈峰怀里又蹭了蹭，没有说话，只是那双含着水雾的眼眸抬起来，满是期待地望着陈峰。陈峰低头看了眼下方的峰顶，那里树木林立，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绿意将山石掩映得严严实实。他唇角微微扬起，温声道：“不如就在这里休整一下吧。”苏九力闻言微微颔首，神色清冷如常，大便在此处歇息，顺便恢复些灵力。既是龙主发话，众人自然遵从。几道流光缓缓下落，穿过云层，落在峰顶的树林之中。四周古木参天，枝叶交错，将午后的日光筛成细碎的光斑，洒落在松软的落叶上。林间有溪水潺潺流过，清澈见底，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随着水流缓缓打着旋儿，鸟鸣声声，更显幽静。远处山峦叠翠，云雾缭绕，像是水墨画中晕染开的淡影。苏妹环顾一圈，眉头微微蹙起，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这儿虽说有树木遮掩，可也算不得隐蔽，几乎一览无余呢。”她目光转向温清羽，眼中满是促狭的笑意：“七师妹，你确定要在这儿？就不怕我们几个在旁边偷看？”温清羽本就泛红的脸颊瞬间烧得更厉害了，他咬了咬下唇，此刻哪里还有心思反驳？陈峰唇角勾起一抹笑意，目光扫过众人，温声道：“你们就在此处休息，我带他去里面。”说罢，揽住温清羽的腰肢，向着树林深处缓步走去。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偶尔有鸟雀从枝头飞起，扑棱棱地消失在林间。温清羽依偎在他怀里，脚步虚浮，整个人几乎挂在他身上，却还不忘回头冲几人眨了眨眼，眼波流转间尽是得意。“喂，龙主，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还有我们呢，哥哥。”陈情望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忍不住扬声打趣，笑声清脆如铃。陈峰头也不回，只是挥了挥手，那意思再明显不过，都有份，别急。脚步声渐渐远去，树影摇曳间，两道身影消失在密林深处。陈情收回目光，眼中闪烁着笑意，转向众人问道：“一会儿七师妹出来，咱们谁先去啊？”此话一出，几人神色各异。唐青莹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垂下眼帘，指尖无意识地搅着衣角。论关系，自己本是与他们为敌才被迫加入；论亲疏，又怎能与这些朝夕相处的师姐妹相比？莫说排在前面，便是最后一个，她也无话可说。只是她怕的是被冷落，被遗忘。若往后的日子都是这般，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旁人亲近龙主，自己却始终被晾在一旁，那还不如死了干脆。方才在路上看着陈峰与温清羽一路相依，听着那若有若无的声音，他早已心痒难耐，浑身都不自在。可这话他又如何说得出口？我看不如就让大师姐先去吧。苏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苏妹目光落在苏九力身上，语气认真：“在场众人就属大师姐最为矜持，与龙主接触也最少，况且她是咱们在师门中的大师姐，理应排在前面。”陈青点了点头：“没有异议，我看行。”冯岩连忙举起小手，小声道：“我也没意见。”随即俏脸一红，垂下眼睫，声音越来越低：“我不着急的，只要你们别忘了我就好。”几人相继表态后，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苏九力和唐青莹身上。苏九力那清冷的面容上难得泛起一丝浅浅的红晕，他轻抿唇角，语气依旧淡然，却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松动：“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便不推辞了。”话虽说的矜持，可他的心跳早已乱了节奏。身为大师姐，她一向自持稳重，可方才看着陈峰与温清羽一路相依，听着那若有若无的声音，她何尝不是心绪难平？只是碍于身份，碍于性子，不好开口罢了。如今他们都这般推崇，倒也算是顺水推舟。而唐青莹，她
他咬紧下唇，沉默了片刻，他终于抬起头，声音轻得几乎要被风吹散，语气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卑微，只要各位姐姐愿意分我一杯羹就好。那眼神里满是忐忑与期盼。几人闻言，心中皆是一软。林间的风轻轻拂过，带来远处野花的清香，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在他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在这时，树林深处隐隐传来几声轻响，像是风吹动枝叶的声音。他们面面相觑，眼神交汇间尽是尴尬与羞赧。陈情啐了一口，忍不住低声骂道：“这个七师妹也不知道收敛些，生怕我们听不见吗？”其他人闻言，羞涩地别过脸去，谁也不敢去看彼此。苏九丽端坐于青石之上，面色依旧清冷，可那微微颤抖的睫毛以及眼底深处隐隐流动的期待，早已出卖了她。时间在微妙的气氛中缓缓流淌，林中的光线渐渐西移，将树影拉得越来越长。不知过了多久，那断断续续的声音终于渐渐平息，所有人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只是那面颊上不正常的潮红，以及微微紊乱的呼吸，都昭示着方才那段时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不一会儿，脚步声响起，温清雨从树林深处缓步走来，脚步有些虚浮，脸上却带着满满的艳足之色，那红晕还未褪尽，衬得他整个人娇艳欲滴。他扫过众人，眼波流转，笑嘻嘻地问道：“怎么样？方才听得可清楚？你果然是故意的。”陈情疼地站起来，气鼓鼓地指着他，脸颊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你知不知道你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困扰？那困扰二字咬得格外重。温清雨却只是咯咯一笑，也不辩解，径直走到一旁坐下，闭上眼睛养神去了。林间的风轻轻吹过，带起他鬓边的发丝，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远处的山峦依旧静谧，云雾缭绕间，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温清雨眨了眨眼，一脸我为你们着想，你们却不领情的委屈模样。几人闻言一愣，随即想到什么，齐齐啐了一口。陈情张了张嘴，却也没再说话。大师姐，该你了。苏妹出声提醒，目光落在苏九丽身上。苏九丽心里微微一颤，终于轮到我了吗？上次还是在宗门，那是她的第一次，如今过去这么久，那种感觉她都快记不清了。她缓缓站起身，努力维持着面上的清冷，对众人轻声道：“你们先在此等候。”话音刚落，她的身影便瞬间消失在原地，竟是直接瞬移过去了。苏妹笑得眉眼弯弯，语气里满是促狭，看来大师姐也坚持不住了，都等不及走过去了。刚刚七师妹那样，谁能坚持得住？陈情嘟囔一声，下意识又并拢了双腿。林间的风轻轻拂过，带来远处野花的清香，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在草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几片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缓缓飘落。陈峰正坐在一块平滑的青石上，低头专注地擦拭着手中的斩龙剑，剑身在日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泽，映出他专注的眉眼。忽而眼前光芒一闪，一道熟悉的身影便凭空出现在他面前。他微微一怔，呆看青来人，眼底掠过一丝意外，竟是苏九丽，那个一向清冷自持的大师姐。他放下手中的剑，唇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起身迎上去，轻轻将她拥入怀中。他的发丝拂过她的脸颊，带着淡淡的冷香，像是冬日里的第一场雪。真没想到温清雨之后来的会是你，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与我这般了呢。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苏九丽被他拥住的那一瞬，身子微微一僵，随即软了下来。那独属于他的气息将他包裹，让他本就因方才那些声响而有些纷乱的心绪又添了几分波澜。他能感受到他胸膛的温度，还有那沉稳有力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是某种古老的鼓点。是他们让我来的。再说了，我也要提升修为，有这样的机会，为何不来？他顿了顿，垂下眼睫，声音低了下去。自从在宗门那次之后，你就再也没有与我亲近过。最后一句话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隐隐透着一丝委屈。陈峰心中一软，伸手轻轻抚过他的发丝，动作轻柔而缓慢。他注视着他的眼睛，语气里带着歉意：“是我的错，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今后我一定补偿你。”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两人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林中有鸟雀啾啾，远处溪水潺潺，一切都是那样安宁而美好。苏九丽微微扬起头，白皙的脖颈拉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青丝如瀑般散落在肩头。她垂下眼帘，呼吸微蹙，眸中水光潋滟，轻声道：“吻我。”陈峰唇角勾起一抹笑意，看来宗门那一次让他记住了这个。他没有犹豫，俯身附上他的唇，那唇瓣柔软而微凉，带着他特有的清冷气息，却又在他舌尖的轻触下渐渐融化。四唇相触的瞬间，苏九丽伸出玉臂环住他的脖颈，将他拉得更近。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两人相依的身影上镀上一层朦胧的光晕，像是画师笔下最温柔的笔触。另一边，温清雨将小手贴在耳边，朝着陈峰所在的方位侧耳倾听。过了好一会儿，他收回手，嘟着嘴嘟囔道：“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大师姐也太安静了吧。”苏妹噗呲一声笑出来，眼中满是促狭：“你以为谁都像你啊？那么大胆，那么招摇，恨不得让整个九州大陆都知道你在做什么。”陈情掩嘴轻笑，接过话茬：“大师姐本就清冷孤傲，没声音是正常的，要是有声音了，那才叫不正常呢。”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气氛轻松而愉快。
林间的日光渐渐西斜，将树影拉得越来越长。时间在闲聊中缓缓流逝，期间又经过几次换人，苏妹去了，陈晴去了，冯岩也去了，差不多每个人都轮了一遍。直到冯岩红着小脸，脚步虚浮地走回来，唐青莹终于忍不住抬起头，眼中满是期待，小心翼翼地问道：“龙主，可有让我去？”冯岩摇了摇头，低声道：“龙主没有说。”话音落下，气氛瞬间沉了下来。唐青莹抿紧了唇，眸中隐隐有水雾浮现。她垂下眼，难道她真的要将自己冷落在一旁吗？她抽了抽鼻子，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我知道了。”说罢，她转过身去，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眼中的泪光。哎呀！温清雨急了，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腕，将她转回来。你也是龙妃，凭什么去不得？你没看见龙主到现在还没回来吗？那就是在等你啊！你不主动些，难不成还要龙主亲自来请你？苏九丽也走上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语气柔和：“是啊，青莹，如今只剩下你一人，他却还未归来，定是在等你。快去吧，莫让他等急了。”冯岩用力点头，柔声劝道：“我也觉得是这样，大家都是龙妃，龙主不会偏心的。”苏妹走到他身侧，郑重地看着他的眼睛：“哪怕以前是敌人，现在咱们都一样。你别多想，学七师妹，整天黏着他，他想躲都躲不掉。”温清雨闻言，骄傲地挺了挺胸，那模样像只得胜的小孔雀。唐青莹闻言，心里蓦地一暖，那股暖意从心底涌起，直冲眼眶，化作泪珠滚落下来。他自己也分不清，这眼泪究竟是感动，还是方才那些忐忑与委屈的释放。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刀剑相向，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如今他们却站在这里，这样真诚地关心自己，接纳自己。或许成为龙妃真的是他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他用力点了点头，抬手拭去脸上的泪痕，破涕为笑：“我这就去。如果他敢不肯，我就学七师妹，天天黏着他。”说罢，他自己先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眉眼弯弯，泪痕未干，却已是满眼的释然与期待。林间的风轻轻拂过，吹动他鬓边的发丝，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远处的山峦依旧静谧，云雾缭绕间，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而美好。温清雨眨了眨眼，笑嘻嘻地凑到唐青莹耳边，压低声音道：“那你等会儿可一定别害羞哦，让我们都听听。”唐青莹闻言，脸颊瞬间红透，连耳根都烧了起来。她咬了咬下唇，却没有退缩，反而鼓起勇气，故作镇定地回了一句：“你放心，我才不会藏着掖着呢。”话一出口，她便羞得不敢再看众人，更怕他们再说出什么更让人面红耳赤的话来，亦或是她早已迫不及待想见到陈峰，身形一闪，便凭空消失在原地。众人相视一笑，还未来得及开口，树林深处便已传来几声轻响，伴着风过枝叶的沙沙声。那声音婉转而清亮，比方才温清雨那边的动静还要大上几分，清清楚楚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陈晴哭笑不得，轻轻啐了一口：“这唐青莹也太实在了吧，这么大动静，方才好不容易平复下去的心绪，被他这一闹，怕是又要乱了。”温清雨却笑得眉眼弯弯，一脸得意：“嘻嘻，这唐妹妹还真是说到做到呢。”一个时辰后，天色彻底暗淡下来，最后一抹余晖沉入山峦，树林中只剩下斑驳的树影和微弱的虫鸣，暮色如墨，将远处的山峦染成一片深沉的黛青色。林间的雾气渐渐升起，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微光，光芒一闪，陈峰揽着唐青莹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唐青莹整个人软软地靠在他身上，双腿几乎站不稳，脸颊上的红晕还未褪尽，呼吸微微有些急促，像是刚刚跑过很远的路。他垂着眼，不敢去看众人的目光，手指不自觉地攥着陈峰的衣袖。温清雨眼尖，立刻凑上前去，上下打量着他那慵懒的模样，笑嘻嘻地打趣道：“嘻嘻，完事了，天都黑透了呢，刚刚表现得不错。”唐青莹闻言，羞得把脸埋进陈峰怀里，只露出红透的耳尖，那耳尖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粉色，像是枝头熟透的樱桃。苏妹笑靥如花，适时开口提议道：“依我看，咱们该去灵州城找个客栈住下了，这荒郊野岭的，总不是长久之计。”他抬头望了望天色，又环顾了一圈四周幽深的树林，语气里带着几分认真。陈晴咯咯一笑，眼中满是促狭，凑到苏妹身边打趣道：“哦，是师妹你还想再歇一会儿吧？”苏妹眼神飘忽，脸颊微微一红，却故作镇定地辩解道：“哪有，我只是想着夜晚赶路多有不便，哪有你想的那么不堪。”说着，她自己都有些底气不足，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陈晴笑而不语，只拿眼神在她身上转了一圈。苏妹被看得发毛，扭头看向别处，装作欣赏夜色。一旁的苏九里淡淡开口：“时辰确实不早了，去灵州城落脚也好，明日再探那苍冥山。”她的声音清冷如常，却在说到苍冥山时微微顿了顿，眼底闪过一丝凝重。唐青莹小声补充道：“我知道城里有家不错的客栈，环境清幽，应该适合咱们。”她从陈峰怀里抬起头，脸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声音轻柔却透着几分认真。温清雨闻言，眼睛一亮，又恢复了那副古灵精怪的模样，拍手道：“那还等什么？走吧走吧，今晚可得好好歇歇，明天才有精神办事吗？”他特意在歇歇二字上加重了语气，惹得众人又是一阵轻笑。
连苏九丽的唇角都微微翘了起来。就在这时，异变陡生，温清羽正欲说笑，忽然微微一怔，他下意识伸出手掌，光芒一闪，寻魔盘凭空出现在掌心。只见那巴掌大的圆盘正散发着淡淡的微光，一闪一闪，如同夜空中明灭的星辰。盘心处，一道细细的绿光缓缓凝聚，最终笔直地指向某个方位，在夜色中格外醒目。众人脸色齐齐一变，方才的轻松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凝重的沉默。苏妹眉头紧蹙，声音里带着几分凝重，这是她探寻到魔器了。苏九丽眸光一凝，面色沉了下来，应当是寻魔盘在示警，看来这附近有阴阳魔宗的人出没。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咱们顺着他指示的方位去看看，或许能有所收获。陈情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急切，拳头微微攥紧，那还等什么？快去吧，别让那魔头跑了。陈峰点了点头，神色间透出几分果断。事不宜迟，立刻出发。唐青莹也知事情紧要，轻轻离开陈峰的怀抱，迅速整理了一下微微凌乱的衣衫，深吸一口气，让自己恢复状态。夜风吹过，拂动他鬓边的发丝，他的目光变得清明而坚定。夜色沉沉，星光点点，远处的山峦在月光下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近处的树木投下浓重的暗影，像是一排排沉默的守卫。寻魔盘在温清羽手中微微闪烁，那道细细的绿光如同指针，坚定不移地指向黑暗深处。几人相视一眼，再无迟疑，循着那光芒指引的方向腾空而起，没入夜色之中。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几道身影如流星般划过天际，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越是向着那个方位飞行，温清羽手中的寻魔盘震动得越发频繁，起初只是偶尔轻颤，到后来几乎每隔几息便要抖上一抖，仿佛在急切地催促着持有者。夜风渐凉，带着山林特有的潮湿气息拂过每个人的面颊。飞越几个村庄后，那震动已变得连绵不绝，下方的人家早已熄了灯火，只有零星的几点微光，像是散落在黑暗中的萤火。忽然，盘面上的绿光指针微微一偏，随即向着中心聚拢，最终凝成一点。温清羽猛地停住身形，低声道：“等等，方位变了，似乎就在这附近。”这里，陈峰低头望去，只见下方是一片幽深的山谷，夜色如墨，谷中漆黑一片，隐隐有雾气缭绕，看不清深浅。那雾气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银白色，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其中缓缓流动。下去看看便知。苏九丽说罢，身形一沉，率先向着山谷翔去。众人紧随其后，衣袂在夜风中猎猎作响，脚下的山谷越来越近，那雾气也越来越浓。还未落地，便有隐隐约约的交谈声从下方传来。几人连忙收敛气息，放轻动作，悄无声息地落在谷中一块巨石后。巨石上长满了青苔，触手冰凉，夜露凝在石面上，泛着幽幽的冷光。一个粗犷的男声骂骂咧咧地响起，语气里满是烦躁：“他娘的，眼看就要得手了，竟然遇到几个太虚宗的弟子搅局，那个小娘们差点就落到老子手里，真他娘的晦气！”话音刚落，一道娇媚入骨的女声接了上来，声音软得能掐出水来：“别抱怨了吗？老娘不也没得到那个俊俏郎君？要不今夜奴家陪你解解闷。”去！粗犷男生满是不耐，语气里还带着几分忌惮：“你这娘们少在这儿发嗲，老子可不想被你拖累。”娇媚的声音娇嗔道：“接，真是不解风情。老娘不比那些青涩丫头有滋味，大不了老娘不动你就是。”男人闷哼一声，语气里满是嫌弃：“你名声在外，都不知招惹了多少人了，老子可不想惹一身骚。”话音落下，巨石后的众人脸色各异。陈情眉头紧蹙，苏妹轻啐一口，温清羽则撇了撇嘴，眼中满是厌恶。夜风穿过山谷，带来阵阵凉意，那雾气在月光下缓缓流动，仿佛隐藏着无尽的秘密。女人也没再与他争执，轻哼一声，扭着腰肢作势欲走。“行，那你今夜就自个儿憋着吧，老娘还不想陪你这憨货呢。”话音落下，他转身欲离。陈峰几人借着月光，终于看清了那两人的模样。男人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一身黑袍在夜风中微微鼓动；女人则生得曼妙，身着一袭低领长裙，裙摆随风轻扬，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月光洒落，她脖颈下那深邃的沟壑若隐若现，引人遐想。见那女人要走，陈情目光一凝，看向几人，以龙飞秘法传音道：“要不要动手？”他的声音在众人脑海中清晰响起，所有龙飞连同陈峰皆听得一清二楚。几人还未来得及回应，便听那黑袍男人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几分烦躁：“你去哪啊？”娇媚女人脚步一顿，头也不回地答道：“还能去哪？回洞府找我那几个郎君去。”黑袍男人嗤笑一声，语气满是鄙夷：“那几个太虚宗的弟子没准正往这边追来，你就不怕让他们发现咱们的老巢？”陈峰闻言心中一动，连忙传音道：“再等等，或许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据点。”娇媚女人眉头一皱，语气里满是不耐：“那怎么办？老娘好不容易勾搭上个俊俏郎君，眼看就要坐上了，却被那几个太虚宗的杂碎搅了局。现在老娘憋得浑身难受，就想找个男人泄火。你又不给老娘用，老娘才管不了那么多。”黑袍男人闻言，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瞪着眼骂道：“你憋得难受？他娘的，老子就不难受！老子都把那小娘子扒光了，就差临门一脚，结果被那几个太虚宗的娘们发现了。
要不是动用魔宗秘法跑得快，老子今天就交代在那儿了。老子现在也想找个女人拜拜火。娇媚女人眼珠一转，身子向他靠了靠，手肘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声音软得像要化开。嘿嘿，我就说嘛，咱俩既然都回不去，那不如凑合凑合得了，大不了老娘不惜你，还能给你些厨儿不会的招式，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怎么样？他说着，扬起脸，月光下那双桃花眼水光潋滟，媚意横生。黑袍男人张了张嘴，到嘴边的拒绝又咽了回去，眼神闪烁，显然有些异动，却又带着几分犹豫。他搓了搓手臂，像是要搓掉那一层鸡皮疙瘩，闷声道：“你当真不惜我？”娇媚女人笑得更媚了，伸出舌尖舔了舔嘴唇，当真？骗你是小狗。男人咬了咬牙，似乎在经历天人交战。片刻后，他闷哼一声，别过脸去，却也没再拒绝。见他默不作声，女人的轻笑愈发柔媚，手指灵活地探向他的衣襟，一点点解开系带。月光下，他那张娇艳的脸庞满是得意，这才对嘛，今天算老娘便宜你了。话音未落，衣袍已然松垮。句式后，苏九丽银牙紧咬，指尖攥得发白。眼见那女人的手已探入男人衣襟，他再也无法忍受，再不出手，这两人就要在自己面前上演那等不堪入目的戏码。动手！他低喝一声，身形如电般爆射而出。与此同时，寒光乍现，玉凤剑凭空入手，剑尖直指那娇媚女人的咽喉。师姐！陈晴等人惊呼出声，谁也没想到苏九丽出手如此决绝，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但惊呼的同时，他们也已飞身掠出，剑光交错，直取那黑袍男人。他娘的，有人！黑袍男人正欲低头亲吻，猛然瞥见一道寒芒破空而来，瞳孔骤缩，他一把将身前的女人狠狠推开，自己也借着推力向一侧翻滚闪避。啊！娇媚女人猝不及防，被他推得踉跄倒地，胸口被男人的大手抓得生疼。他捂着胸，疼得龇牙咧嘴，破口大骂：“你个憨货，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这么用力，老娘的胸都要被你捏爆了！”陈峰缓步从巨石后走出，负手而立，并未急着出手。这种场合有苏九丽他们在，他乐得在一旁看个热闹，更何况自己尚未结丹，眼前这两人的修为他根本看不透。不用说，定在自己之上，若贸然出手，恐怕又得像上次与赵千绝比试那般，借苏九丽或柳如月的绝学，最后灵力枯竭昏厥过去，那种滋味他可不想再尝第二遍。月光下，那娇媚女人捂着胸口从地上爬起，抬眼便瞧见了不远处的陈峰。她那双桃花眼顿时弯成了月牙，媚意几乎要溢出来，连胸口的疼痛都忘了。她扭着腰肢向前2步，声音娇软的能滴出水来：“哟，这里竟还藏着这么俊俏的郎君，瞧着年纪不大嘛，正是姐姐我喜欢的那种。”她伸出舌尖舔了舔唇角，目光在陈峰身上流连：“小郎君，不如与姐姐我一起飞上云端如何？姐姐会的可多了，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尝过一回，保管你日思夜想。”陈峰脸色一黑，这女人长相确实不错，身段也妖娆，可正如那黑袍男人所言，是个千人骑的破鞋。自己身边有温清雨、苏九丽这等天仙般的女子相伴，又何须与他纠缠？他懒得理会，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便移开目光。另一边，黑袍男人站稳身形，目光落在苏九丽、陈晴几人身上，顿时瞪大了眼，贪婪之色毫不掩饰。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粗声粗气地笑起来：“哈哈哈，老子当是谁呢？原来是几个天仙般的小娘子啊！”他搓了搓手，眼中银光大盛：“几位小娘子，不如放下刀剑，与老子快活快活，老子保证让你们满意，比你们身边那个小白脸强多了，如何？”苏九丽清冷的俏脸在月光下泛起一层薄怒，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他手中玉凤剑直指那黑袍男人，剑身在月光下泛着凛冽寒光，声音如霜：“邪魔外道，休要胡言！”话音未落，他身形已动，剑光如炼，直刺向那黑袍男人的咽喉。话音未落，苏九丽周身气势陡然暴涨，那股威压如万丈山岳轰然压下，整个山谷都在微微震颤。方才与陈峰双修之后，他已突破至合体一层。黑袍男人只觉一股磅礴之力扑面而来，仿佛天塌地陷，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咬牙催动全身修为，周身黑雾翻涌，却仍被压得喘不过气，堪堪侧身躲过那凌厉一剑，剑锋擦着他肩膀掠过，黑袍嗤啦一声裂开一道口子，皮肉翻卷，鲜血迸溅。他娘的，合体期！他捂着伤口，粗重的喘息，眼中满是惊惧。刚刚遇到个反虚巅峰，这回竟然冒出个合体期，真他娘的到了血霉！话音未落，他身形暴退，化作一道黑烟，向着山谷深处遁去。休走！苏九里眸光一凝，身影如电，紧追不舍。2道流光转瞬消失在夜色中。另一边，妖媚女子却浑然不惧，反而笑得花枝乱颤。她媚眼如丝地盯着陈峰，周身已开始萦绕起丝丝缕缕的黑雾，那是阴阳魔宗特有的魔气，在月光下显得诡异而妖冶。小郎君，他舔了舔嘴唇，声音软得像要滴出水来，指尖轻飘地在身前划过，带起一道淡淡的魔气轨迹。那憨货被打跑了，没人陪姐姐了，姐姐现在憋得难受，不如你来陪陪我，姐姐的魔功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呢。哥哥，他笑得愈发放浪，周身魔气也随之翻涌，
衬得那张娇艳的脸庞透出几分邪异的魅惑。魔女简直不知廉耻！温青羽涨红了脸，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握剑的手都在微微发抖。跟他废话作甚？陈情神色冷峻，反虚一层的修为轰然爆发，强大的威压如潮水般向那妖媚女子涌去。魔道妖人，杀了便是。哟！妖媚女子挑眉轻笑，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素手一扬，周身魔气骤然浓郁。反虚一层，刚突破的吧？小丫头片子，老娘可是反虚5层，修的还是我阴阳魔宗的差女西阳功，正好陪你玩玩。他伸出舌尖舔了舔唇角，周身气息陡然攀升，黑色的魔气在他身周凝成实质，如毒蛇般吞吐不定，与陈情针锋相对。陈情面色一凛，反虚一层的修为全力催动，手中长剑化作漫天剑影，裹挟着凛冽剑气，如暴雨梨花般向着那妖媚女子倾泻而下。小丫头，就这点本事？妖媚女子轻笑一声，身姿如柳絮般飘摇，在剑影中穿梭自如。她甚至没有动用兵器，只是凭借那诡异的身法，脚下踏着魔气凝成的步伐，便将陈情的攻势尽数避开。所过之处，魔气留下一道道残影，让人难以捕捉她的真实位置。怎么可能？陈情瞳孔微缩，她全力施为的剑招，竟连对方的衣角都沾不到。小丫头，姐姐教你个乖。妖媚女子妩媚一笑，身形骤然加速，周身的魔气猛地炸开，化作无数道黑色丝线向陈情缠去。反虚1层和5层的差距，可不是靠拼命就能弥补的。更何况我这魔功专克你们这些正道死板的剑法。话音未落，他以鬼魅般出现在陈情身侧，一掌拍出，掌风呼啸，裹挟着浓烈的魔气，那魔气中隐隐可见扭曲的人脸，发出凄厉的哀嚎，直取陈情肩头。陈情脸色一变，仓促间横剑格挡，砰一声闷响，魔气与剑气剧烈碰撞，陈情连人带剑被震得倒飞出去，那魔气竟顺着剑身蔓延而上，侵蚀着他的灵力。他踉跄落地时，嘴角已溢出一丝血迹，肩头的衣衫被魔气腐蚀出几个焦黑的破洞。三师姐！温青羽惊呼一声，便要冲上前去。苏妹一把拉住他，神色凝重，已猜金丹期，上去也是送死。那魔女的功法诡异，专门吸人修为，那怎么办？温青羽急得眼眶泛红，总不能看着他欺负三师姐，咱们一起上。冯岩深吸一口气，强压着心头的惧意，手中已握紧长剑。苏妹与唐青莹对视一眼，重重点头。3道身影同时掠出，剑光交错，直取那妖媚女子。苏妹剑势凌厉，唐青莹剑法沉稳，冯岩身法灵动，3人互为犄角，配合默契。哟，还带车轮战的？妖媚女子咯咯一笑，眼中却闪过一丝凝重。可惜都是些小虾米。她双掌翻飞，魔气翻涌，竟以一己之力硬撼3人的围攻。那魔气在她身周凝成一道黑色的屏障，将3人的剑光尽数挡下。更诡异的是，每当剑锋触及魔气，便会有一股吸力传来，仿佛要将他们的灵力生生抽走。苏妹化神2层的修为催动到极致，剑势凌厉，每一剑都直取要害，却被那魔气屏障震得虎口发麻。唐青莹化神7层，剑法沉稳，与苏妹互为犄角，却发觉自己的灵力正在被那魔气一点点侵蚀。冯岩虽只是金丹期，却身法灵动，时不时抽冷子刺出一剑，却每每被那魔气幻化的黑蛇逼退。烦人的小丫头！妖媚女子眉头一皱，一掌逼退苏妹和唐青莹，身形陡然转向，直取冯岩。她周身的魔气骤然凝聚成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向着平岩当头拍下。冯岩脸色煞白，想要闪避，却已来不及。小心！陈峰心头一紧，正要催动龙威，却见冯岩身前突然多了一道身影，是陈情。他不顾伤势，拼尽全力挡在冯岩身前。砰！一掌落下，魔气四溢。陈情闷哼一声，一口鲜血喷出，那魔气趁机侵蚀他的伤口，带来刺骨的疼痛。他却死死护住身后的冯岩，不肯退后半步。陈师姐！冯岩眼眶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三师姐！温青羽再也忍不住，不顾苏妹的阻拦，仗剑冲了上去。都给我退下！陈峰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众女闻言，下意识收住身形。陈峰缓步上前，目光落在那妖媚女子身上，眸中寒光闪烁。那女子周身的魔气还在翻涌，衬得她愈发妖异。妖媚女子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却仍强撑着笑意，素手一挥，一道魔气化作黑色长鞭，在空中甩了个响亮的鞭花。小郎君，这是心疼你的女人们了，不如你来陪姐姐玩玩，姐姐的魔功，保证让你体验到在她们身上体验不到的滋味。我这差女西洋功修炼至今，还从未遇到过能抵挡的男子呢，保证让你……话未说完，他突然住了口，因为陈峰的眼中突然亮起一道诡异的光芒，那是一黑一白2道光芒，在他瞳孔中交织旋转，仿佛2条游动的龙。啊！一声震彻山谷的龙吟陡然响起，陈峰周身气势骤变，一股来自远古的威压如潮水般席卷而出，那是龙威，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的血脉压制。妖媚女子周身的魔气仿佛遇到了天敌，瞬间如残雪遇骄阳，发出痴痴的哀鸣，飞速消融。那些原本张牙舞爪的黑色雾气，此刻竟像受惊的蛇群，争先恐后的四散奔逃，最终化为虚无。他只觉一股无形的巨力轰然压下，双膝不受控制的颤抖，骨头咯吱作响。他拼命想要支撑，
却还是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他想抬头，却发现连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让他生不出半分反抗的念头，只想匍匐在地，向眼前这个男人顶礼膜拜。这是什么力量？他的声音抖得厉害，眼中满是恐惧。我的魔功怎么？他修炼多年的刹女西洋功在那龙威面前竟如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陈峰没有说话，只是缓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目光冰冷如霜，不带一丝情感。妖媚女子终于怕了，她颤抖着伸出手，想要抓住他的衣角求饶。砰！陈峰一脚将他踢开，废了他的修为。他淡淡开口，话音未落，苏九离的身影凭空出现，他身上带着淡淡的血腥气，衣襟上沾着几点黑色的血迹。那个黑袍男人已然伏住。方才陈峰催动龙威的瞬间，他作为龙妃便已感应，当即斩杀了逃窜的黑袍人，瞬移而回。好！苏九离应了一声，抬手按在妖媚女子头顶。妖媚女子惊恐的瞪大眼，想要挣扎，却被龙威压制的动弹不得。她周身的魔气还在徒劳的翻涌，却连苏九离的衣角都碰不到。下一刻，一股狂暴的灵力涌入他体内，疯狂冲击着他的丹田。啊！凄厉的惨叫响彻山谷，惊起林中飞鸟无数。片刻后，妖媚女子像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周身气息全无，已成废人。那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魔功，此刻荡然无存。陈峰收回龙威，转身看向众女。陈情靠在冯岩身上，面色苍白如纸，嘴角还挂着血迹，肩头的伤口处丝丝缕缕的魔气仍在蠕动，侵蚀着他的血肉。冯岩眼泪汪汪地扶着他，满眼的自责。苏妹和唐青莹虽未受重伤，却也气息紊乱，消耗不小。温清雨站在一旁，眼眶红红的，死死咬着嘴唇。你没事吧？陈峰快步上前，关切地问道。陈情捂着胸口看向他，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惨笑。龙主，我身受重伤，恐怕需要你为我疗伤了。他肩头那伤口处魔气还在丝丝缕的往外冒，疼得他眉头紧蹙。陈峰伸手抚过他的脸颊，柔声道：放心，等处理完这女人，我就给你疗伤。说罢，他转身走向那滩软在地的魔女。他脸色惨白如纸，嘴角还挂着血迹，眼中满是绝望。见陈峰走来，他不知哪来的力气，拼命爬了几步，一把抓住他的裤腿。小郎君，不，公子，饶命啊！饶了我吧！他仰起头，泪水浑着血污糊了满脸。我愿意今后在身边侍奉您。如今我已没了修为，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会很多讨好男人的手段。只要您饶我一命，我就将这些手段统统传授给您的女人，怎么样？他说着，眼中又燃起一丝希望的光。呸！温清雨狠狠啐了一口，大步上前，抬脚就踹在他肩上。谁稀罕你传授？肮脏东西！那女人被踹翻在地，却仍不死心地望着陈峰，眼中满是哀求。陈峰没有回头，声音冷峻久厉，用搜魂术搜取他的记忆。他心中盘算得清楚，阴阳魔宗在青州的堂口位置、人员分布，还有他们对龙形玉佩知晓多少，是否了解阴阳生龙经的秘密。如今自己身怀这门功法，若不将隐患拔除，日后必定寝食难安。苏九力没有半分犹豫，点了点头，抬手附上那女人的头顶。啊！凄厉的惨叫再次响起，比方才更加刺耳。女人的身体剧烈抽搐，眼球上翻，露出可怖的眼白。片刻后，苏九力收回手掌，那女人则像断了线的木偶，软软瘫在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夜空，嘴角还挂着一丝傻笑，口水顺着下巴流淌下来。陈峰轻叹一声，搜魂术对神魂的伤害不可逆转，轻则痴傻，重则丧命。正道中人向来不屑使用这等手段，可面对邪魔歪道，也顾不得什么道义了。苏九离闭上双眸，开始消化那团杂乱的记忆。月光下，他清冷的俏脸泛起不正常的潮红，紧闭的眼睑下，眼球快速转动，睫毛如蝶一般轻轻颤动。他的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展，仿佛正经历着什么难以言说的画面。片刻后，他猛地睁开眼，眸中怒火熊熊。当！玉凤剑出鞘，寒光一闪，直直刺入那痴傻女人的胸口。女人甚至没有躲避，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嘴角还挂着那魔傻笑。剑锋透体而出，带出一蓬血雾。苏九离猛地拔出剑，血珠顺着剑身滑落，女人缓缓倒地，嘴角的笑意凝固在脸上，彻底没了声息。杀了那女人后，苏九离胸口剧烈起伏，大口喘着气，随即又闭上了眼睛。月光如水，静静洒落在山谷间，将他的身影勾勒得清冷而孤寂。他清冷的容颜泛起异样的潮红，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在月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呼吸越来越急促，仿佛正承受着什么无形的折磨，胸口随着呼吸剧烈起伏。陈峰见状，心头一紧，不禁有些后悔让他施展搜魂术了。这搜魂术本是魔道邪术，正派中人鲜少动用，不仅因为手段残忍，更因为他对施术者本身也有着极大的隐患。若是对方的记忆过于庞大杂乱，或是执念过深，便可能如复古之居般侵入施术者的识海，与施术者原本的记忆纠缠融合。轻则短时间内记忆混乱，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经历的，哪些是从别人脑海中攫取的；重则性格都会被侵蚀，沾染上被搜魂者生前的习性、执念，
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施术者的意识会被那团混乱的记忆淹没，逐渐变得疯癫，最终沦为另一个他。苏九离此刻显然正在经历那记忆的冲击，他眉头紧蹙，睫毛剧烈颤抖，喉间不时溢出压抑的闷哼。那张向来清冷自持的脸上，竟交替浮现出各种陌生的神情，时而妩媚妖冶，时而怨毒狠厉，时而又带着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那是那魔女残留在记忆中的情绪，如同暗流般在她清冷的识海中翻涌。九力，陈风轻唤一声，想要上前，却又怕惊扰了他。夜风拂过，吹动他衣袍的下摆，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定定地望着他，眼中满是担忧。片刻后，苏九离猛地睁开眼，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竟闪过一瞬不属于他的魅意，随即又被他强行压下。他大口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额角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在月光下划出一道细长的痕迹。我没事。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仍强撑着。只是那女人的记忆太乱太脏了。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似乎在努力将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压制下去。在睁眼时，眸中已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只是眼底深处还残留着一丝难以抹去的阴翳，像是平静湖面下隐藏的暗流。温清瑜小心翼翼地上前，轻轻拉住他的手，满眼担忧，却不敢出声打扰。陈峰见他无事，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沉声道：“阴阳魔宗的事稍后再议，我先为陈情疗伤。”他转身走到陈情身边，伸手便要查看他肩头的伤势。陈情倏地睁大眼睛，下意识按住他的手，脸颊飞上两抹红霞。龙主就在这里。陈峰抬眼看了看四周，月光如水，洒落在山谷间，林木掩映，夜风轻拂，带来草木的清香，倒也幽静。他不解地反问：“不然呢？此处还算安静。”苏妹眼珠一转，当即起身：“你们忙，我去把那魔女的尸首处理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走向那具倒地的尸体，脚步匆匆，像是怕多留一刻便会听见什么不该听的。我也去帮忙。唐青莹连忙跟上，脚步比平日里快了几分，裙摆在夜风中轻轻摆动，很快便消失在林间的暗影中。苏九力默默拉起温清雨，向着一旁的密林深处走去。临走时，温清雨还回头冲陈情眨了眨眼，笑得意味深长，那眼神里有促狭，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转眼间，原地只剩下陈峰和陈情二人，月光洒落在两人身上，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交叠在一处。林中的虫鸣时断时续，远处的溪水声潺潺流淌，衬得这夜色愈发宁静。陈情这才松开按着衣襟的手，垂着眼帘，声若蚊蝇：“开始吧，我的伤还疼着呢。”陈峰微微颔首，手指轻动，查看他肩头的伤势。月光下，那肩头的伤口赫然显露，约莫手掌大小，伤口泛着乌黑，丝丝缕缕的魔气还在往外渗透，触目惊心，与周围白皙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他不再犹豫，将灵力缓缓注入他体内。他闭上眼，感受着那温热的气息在经脉中流淌。奇怪的是，原本刺骨的疼痛竟在一点点减轻，肩头那乌黑的伤口也在缓缓愈合，黑色褪去，新肉重生，如同被月光洗涤过的白玉，渐渐恢复了原本的颜色。他不知过了多久，不知何时，伤口已完全愈合，光滑如初，不见半点痕迹，仿佛从未受过伤一般。不知过了多久，月色已然偏移，银辉从树梢间斜斜洒落，将山谷中的一切都笼在一片朦胧的光晕里。远处传来几声夜鸟的啼鸣，又很快归于寂静。山谷中终于安静下来，只剩夜风穿过枝叶的沙沙声和两人平稳的呼吸在夜风中轻轻回荡。又过了片刻，陈情撑着身子坐起，拿起散落的衣裙，一点点将自己裹好，动作轻柔而缓慢，肩头光滑如玉，哪里还有半点受伤的痕迹，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转身帮陈峰整理好衣襟，系好腰间系带，动作轻柔的像是在对待什么珍宝。指尖在他衣襟上细细抚平每一道褶皱。看来我今天因祸得福。他唇角勾起一抹笑意，眼中闪着促狭的光，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陈峰苦笑，摇了摇头，这种福不要也罢，我可不愿看到你们受伤。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在夜色中格外清晰。陈情却不以为然，伸手替他抚平衣襟上的褶皱，柔声道：“受伤怎么了？不是还有你吗？有你在，我们想死都难。”那语气里满是笃定与依赖，像是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这时，苏九离几人从密林中走出，月光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在地上投下几道细长的暗影。温清雨探头看了看陈情，见他面色红润，神采奕奕，忍不住撇了撇嘴，小声嘟囔了一句什么，那声音太轻，被夜风吹散，谁也没听清。陈峰没理会他的小动作，看向苏九力，正色问道：“阴阳魔宗的老巢在哪里？”苏九力闭目片刻，从那团杂乱的记忆中抽丝剥茧，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展。在睁眼时，他望向远方一座黑黝黝的山影，语气清淡，却透着几分凝重。翻过这座山，有一个隐蔽的山洞，那里是方才那两人的居所，里面囚禁了许多人，男女皆有。他顿了顿，眸光微沉，依我看，不如先将他们救出来。陈峰一愣，随即有些哭笑不得，所以那女人竟然没有将那几个男人吸干，这倒是稀罕事。苏九力摇了摇头，清冷的面上浮现一丝古怪的神色。那几个男人
长得颇为俊俏，且身躯孔武有力。那女人舍不得杀，想将他们养起来，留着自己慢慢。话音落下，她别过脸去，耳根染上一抹红晕，像是说到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题。温清羽在一旁听得眼睛都亮了，忍不住凑过来养起来。还有这种好事？陈峰干咳一声，心中却暗暗思忖，看来那魔女虽然修炼邪功，却也是个懂得享受的主儿，倒是便宜了那几个男人，能在那魔窟里苟活至今。他抬眼望向远方那座黑沉沉的山影，夜风拂面，带来几分凉意，也带来了前路未知的迷茫。陈峰眉头微蹙，沉声问道：那关于祈福的事呢？可是阴阳魔宗所为？苏九力闭目凝神，在那团混乱的记忆中细细搜寻。片刻后，他缓缓睁开眼，摇了摇头，没有，他并未接到任何关于祈福的消息。顿了顿，又道：不过在他记忆中，青州确实有一处阴阳魔宗的堂口，位于太清宗所辖之地。至于咱们太虚宗境内，魔宗之人极少，且行踪不定，各自隐秘，彼此之间也不知晓对方的下落。陈峰眉头皱得更紧，眼中掠过一丝凝重，连他都不知是何人所为。那个黑袍男人倒是藏得够深。他摇了摇头，叹息一声，随即抬眼望向远方，走吧，去他们的巢穴看看，先把那些人救出来。如今这2名魔人已死，若咱们不去，那些人怕是也活不了多久。苏九力轻轻点头，眸光微凝，那些人被关在洞中深处，需以特殊秘法才能开启禁制。温清羽狡黠一笑，眼中闪着好奇的光芒，那我倒要看看那些男子到底有多俊俏，竟然让这魔女如此迷恋。苏妹闻言，眼珠一转，凑到他耳边打趣道：什么？七师妹莫非想与那俊俏男人一夜风流不成？温清羽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随即俏脸腾地通红，羞恼的大声道：师姐，我可是龙主的女人，无论别的男人再怎么优秀，还能比龙主更优秀吗？他说着偷偷瞥了陈峰一眼，见他神色如常，这才稍稍安心，随即美眸圆瞪，狠狠剜了苏妹一眼。再说了，就算真有此人，师妹我也只属于龙主一人。苏妹一愣，没料到向来温顺的七师妹竟会为一句玩笑化动了真怒，她连忙拉住温清羽的手，语气软了下来：好了好了，是师姐失言了，别生气了好不好？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嘛。温清羽鼻腔里重重一哼，扭过身去，只留给他一个倔强的背影，声音冷硬：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陈情见状，轻叹一声，看向苏妹，语气里带着几分嗔怪：四师妹你也真是。七师妹除了师尊之外，是最早成为龙妃的，她一心为了龙主，处处替龙主着想，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语气郑重起来：再者说了，咱们龙妃都是对龙主忠心耿耿，再怎么也不会生出背叛之心，今后可莫要再说这种话了。苏妹低下头，自知理亏，轻轻扯了扯温清羽的衣袖，小声道：七师妹，我错了，还不行吗？温清羽依旧冷着脸，不搭理苏妹，只留给众人一个倔强的后脑勺。陈峰和煦一笑，伸手将她揽入怀中。温清羽身子微微一僵，随即软了下来。他低头在她朱唇上落下一吻，轻柔的像羽毛拂过，柔声道：别生气了，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不仅你不会，所有龙妃都不会。苏妹的话不用往心里去，她与龙妃之间有着特殊的羁绊，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龙妃绝不会背叛龙主，也生不出背叛的心。温清羽在她怀里拱了拱，像只寻求温暖的小兽，声音慵懒中带着几分委屈：我怕你心里不舒服吗？怕你生气？怎么会生气？陈峰轻轻一笑，指尖拂过她额前的碎发，又不是真的这么做了。说到这，他抬起头，目光落在苏妹身上，神色认真了几分。今后不许再开这样的玩笑，明白吗？他环视四周，视线从苏九力、陈晴、唐青莹、冯颜脸上一一扫过，语气虽不严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还有你们，别的玩笑可以开，但这种绝对不行。是，龙主。众女齐声应道，声音清脆，在夜风中格外整齐。温清羽悄悄侧过头，从陈峰怀里探出半张脸，冲苏妹眨了眨眼。苏妹一愣，随即明白过来，这小妮子哪是真生气，分明是在龙主面前撒娇呢。陈峰将众女的神色尽收眼底，目光这才柔和下来。他抬头望了望天色，月亮已偏西，夜色渐淡，天边隐隐透出一丝灰白。行了，该去救人了。他松开温清羽，牵起他的手，再过一会儿天都该亮了，咱们还有别的任务。苏九离在前引路，陈峰牵着温清羽紧随其后，其余众女依次跟上，一行人向着远方疾驰而去。夜风在耳畔呼啸，月色将他们的身影拉得修长。一炷香后，众人停在一处山壁前，两座洞府赫然出现在眼前，像是被人以蛮力声声震出来的。洞口边缘凹凸不平，碎石散落一地，两洞相距不过1丈，在月光下静静对峙。苏九离站定，目光落在左边那座洞府上，淡淡道：此处便是那胭脂花的洞府。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哦对了，胭脂花就是那女人。温清羽抚着下巴，眼中满是古怪之色。胭脂花这名字还真是奇怪。陈峰没有多言，抬脚便向洞内走去。走吧，进去看看。山洞不算狭窄，两人并肩而行，也不觉拥挤。洞壁粗糙，偶有水滴渗出，在静谧中发出滴答的声响。走了约莫3丈远时，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宽阔的大厅，穹顶上镶嵌着数颗夜光珠，柔和的光芒如月光般洒落，将整个大厅照得亮如白昼。厅内陈设简单却齐全，石床、石桌、石椅皆是就地取材雕琢而成，虽粗糙却透着几分粗犷的实用。大厅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石门，门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那些符文扭曲繁杂，隐隐流转着暗沉的光芒。陈峰看了一眼，全然不识。苏九离走到右侧的石门前，停下脚步，他凝视着门上的符文，脸色渐渐凝重起来。一会儿，我打开此门。他顿了顿，转头看向陈峰，眸中闪过一丝复杂。龙主，你进去便可，我们就在外面等候。温清羽闻言一愣，诧异道：为何让我们在外面等？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苏九离清冷的面上浮起一抹红晕，垂下眼帘，声音低了几分。因为那些被囚禁的男人都为着衣物啊，还能这样？温清羽瞪大双眼，小嘴张得能塞进一颗鸡蛋，满脸的难以置信。其余几女也是面面相觑，神色各异。陈情抿了抿唇，眼中闪过一丝古怪。苏妹则轻轻啐了一口，小声嘟囔着什么。唐青迎别过脸去，耳根微微泛红。冯岩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搅着衣角。陈峰倒是没有太多意外，那胭脂花对男人的痴迷到了骨子里，若是没有些特殊癖好，反倒显得不正常了。他微微点头，神色平静，开门吧。苏九力收敛心神，闭上双目，双手在胸前快速掐诀，食指翻飞间，一道道光晕从指尖溢出，化作细密的符文飘向那扇石门。他口中默念口诀，声音低不可闻，却带着某种古老的韵律。片刻后，门上的符文如同冰雪消融，缓缓退去，最终消失不见。陈峰微微颔首，侧身对众女道：你们退开些，我自己进去。那你小心啊。温清羽一把抓住他的衣袖，眼里满是担忧。苏九力淡淡道：放心，里面没有危险。那女人布下的禁制只防外人闯入，里面的人出不来，却伤不了人。陈峰轻轻拍了拍温清羽的手，示意他松开，随即抬手缓缓推开石门。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难以言喻的恶臭，像是汗液、排泄物与某种腐烂物混合发酵后的味道。陈峰不由得眉头微蹙，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人难道就在里面随意大小便不成？他定了定神，抬脚跨过门槛。门内光线昏暗，仅有墙上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散发着微弱的光，将室内的景象映得隐隐绰绰。三个男子坐在地上，不着片缕，他们都面黄肌瘦，瘦骨嶙峋，肋骨根根可数，头发散乱地披着，像是许久未曾梳理，结成一缕一缕的脏辫，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眼神空洞的可怕，不知被囚禁了多久，也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折磨。陈峰的目光落在他们脸上，微微一顿，纵然已到了如此境地，那面容仍然清秀俊朗，眉骨分明，鼻梁高挺，依稀可见昔日风采。陈峰不禁暗想，若是在外面，这几人恐怕也是能迷倒一群女子的风流人物。其中一个胸口有颗黑痣的男人微微抬起头，动作僵硬的仿佛生锈的机关，他干裂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才发出嘶哑的如同破旧风箱般的声音：你也是被那女人骗来的？陈峰摇了摇头，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道：那女人死了。话音落下，三人猛地抬头，那双浑浊不堪的眼睛里骤然迸发出一丝光亮，像是死灰中复燃的星火。另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颤抖着站起身来，双腿打着白子，踉踉跄跄地向陈峰走去。他伸出枯瘦的手，一把抓住陈峰的衣袖，那力道大得惊人，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音抖得厉害，却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你说的是真的？那个魔女真的死了？陈峰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点了点头。死了，刚刚被我们杀了。扑通，高挑男人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他仰起头，泪水混着鼻涕顺着消瘦的脸颊滑落，浑身都在剧烈颤抖。片刻后，他放声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像是要将这些日子积压的所有恐惧、屈辱和绝望一股脑倾泻出来。上天有眼啊，终于让那魔女死了，我们有救了，我们可以出去了，可以出去了。胸口有黑痣的男子也是泪流满面，不住地用枯瘦的手背抹着眼泪，肩膀剧烈颤抖。唯独那个皮肤苍白的男人仍然呆滞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低着头，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仿佛对周遭的一切毫无所觉，又仿佛已经失去了感知的能力。陈峰从储物空间中取出几件自己在太虚宗时穿过的粗布衣袍，那是他还做杂役弟子时的旧物，随手扔给了他们。他看着三人，眼中带着几分疑惑：你们说说，是如何落到这般田地的？他打量着三人那瘦骨嶙峋的身板，心中不禁腹诽：这模样虽然五官还算俊俏，可这身子骨瘦成这样，那女人也做得下去，就不怕一屁股将他们坐死？高挑男人颤颤巍巍地捡起一件衣袍，动作迟缓地往身上套，一边穿一边开口，声音沙哑而低沉：我们都是青州地界的修仙者，10年前那魔女扮成清纯女子，刻意接近我男人嘛，一时糊涂就着了她的道。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将我带到此处，每日与我行那事。开始时我还以为真走了桃花运，心里还窃喜，可慢慢的我就察觉不对劲了。我每日照常修炼，原本金丹期的修为不但没有寸进，反而一日日倒退。我这才明白，那女人是在吸我的修为。
他的声音开始发颤，我想逃，可哪里逃得掉？他把我关在这里，就关在这间石室里。当时这里已经有2个人了。他抬手指了指另外2人，又摇了摇头。我说的不是他们，他们都是后来的。原先那2人在我来后不久就死了，后来魔女就把那人拖走了，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再也没见过。胸口有黑痣的男人抹了把眼泪，接过话茬，声音沙哑而沉重。后来我和他指了指身旁那个皮肤苍白的男人，就相继被那魔女抓来了。从那以后，他每日都要与我们行那事，有时1次，有时2次，兴致来了便没完没了。他低下头，干瘦的手指攥紧了刚披上的粗布衣袍。我们的修为一日日掉落，金丹跌到筑基，筑基跌到炼气，最后连炼气都没了，彻底成了凡人，身子也一天天瘦下去，成了这富贵模样。他抬起头，眼中满是苦涩。我们日日夜夜都在害怕自己会和之前那2人一样，被他活活吸死在那张石床上，那种等死的感觉比死还难受。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浑浊的眼中迸发出明亮的光。可没想到，那魔女竟然死了！哈哈，死了！他一把将刚穿上的衣袍扯下，踉跄着站起身，仰头大笑。那笑声沙哑而癫狂，在狭小的石室中回荡，却透着压抑了太久的解脱与狂喜。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另外那个高挑男人也跟着笑起来，2人相视而泣，又哭又笑，形如疯癫。唯有那个皮肤苍白的男人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仿佛什么都没听到。陈峰看着眼前又哭又笑的2人，心中暗叹一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虽不全对，却也道出了几分道理。若非他们当初觊觎胭脂花的美色，被那魔女伪装出的清纯模样所惑，又怎会落入这般境地？10年囚禁，修为尽失，行销鼓励，日日活在等死的恐惧中。这笔账不知他们可曾算清过。想到这里，他忽然心头一动，自己修炼阴阳生龙经，不禁生出几分好奇。若是自己遇到胭脂花这样擅长采补的魔女，2人行那事时会是怎样一番情形？是双方都受益，还是自己的修为也要被他吸走？亦或是自己的龙威和特殊体质反倒能压制他的魔功？陈峰摇了摇头，将这荒唐的念头甩出脑海。但愿自己永远不会遇到那样的女人吧。片刻后，那2个男人终于渐渐安静下来，抹着泪，喘着粗气，脸上的狂喜渐渐被疲惫取代。陈峰的目光落在那皮肤苍白的男人身上，那人依旧呆坐原地，给他的衣袍扔在一旁，连看都不看一眼。你还要留在这里？陈峰沉声问道。那人只是微微抬了抬头，浑浊的眼珠动了动，又迅速垂了下去，一言不发。高挑男人叹了口气，替他答道：你别管他了，他想走的话不用说也会走，不想走怎么说都没用。陈峰眉头微皱，他这是怎么回事？高挑男人沉默片刻，声音低沉下去：他与我们不一样，他本有道侣，还有一个孩子，一家人好好的。那魔女看上了他，便当着他的面杀了他道侣和孩子，将他们活活折磨致死。他被抓到这里后，又日日被那魔女折磨，如今这世上就剩他一个人了，活着也是受罪。话音落下，石室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那个皮肤苍白的男人依旧一动不动，只是垂着头，散乱的头发遮住了所有表情。但陈峰分明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陈峰无奈地叹了口气，心都死了，活着也不过是剧情式走肉，自己已经打开了那道门，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至于他愿不愿意走出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他没有再回头，转身向外走去。门外，苏九离几人正耐心等候，见他出来，众女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脸上。陈峰疲惫地挥了挥手，声音有些沙哑：走吧，去另一个洞府。方才石室中的对话，他们在外已听得七七八八，此刻谁也没有多问，只是默默跟在他身后，脚步比来时沉重了几分。另一个洞府在左侧，比胭脂花那间更为宽敞，却显得脏乱许多。地上散落着酒坛和吃剩的骨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浑浊的气息。同样的，洞内也有一道石门，门上篆刻着相似的禁制符文。陈峰站在门口，看向苏九力：这道门你能打开吗？苏九力上前打量片刻，点了点头：可以。这禁制与胭脂花那道如出一辙。他顿了顿，转头看向陈峰，目光灼灼。不过里面的女人与方才那些男子一样，都为着衣物。龙主，你要进去吗？众女的目光再次齐刷刷落在陈峰脸上，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干咳一声：算了，这次你们进去吧，我在外面等着。当着他们的面去看别的女子身子，实在别扭得很。即便自己真进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恐怕也会有些想法。温青鱼狡黠地凑过来，眼中闪着促狭的光：龙主，要不你进去瞧瞧，看看他们的身子和我们有什么不同？陈峰摇了摇头，神色认真了几分：不了，他们也都是可怜人，在这里受尽折磨凌辱，我又何必再去接人伤疤？苏九力微微颔首，不再多言。他抬手掐诀，口中默念咒语，片刻后门上符文光芒一闪，随即消散。他伸手推开门，率先迈步而入。陈晴跟在后面，临进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嘴角噙着笑意：真的不进来？陈峰脸色一黑，索性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们。身后传来陈晴轻轻的咯咯笑声，
随即是几人鱼贯而入的脚步声。很快，石室中便传出与方才如出一辙的哭声，只是这一次是女子的声音。那哭声里带着压抑太久的绝望，又夹杂着难以置信的狂喜，断断续续地飘出门外。陈峰背对着石门，听着里面隐约的对话声。我们都是被掳来的。一个女子哽咽着开口，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字句。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那魔头不准我们穿衣服，以方便他随时行那龌龊之事。他顿了顿，抽泣声断断续续。他还让我们玩游戏，让所有人蹲在地上，他必着眼喊停，指到谁就直接将那人按在地上，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实在受不了折磨，已经有好几个姐妹自己了断了。另一个女子接话，声音抖得厉害，原本有8个，如今只剩下我们5个。呜！她这一哭，像是打开了闸门，石室里很快便哭声一片。那哭声里有无尽的委屈，有压抑太久的痛苦，有对死去姐妹的思念，也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悲鸣。陈峰站在门外，听着那哭声，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攥紧。陈峰没有再听下去，转身走出洞口。天色微亮，天边已泛起鱼肚白，晨光如细丝般悄然漫过远山的轮廓，将深沉的夜幕一寸寸染淡。他望着那渐渐放亮的天空，眸光幽深。阴阳魔宗在太仓宗地界屠村掳掠，专寻少男少女下手，他们修炼的是采卜邪术，以他人修为滋补自身。如今又在祈府搜寻龙形玉佩，桩桩件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莫非他们地功法与自己的阴阳生龙经有什么关联？他眉心微蹙，自己这门功法乃是正儿八经的双修之法，阴阳调和，双方皆有益处，绝非那种损人利己的采卜邪术。可若阴阳魔宗的目标真是龙形玉佩，那他们定然知晓玉佩中藏有功法，只是他们所修的会是这功法的残篇吗？所以才演变成了只知掠夺的魔功。还有一点让他想不通，为何阴阳魔宗在太仓宗境内如此猖獗，在太虚宗地界却销声匿迹？是势力分布不均，还是另有什么隐情？他摇了摇头，不再深想。罢了，想这么多也无用，真相如何，终究要走一步看一步。眼下最重要的是寻其灵草，炼制破壁丹，将修为提升至金丹期。虽有龙威可压制强敌，但自身境界才是根本。晨光渐亮，洒在他肩头，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辉。陈峰收回目光，转身看向洞口，众女正陆续走出，她们身形消瘦，宽大的太虚宗弟子服饰穿在身上空空荡荡，衣摆在晨风中微微晃动，显得愈发单薄。头发散乱，蓬成一团，打成了解不开的结，在日光下泛着暗淡的光泽。脸上虽沾着灰尘与泪痕，却掩不住那精致的五官轮廓，可以想见曾经也是明媚动人的女子，只是脚步虚浮，走起路来微微踉跄。当他们看见站在洞外的陈峰时，几双眼睛里不约而同地闪过惊恐之色。有人下意识后退半步，躲到苏九丽几女身后，双手紧紧抱住自己；也有人身子微微发抖，还有人嘴唇哆嗦着，那眼神仿佛陈峰是各色中恶鬼，下一刻就要将他们扑倒在地。陈峰没有理会那些目光，他只是淡淡扫了他们一眼，便将视线转向苏九丽几女，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任何情绪。走吧。他能理解他们的惊恐，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方，不知今夕何夕，整日受尽凌辱，如今见了男人，自然会害怕，会戒备，会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画面。可他管不了那么多，人已经救出来了，门已经打开了，至于他们今后如何走出阴影，如何面对余生，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难道还要他一个个负责到底？他救不了所有人。温青雨转过身，看着那5个瑟瑟发抖的女子，眼中满是同情。他放柔了声音，轻声道：你们安全了，都各自回家去吧。回家？几个女子茫然地抬起头，眼神空洞而迷惘。她们被囚禁在这里太久了，久到记不清日月，记不清春秋，甚至记不清自己曾经的模样。家的概念早就在日复一日的凌辱中被一点点抹去，像褪色的画卷，只剩模糊的轮廓。回家？从未想过自己还有回家的一天。可是回到家又如何？他们低下头，看着自己空空荡荡的衣衫，看着那瘦骨嶙峋的手臂，身子早就不再是完璧，不知被糟践了多少次，沾染了多少污秽。这样的自己还能嫁人吗？还有人会肯要自己吗？有人捂住脸，哽咽起来，那哭声压抑而绝望，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带着太多说不出的苦涩。苏九丽看了一眼，收回目光，垂下眼帘。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转身向陈峰走去。有些伤不是几句话能抚平的。陈晴、温青雨几女也相继转身，跟在她身后。走出一段距离后，陈晴轻声问道：接下来咱们去哪里？陈峰抬眼望向远方，声音平静而笃定：太虚宗境内阴阳魔宗的人不多，就让其他真传弟子去头疼吧。咱们先去万年深林寻找千年灵参，之后再去太仓宗和太清宗把剩下的灵药找齐。温青雨眼睛一亮，蹦跳着拍了拍手，满脸期待。那太好了，我好久没去太清宗那边了，记得上次还是跟着师尊游历去的。他歪着头回忆，眼中闪着光。那里有一种酒，据说特别好喝，可惜当时我年纪小，师尊不让尝，这次去了一定要好好喝一顿。陈晴莞尔一笑，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额头，语气里带着宠溺的嗔怪：我看你啊，
是喝了城主府的果酒，喝上瘾了，小心喝得不省人事，到时候被人卖了还不知道呢。温清雨嘻嘻一笑，挽住陈情的手臂，脑袋靠在他肩上，眼珠滴溜溜一转，我就是要不省人事，还要装作认错人，一头钻进龙主的被窝里去。说罢，还特意朝苏妹挑了挑眉，眼中满是促狭。苏妹闻言，小脸瞬间长得通红，像是熟透的苹果。她下意识反驳道：我那晚是真的喝醉了，如果不是看错人，我肯定不会进龙主房间的，是吗？温清雨狡黠的眨眨眼，凑近了些，那你后悔了吗？后悔把自己交给龙主？苏妹连忙摇头，语气急切，没有，怎么会后悔呢？话说到一半，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脸颊红得几乎能滴出血来，垂着眼帘，小声道：就是有些遗憾，还有不甘心。第一次什么感觉都没有，也没有那种温馨的场景。陈峰看着他那副娇羞又带着几分不甘的模样，不禁失笑，伸手揽过他的腰肢，低头在他耳边轻声道：别遗憾了，大不了今夜再陪你一夜，好好补偿你，如何？苏妹猛地抬头，眼中亮起惊喜的光芒。你说的是真的？他顿了顿，脸颊更红了，声音小得像蚊子。今夜就你我二人。陈峰低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柔声道：自然，不过也只此一次，算是为你第一次的弥补。苏妹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期待的光彩，连带着嘴角都忍不住上扬。温清雨在一旁看得直笑，打趣道：哎呀，看来四师姐也离不开龙主了吗？苏妹瞪了他一眼，却没有反驳，只是把脸埋进陈峰怀里，耳尖红透。万年森林距离较远，咱们还是御空过去吧。苏九里适时开口，打破了这暧昧的氛围。几人各自施展飞行术法，身形腾空而起，向着天边疾驰而去。晨光洒在他们身上，衣袂翻飞，宛如一群凌波的仙子。飞在最前面的苏九里，眼角余光却始终瞥向身后。陈峰独自一人御风而行，衣袍在风中微微鼓动，身姿挺拔如松。他看着那身影，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异样的涟漪。他想起之前陈峰抱着温清雨飞行的场景，那丫头窝在他怀里，一脸艳足，时不时还仰头索吻，那样的亲昵，那样的让人心痒。可他张了张嘴，又抿紧了唇，自己是大师姐，是众师妹的榜样，怎么能像温清雨那样不知羞？可另一个声音又在心底响起：你是龙妃，他是龙主，龙妃与龙主亲近，天经地义，哪怕是在飞行中，哪怕是想与他做那事，又有什么丢人的？两种念头在脑海里激烈交锋，他的眉头微微蹙起，飞行的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最终他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缓缓放低速度，向陈峰靠了过去。陈峰正在专心御风，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天边的云层被晨光染成淡金色，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忽见苏九丽放慢速度靠了过来，他不禁微微一怔，这位向来清冷自持的大师姐，虽是龙妃，却从不刻意亲近自己，今日怎么？他唇角微扬，淡淡一笑：九丽，有事？苏九丽没有说话，只是凑到他身边，眸中忽然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那光芒流转之间，与他平日的清冷截然不同，带着几分陌生的柔软。他轻启朱唇，声音低柔的像是风中的呢喃：靠过来些。陈峰心头一跳，那眼中一闪而过的异色让他瞬间警觉起来。苏九丽向来清冷，即便是在宗门那次亲近，亦或是后来的相处，他都是被动承受的那个，何曾有过这般主动？难道是搜魂术留下的后遗症？那胭脂花的记忆竟真的在侵蚀他？他来不及多想，伸手将她揽入怀中。温软入怀的刹那，陈峰低头看向怀中的苏九丽，只见她俏脸微红，那双平日里轻如寒潭的眼眸，此刻却水光潋滟，像是被春风吹皱的湖面。他仰起头望着她，红唇轻启，声音低的几乎被风吹散，靠近些。陈峰依言低头与他额头相触，陈峰拂过两人之间，带来他身上淡淡的冷香，浑着云层之上清冽的空气。苏九丽的手悄然拉起他的手掌，带着几分生涩却又执拗的力道，轻轻按在自己心口位置。他将他的手附在那里，隔着衣料感受着掌心下有力的心跳，那动作带着某种陌生的主动，像是溺水之人抓住浮木，又像是在确认什么。陈峰心中暗叹：苏九丽啊，苏九丽，你这一贯清冷自持的模样，怕是要变了。若是有朝一日从清冷仙子变成另一个模样，可如何是好？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他用那艘魂术。可怀中那温软的身躯又让他无法推开。一旁飞行的妓女目光不时瞥向这边，眼中满是诧异。温清雨悄悄凑到苏妹身边，用龙飞秘法传音，声音里带着促狭：四师姐，你快看，大师姐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主动让龙主抱着，还拉着他的手不放。苏妹眉头微蹙，也传音回去，语气里带着几分揣测：应该是你之前刺激到他了吧？谁让你飞行的时候还不老实，非要龙主抱着你？这下好了，向来矜持的大师姐也不矜持了。温清雨闻言，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又有些心虚地看向前方内厢拥的身影。陈情见温清雨和苏妹的目光不时落在苏九丽身上，便猜到他们在用龙飞秘法私下交流。他微微侧目，
看向前方陈峰怀中那道清冷却又带着几分陌生的身影，眸光微沉，也向温清雨传音道：“大师姐应该是受了搜魂术的反噬，否则不会这般主动。方才我留意到了，大师姐眼中的神色与平日不同。”温清雨闻言，脸上的促狭之色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担忧。啊，那大师姐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会不会变得我们都不认识了？他攥紧衣袖，声音里带着几分慌乱，连飞行的速度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陈情沉默片刻，轻轻摇头，不好说。若是大师姐意识足够坚定，能分得清哪些记忆是胭脂花的，哪些是她自己的，那便不会有大碍。他顿了顿，语气沉了几分。可若是分不清，那大师姐便可能会被那魔女的记忆侵蚀，性格、习惯，甚至喜好都会慢慢改变。他望着那道背影，眼中满是忧色。哎，但愿大师姐没事吧。片刻后，苏九丽的朱唇微微离开陈峰的额头，呼吸有些急促，双臂却愈发收紧，牢牢环住他的脖颈。他眼眸微合，睫毛轻轻颤动，那张素来清冷的脸上此刻泛着不正常的潮红，轻声低语：“一会儿，等休息的时候，我有话与你说。”他顿了顿，喉间溢出一声轻叹，随即贴着陈峰的耳边，声若蚊蝇，却又带着几分从未有过的柔软。在胭脂花的记忆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我想与你一起试试。说罢，他似乎羞于再多言，又将脸埋进他肩头，双臂收紧，再不肯松开。陈峰眼睛微微一眯，心底涌起复杂的情绪。原以为对胭脂花用搜魂术是个祸事，没想到竟让他变成了这副模样。那胭脂花在生前是何等放浪，从那些被囚禁的男子口中便可知一二。若是苏九丽被那些记忆影响，他抬眼望向远方，心中隐隐有些担忧，不知这变化对他而言究竟是福是祸。陈峰拂面，却吹不散心头的思虑，怀中的人儿依旧紧紧贴着，两人相依的身影在云端缓缓前行，衣袂在风中交叠在一处，分不清彼此。远处，温清雨几人早已识趣的飞远，只留下两道相拥的身影在晨光中缓缓移动。天边的云层渐渐散去，露出澄澈的蓝天，万里无云，一眼望不到尽头。下方的山川河流在晨光中渐渐苏醒，薄雾在林间缭绕，鸟雀开始了一天的周究。一切都是那样宁静而美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仿佛一切都已不同。终于在临近正午时，唐青莹率先停下身形，目光落向下方的山坳，那里林木葱郁，一条溪流蜿蜒而过，倒是个休整的好去处。咱们先在这里歇息片刻，恢复些灵力吧。他说着，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陈峰和苏九丽，也好让他们舒缓一下。此刻的苏九丽正被陈峰揽在怀中，身子却像水蛇般扭动不已。她双颊绯红，眼眸半合，喉间不时溢出压抑不住的呻吟，那声音婉转缠绵，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渴求。整个人媚态横生，与平日的清冷仙子判若两人。陈晴和苏妹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撼。他们都没想到，胭脂花对苏九丽的影响竟如此之深。那魔女的记忆像是一滴墨落入清水，正在悄无声息地晕染开来。温清雨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啧舌：“乖乖，这哪里还是咱们的大师姐啊？这不明明就是荡妇。”他顿了顿，意识到接下来的话不妥，连忙闭上嘴。陈晴瞪了他一眼，嗔怪道：“就要胡说！”他语气虽严厉，目光却透着担忧。大师姐修为高深，意志力远非常人能比，这胭脂花的记忆也就能影响一时。待大师姐彻底分离出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自然会恢复成往日的大师姐。话虽如此，他望着那在陈峰怀中媚态尽显的身影，心中却隐隐不安。那些记忆，当真能如此轻易的剥离吗？众人降落到山坳的小溪旁，溪水清澈见底，潺潺流淌，水面上倒映着蓝天白云。溪边生长着各色灵花，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胜雪，在午后的阳光下争相斗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美不胜收。温清雨刚一落地，便瞧见陈峰怀中的苏九丽仍在微微扭动，喉间不时溢出压抑的低吟。他眼珠一转，脸上浮现狡黠的笑意，凑到陈峰身边，小声道：“龙主，你赶紧带大师姐去一边安慰一下吧，你看她难受的样子，再耽搁下去，怕是咱们谁都别想清静了。”陈峰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人儿，苏九丽双颊绯红，媚眼如丝，娇喘微微，整个人像是被点燃的火，烫得惊人。他被他蹭的也浑身燥热，当即不再犹豫，对众女匆匆丢下一句：“你们先在此处休息。”便揽着苏九丽腾空而起，向着山坳深处掠去。身后传来温清雨促狭的笑声，还有陈晴无奈的轻叹。陈峰带着苏九丽穿过一片花丛，来到一处隐蔽的巨石边。这巨石足有2人高，将外界的光线遮挡了大半，形成一处天然的私密空间。四周野花环绕，溪水声隐隐传来，倒也清幽。他刚将苏九丽放下，还未站稳，便觉一股大力扑来，苏九丽竟迫不及待地将他扑倒在地，后背触到柔软的草地。陈峰还未反应过来，那温软的身躯已然附了上来。他双手撑在他胸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水光潋滟，仿佛藏着万千春色。龙主，他轻唤一声，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来。随即他俯下身，小嘴精准地附上他的唇，那吻带着几分急切，几分生疏，却又无比炽热。他的双手也没闲着，
摸索着去解他的衣襟，动作虽笨拙，却透着一股执拗的渴望。陈峰心中一荡，伸手揽住他的腰肢，回应着他的热情。衣襟散开，温热的肌肤相贴，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温清雨及女立于小溪旁，沐浴着午后的暖阳，溪水潺潺，菱花争艳，彩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倒是一派宁静祥和的美景。温清雨起初还兴致勃勃地采摘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时不时与苏妹调笑几句。可随着时间流逝，她渐渐安静下来，坐在溪边一块光滑的石头上，托着下巴望向山坳深处。一个时辰过去了，她眉头微蹙，忍不住嘀咕道：“都这么久了，龙主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冯岩站在她身侧，也是一脸忧色。他绞着手指，小声道：“龙主和我们一般都是一个时辰左右，如今时辰已到，龙主不会出什么事吧？”唐青莹闻言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担忧。陈晴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道：“你们没看到刚才大师姐那难受的样子？依我看，没有1-2个时辰，他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他顿了顿，语气笃定：“放心吧，大师姐还能把龙主的修为吸干不成？”话一出口，他自己先愣住了。温清雨、苏妹、冯岩、唐青莹也齐齐愣住，面面相觑，空气仿佛凝固了片刻。苏妹小心翼翼地开口，声音压得极低：“你们说，大师姐会不会是偷偷修炼了那阴阳魔宗的采补邪术？万一他把龙主采补死了怎么办？”他说着，自己先打了个寒战。冯岩却摇了摇头，神色认真起来：“不会的，龙主的印记还在，证明他安然无恙。”他看向众人，语气坚定：“九黎姐姐也是龙妃，我相信她不会做那种事。”温清雨闻言，下意识感应了一下石海中那道与尘封相连的印记，温暖而清晰，确实无恙。他这才松了口气，拍了拍胸口：“吓死我了，还以为要守寡了呢。”陈晴瞪了苏妹一眼，嗔道：“就你胡思乱想，龙主若是出了事，咱们能感应不到？”唐青莹踢了踢脚边一颗小石子，看着他咕噜路滚进溪中，扑通一声溅起小小的水花。他望着那圈圈荡开的涟漪，轻轻叹了口气：“苏师姐也真是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害得咱们在这儿瞎担心。”温清雨皱了皱鼻子，歪着头想了想，可能他们离得远吧，那边山坳深处声音传不过来也正常。苏妹闻言忍不住扑哧一笑，拿眼斜他：“你以为大师姐是你啊？叫得那么大声，恨不得让整个山谷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着，故意拖长了语调，害得我们几个浑身难受，坐立不安。温清雨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眼睛弯成2弯月牙，一脸我错了但我不改的狡黠模样。太阳渐渐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山坳间，将溪水染成一片流动的碎晶。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像是被水彩晕开的墨痕。天边的云朵被染成橘红色，层层叠叠，如同一幅绚丽的织锦。温清雨百无聊赖地坐在溪边那块石头上，双腿轻轻晃荡，时不时向着陈峰离开的方向望上一眼。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扭头了，脖梗都有些发酸，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望过去。溪水从他脚边流过，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圆润光滑，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陈晴蹲在地上，身旁的花丛早已面目全非，花瓣被他一片片揪下，扔得满地都是，只剩下光秃秃的花枝在风中瑟瑟发抖。他盯着那些花枝，眼神放空，也不知在想什么，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一片残存的花瓣，那花瓣在他指尖转了一圈又一圈，最终被风吹走，飘落在溪水中，随波而去。苏妹靠在树干上闭目养神，呼吸均匀，似睡非睡。树冠在他头顶撑开一片浓荫，将夕阳的余晖筛成细碎的光斑，洒落在他的衣裙上，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冯岩和唐青莹各自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一个低头玩着衣角，指尖绕着裙带一圈圈的缠，又松开，再缠上；一个望着溪水发呆，目光随着水面上的落叶缓缓漂流，不知飘向了何处。四下里一片安静，只有溪水潺潺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衬得这黄昏愈发静谧。晚风从山谷间穿过，带着草木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拂过每个人的面颊，却吹不散那份若有若无的期待。忽然光芒一闪，2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众人身边。温清雨眼睛一亮，一个箭步就窜了过去，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凑到苏九黎面前，上下打量着那张清冷的脸上，此刻泛着淡淡的红晕，眼眸水润，像是被暮色浸润过的湖水。平日里那股清冷疏离的气质淡了几分，添了些许柔软。龙主可偏心了，这次跟大师姐这么久，想必大师姐这回彻底放松了吧？温清雨嘻嘻一笑，语气里满是促狭。苏九黎此刻身子还有些发软，全靠陈峰揽着腰才勉强立住，脚步虚浮的像踩在云端。闻言，他脸上的红晕瞬间烧到耳根，嘤咛一声，将脸深深埋进陈峰怀里，再也不敢抬起来，只露出一双红透的耳尖，在暮色中格外显眼。整个下午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他从未有过的主动，那些从胭脂花记忆中继承来的东西，还有自己沉浸其中时情不自禁说出的那些话，他简直不敢相信，那些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此刻被温清雨一打去，羞耻感几乎要将他淹没。他紧紧攥着陈峰的衣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陈峰感觉到怀里的人儿在微微发抖，低头看了一眼那红透的耳尖，
唇角不由得扬起一抹笑意。见众女已经围了上来，眼中满是促狭的笑意，他轻轻拍了拍苏九离的背，对众女温声道：“好了，别闹他了。”陈情收起了脸上的促狭笑意，神色变得郑重起来。他望着依偎在陈峰怀中的苏九离，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大师姐，你是不是受了那胭脂花记忆的影响，所以才……”话未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苏九离闻言，轻轻从陈峰怀里退了出来。他理了理略显凌乱的衣襟，抬起头，目光从众女脸上一一扫过。陈情的关切，温清雨的担忧，苏妹的凝重，冯岩的忐忑，唐青莹的复杂，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对他的在意。他默默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却坦诚：“没错，我确实受了他的影响。”此言一出，几女神色各异，却都不约而同地攥紧了手，连呼吸都轻了几分。苏九离见状，唇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浅淡却温柔的笑意。那笑意虽淡，却如春风吹过冰面，带着几分让人安心的力量。不过他顿了顿，语气坚定了几分：“我并不是他，我是苏九离，太虚宗真传弟子，也是你们的师姐，更是龙主的龙妃。”他抬眼看向陈峰，眸中虽有残留的异样，更多的却是清明与笃定。那些记忆确实在影响我，但我分得清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他的人生已经结束，而我还要继续走下去。他转过身，面对众女，轻声道：“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成为胭脂花的。”陈情闻言，眼眶微微一热，用力点了点头。温清雨则直接扑了上来，一把抱住苏九离，将脸埋在他肩头，闷声道：“大师姐，你吓死我了。”苏九离微微一怔，随即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眼中满是柔和。暮色渐深，天边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沉入了山峦，溪水依旧潺潺流淌，在暮色中泛着银白色的微光，远处的山林渐渐模糊成一片深沉的黛青色。苏九离温柔一笑，嘴角微微上扬，竟带着几分平日里罕见的俏皮。他眨了眨眼，轻声道：“在胭脂花的记忆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你们要不要学啊？”温清雨歪着脑袋，一脸茫然：“什么？大师姐你说什么啊？”其他众女也是面面相觑，眼中满是不解，方才还在说那沉重的话题，怎么突然就转到别处去了？苏九离见众人不解，脸上的红晕又深了几分，却还是鼓起勇气，声若蚊蝇地解释道：“不是，就是一些对修行有帮助的方法。”话音落下，众女先是一愣，随即齐齐红了脸。温清雨最先反应过来，眼睛亮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把抓住苏九离的手：“学，大师姐快教我们！”陈情啐了一口，别过脸去，耳朵却悄悄竖了起来。苏妹抿着唇，眼中既有羞涩又有好奇。冯岩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却也没出声反对。唐青莹眸光流转，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苏九离轻轻一笑，眼底闪过一丝促狭，冲几女招了招手：“过来，我悄悄告诉你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可要记好了。”温清雨眼睛一亮，第一个凑了上去，挽住苏九离的手臂，撒娇般晃了晃：“大师姐快说，我一定把所有的都牢牢记在心里。”其他几女也红着脸围了上去，虽未开口，却都竖起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苏九离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轻声细语地讲解着，众女听得面红耳赤，却都目不转睛，连连点头。陈峰看着他们凑成一圈，叽叽喳喳的模样，不由得笑了笑。他没有上前凑热闹，转身走到一旁的青石上坐下，静静等待。暮色四合，晚风轻拂，他望着那群围在一起的身影，眼中带着几分期待，又带着几分宠溺。远处溪水潺潺，晚风轻拂，将几女窃窃私语的声音吹散在暮色里。天边的第一颗星子悄然亮起，夜幕缓缓降临，笼罩着这片宁静的山谷。过了好一会儿，苏九离终于长呼一口气，脸上红晕未退，却带着几分完成使命般的释然。就这么多，我都告诉你们了，至于敢不敢用，就看你们自己的了。有什么不敢的？温清雨嘻嘻一笑，眼波流转间已向陈峰蹦跳过去。他拉起他的手，扬起脸，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眼中，映出满满的柔情与期待。龙主，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晚上赶路多不方便呀，不如咱们去前面看看有没有小镇或城池，寻个客栈好好休息一晚，好不好？说到最后，他微微低下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耳间却悄悄染上了绯色。我想尝试一下大师姐告诉我的那些方法，听起来好有意思的。众女也围了上来，目光落在陈峰身上，他们有的羞涩的垂着眼帘，有的抿着唇强装镇定，也有眼中水光潋滟，但无一例外，那目光深处都藏着满满的期待。陈峰被他们看得心头一热，仿佛有团火在胸腔里跳动，他唇角微微上扬，眼中带着几分宠溺，几分期待，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感慨。好，那便去找个地方歇息。众人满怀期待地向着远方飞去。暮色渐浓，天边的晚霞由绚烂的橘红渐渐转为深沉的紫带，远处的山峦在暮霭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夜风拂面，带着草木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一行人衣袂飘飘，在暮色中画出几道优美的弧线。没多久，灵州城的轮廓便出现在夜色中，城内的灯火星星点点，透出几分暖意。城墙上的灯笼在风中轻轻晃动，投下摇曳的光影。城门口的行人渐渐稀少，守城的侍卫已经开始准备关闭城门。几人寻了一家客栈落脚，要了2间上房。
客栈大堂里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和菜肴的香气，小二殷勤的引路，木质的楼梯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温清雨刚接过房门钥匙，便迫不及待地拉起陈峰的手，脚步轻快地往楼上走。身后传来苏妹促狭的笑声，他也顾不得理会，推开房门，温清雨反手将门关上，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陈峰身上，眼中像是燃着一簇小火苗。他走上前，踮起脚，双手环住他的脖颈，将脸贴在他肩头，声音轻软的像羽毛拂过。今夜你都要听我的。陈峰温柔一笑，眸中满是宠溺，点了点头。好，今夜你说怎样便怎样。窗外夜色渐深，月光如水银泻地，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铺开一层银白的光晕。远处隐约传来亘古声，一下一下敲破了夜的寂静。城中的灯火渐渐熄灭，只有几盏孤灯还在夜色中明灭，像是散落在黑暗中的星子。时间渐渐流逝，月光在窗棂上缓缓移动，从东边的窗格移到西边的窗沿。不知过了多久，夜风停了，虫鸣歇了，连远处的亘古声也沉寂下去，整座城池都沉入了深沉的梦乡。直到第二天将近中午，陈峰的房间里才安静下来。阳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铺开一片温暖的金黄，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漂浮，像是细碎的金线。房门打开，陈峰走在前面，身后跟着脸色微红的唐青莹。他的脚步还有些虚浮，眉眼间残留着未褪尽的倦意，像是刚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修炼。阳光照在他脸上，将那淡淡的红晕映得格外分明。温清雨狡黠一笑，蹦跳着凑到陈峰身边，挽住他的手臂，仰头打趣道：龙主大人怎么样，昨夜可还满意？陈峰想起昨夜到今日午间的种种，心头便是一阵激荡。那些新奇有趣的方法，有苏九力传授的，也有几女自己摸索的，还有许多他从未见识过的花样，当真是又新鲜又刺激，每一次都让他沉浸其中。他伸手揽过温清雨，低头在他额上轻轻一吻，笑着道：不错，以后你们换着花样来才好。那我们岂不是要累死？苏妹悠悠的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嗔怨。以前都是你主动，我们只需配合就行，现在倒好，让我们自己来，我们本来就身子软，浑身没力气，还要咬牙坚持。哎，他说着揉了揉自己发酸的腰肢，脸上却泛着不自然的红晕。温清雨不以为然的摆摆手，眼睛弯成月牙，似师姐，这样才有意思吗？有情趣，懂不懂？他冲苏妹眨了眨眼，你们说对不对？陈晴抿着嘴笑，没有接话。冯岩低着头，耳根红透，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唐青莹还沉浸在方才的余韵中，眼神有些迷离，望着窗外的阳光发呆。苏九力则站在一旁，面上依旧清冷，只是唇角微微上扬，泄露了一丝笑意。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间客房忽然打开，一个青衫男子迈步而出，抬眼间正与众人目光相接。他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惊喜之色。苏师姐，竟然是你们！他快步上前，语气里满是意外之喜，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你们。当他目光扫过陈峰怀中的温清雨时，脚下微微一顿，眼神闪过一丝异样，却也没有多问，只是礼貌地移开了视线。孙师弟。苏九力微微一怔，随即认出眼前之人，孙元良，绝天峰峰主陆渊的五弟子，也是最小的那位师弟，修为已达金丹9层。他敛了敛神色，你怎么在这里？陈峰打量了那青衫男子一眼，微微蹙眉。他在太虚宗大殿里见过此人一面，但也仅此而已，素无交集。温清雨好奇地眨眨眼，非但没有从陈峰怀里出来，反而将他的腰搂得更紧了些，像是在宣告什么。其他众女也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孙元良闻言，脸上的欣喜之色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他重叹了口气，眉头拧成一团，声音低沉：二师姐被魔人打伤了，我在这里照顾她。阳光照在他脸上，将那眉宇间的忧色映得格外清晰，连带着他整个人都显得憔悴了几分。众人瞬间收起了笑意，原本轻松的氛围一扫而空。苏九离秀眉微蹙，上前一步问道：怎么回事？伤得很重吗？对于受伤这件事，众人倒也没有太过意外。此番太虚宗真传弟子下山，本就是奉命清除境内的阴阳魔宗余孽，刀剑无眼，法宝无情，若无人受伤，那才叫奇怪。孙元良脸上愁容满面，声音低沉很重，伤及丹田，二师姐的修为已经从反虚3层倒退到元婴期了。此言一出，众人再次陷入沉默。丹田乃修仙者之根本，一旦受损，轻则修为倒退，无法修炼，重则修为尽失，甚至有性命之忧。更棘手的是，丹田之伤寻常丹药根本无法医治，即便有那等灵丹妙药，也绝非他们这些做弟子的能够负担得起。气氛凝重的几乎要滴出水来。就在此时，一个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寂静：那不如让陈峰试试。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温清雨依偎在陈峰怀里，眼中却满是坚定之色，没有半分玩笑的意思。温师妹说的可是他？孙元良指着陈峰，满脸的不解与质疑。陈峰闻言，心中微微一动，好家伙，温清雨这是又来给自己拉人头了。自己连那位二师姐的面都没见过，他倒好，直接就把自己推了出去。不过话说回来，温清雨向来眼光挑剔，从不给自己介绍庸脂俗粉，既然他敢开这个口，想必那位二师姐容貌不俗，至少也是出尘级别。
他正想着，孙元良已经继续开口，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质疑。他陈峰，我倒是听说过能以筑基期战胜元婴期的赵千珏，实力确实不俗。可二师姐伤的是丹田，又不是要与人比试。他顿了顿，上下打量着陈峰，他一个还未结丹的修士，能行吗？温清雨轻轻一笑，眼中闪着自信的光芒。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能行呢？难道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陈晴也上前一步，附和道：尊师弟，陈峰他有特殊手段，定然能将楚师姐的伤治好。你且信我们一回。孙元良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自己能有什么好办法？若是有办法，也不会在这里愁眉不展了。既然他们说陈峰有办法，那不如让他试一试。就像温清雨说的，万一能行呢？退一步讲，就算真的不行，对二师姐来说也不过是再多失望一次罢了，并没有什么损失。他叹了口气，目光落在陈峰身上，眼中并未抱什么希望。毕竟一个未结丹的修士，再厉害还能修复丹田不成？即便回到宗门，恐怕连师尊也无能为力。那你们随我进来吧。孙元良侧身让开门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不过二师姐让不让他出手，还得看他自己的意思。那是自然。温清雨浅然一笑，挽住陈峰的手臂，对孙元良道：我和陈峰进去就行，你就在外面等着吧。孙元良脸上闪过一丝纠结，让自己在外面等着，万一他们对二师姐不利怎么办？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自己就先摇了摇头。都是宗门真传弟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从未听说过他们对谁不利。罢了，且信他们一回。那好，我就在这儿守着。你们治疗过程中若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他推开门，侧身让开。温清雨拉着陈峰迈步而入，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走廊里，众女望着那扇紧闭的门，彼此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心照不宣的笑意。看来今日她们又要多一位姐妹了。房门轻轻合上，隔绝了走廊里的目光。陈峰抬眼望去，床榻上躺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她静卧在那里，高耸的胸脯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即便病弱，身段依旧玲珑有致。听到开门声，她没有睁眼，只是虚弱的开口，声音清脆却满是苦涩：师弟，我不是说了吗？丹田受损，治不好的。他顿了顿，喉间滚动，像是咽下了什么。不必再寻医问药了，没用的。我从此就是个废人了。400年的苦修，400年的寒暑交替，400年的日夜不辍，一朝尽毁。从此再不能吸纳灵气，再无法运转功法，与凡人合一，与废人合一。那语气里的绝望浓得化不开。楚师姐，谁说你今后就是废人了？一道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轻快的像春日里的风。楚云溪猛地睁开眼，艰难的扭过头，映入眼帘的是温清雨那张笑嘻嘻的脸，而他身侧还站着一个男子。他认得，那是在太虚宗大殿上见过一面的陈峰，此刻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自己。陈峰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心中暗暗点头。楚云溪生得清丽，五官精致，脖颈修长如天鹅，此刻因伤苍白的面容反倒添了几分娇弱之态。他半靠在床头，如瀑的青丝铺散在枕上，一双眸子虽带着虚弱，却依旧澄澈动人，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楚云溪却无暇顾及他的打量，他注意到了温清雨唇边那抹笑意，在他沦为废人的此刻，那笑容显得格外刺眼，顿时心头火起，强撑着身子坐起，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恼怒的红晕。温师妹，竟然是你，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温清雨闻言，脸上的笑意缓缓敛去，他意识到楚云溪误会了自己，也不恼，只是走上前2步，在床沿边坐下，伸手轻轻抚上楚云溪的手背，柔声道：楚师姐，我是认真的，我有办法治好你的伤。楚云溪一愣，随即笑出了声，那笑声先是低低的，带着几分不可置信，随即越来越大，却越来越冷，是冷笑，也是嘲笑。他笑得浑身发颤，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笑得一旁的陈峰都微微皱眉。你有办法？楚云溪终于止住笑，目光直直地盯着温清雨，眼中满是讥诮与不屑。你可知我伤在哪里？那是丹田，是修仙者之根本。就算我回到宗门，哪怕是师尊，哪怕是宗主亲临，都束手无策。就凭你……他的声音越说越高，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那双原本澄澈的眸子里，此刻满是尖锐的刺，仿佛要将所有靠近的人都扎伤。凭什么？凭什么在自己沦为废人的时候，还有人能笑嘻嘻地说有办法？是在可怜自己吗？还是在嘲笑自己？他与温清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可现在温清雨的笑脸，温清雨的温柔，温清雨口中的有办法，每一个字都像刀子般扎在他心上。就凭你？他又重复了一遍，眼中的不屑更浓，心底的绝望更深。丹田损伤，神仙难救，这是修仙界公认的铁律。一个金丹期的师妹，一个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特殊本事的师妹，凭什么敢说出这样的话？温清雨摇了摇头，神色认真地看向楚云溪。楚师姐，我真的没有看你笑话的意思，我们是真有办法。难道你甘愿修为持续跌落，最终沦为废人，几十年后甚至用不了10年就苍老死去吗？楚云溪冷笑一声，眼中满是不信任的嘲讽。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办法治好我？温清雨侧身看向一旁的陈峰，目光坚定。不是我，是他。他的体质很特殊，
只需要阴阳调和就能治疗伤势。楚云熙先是一愣，随即苍白的脸瞬间长得通红，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他猛地撑起身子，怒视着温清雨，声音都在发颤。温清雨，温师妹，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没了修为，就可以趁人之危，想把我交给那个男人，让他快活？他的手指向陈峰，眼中满是屈辱与愤怒。没想到祝天风的七师妹温清雨竟然是这种人，我楚云熙就是死也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之事。他冷哼一声，声音里满是嘲讽，阴阳调和就能修复丹田，恢复修为，你当我是孩童吗？温清雨急得上前一步，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楚师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清雨，够了！陈峰厉声打断了他。温清雨身子一僵，扭过头去，只见陈峰脸色阴沉的可怕，眼神冷厉如霜。他扫了楚云熙一眼，那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漠然，随即转身向门口走去，声音冰冷，既然他不信，我们又何必多费口舌？我身边的女人又不差他一个，走吧。温清雨紧咬下唇，眼中满是不甘。他看着楚云熙那清丽的容颜，那修长的脖颈，那即便病弱仍难掩的玲珑身段，无论样貌还是身段，都是上乘之选。就这么放弃了，实在有违他为龙主物色绝色佳人的本性。可陈峰已经发话，他不得不听。他轻轻叹了口气，对楚云熙低声说了一句：“楚师姐，那你多保重。”说罢，转身快步向陈峰追去。陈峰的冷喝如同一盆冰水当头浇下，让楚云熙瞬间僵在当场。那个男人竟然说走就走。他怔怔地看着陈峰转身离去的背影，那背影没有丝毫犹豫，步履坚定，仿佛他的拒绝对他来说真的无关紧要。他方才那句话还在耳边回响，我身边的女人又不差他一个。那语气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只有彻骨的漠然。楚云熙心头猛地一颤，难道真的是自己想错了？他不是趁人之危的登徒子，而是真的能以阴阳调和之法治疗自己的丹田。如果真的有效，自己却因为一时激愤错过了，那岂不是？可万一没有效果呢？万一他只是借机占自己便宜呢？两种念头在脑海里激烈交锋，搅得他心乱如麻。眼看陈峰的手已经伸向门扉，即将拉开那道门。等等！楚云熙的声音比他的意识更快地冲出了喉咙。陈峰的手顿在空中，他缓缓转过身，目光却没有落在他身上，只是望向一旁的墙壁，神色淡淡，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还有何事？温清雨也疑惑地转过身来，眼中满是诧异。方才还恨不得将他们扫地出门的楚师姐，此刻竟主动叫住了他们。楚云熙望着陈峰，眼中满是纠结与复杂。他咬了咬嘴唇，声音放轻了几分，带着最后一丝试探：“你这个方法真的有用？若是无用怎么办？”他可不想就这么白白便宜了眼前的男人。陈峰依旧没有看他，目光落在身侧的墙壁上，神色淡漠的像是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刚刚青雨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想治，我便留下；如果不想……他顿了顿，声音更冷了几分：“我们还有别的任务在身，没有必要与一个将死之人浪费时间。没有必要与一个将死之人浪费时间。”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楚云熙心口。他呆住了。是啊，自己如今丹田已毁，无法修炼，再过几年也不过是如同凡人般垂垂老矣，行将就木，在旁人眼中可不就是一个将死之人吗？与其在这里等死，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枯萎，倒不如试一试。就算没有效果，那自己也算尝过做真正女人的滋味了。在这世上走一遭，也不算是白活一场。他抬眸看向陈峰，那个男人依旧背对着他，背影冷淡而疏离，仿佛他答应与否都与他无关。这份漠然反倒让他心里最后一丝疑虑烟消云散。他咬了咬下唇，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开口：“好，我相信你，你来吧。”温清雨闻言，眉宇间顿时染上喜色。他轻快地跑到楚云熙床边，俯身凑近，笑着问道：“楚师姐，你想通了？”楚云熙点了点头，脸上浮起一抹羞涩的红晕，目光落在陈峰身上，声音轻柔却坦然：“他说的对，我如今就是一个将死之人。既然是将死之人，又有什么做不得的？”温清雨笑意更深，握住他的手，语气里满是笃定：“那太好了，楚师姐你放心，他的能力很强，肯定能治好你的。今日过后，你就能与从前一样了。”楚云熙被他这么一说，眼中渐渐生出几分期待，轻轻点头：“但愿如你所说。”温清雨扭头一看，见陈峰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小脸上顿时露出狡黠的笑容。他3步并作2步跑过去，拉住陈峰的手就往床边拽，嘴里还念叨着：“你还等什么呢？难道要让楚师姐主动不成？快点上呀！”楚云熙看着陈峰站在床前，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他那宽厚的肩膀上，心头猛地一跳，想到一会儿要被他压在身下，那张苍白的脸瞬间染上了血色，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他慌乱地移开视线，却正好瞥见温清雨还站在房间里，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不由得一愣，咬了咬嘴唇，小声问道：“温师妹，你不出去吗？”温清雨笑嘻嘻地举起双手，做出一副投降的模样：“师姐你放心，我背过身去，绝对不偷看。只有亲眼看着师姐你的丹田修复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啊。”楚云熙咬了咬唇，还是不放心地追问：“你真的不会偷看？”他实在难以接受与陈峰独处时旁边还有一双眼睛盯着。
那感觉光是想想就浑身不自在。真的真的。温清雨用力点头，眼珠一转，师姐要是不信，把我的眼睛蒙上都行。见楚云溪还在犹豫，他又补了一句，再说了，我也是他的女人，以后这种事多着呢，习惯就好了。楚云溪被他这话说的脸又红了几分，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那好吧，你说话算话，可不能偷看。温清雨重重点头，随即转身走到墙边，真的面对着墙壁站好，一副面壁思过的模样。他的背影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垂在身侧，倒真有几分认真的样子。见温清雨背对着自己，楚云溪这才稍稍安心。他扭过头看着床前的陈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需要我怎么做？你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就行。陈峰还没开口，温清雨的声音又从墙边传来。楚云溪又羞又恼，忍不住瞪向那个背影。你别说话。好，我闭嘴。温清雨耸耸肩，语气里却满是笑意，肩膀微微抖动，显然在偷笑。楚云溪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缓缓躺下，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上，指尖微微发颤。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光影，浮尘在光柱中缓缓漂浮。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和墙边温清雨刻意压制的轻笑声。陈峰俯身靠近，目光落在他那张因羞涩而微微泛红的脸上，声音放得极轻，师姐放松些，不必紧张。他喉咙里轻轻了一声，算作回应，可身子依旧绷得紧紧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身下的床单，指节都因用力而微微泛白，那长长的睫毛不住地轻颤，像是受惊的蝶翼，泄露了内心的紧张。就在这时，一股陌生的信息毫无征兆地涌入脑海，龙威、瞬移、龙主、龙飞，纷乱的念头一闪而过，他还来不及细想，便感受到一股温热的灵力忽然从陈峰体内涌来，顺着两人相处之处缓缓探入他的经脉。那灵力在他经脉中游走，带着微微的冲胀感，像是有无形的力量在一点点撑开那些干涸的河道，有些不适，还有些隐隐的刺痛，让他眉心又蹙紧了几分。可那灵力在他周身游走一圈后，终于缓缓向着丹田而去。就在触及丹田的刹那，一股剧痛猛然炸开，本就受损的丹田在那灵力的冲击下，像是被强行撕裂，又像是被烈火灼烧。那痛楚来的猛烈而猝不及防，让他忍不住痛呼出声。身子不受控制的扭动起来，本能的想要躲避，想要逃离，可陈峰稳稳地扶着他，让他无处可逃。就在他几乎要撑不住的时候，耳边传来陈峰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像是一只手稳稳拖住了他下坠的心。师姐，坚持住，正在修复你的丹田，再忍一忍，很快就好了。那温热的灵力依旧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他的丹田，每一次冲击都让他浑身颤抖，喉间不断溢出压抑的痛饮。他的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鬓边的发丝。床单被他攥得皱成一团，指节泛白，却始终不曾松开。时间在煎熬中缓缓流淌，窗外的日光渐渐西移，将窗棂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在地面上缓缓移动。墙边的温清雨始终背对着他们，一动不动，只是肩膀微微绷紧，显然也在揪着心。约莫一炷香后，那股撕心裂肺的痛感终于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温热舒畅，仿佛干涸已久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甘霖，干裂的河床被清泉缓缓浸润，每一寸经脉都在贪婪地吸收着这久违的滋养。与此同时，他清晰地感受到那跌落的修为正在缓缓回升，元婴7层，化神3层，反虚1层，反虚4层。他微微睁开眼眸，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不仅丹田修复如初，修为竟还提升了1层，反虚4层。若方才没有叫住陈峰，他不敢想下去。花期落败，寿元耗尽，最终不过一捧黄土，庆幸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他淹没。而墙边温清雨一直揪着心，他记得自己当初成为龙妃时并没有这般痛苦，是因为丹田受损的缘故吗？听着楚云溪一声声压抑的痛吟，他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不知何时才是个头。他死死盯着面前的墙壁，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打扰了陈峰的救治。终于痛吟声停了。师姐，丹田可是修复了？温清雨忍不住出声问道，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又强压着不敢太大。楚云溪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侧头看向墙边那道背影。温清雨依旧老老实实地面壁而立，背影乖巧得像一只蹲守的猫，不曾有半分偷看的迹象。他双手垂在身侧，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显然是真的在信守承诺。楚云溪心头一松，那最后一丝羞赧也随之消散。既然师妹守信，那便随她去吧。温清雨听到身后的动静渐渐平息，又等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开口：“我能转过身了吗？”声音里带着几分试探，又藏着一丝促狭的笑意。可以了。楚云溪此刻已衣着整齐，端坐在床边，脸上红晕未退，却强撑着镇定，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温清雨转过身来，先是飞快地瞥了楚云溪一眼，见他面色红润，气息平稳，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拍拍胸口道：“吓死我了！方才听你叫得那么痛苦，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陈峰坐在他身侧，神色淡然，眼中却带着几分满意。龙飞又多了一个。窗外的日光正好照在三人身上，暖洋洋的，
将方才那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温青羽转过身，脸上带着促狭的笑意，蹦跳着来到楚云熙身边，一把挽住她的手臂。楚师姐，恭喜你伤势痊愈，修为还更进一层，欢迎你加入我们，加入你们。楚云熙秀眉微蹙，面露不解。她刚想追问，脑海中忽然闪过方才那些涌入的信息：龙主、龙妃、瞬移、龙威。她猛地看向陈峰，眼中满是疑惑。方才有一股奇怪的信息涌入我脑海，什么龙主、龙妃的，那是怎么回事？陈峰微微一笑，神色淡然，那是我功法的缘故。从今往后，你便是龙妃了。那些龙妃独有的能力，你也可以使用。楚云熙微微颔首，似懂非懂。他闭目感知片刻，又睁开眼，语气里带着几分惊异。我察觉到识海中多了一个粉色的龙形印记，那就是龙妃的印记吗？可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龙形印记，让我有种莫名想要臣服的感觉。那个是属于你的。陈峰点头，不错，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位龙妃，改日介绍你们认识。温青羽凑到楚云熙耳边，压低声音，却掩不住那股得意。楚师姐，我偷偷告诉你哦，那些龙妃的印记里，还有一个是我师尊的呢。他如今可是龙后呢。什么？楚云熙惊叫出声，小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柳师叔，他是龙后？他也是。他瞪大眼睛看向陈峰，眼中满是不可置信。那位祝天峰峰主，那位清冷如霜、生人勿近的柳如月师叔，竟然也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女人。他究竟是怎么把那样一个女人弄到手的？楚云熙望着陈峰，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陈峰神色淡然，开口道：“既然已无大碍，青羽，让他们进来吧。”好嘞。温青羽应声而动，脚步轻快地转身，几步便到了门前，伸手拉开房门。门刚开了一条缝，孙元良便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险些与温青羽撞个满怀。他顾不上道歉，目光越过众人，直落向床榻上的楚云熙。苏九离、冯岩、陈晴、苏妹、唐青莹几人紧随其后，鱼贯而入。他们脚步从容，目光却不约而同地落在楚云熙身上。就在方才，他们已感知到识海中又多了一道龙妃印记。望向楚云熙的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几分心照不宣。今后还不知会有多少姐妹加入。孙元良快步走到床前，见楚云熙面色红润，气息平稳地坐在那里，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一半。他急切问道：“二师姐，你怎么样了？丹田可修复了？”说罢，他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陈峰一眼，那眼神里带着审视，也带着几分好奇。楚云熙浅然一笑，语气轻柔却笃定：“师弟放心，我不仅丹田复原，修为也精进了不少。”那太好了。孙元良顿时喜笑颜开，双手不自觉地搓着，看向陈峰的目光已满是感激。没想到你一个还未结丹的小修士，竟有这般本事。说到这里，他眼睛忽然一亮，像是想到了什么，语气愈发急切起来。既然你连丹田受损都能治好，那能不能帮萧城主也治疗一下？萧城主？陈峰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目光转向楚云熙。楚云熙抿了抿嘴，原本恢复血色的面容又暗淡了几分。他轻叹一声，声音里带着几分沉重：“萧城主就是灵州城的城主萧子禅，他带人与我们一起在苍明山围剿魔修，没想到那魔修厉害得很，合体7层的修为，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他顿了顿，垂下眼帘：“萧城主中了阴阳魔宗的合欢散，我被他们击伤了丹田，仓皇逃了出来。”说到这里，他又重叹了口气，眼中满是哀伤与自责。如今已经过去了2日，恐怕萧城主他已经……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位禁之言，在场众人都已明了。合欢散，阴阳魔宗的阴毒之物，中者若不及时与人交合，便会气血逆流，灵力散尽，经脉焚毁，最终在极度渴望中欲火焚身而亡。即便侥幸活下来，也会神智迷失，沦为只知欢好的傀儡。2日太久了。那个萧城主是女子？苏妹忽然开口问道。楚云熙微微点头，眸中泛起一丝惋惜。她可以说是绝代佳人，容貌倾城，修为也高，只可惜……陈情轻轻一笑，语气里带着几分宽慰，又藏着几分促狭。咱们也不必太过忧心，万一人家已经被人解毒了呢？她本就是女子，又是绝代佳人，想必追求她的男子能从城门口排到城主府，随便找个男人不就把毒解了？楚云熙摇了摇头，笑容里满是苦涩。你不懂，追求萧城主的男人虽多，可他眼高于顶，一个都看不上眼。他对自己的清白看得极重，宁死也不肯将就。如今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温青羽眼珠一转，忽然拍了拍手，与其在这儿胡乱猜测，咱们不如直接去城主府看看如何？到底是生是死，亲眼一见不就一目了然了？他顿了顿，眼中闪着狡黠的光。万一他真的扛不住，自己找了男人呢？那自然最好。可如果没有……他看向陈峰，笑得意味深长。那就让龙主再出手呗。他再怎么眼高于顶，咱们龙主还能配不上他？陈情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道：“师妹，你这是又要给龙主牵红线了？”温青羽嘻嘻一笑，理直气壮地挺了挺胸：“这本就是龙妃的职责吗？我不过是做本职之事而已。”他顿了顿，环视众女，嘴角勾起一抹得意又促狭的笑：“不像你们，只顾着自己快活，也不想着给龙主介绍新人。”众女被温青羽这一番话说得小脸微红，纷纷娇羞地低下头去，有的抿唇不语，有的清脆一口，
却无人反驳。一旁的孙元良起初听得满头雾水，什么龙妃，什么介绍新人，什么只顾自己快活，这些话字都能听懂，连在一起却让他摸不着头脑。可当他看到众女那娇羞的模样，再回味温清羽话中的深意，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猛然在脑海中炸开。他瞪大了眼睛，心脏狠狠一跳。听温清羽的意思，眼前这几个师姐师妹，还有那个他叫不上名字的女子，竟然都与陈峰有关系。这怎么可能？他怔怔地看着陈峰，那个还不到金丹期的小修士，凭什么能让这么多天之娇女倾心？论修为，他不过筑基；论地位，他不过是个刚入门的弟子；论相貌，好吧，确实生得俊朗，可修仙界最不缺的就是俊俏男子。凭什么？他下意识将目光转向自家二师姐，楚云溪正垂着眼帘，脸上那层潮红还未褪尽，像是刚经历过什么。孙元良心头猛地一颤，那未褪的潮红，那微微凌乱的衣襟，难道二师姐她也？他不敢再想下去，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整个人如遭雷击。陈峰略一沉吟，当即拍板，那便去看看吧。他率先起身，大步向外走去，众女紧随其后，衣袂翻飞间带起一阵香风。孙元良快走几步，悄悄拉住了落在后头的温清羽。温清羽秀眉微蹙，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他还想与龙主并肩而行呢，却被这人耽搁了。侧头看向孙元良，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孙师兄，有事？”孙元良张了张嘴，神色犹豫，最终还是硬着头皮问道：“温师妹，我想问你一件事。”何事？温清羽脚步未停，目光却已飘向前方那道挺拔的身影。孙元良压低声音支吾道：“方才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龙主，什么大新人，什么快活？温清羽闻言，脚步微顿，随即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笑得像只偷到鱼的小猫。他歪着头，眼中满是狡黠，想知道。孙元良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求知欲。嘻嘻。温清羽拉长了尾音，忽然松开手，蹦跳着向前方跑去。不告诉你。他轻盈地追上陈峰，自然而然地挽住他的手臂，那不算饱满的胸脯在他手臂上蹭了蹭，笑得一脸得意。孙元良站在原地一阵无语，他默默收回目光，转而看向自家二师姐楚云溪，走在前方，步履间带着几分不自然的缓慢，仿佛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消散了。看来自己的猜测是对的。他轻轻叹了口气，不再多想，默默跟在众人身后，向着城主府的方向走去。穿过几条街道，众人来到城主府前，楚云溪上前与守门侍卫低声交谈几句，侍卫打量了众人一眼，随即侧身放行。陈峰目光掠过那侍卫的面庞，眉宇间凝着一抹化不开的忧色，眼眶微红，像是哭过。他心里一沉，难道萧子禅真的凶多吉少了？若真如此，未免太可惜了。虽未曾谋面，但楚云溪口中的绝代佳人，想必不会是虚言。踏入府中，庭院深深，花木掩映，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众人脚步匆匆，沿着青石小径向内走去。忽然，陈峰脚步一顿，风中隐约传来哭声，不止一人，是好几个女子的哭泣声，凄凄切切，断断续续，听得人心里发紧。众女面面相觑，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不祥的欲待。陈峰加快脚步，循声而去，哭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所有人的心。转过一道弯，眼前豁然开朗。哭声的来源是一间房门大开的厢房，屋内光线昏暗，三个侍女模样的女子围在床榻前，掩面而泣，肩膀不住地耸动，哭声压抑而悲伤。床榻上躺着一个人，被帷幔遮住了大半，看不清面容。陈峰站在门口，望着那三个哭泣的侍女，心头那一丝侥幸彻底消散。陈晴望着那扇洞开的房门，听着屋内压抑的哭声，轻轻叹了口气，看来咱们还是来晚了。苏九丽站在一旁，目光落在那被帷幔遮掩的床榻上，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后怕。萧子禅中的是阴阳魔宗的合欢散，当初师尊柳如月中的也是同样的毒。他侧眸看向身侧的陈峰，心中暗自庆幸，幸好当初他们做了那个决定，让他为师尊解了毒，否则今日躺在那里的或许就是师尊了。哎，进去看看吧。苏妹眉宇间凝着忧色，声音低沉，若真救不回来，咱们便打道回府，该做什么做什么。楚云溪咬着下唇，眼眶微红。他与萧子禅曾并肩作战，共历生死，如今自己丹田修复，修为精进，而萧子禅却……他闭上眼，不忍再看。嗨！孙元良一拳狠狠砸在身旁的树干上，震得枝叶簌簌落下，咬牙切齿地骂道：“该死的阴阳魔宗！”陈峰没有说话，只是抬脚跨过门槛，向那间透着悲戚的屋子走去。众人也默默跟了上去。房间里一片死寂，唯余三个侍女压抑的啜泣声。陈峰的目光越过他们，落在床榻上，那里静静躺着一个女子，她的面色惨白如纸，可即便如此，也掩不住那张脸的绝色。一头青丝如瀑般散落在枕上，几缕发丝慵懒地搭在肩头，更添几分柔弱。额前细碎的刘海轻轻遮住眉梢，却遮不住那双即便闭合也显得狭长优美的眼缝。鹅蛋脸轮廓柔和，睫毛纤长而卷翘，琼鼻挺立，唇形姣好，只是此刻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让人心疼。下巴圆润，再往下是精致的仿佛能承住月光的锁骨。一床锦被静静地盖在她身上，
遮掩了所有可能的生机。见陈峰几人进来，3个侍女止住了哭声，抬起泪眼，好奇地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楚云熙轻叹一声，缓步走到侍女身边，脸上满是悲痛。他放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压抑的哀伤：“萧城主是什么时候走的？”温清雨趁众人注意力都集中在侍女身上，悄悄溜到床边。他先是低头看了一眼床上那张绝美的面容，眼中闪过一丝惊艳，随即伸出手向萧子禅的衣襟探去。没有人注意温清雨的动作，一个侍女抹了把眼泪，哽咽着开口：“就在刚刚没多久，还不到1个时辰。城主大人他……”话未说完，泪水又涌了出来。他抽泣着，声音断断续续：“他是活活被那毒药折磨死的。”呜呜，话音未落，呀！温清雨突然发出一声惊呼，他的手还停在萧子禅衣襟处，眼睛却瞪得溜圆，转头看向陈峰，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还是软的，热的，龙主，你要不要趁热？”陈峰老脸一黑，光是想想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再说了，也不看看眼下是什么场合。满屋子都是哭声，3个侍女哭得肝肠寸断，纵然自己有心救人，也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乱来。更何况他对一具毫无生机的身子也提不起半分兴趣。他一把拉住温清雨的手腕，将她拽到身边，低下头，压着声音斥道：“别胡说，什么趁热不趁热？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温清雨被他训得缩了缩脖子，吐了吐舌头，却也没再吭声。陈峰抬眼环视四周，所有人皆被温清雨方才那句惊人之语镇住了，一个个呆立当场。3个侍女更是止住了哭声，满脸疑惑地望着温清雨，显然没听明白那话是什么意思。忽然陈情发出一声轻疑，他睁大眼眸，快步向床边走去，俯身探视片刻，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惊喜：“萧城主的神魂似乎还在，并未离体。”众人闻言齐齐一怔。陈情又仔细探查了一番，随即重点头：“是真的，竟然真的还在，或许还有希望救活。”说罢，他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向陈峰，眼中满是问询，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上不上？陈峰眸光微动，按常理来说，修炼者肉身死后，神魂便会离去，或是修炼鬼道，或是转世投胎，极少有停留原处的。他略一沉吟，沉声道：“或许是萧城主刚走没多久，神魂还未来得及离体。”苏妹略一沉吟，抬眸看向陈峰，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龙主，我想起一件事，龙妃只要神魂和肉体都在，不是就能在龙主身边复活吗？虽然萧城主现在还不是龙妃，可若你救治了他，他不就是了吗？或许可以一试。”温清雨闻言，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那股子却跃劲儿又回来了。他蹦跳着凑到陈峰身边，扯着他的袖子，压低声音，却掩不住兴奋：“对呀对呀，现在他不能动，也不会反抗，这么俏丽的美人儿，平时就算你想也得不到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龙主，你可千万别错过哦。”陈峰眉头微蹙，心中仍有几分犹豫，毕竟萧子禅生机已断，自己也拿不准能否将他救活。他侧眸看向苏九丽几人，目光中带着问询。苏九丽微微颔首，神色平静。陈情也轻轻点了点头，眼中满是鼓励。苏妹、冯岩、唐青莹几人亦是纷纷向他投来肯定的目光，他们没有意见。就在这时，一旁听得云里雾里的3个侍女终于有些明白了。虽然什么龙主、龙妃的话听不太懂，但他们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或许能救活城主。先前说话的那个侍女猛地扑通一声跪在陈峰面前，泪如雨下，声音凄切：“求公子救城主大人吧！”话音刚落，他便重重叩首，额头磕在地砖上砰砰作响。另外2名侍女也如梦初醒，纷纷跪倒，不住地叩首，口中一遍遍哀求：“求公子救城主大人吧！”那砰砰的磕头声，那声泪俱下的哀求，听得人心里发酸。陈峰苦笑一声，心中暗叹：看来今天是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了。他连忙俯身将为首的侍女搀扶起来，温声道：“你们先起来，我会尽力。”温清雨急切地催促道：“你们快些出去吧，再晚一会儿，万一凉了，或者神魂离体了，可就来不及了。”3个侍女闻言连忙起身，抹着泪快步离开房间，将这片空间留给陈峰。苏九丽几女也相视一眼，默默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房间里只剩下温清雨、陈峰，还有那个毫无知觉静静躺着的萧子禅。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光影，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漂浮，一切都显得那样安静，仿佛时间都凝固了一般。陈峰望着床上那张绝美却毫无生气的面容，苦笑一声：“青雨啊青雨，你可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万一救不活，今后你就不觉得隔音吗？”温清雨眨了眨眼，歪着头想了想，忽然也意识到什么，也是哦，光顾着给你找美人了，倒忘了这一茬。不过他很快又展颜一笑，摆摆手道：“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尽力就好，别磨蹭了，一会儿真凉了就不好办了。”温清雨说着，伸手掀开盖在萧子禅身上的锦被，露出他穿着白色礼衣的躯体。那身礼衣整洁素净，显然是侍女们在城主离世后为他换上的，想要给这位绝代佳人最后的体面。温清雨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查看他的状况，动作轻柔而谨慎。陈峰俯身将掌心附在他腕间，感知着他体内微弱的生机。那肌肤入手微凉，
却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温热。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涌动而出，顺着接触的地方缓缓渗入萧子禅毫无生机的娇躯，灵力如涓涓细流，沿着他的经脉小心翼翼地前行，流向四肢百骸，不敢有半分急躁。他能感受到那干涸的经脉正在一点一点被滋养，像是皲裂的土地迎来第一场春雨。那头原本柔顺的青丝在枕上微微散乱，几缕发丝落在枕边，平添几分凌乱的美感，却掩不住那张面容的绝色。就在这时，无论是守在床边的温清雨，还是门外的苏九丽、陈晴等众女，脑海中同时多了一道清晰的龙飞印记。陈晴眸光一亮，脸上绽开惊喜的笑容。成了，龙飞印记又多了一个，看来真的有作用。苏妹挑了挑眉，小声嘀咕道：“还真能行，这龙主到底还有什么是他救不活的？”众女相视而笑，眉眼间皆是欣喜。三个侍女虽听不太懂什么印记不印记，但见他们这般反应，也知道城主大人有希望了。他们紧紧握着手，眼中泪光闪烁，却又不敢出声，生怕惊扰了屋内的人。房间里，温清雨一眨不眨地盯着萧子禅的脸，他的手轻轻搭在萧子禅腕间，感受着那里微弱的变化。半晌，他皱起秀眉，小声嘀咕起来：“奇怪，明明多了一道印记，我也能感觉到灵力在往他体内汇聚，怎么偏偏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焦急，又强压着不敢太大，生怕打扰了陈峰的救治。陈峰喘着粗气，额头已沁出细密的汗珠。“别急，就像上次救治冯岩一样，或许一会儿就有反应了。”他闷哼一声，猛地发力，灵力的流转又快了几分，木床随之发出轻微的吱哑声。“行吧。”温清雨应了一声，耐着性子继续等待。他的手轻轻搭在萧子禅腕间，感知着他体内微弱的变化，屏息凝神，不敢有丝毫分心。不知过了多久，砰！正全神贯注感知的温清雨忽然感受到指尖下传来一股极其微弱的跳动，他猛地睁开眼，脸上满是惊喜。他连忙俯下身，将耳朵紧紧贴在萧子禅的胸口，屏住呼吸细细感知。砰！又是一下，虽然微弱，却确确实实地跳动着，一下又一下，如同春日里破土而出的第一株嫩芽，带着新生的希望。温清雨眉宇间绽开喜色，抬起头冲陈峰喊道：“有反应了，龙主，你再快点儿！”陈峰喘着粗气，不满说道：“还快，我怕他受不住。”温清雨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道：“怎么可能？他现在正需要灵力滋养，快些才好。行吧。”话音刚落，他再次加大力度，灵力的输送又加快了几分。木床不堪重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心跳声渐渐变得有力而清晰，砰砰砰，一下接着一下，如同春日里苏醒的鼓点，沉稳而有力。萧子禅原本惨白如纸的肌肤开始泛起淡淡的血色，由内而外一寸寸回暖，那张绝美的面容渐渐恢复了生气，苍白的唇瓣也褪去了死寂，重新染上淡淡的粉色。有了血液的流动，他的身躯也渐渐有了温度。忽然，他的小嘴微微张开，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那一声轻叹如同冰封的湖面裂开第一道缝隙，昭示着生机的回归。温清雨顿时眉开眼笑，眼睛弯成了2弯月牙。他转过头，冲陈峰邀功似的扬了扬下巴，语气里满是得意：“怎么样，活了吧？要不是我，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说说该怎么奖励我？”陈峰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妮子虽然嘴上没个把门的，可处处都在为自己着想，不论生死，不论场合，他总能想方设法给自己寻摸机缘。这份心意他记在心里。你说该怎么奖励你，我都依你。他笑着应道。温清雨眼珠一转，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我也没有什么大要求，只要今后无论赶路还是休息，我都要贴着你，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陈峰微微一怔，还以为他会提出什么难办的要求，没想到只是抱着他赶路这种事。行，我答应你。温清雨嫣然一笑，心满意足地低下头，看向床上的萧子禅。此刻，萧子禅依旧闭着眼眸，尚未苏醒，只是那张小嘴微微张着，时不时溢出一声清浅的呼吸，仿佛在睡梦中经历着什么。那若有若无的气息，却足以证明陈峰的心思没有白费，他真的活过来了。又过了一炷香的功夫，随着萧子禅的心跳愈发有力，他的呼吸也渐渐平稳。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动了动，指尖微微蜷曲，随即手臂缓缓抬起，带着初醒的无力，软软地搭在自己的小腹上。那双狭长的眼眸终于缓缓睁开，入目的是一片床幔。他眨了眨眼，眸中满是迷茫，仿佛还分不清梦境与现实，记忆如同破碎的镜片，怎么也拼凑不完整。他只记得那撕心裂肺的痛楚，记得自己在无尽的折磨中渐渐失去意识，记得那窒息的黑暗将他彻底吞没。可现在他醒过来了，是被一阵温暖的感觉唤醒的。那感觉从未体验过，温暖舒适，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深处蔓延开来，将那些冰冷的痛苦一点点驱散。他的意识就在这种奇异的感觉中慢慢浮出黑暗的深渊。他眼睛渐渐聚光，视线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他就在自己身前，那双眼睛正专注地盯着他，额角还沁着细密的汗珠，显然耗费了不少心力。他能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还有某种他说不清的让人安心的气息。旁边还有一个女子，嘴角噙着一抹狡黠的笑意，眼睛里满是得意。
活像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正等着被人夸奖。他刚要开口，想问那男子是谁，在做什么，可话才出口，便是一声让他瞬间羞红了脸的轻昵。他猛地闭上嘴，可那声音却像不受控制似的，断断续续从喉咙深处溢出来，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手臂刚撑在床上，却软得像一团棉絮，身子又无力地倒了回去。温清雨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他的肩膀，语气轻快却认真：“别动，别动，你刚刚醒过来，肯定没力气，等会儿就好了。”萧子禅也渐渐明白过来，这是在救治自己。虽然方式让他羞得不敢睁眼，却也明白此刻不能乱动。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羞赧，静静地躺着，任由那温热的气息继续滋养着他虚弱的身躯。又过了半个时辰，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方才那有节奏的声响渐渐平息，只剩下两人平稳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温清雨贴心地取过衣物，轻轻披在陈峰肩上，又替他理了理略显凌乱的衣襟。萧子禅此刻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完全没了陈峰初见他时那腹惨白如纸的模样。那张绝美的面容上，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连白皙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粉色。他轻轻喘息着，胸口随着呼吸缓缓起伏，感受到陈峰离开，他缓缓睁开眼，眸中还带着几分迷离，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梦中醒来，只是那面色复杂得很。方才那段时间，他脑海中涌入了太多东西，龙主、龙妃、印记、瞬移、龙威，纷乱的讯息一点点被他整理清楚。眼前的男人是龙主，自己是龙妃，旁边那个一直守着的小丫头，他能感知到她的印记，定是龙妃无疑。原来自己竟是被人这样救醒的。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一点都不恨这个男人，非但不恨，心里反而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若是换作从前发生这种事，他定要将那个男人碎尸万段，再将他神魂抽出来，用业火焚烧100年。可如今他却生不起半分恨意，这是怎么回事？他怔怔地望着陈峰，眼中满是困惑与迷茫。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他脸上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将那份复杂的神色映得格外清晰。片刻后，萧子禅终于将紊乱的呼吸平复下来，轻轻合拢双腿，缓缓坐起身，抬手披上里衣，遮住那玲珑的曲线。他就那么坐在床边，一头青丝有些散乱的垂落，平添几分慵懒的风情。抬眸先看了温清雨一眼，随即目光落在陈峰身上，声音空灵如幽谷清泉：“你们是？”他心里其实已经知晓答案，识海中那道清晰的印记早已告诉他，眼前这个男人就是龙主，旁边这位是龙妃，只是他还不清楚他们的身份来历。温清雨立刻凑了上去，亲昵地拉起萧子禅的纤纤玉指，满脸笑意地介绍道：“嘻嘻，萧妹妹，我们都是太虚宗的真传弟子哦。他是陈峰，也就是龙主，我叫温清雨，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萧妹妹，萧子禅黛眉微蹙，眸中闪过一丝不悦。自己好歹是合体期的修士，论修为比在场众人都高，论年纪更是比他们大了足足1000余岁。眼前这个小丫头不过金丹期，那个龙主更是只有筑基巅峰。虽说自己此刻修为尚未恢复，可这妹妹的称呼怎么听都觉得别扭。他抬眸看向陈峰，那目光里带着几分问询：“你是龙主？他这么称呼我，你不管管？”陈峰却像是没察觉到他的眼神一般，只是神色淡然地点头道：“你的修为还未完全恢复，想要彻底清除体内的合欢散之毒，需要7次。7次。”萧子禅刚刚褪去红晕的俏脸，瞬间又染上了一层绯色。他自然知道，阴阳魔宗的合欢散并非一次便能彻底解除，据说需要7次阴阳调和，方能将毒素尽数排出体外。既然已经有了第1次，难道还怕后面那6次不成？他垂下眼帘，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方才那奇异的感觉，那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暖与舒适，让他心里隐隐生出几分期待。或许后续还会有更多次吧。温清雨见他不说话，又昂起头，挺了挺那不算饱满的胸脯，像只骄傲的小孔雀，邀功似的补充道：“要不是我坚持让龙主帮你疗伤，你肯定就香消玉殒了。刚开始龙主还不肯呢，若不是我坚持，你怎么可能坐在这里？你说说，我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说到这儿，他忽然皱了皱眉头，看了看陈峰，又回头看向萧子禅，语气一转：“不过嘛，既然你也是龙妃了，咱们姐妹不分彼此，什么恩人不恩人的，我才不在乎呢。”萧子禅闻言，心里猛地一震，他诧异地看向温清雨，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渐渐涌上感激之色。原来竟是他坚持让陈峰为自己疗伤，自己才能死而复生。若不是他，自己此刻怕是早已永堕黑暗，几年后便化为一抔黄土。如此说来，那句萧妹妹似乎也并不那么难以接受了。他站起身，神色郑重，对着温清雨深深一礼，声音里满是真诚：“萧子禅，多谢温姑娘救命之恩。”温清雨见状，心里别提多受用了，脸上却故作大度的摆摆手：“行啦行啦，我不是说了吗？咱们都是龙妃，自己人，用不着这么客气。”陈峰淡淡一笑，接过话头：“清雨说的对，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莫非萧城主不愿做这龙妃？”萧子禅闻言，心里莫名一慌，好似生怕陈峰误会什么，连忙摇头解释：“不是的，
我没有不愿，只是救命之恩大于天，该有的态度还是要有的。陈峰微微颔首，起身走到萧子禅身边，伸手将他揽入怀中。萧子禅身子微微一僵，却没有挣脱，任由他搂着自己的腰肢。紧接着，陈峰低头在他唇边落下一吻，轻柔的像一片羽毛拂过。萧子禅那张绝美的面容瞬间飞起2朵红霞，一直烧到耳根。随即他感觉腰间一松，陈峰已经松开了手。他柔声道：“行了，外面的人恐怕等急了，该让他们进来了。”温清雨立刻蹦了起来，欢快地往门口跑去。“我去开门，刚刚你那几个侍女哭得可惨了，要是见你醒了，肯定高兴坏了，嘻嘻。”说罢，他轻盈转身，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口。温清雨的手刚刚触及门栓，萧子禅便连忙端坐于床边，理了理微乱的衣襟，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面色看起来平静如常。吱呀一声，门被轻轻推开，门口那3个侍女率先探头望了进来。当他们的目光落在端坐床边的萧子禅身上时，3双眼睛瞬间睁大，随即迸发出难以抑制的狂喜。城主大人！他们几乎是同时惊呼出声，踉跄着向萧子禅奔来。裙摆绊住了脚也顾不上，跌跌撞撞冲到床前，扑通一声齐齐跪倒在地，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滚滚而下。他们抓着萧子禅的衣角，喜极而泣，声音哽咽的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城主大人，您真的没事了？太好了，我们方才还以为您……太好了，没事了，太好了！他们欣喜的语无伦次，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却字字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萧子禅望着这3个侍女，眼中涌起一片柔软，他伸出手轻轻抚过她们的发丝。好了好了，他的声音轻柔如风，带着几分宠溺的笑意。我这不是已经没事了吗？苏九离几人也跟着走了进来，他们的目光落在端坐床边的萧子禅身上，神色平静，并无意外。方才那道新生的龙飞印记早已让他们知晓了结果。反观孙元良，此刻却是另一番模样。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直愣愣地望着萧子禅，半天回不过神来。方才来的时候，萧子禅分明已经生机全无，面色惨白如纸，任谁看都是一具尸体。可此刻他脸色红润，呼吸均匀，眉眼间还带着几分刚醒来的慵懒，哪里有半分死人的样子。他缓缓转过头，看向陈峰，眼中满是震撼，还有几分说不清的敬畏。这本事传出去，岂不是要成为9州大陆争抢的宝贝？简直堪比仙丹，不，比仙丹还要厉害。仙丹也就不会生机全无的人啊！陈峰没有理会他的目光，只是干咳2声，对那3个侍女道：“你们城主刚醒，身子还虚，况且修为未复，去准备些滋补的灵药来。”我们这就去。3个侍女连连点头，抹着泪飞快地跑了出去。萧子禅目光缓缓扫过众人，细细打量着面前这些莺莺燕燕，她们个个容貌出众，气质各异，却都有一个共同点，身上都携带着那道他此刻无比熟悉的龙飞印记。他的目光在楚云溪身上停下，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楚姑娘的丹田也是被他治好的。楚云溪想起陈峰为自己疗伤时的场景，脸颊微红，低下头去，轻轻点了点头。也是他治好的，而且修为还突破了一层。修为也突破了。萧子禅心头一震，眸中闪过不可思议的光芒。这人不仅能起死回生，竟还能助人突破修为，那自己今后是不是也该多缠着他？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便觉得脸颊发烫。可转念一想，眼前这么多容貌身段都不输自己的女子，她们也都是龙妃，龙主只有1人，总要雨露均沾，自己又能分得多少？他垂下眼帘，心中思绪纷乱。陈峰淡淡一笑，适时开口：“既然还要为你彻底解毒，不如我们暂且在这城主府住下，等你的合欢散彻底清除干净，我们再离开。”萧子禅微微颔首，收敛心神，对着门外唤道：“来人！”一个侍女应声而入，垂手而立，恭敬道：“大人，去安排几间上房，让几位贵客好好休息。”“是，大人。”侍女领命而去。苏九离几人跟着侍女鱼贯而出。陈峰也向萧子禅点了点头：“你暂且休息，明日我再来为你解毒。”萧子禅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身子却微微一动。刚刚褪去余韵的小腹处传来一阵撕裂般的隐痛，让他不由得蹙起眉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确实该好好歇一歇了。一行人跟在侍女身后，正准备前往各自的房间歇息，忽然陈峰脚步一顿，识海深处一道龙飞印记猛然颤动，那不是寻常的波动，而是带着某种危险的预警。他脸色微变，立刻凝神感应。与此同时，苏九丽、陈晴、苏妹、温清雨几女也齐齐停下脚步，闭目感应。冯岩、楚云溪、唐青莹亦是如此。一时间，走廊里静得落针可闻，只剩下侍女和孙元良茫然地站在原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陈峰循着印记感应而去，那是属于柳如月的印记。透过那道印记，他仿佛亲眼看到了遥远的太虚宗筑天峰上，柳如月盘膝坐在床榻上，面色煞白如纸，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身前衣襟。他的心猛地一揪，师尊出事了！苏九离猛地睁开眼，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急切。他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身形一闪，便凭空消失在原地。瞬移，我也回去。陈晴、苏妹、温清雨异口同声，话音刚落，
三道身影也接连消失。陈峰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慌乱，他扭头看向站在门口的萧子禅，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脸上带着隐隐的忧色，正望着这边。他传音过去，声音沉稳：“你留在这里，等我们回来。”不等萧子禅回应，他的身影也骤然消失。紧接着，冯岩、楚云熙、唐青莹对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纷纷施展瞬移，一道身影接连消失在空气里。走廊里瞬间安静下来，侍女呆呆地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房门钥匙，不知所措。而孙元良已经彻底看傻了，他瞪大眼睛，嘴巴张得能塞进拳头，望着那些空荡荡的位置，久久回不过神来。瞬移，那是瞬移，大乘期修士才能掌握的神通，他们竟然都会。还有那个陈峰，不过筑基巅峰，竟然也会瞬移。他用力揉了揉眼睛，又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疼的不是做梦。可眼前这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只觉得自己的三观正在一点点崩塌。这还是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修仙世界吗？时间倒回陈峰离开太虚宗的那一刻，山门外那道身影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云海尽头。柳如月站在筑天峰顶，目送着那个方向，久久未动，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他想跟上去，想与他一同离开，想继续感受他怀中的温度，可理智却在告诉他，你是苏九离他们的师尊，是筑天峰峰主，太虚宗长老，此次任务重在魔力弟子，你不能同行。他压下心头的悸动，转身回到筑天峰的寝殿。可那一夜他失眠了，接下来的几日，这种感觉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发强烈。陈峰的模样总是毫无预兆地闯入脑海，他的笑容，他的眼神，他拥他入怀时的温度，他在他身上肆意的模样，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如同昨日。他尝试打坐，可刚一闭眼，那些画面便争先恐后的涌来，灵力在经脉中流转，却总是无端的乱了节奏。他睁开眼，深吸一口气，再试，依然如此。对修炼者而言，无法入定是大忌，可他控制不住。又过了几日，他终于狠下心来，不去想他，强行入定。他盘膝而坐，闭目凝神，可脑海深处那些缠绵的画面却像生了根，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终于，他艰难地进入了入定状态。可就在意识沉入识海的瞬间，他感受到体内的灵力忽然失去了控制，他们在经脉中横冲直撞，疯狂地涌动，完全不听使唤。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身前的衣襟。他整个人萎靡下来，面色煞白如纸，身子摇晃了几下，险些栽倒。他抬手擦去嘴角的血迹，望着那刺目的鲜红，苦笑着摇了摇头。冤家，真是冤家。柳如月话音刚落，苏九力的身影便凭空出现在柳如月的寝殿中。师尊！他惊呼一声，快步奔向床榻，一把拉起柳如月的手，触手冰凉，让他的心瞬间揪紧。他望着柳如月那煞白的面容，声音里满是急切，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师尊中的合欢散还未清除干净？话音未落，陈晴、苏妹、温清雨的身影也接连浮现。他们一见柳如月那萎靡的模样，纷纷围到床前，脸上满是忧色。温清雨更是红了眼眶，死死咬着嘴唇，往日里的活泼俏皮此刻荡然无存。唐青莹和楚云熙站在稍远处，神色复杂。这位太虚宗的筑天峰峰主，那位清冷如霜的师叔，如今与他们一样，都是龙飞了。他们望着柳如月，眼中既有敬意，也有同为女人的复杂心绪。冯岩则站在一旁，好奇中带着隐隐的忧色。他早就知道柳如月是陈峰选中的龙后，只是一直未曾谋面。此刻一见，心中不禁暗叹，果然是倾国倾城，风华绝代。即便面色苍白，也掩不住那与生俱来的清冷气质。柳如月却没有注意到众女的神色变化，她的目光越过众人，直直地落在最后出现的那道身影上。陈峰那双清冷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像是暗夜中燃起的星火，压抑了数日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而出，几乎要将他淹没。他多想扑进他的怀里，让他紧紧抱住自己，让他用那双温暖的手抚平内心的躁动。可他不能，他是他们的师尊，更是龙后，当着他们的面，他必须克制，必须保持师尊的矜持。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悸动，对着众人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摇了摇头，为师无事，只是修炼出了岔子，导致经脉灵力紊乱而已，不碍事的。这还不碍事？陈情急的声音都变了调，灵力紊乱，轻则修为倒退，重则经脉尽毁啊！师尊。陈峰上前一步，沉声道：别逞强，还是让我先给你疗伤吧。他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苏妹也跟着劝道：是啊，师尊，我们先出去，让龙主为你好好疗伤。对。温清雨连连点头，龙主你赶紧为师尊疗伤，不要再让师尊承受痛苦了。他此刻早已没了往日的活泼，满心满眼都是对师尊的心疼。房门轻轻合上，隔绝了门外众女担忧的目光。寝殿内只剩两人，柳如月坐在床榻上，抬眸望向陈峰，那双素来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却涌动着难以掩饰的情愫，心跳如鼓，脸颊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绯红。陈峰没有说话，只是走上前，在床边坐下，伸手揽住她的腰肢。这个动作像是打开了闸门，柳如月再也控制不住，猛地扑进他怀里，
将脸埋在他肩头，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那样安静地抱着他，像是要把这些日子的思念都揉进这个拥抱里。窗外日光正好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光影。寝殿里安静极了，只有两人平稳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众女站在门外，方才的担忧已渐渐消散，她们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释然。温清雨第一个按捺不住，蹑手蹑脚地凑到门边，将眼镜贴在门缝上，只看了片刻，他便红着脸退开，捂着小嘴，笑得眉眼弯弯。冯岩、唐青莹、楚云熙皆掩嘴轻笑，只是那俏脸也染上了淡淡的绯红。陈晴翻了个白眼，无奈地摇了摇头：“七师妹，你这听墙角的毛病该改一改了，可不是吗？”陈峰救治冯岩时，他在一边看着；救治楚云熙时，他虽没看，却也在房间里守着。还有萧子禅那次，他从头到尾都在旁边。这听墙角的爱好，怕是从未变过。温清雨嘻嘻一笑，不以为然的摆摆手：“大家都是龙妃，哪有那么多计较？”苏妹啐了一口，娇嗔道：“谁乐意听你？”说着别过脸去，耳根却悄悄红了。就在这时，两道娇俏的身影凭空浮现，周若娇和齐月瑶联袂而至。他们感应到龙主与龙妃的印记，突然齐聚祝天峰，那股压抑许久的思念便再也按捺不住，纷纷顺意而来。对于在场众女，她们并无意外。这几日虽未同行，却早已通过印记感知到陈峰身边又添了几位佳人。瑶瑶，冯岩猛地睁大眼，惊喜的呼声脱口而出。他望着那道熟悉的身影，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喜悦。齐月瑶闻声望去，只见冯岩一脸喜色地望着自己，那双眸子里盛满了重逢的激动。他怔了怔，随即眼中也涌起惊喜。妍妍，是你？他快步上前，上下打量着平颜，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你竟然也成了龙妃？”冯岩连连点头，一把拉住齐月瑶的手，紧紧握着，仿佛生怕她再消失一般。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他眼眶微微泛红，声音里带着几分哽咽：“快说说，你是怎么成为龙妃的？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齐月瑶眼中的光亮微微暗淡下来，她沉默片刻，缓缓开口，将自己如何被阴阳魔宗追杀，如何与冯岩失散，如何被陈峰救下，又如何因祖传的龙形玉佩被陈峰得到传承，最终成为龙妃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冯岩。冯岩听着，眼中时而紧张，时而心疼，时而庆幸。待齐月瑶说完，他也将自己的遭遇细细道来，从昏迷不醒到父亲一夜白头，再到陈峰为他疗伤，稀里糊涂成了龙妃。二人相视，皆是忍不住感叹世事无常。若没有那场灾祸，他们或许还是无忧无虑的少女，在各自的家中过着平静的日子。可若没有那场灾祸，他们又怎会遇见他？怎会成为龙妃？怎会拥有如今这些神奇的能力？命运二字当真玄妙。寝殿的门依旧紧闭着，阳光从窗棂间斜斜地照进来，在廊下投下明晃晃的光斑。众女三三两两地站在门外，有的倚着栏杆，有的靠在墙边，安静地等待着。院中的灵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更衬得这午后宁静而悠长。周若娇的目光落在紧闭的房门上，听着里面隐隐约约传来的动静，神色复杂。她咬了咬唇，心里隐隐泛起一丝酸意，自己空虚了好几日，日日盼着他回来。如今他倒好，一回来就钻进了柳如月的房间。他暗暗发誓，等他出来，非得缠着他一天一夜不罢休，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这几日的思念。随后他收回目光，扫过四周的莺莺燕燕，心里又不由得一叹，这么多龙妃，个个容貌出众，气质不凡，她们修为高深，身段窈窕，有的清冷如月，有的娇俏可人，自己在她们中间实在算不得其眼。可那又怎样？他眼神渐渐坚定下来。一个时辰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柳如月迈步而出。温清雨第一个迎了上去，上下打量着自家师尊，笑靥如花：“师尊，您的伤好了吧？龙主就是厉害，几下就把师尊的伤治好了。”柳如月面对弟子的打趣也不恼，只是伸出手指在他额头轻轻一点，娇嗔道：“你这老七没大没小的。”众女见温清雨这般打趣自家师尊，不禁莞尔，这小妮子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连师尊都敢调笑。柳如月目光缓缓扫过众人，眼中带着几分欣慰，又有一丝感慨。她轻叹一声，没想到你们为了我竟都赶回来了。她的视线落在唐青莹和楚云熙身上，微微一顿，这两位她并未见过，你们二人是如何成为龙妃的？唐青莹闻言，心头猛地一紧，眼前这位可是祝天峰峰主，与自家师尊平起平坐的存在。她紧张的手指都搅在一起，声音也有些发颤：“是师尊让我们去杀龙主，没想到反被他，我就成了龙妃。”他越说越乱，一张脸长得通红。嘻嘻，师尊，还是我来说吧。温清雨见状，笑嘻嘻地凑上前，挺了挺胸脯，绘声绘色地将那日夜探七府的经过讲了一遍，又添油加醋地说了楚云熙丹田受损被救，萧子禅中毒被救的事。末了，他得意地扬起下巴，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师尊，我可是时时在为龙主寻觅龙妃呢。当初您可是亲口说过，龙妃的职责之一就是为龙主物色新人，怎么样，我厉害吧？”
柳如月听罢温清雨这番滔滔不绝的讲述，目光从那一张张欣面孔上缓缓掠过，眼中浮起一丝欣慰，轻轻点了点头。不错。话音方落，他眸光陡然一凝，眼中寒芒乍现。那黑老九竟敢觊觎陈峰的传承，当真可恨。你们在外行事，定要多加小心。他自然不会担心这些人，有陈峰在，他们想死都难。反之，只要有一位龙妃还活着，那陈峰作为龙主也死不了。温清雨几人神色一凛，齐齐点头应下。柳如月又将视线转向唐青莹，面上的寒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柔和的笑意。既然你已成了龙妃，那便是自己人了，莫要拘谨，往后相处久了便好。唐青莹闻言，心头一暖，感激地点了点头，声音虽轻，却透着坚定。龙后放心，今后我一定履行龙妃的职责，为龙主多物色新人。柳如月微微一笑，环视四周，此刻院中包括自己在内，再加上太虚宗外的那一位，已足足有11位龙妃，她们个个亭亭玉立，或清冷，或娇俏，或温婉，或明艳，站在一起，当真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只是他目光深远了几分，心中暗自思忖，这队伍最终会壮大到何种程度？100人、1000人，亦或上万？他望向陈峰，眸中带着几分复杂。若真有那么一日，他能顾得过来吗？陈峰却不知他心中所想，只是干咳一声，正色道：如月，如今我已至筑基巅峰，你看能否讨一枚破壁丹来？也好早日突破金丹，不然咱们还得四处去寻灵草炼丹，耗时费力。柳如月回过神来，微微颔首，那我去找宗主要一枚破壁丹便是。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就来。他转身欲走，忽又顿住脚步，回头叮嘱道：都别走，龙主突破时还需你们的灵力支撑。他想起陈峰当初突破筑基期时的情景，自己一个合体期的大修士，竟被他突破时的那股力量冲击得苦不堪言。如今他要突破金丹，所需的灵力只会更多，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还未可知。若实在撑不住，那就换人。他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苏九丽，这丫头已突破至合体期了，要不让她上。众女闻言齐齐点头应下，柳如月这才放心，身形腾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向着主峰方向疾驰而去。目送师尊远去，苏九丽收回目光，看向陈峰问道：若师尊能讨到破壁丹，那咱们还去万年森林吗？还有太仓宗和太清宗那边？陈峰略一沉吟，眸光微凝。太清宗肯定要去，那边阴阳魔宗活跃，他们在青州的堂口也在那里，要查清齐府真凶，还得从那里入手。他顿了顿，至于其他地方暂且不急。齐月瑶听到齐府2字，鼻头倏地一酸，眼眶瞬间泛红。他缓步走到陈峰身边，声音微微发颤：你们是在调查我齐府的事情吗？陈峰见他那悄然欲泣的模样，心头一软，他伸手将他揽入怀中，低头在他唇上落下轻柔一吻，带着安抚的意味，柔声道：没错，我们发现血洗齐府的凶手不只是阴阳魔宗的人，还有正道弟子参与其中。陈峰顿了顿，感受到怀中的身子微微颤抖，便将他搂得更紧了些。不过目前也只查到这些，其他线索还在调查中。我们击杀了潜伏在太虚宗境内的阴阳魔宗弟子，也用了搜魂术，但一无所获。那几人很可能不是太虚宗这一支的，所以我打算去太清宗看看，毕竟他们在青州的堂口就在那里。齐月瑶仰起头，眼中泪光闪烁，却透着一股坚定的倔强。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去。陈峰没有拒绝，这是他家的事，他想去，情理之中。他收紧手臂，让他的身子更贴近自己，温声道：好，不过你必须听我安排。我都听你的。齐月瑶乖巧的点点头，将脸埋进他怀里，汲取那份安心。又过了一会儿，一道流光从天际划过，柳如月的身影稳稳落在院中。师尊可曾要来了？温清雨俏皮地问道，眼中满是期待。柳如月淡淡一笑，眉眼间带着几分矜持的得意，那是自然，为师毕竟是筑天峰峰主，这点薄面宗主还是肯给的。他顿了顿，又道：只是他问起给谁服用时，为师只说想研究一番。师尊厉害。温清雨大眼睛里满是赞叹，忍不住鼓起掌来。柳如月微微颔首，伸出手将一枚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灵光的破壁丹交到陈峰手中，随即转向苏九丽，神色认真了几分。老大，你如今已突破到合体期，等会儿龙主突破时，为师若是顶不住了，你便要顶替上来，助龙主一臂之力。苏九丽闻言，清冷的面容上泛起一抹红晕，她自然明白师尊的意思。当初陈峰突破筑基期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没有推辞，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低声道：是，师尊。那你们随我进来吧。柳如月转身向着房间走去，推开房门，她立于床前，缓缓抬手将素白的衣袍褪下，换上宽松的修炼服饰，动作坦然，仿佛只是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众女见状，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不敢多看。柳如月在床边坐下，抬眸看向陈峰，声音温柔却郑重：先服下丹药，我们一起为你突破。陈峰不再迟疑，将破壁丹放入口中，丹药入腹，一股温热的气息瞬间在体内散开。他也褪去外袍，走到柳如月身边，盘膝而坐。我们也开始吧。陈情轻声说着，率先伸出手，
掌心贴在陈峰背上，灵力缓缓涌出，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一时间，房间里灵光流转，各色光华交织在一起，璀璨夺目，将整个房间映照得如同白昼。陈峰体内的灵力通过接触之处缓缓流转，沿着经脉游走，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开始时，柳如月还能保持平静，只是气息微微有些急促。可随着灵力流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她的眉头渐渐皱起，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双手紧握成拳，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不知那灵力在两人之间流转了多少个周天，柳如月的身体忽然猛地一颤，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软在床，大口喘着粗气，面色苍白如纸。师尊，换我吧。苏九丽满脸忧色地开口。陈峰见柳如月已无力支撑，只好转向苏九丽。苏九丽深吸一口气，接替了师尊的位置。开始时他尚能承受，可随着灵力流转越来越快，那冲击力也越来越强，他的眉头渐渐蹙起，贝齿紧咬下唇。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时，陈峰身上忽然爆发出耀眼光芒，昂一声震撼天地的龙吟骤然响起，紧接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巨龙从陈峰体内冲天而起，冲破房顶，直入云霄。那巨龙身姿矫健，鳞片分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此同时，柳如月、苏九丽、陈晴等人的体内也各自飞出一条龙形虚影，腾空而起，将那条黑白巨龙团团围住，盘旋飞舞，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天空中群龙汇聚，龙吟阵阵，震撼了整个太虚宗。回天峰上，黑老九正闭目养神，忽听一声震天龙吟，他猛然睁开双眼，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祝天峰上空，群龙汇聚，盘旋飞舞，那景象比他上次所见还要壮观。他豁然起身，枯瘦的手紧紧握拳，胡须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咬牙切齿道：“陈峰，是他回来了，他没死。”他眼中闪过一抹狠厉，随即又想起什么，脸色阴沉下来。可我那两个弟子的魂灯灭了，难道是他杀的？不可能，他不过筑基期。他来回踱步，忽然顿住，目光阴鸷。那神龙传承，老夫必须得到。那两个不争气的东西死了便死了，老夫亲自出马，难道还对付不了你一个区区筑基？主峰大殿，谢清崖端坐主位，手中茶盏停在半空，他望着祝天峰方向，眉头微微皱起。上次柳如月来讨要破壁丹后，祝天峰便出现了四龙腾空的异象，而这次比上次还要壮观。群龙汇聚，众星捧月，那分明是他眸光微沉，心中暗自思忖：陈峰回来了。可他为何不去朔天峰找他的师尊乔隐云，而是直奔祝天峰？他与柳如月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茶盏轻轻放回案几，他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朔天峰，乔隐云站在院中，仰头望着那漫天飞舞的龙影，眼中满是激动之色。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欢喜：是他回来了。就在祝天峰，他咬着嘴唇，脸上既有期待又有嗔怪。这小子回来也不先来找我，竟直接去了柳如月那里，难道不知道我在等他吗？他离开前说好的，等他回来就将一切都给他。不行，我要去找他。他抬脚便要腾空，却又猛地顿住。不行，我这么去了，岂不成了自己送上门？他脸颊微微发烫，在院中来回踱步，心里纠结成一团。让他自己来找我吧，可万一他不来呢？不会的，我是他师尊，他总得来拜见。可万一他真不来呢？他停下脚步，攥紧衣角，眼神渐渐坚定起来。送上门就送上门，万一这小子跑了，等他再回来，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可等不了。他深吸一口气，身形腾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向着祝天峰疾驰而去。祝天峰上，群龙渐渐消散，天地归于平静，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将整座山峰笼罩在一片温暖的光芒之中。院中的灵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而美好。与此同时，祝天峰柳如月的房间里，一股磅礴的灵力波动骤然爆发。陈峰的丹田处，一枚鸽子蛋大小的金丹缓缓浮现，那金丹非金非玉，竟是一半漆黑如墨，一半洁白似雪，黑白分明，在旋转间勾勒出诡异的阴阳图案。金丹表面11道清晰的印记熠熠生辉，细细数去，恰巧对应着在场11位龙妃，每一道印记都是一道羁绊，一份契约。金丹成型的刹那，陈峰周身气势节节攀升，如同破堤的洪流，一发不可收拾。轰！苏九丽身子猛地一震，喉间溢出一声压抑的低呼，那冲击力太过猛烈，几乎要将他的经脉撑裂。可他还来不及喘息，陈峰的修为已然突破金丹2层。然而这仅仅是开始，灵力依旧如潮水般汹涌，陈峰的气息还在攀升。苏九丽咬紧牙关，死死支撑，额头的汗珠滚滚而落，脸色渐渐泛白。他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自己体内横冲直撞，每一次冲击都让他几近崩溃。金丹3层又突破了。苏九丽的呼吸愈发急促，身子开始微微颤抖，仿佛狂风中的枯叶，随时都会被撕碎。灵力还在涌动，还在攀升。终于，陈峰一声低喝，那狂暴的灵力才堪堪平息下来。他的修为稳稳停在金丹5层。
而苏九力此刻瘫软在床，大口喘着粗气，面色潮红，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汗水浸透了衣衫。看他那模样，若是陈峰再多持续片刻，恐怕真的会当场晕厥过去。就在一切即将尘埃落定时，一股玄妙的信息骤然涌入所有人脑海。无论是此刻在场众人，还是远在灵州城的萧子禅，皆在同一瞬间接收到了这道来自灵魂深处的传承。龙玉，这是陈峰功法自带的又一逆天技能。金丹期可施展，范围方圆5丈；元婴期增至50丈；化神期可覆盖方圆10里，合体期扩至100里；大成期可达1000里；待到渡劫期，龙域可笼罩方圆万里。在龙域之内，不论等阶，一切法则皆被压制，万物运转皆由施展者掌控，那是真正的一方天地，一座独属于龙主龙飞的领域。当然，龙域也有其限制，与龙威一般，每次施展只能持续10几个呼吸，之后便会耗尽所有灵力，陷入短暂的虚弱期。而龙飞对龙主施展龙域，自然是无效的；反之，龙主对龙飞施展，却是实实在在的压制。就在这信息浮现的刹那，天空中那盘旋飞舞的群龙齐齐俯冲而下，它们如同流星坠落，拖着璀璨的光尾，精准地没入各自对应的体内。11道龙影各归其位，刹那间天地归于平静。众人缓缓睁开眼，眼中皆是掩不住的喜色。龙主突破金丹，他们竟也跟着受益。一切归于平静，陈峰缓缓站起身来，他望着瘫软在床发丝凌乱的苏九力，又看向刚刚为他输送灵力的众女，心中五味杂陈，有感激，有庆幸，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动容。若非阴阳生龙经，若非有他们在，自己至今恐怕还是炼气期的杂役弟子，哪能有今日？如今不仅修为突飞猛进，突破金丹，身边更是众美环绕，这一切都是拜他们所赐。他俯下身，轻轻拂去苏九力额前的湿发，柔声问道：“怎么样？还好吗？”苏九力摇了摇头，发丝散乱在枕上，声音轻得像一缕烟：“无事，只是先让我缓缓。”陈峰柔和一笑，又在他额头轻轻一触。温清雨早已按捺不住，笑嘻嘻地凑过来打趣：“大师姐，这回你可满意了吧？刚刚看得我都想帮忙了。”嘻嘻。陈晴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道：“就你才金丹期修为，没看见莲师尊家大师姐才勉强助他突破吗？换作是你，早撑不住了。”苏妹没理会他们这直白的话语，眉宇间满是喜色，兴奋道：“刚刚那龙玉看着好厉害，咱们以后是不是就无敌了？”唐青莹浅浅一笑，接过话头：“也不一定，除非能将龙域范围内的敌人一网打尽，否则龙域时间一过，若还有敌人在，那不就危险了？”他顿了顿，所以这技能虽强，用的时候也得谨慎。众人闻言皆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柳师妹，乔隐云到坊门外传来乔隐云那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屋内刚刚平复的宁静。房间里众人皆是一怔，目光齐刷刷落在陈峰身上。床上瘫软的苏九力更是强撑着酸软的身子坐起，顾不得浑身无力，手忙脚乱地抓起一旁的衣物往身上套。柳如月一脸无奈地看向陈峰，眼中带着几分促狭：“是为你来的吧？乔师姐可是很少踏足我朱天峰的。”众女闻言，脸上皆浮起意味深长的笑意，目光在陈峰身上打着转。陈峰笑了笑，坦然点头。离开之前与他有过约定，说回来后他便将自己交给我。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笑意，真没想到他竟等不及了。温清雨眼睛一亮，立刻来了精神：“哦，那乔师伯这是自己送上门来了，龙主你可要好好把握哦。”陈峰嘿嘿一笑，眉宇间带着几分得意，看来今日有的忙了。呆苏九力勉强穿戴整齐，柳如月这才清了清嗓子，扬声道：“乔师姐进来吧。”话音刚落，房门便被推开，乔隐云迈步而入。他刚要开口说话，眉头却微微一皱，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扑鼻而来。那气息有些陌生，却又莫名熟悉，像是在哪里闻到过，可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他微微抽了抽鼻子，目光疑惑地在屋内扫视一圈，落在床榻上气息不稳的苏九力身上，又瞥向柳如月那尚未完全平复的面容，最后定格在陈峰那张带着笑意的脸上。柳如月率先开口，毕竟这里是祝天峰，他才是此地的主人。他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目光在乔隐云和陈峰之间微微一转，语气里透着一丝明知故问的从容。不知乔师姐今日踏足我祝天峰，所为何事？乔隐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陈峰，他站在那里，身姿挺拔，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这次我是为他而来。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落入每个人耳中，坦荡的没有半分遮掩。陈峰迎上乔隐云的目光，淡淡一笑，拱手行礼道：“弟子拜见师尊。”虽是拜见之礼，可他眼底却藏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乔隐云却一甩那火红的衣袖，转过身去，故意冷着脸，声音里带着几分嗔怪：“你回了宗门不去朔天峰，反倒来了这里，眼里可还有为师？”陈峰嘴角微微上扬，不紧不慢地答道：“弟子知错，只是柳前辈修炼出了岔子，这才先行赶来。”乔隐云闻言眉头微动，目光转向柳如月，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哦，柳师妹修炼出问题了？”他上下打量着柳如月，此刻的柳如月面色红润，气息平稳，哪里像有问题的样子？那可解决了？陈峰呵呵一笑：“解决了，而且弟子也借此机会
突破到了金丹期。你突破了。乔隐云这才转过身来，仔细打量着陈峰。果然，他身上散发着金丹期特有的气息，比之离开时，整个人都多了几分凝实与沉稳。他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意味不明的感慨：不错，能有今日，怕是要好好感谢柳师妹吧。说罢，他有意无意地瞥了柳如月一眼。柳如月轻轻一笑，目光扫过在场众女，声音柔和却不失坦然：乔师姐言重了，这一切都是大家的功劳，没有他们，他也不会这么顺利突破。乔隐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四周，那些娇俏可人的女子目光却都不约而同地落在陈峰身上。他心中暗自数了数，记得他离开宗门时身边不过4、5位，如今竟多了这么多。苏妹、陈晴，那可都是柳如月的弟子啊，他们竟也心甘情愿地跟着陈峰，看来这小子的魅力当真不容小觑。他收回目光，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自己也得抓紧时间了。柳如月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轻轻一笑，善解人意地开口道：既然乔师姐来了，你们师徒久别重逢，定有许多话要说吧，不如就在这房间里好好聊聊，我们在外面等着便是。陈峰闻言心中暗喜，果然不愧是龙后，这般通情达理，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乔隐云心跳骤然加快，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一抹红晕。他自然明白柳如月这话里的弦外之音，却没有半分拒绝的意思，只是强作镇定地点了点头，声音里带着几分故作矜持的平静：也好，我确实有许多话想要叮嘱他。柳如月闻言对众女使了个眼色，自己也转身向门外走去。临出门时还不忘回头叮嘱一句：你们慢慢聊，不着急。说罢轻轻合上房门，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乔隐云和陈峰二人。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光影，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漂浮，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陈峰望着眼前这个娇柔的身影，那一袭火红长裙勾勒出玲珑有致的身段，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上前一步，轻轻将她揽入怀中。乔隐云身子微微一僵，下意识抬手抵在他胸口，没好气地嗔道：我可是你师尊，你这是做什么？嘴上虽这般说着，可那双手却没有用力推拒，整个人也乖乖地任他搂着。陈峰低头看着他，声音轻柔：师尊可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等弟子回来，就将一切交给弟子。乔隐云感受着他温热的呼吸，心跳骤然乱了节拍，那颗素来沉稳的心，此刻却像少女般砰砰直跳，撞得胸口发疼，身子竟不自觉地酥软下来，软绵绵地向后倒去，顺势跌坐在床沿。陈峰便顺着他的力道轻轻俯身。乔隐云脸颊绯红，强撑着最后的矜持，别过脸却不敢看他，声音里带着几分娇嗔的颤抖：我是说过，可我也没说将什么交给你，你一回来就跑来这里，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现在你放开我。陈峰望着他这副娇羞的模样，明明是活了上千年的师尊，此刻却像个小女孩般口是心非，怀里那温软的娇躯微微发烫，更是让他心头激荡。他低低一笑，凑到他耳边，声音里带着几分温柔：放开，舍不得。乔隐云还想说什么，却已被他轻轻吻住了唇，所有的话语都被堵了回去。他只挣扎了一瞬，便闭上眼睛，伸出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脖颈。门外，温清雨趴在门缝边，眼睛瞪得溜圆，压低声音兴奋地欢呼，生怕惊扰了房里的人。亲上了，亲上了！陈晴翻了个白眼，一脸无奈：七师妹，你这听墙角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改？温清雨不以为然地昂起头，理直气壮：你懂什么？我这是在见证历史。没一会儿，房间里传来轻微的声响，与此同时，他们同时感受到又多了一道龙飞印记。温清雨眼睛一亮，又兴致勃勃地凑到门边，小嘴里啧啧有声：啧啧，这乔师伯还真是矜持，都这样了还忍着不肯出声。你以为谁都像你啊？苏妹在一旁揶揄道：咱们可都在外头，乔师伯要是出声，咱们不都听见了？到时候他得多尴尬。温清雨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嘻嘻地说：鸡西，乔师伯不懂，只有彻底放开了，才会真正享受嘛。几女闻言倒也没有反驳，这话虽直白，却也是实情。不到半个时辰，房间里便传来阵阵婉转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清晰，毫不掩饰。温清雨眼睛又是一亮，捂着嘴偷笑，看来乔师伯已经彻底沉浸其中了。听听这声音，哪里还有半点矜持的影子？柳如月在一旁直摇头，望着自家这没大没小的老妻，实在拿他没办法。他轻轻叹了口气，目光却也不由自主地望向那扇紧闭的房门，唇角微微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院中的灵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而美好。廊下的众女三三两两地站着，有的倚着栏杆，有的靠在墙边，安静地等待着，偶尔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又各自移开目光。随着房间里那急促的声音渐渐平息，门外终于安静下来。温清雨正趴在门缝边，眼睛亮晶晶的，待动静完全消失，他拍了拍手，红着脸娇笑着宣布：结束了。这回乔师伯是真的变成乔妹妹了。苏妹揶揄道：那你让乔师伯叫你一声姐姐听听。唐青莹、冯岩几人闻言纷纷掩嘴轻笑，谁知温清雨竟仰起头，一脸正色：那有什么，本来就是啊，他叫我一声姐姐，
也是理所应当的。柳如月哭笑不得，当初自己随口定下的规矩，没想到这老七记得比谁都清楚。他轻声道：“如今乔颖云刚成为龙妃，怕是还叫不出口。你先别添乱，等过些日子再让他叫你姐姐不迟。”哦，知道了。温清雨低下头，闷闷不乐地撅起嘴。陈情见状，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道：“好了，别不高兴了。乔师伯本来就是咱们的师伯，突然要他叫你姐姐，肯定不适应。等过些日子，他接受了就好了。”温清雨抬起头，眼底闪过一丝狡黠的光。“泪三师姐，你先叫声姐姐听听。”众人闻言不禁莞尔。陈情本是安慰他，没想到这妮子转眼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他俏脸一黑，没好气地道：“你这妮子就这么爱做姐姐吗？”陈情说罢，转过身走到一旁，与温清雨拉开距离，摆明了不想再理他，生怕这妮子又缠着自己喊姐姐。冯岩、楚云熙、唐青莹几女见状，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温清雨见陈情不理自己，撇了撇嘴，眼珠一转，又看向楚云熙几人，笑眯眯地问：“你们呢？喊姐姐听听。”众女的笑声戛然而止，齐齐愣在当场。柳如月更是哭笑不得，这老七对做姐姐这件事到底有多执着？姐姐！一声脆生生的呼唤从人群中响起，温清雨眉眼弯弯的循声望去，只见唐青莹正一脸笑意地望着他。呀，是唐妹妹！温清雨惊喜地欢呼一声，扑过去一把抱住她，在她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唐青莹被他亲得一愣，随即满脸羞红，捂着脸跑开了。咯，看他那害羞的模样，温清雨笑得花枝乱颤。笑够了，他又转过头，目光扫向剩下的人：“你们呢？”楚云熙连连摇头，双手在胸前直摆：“不要，我才不要被你亲呢。”这时房门打开，陈峰携着乔颖云走了出来。众人抬眼望去，只见乔颖云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眉眼间带着几分温柔，走路的姿势微微有些小心翼翼。那一袭火红的衣袍穿在她身上，愈发衬得她整个人明艳动人。柳如月眼疾手快地瞪了温清雨一眼，递过去一个警告的眼神。温清雨俏皮地吐了吐舌头，乖乖站在一旁，难得的安静下来。陈峰笑着环视众人：“你们聊什么呢？方才在外面笑得那么开心。”柳如月上前挽住乔颖云的胳膊，关切地问道：“乔师姐，感觉如何？身子可还好？”“没什么。”乔颖云淡淡一笑，只是那笑意里带着几分羞赧。她轻叹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没想到成为龙妃竟有这般好处，早知道如此，我又何必等到现在？”柳如月轻轻拍了拍她的手，温声道：“现在也不晚，成了龙妃，今后不仅多了一道保命的底牌，更是多了无数条性命，不是吗？”乔颖云点点头，心中深以为然。只要神魂与肉身尚在，便能在龙主身边复活。这龙主简直就是行走的复活阵。陈峰目光扫过众人，神色郑重了几分：“行了，差不多该回去了。萧子禅还在灵州城等着我解毒呢。”话音刚落，一道急切的身影便冲了出来。周若娇一把拉住陈峰的手，眼眶微红，语气里满是祈求：“别啊，还有我呢。”他咬着唇，声音里带着委屈：“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还没有和你好好待着呢，你怎么能走？”他本想在众人散去后再好好与陈峰相处，可这里人多眼杂，他实在不敢太过造次，只能强忍着等到现在。谁知陈峰竟然要直接离开。还有我，齐月瑶也缓步上前，没有周若娇那般急切哀求，只是抬眸，一双美眸直直地望着陈峰，那目光里没有委屈，只有几分幽怨。陈峰心头一虚，可不是吗？阴阳生龙经本就是从齐家祖传的玉佩中得来，若没有那玉佩，没有齐月瑶，他如何能有今日？又如何能让这些女子成为龙妃，拥有那些逆天的神通？他苦笑一声，看来今天是走不了了。他转头看向苏九力，温声道：“那你们先在此处等我，待我将他们安抚一番。”苏九力微微颔首，神色依旧清冷，却不忘叮嘱道：“莫要太久，萧城主的毒随时可能发作。”“放心，很快的。”陈峰应下，随即转身看向乔颖云，他张了张嘴，想唤一声师尊，可如今二人关系早已超越了师徒，那称呼怎么也叫不出口，索性不再纠结，上前一步，伸手揽住他的腰，柔声问道：“你是留在祝天峰，还是回朔天峰？”乔颖云想了想，浅浅一笑：“还是回去吧，毕竟我是朔天峰的峰主，若是想回来，借助龙妃印记瞬移过来便是，方便得很。”他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你先去忙，不必管我。”陈峰点点头，松开手，转身拉起齐月瑶和周若娇，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目送着陈峰三人离去的背影，温清雨眼珠一转，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坏笑。他压低声音，凑到众女耳边，神神秘秘地问道：“你们说，他们两个会怎么相处呀？”“相处？”苏妹先是一惊，随即反应过来，连连摆手，小脸上满是窘迫：“不会吧？那得多不好意思，反正换做我，肯定不行。”他说着，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乔颖云闻言，本就未褪尽红晕的俏脸上又添了一层绯红，一直蔓延到耳根。他实在没想到温清雨竟敢当众说出这般羞人的话，连忙转身，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丢下一句：“你们聊，我先回去了。”那背影仓皇，像是生怕再听到什么令他面红耳赤的话语。院中的灵植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而美好。直到天色昏暗，最后一抹晚霞沉入天际，陈峰才慢悠悠地来到柳如月的住所。他早已感应到苏九力、温清雨等人离开了祝天峰，想来是各自回城主府歇息了。此刻，这偌大的房间里便只剩下柳如月一人。陈峰轻轻推门而入，夜光时散发的柔和光芒映出榻上一道曼妙的身影。柳如月正斜倚在床榻边，一袭白色纱裙如烟似雾，轻拢着那玲珑起伏的曲线。裙摆下，一双白皙的小腿若隐若现，腰间细带松松垮垮的垂着，整个人透着一股慵懒的风情。见陈峰进来，他抬眸望来，清冷的脸上浮起一抹红晕，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情愫。他柔声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娇软：“回来了。”那两个丫头安抚好了。陈峰从未见过柳如月这般模样，比之平日多了几分娇羞。他微微一笑，快步走到榻边，在床沿坐下，伸手轻轻揽住他的肩膀。柳如月靠在他肩头，轻声道：“你又来。刚刚你突破的时候，把我折腾得够呛，现在身子还酸软无力呢。”陈峰低头在他额上落下一吻，笑着道：“你穿成这样，不是为了等我吗？”柳如月清冷的脸上红晕更盛，眼神有些闪躲，却还嘴应道：“谁等你了？我自己想穿，不行吗？是吗？”陈峰挑起眉梢，伸手轻轻拂过他的发丝，还说不是为了等我。柳如月嘤咛一声，将脸埋进他怀里，双臂如藤蔓般环上他的脖颈，那层薄如蝉翼的纱裙顺着他抬手的动作轻轻滑落，露出一双雪白无瑕的玉臂，在微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片刻后，他的呼吸愈发急促，眼神渐渐迷离，望着近在咫尺的他。他微微抬起头，娇喘着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邀功般的得意：“这不是好不容易他们都走了，没有人打扰咱们了吗？这身纱裙还是我特意让人做的呢，就是要单独穿给你看的。”他顿了顿，眸中水光潋滟：“怎么样，好不好看？”陈峰嘴角微微上扬，眼中满是宠溺。他低头凑到他耳边，声音低沉而温柔：“好看，何止是好看，我都舍不得一开眼了。”说罢，轻轻吻上他的唇。窗外的夜色渐深，月光如水银泻地，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铺开一层银白的光晕。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夜风拂过，带来院中灵植的淡淡清香。当陈峰回到城主府时，夜已深沉，月色如水洒在静谧的院落里。他在温清雨房中出现，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响。温清雨正蜷在被窝里睡得香甜，呼吸均匀而绵长。可当那道熟悉的气息靠近，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朦胧中看清来人，美眸瞬间睁得溜圆，睡意顷刻间烟消云散。呀，是龙主！他惊呼一声，一把掀开被子，赤足跳下床，直向陈峰扑去，整个人挂在他身上，随即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床上倒去。陈峰被他扑倒在床，无奈一笑，伸手揽住他的腰：“别急，我今晚就是来找你的，时间还长着呢。”温清雨搂着他的脖颈，嘟着嘴嘟囔：“谁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人来把你抢走？先让我好好抱着再说。”他将脸埋在他胸口，蹭了蹭，寻了个舒服的姿势，便不肯再松开。陈峰由着他折腾，眼中满是宠溺的笑意。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两人身上镀上一层银白的光晕。夜风轻拂，将纱帘吹得微微飘动，带来院中灵植的清香。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温清雨才终于心满意足地松开陈峰，软软地躺回枕边，一头青丝散落在枕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娇俏。他闭着眼，脸上满是艳足之色，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意。陈峰侧过身，伸手揽住他的肩膀，轻笑着问道：“我方才来的时候见你在睡觉，怎么不修炼？”温清雨眼都没睁，慵懒地往他怀里蹭了蹭，声音软得像一团棉花：“修炼做什么？有你在，还用得着修炼吗？”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这不，我又突破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到元婴期了。”他微微睁开眼，眸中水光潋滟，却又带着几分促狭：“你不是还要给萧子禅解毒吗？快去吧，我不拦你了。”陈峰有些意外，挑了挑眉，试探着问：“不想再待一会儿？”温清雨摇了摇头，脸上的满足之色更浓了几分。他伸出小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胸膛，嘟囔道：“不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已经心满意足了。”他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声音里带着笑意：“你快去吧，别让人家等急了。”陈峰淡淡一笑，闭目凝神，感应着识海中属于萧子禅的那道龙飞印记。片刻后，那印记微微发烫，一幅画面便浮现在他脑海之中。萧子禅正躺在床榻上，睡得香甜，颈背微微滑落，露出一截香肩。他收回感知，拿起衣衫，心念一动，身形便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他已置身于萧子禅的床榻之上，被褥间还残留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气，温软而清甜。他轻轻掀开被子，在一旁躺下。睡梦中，萧子禅喉间溢出一声轻叹，秀眉微微蹙起，那熟悉的气息让他从沉睡中缓缓苏醒。他睁开惺忪的睡眼，眸中还有些迷蒙，该看清身边躺着的人是谁。那双美眸倏地睁大，陈峰那张带着笑意的脸正近在咫尺。月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铺开一片银白的光晕。远处的亘古声隐约传来，一下一下敲破了夜的寂静。整座城池都沉入了深沉的梦乡，只有这间屋子里还亮着微弱的夜光时光芒，
映出两道相依的身影。醒了。陈峰望着他那双尚带迷蒙的眸子，笑着问道。萧子禅眼睛渐渐聚光，看清眼前人，身子微微靠近，将自己更贴近他几分，眉宇间还残留着睡醒时的朦胧。他轻声呢喃：“方才做梦，正梦到你，就醒了。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你。”陈峰低笑一声：“那合欢散可有发作？”萧子禅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己也说不清的依恋：“没有发作，只是心里一直想着，想与你在一起。或许，这便是那合欢散的作用吧。”陈峰微微颔首，俯身在他额上轻轻一吻：“或许吧。这几日我便帮你彻底清除余毒，之后我们就该离开了。”萧子禅闻言，眸子微微一暗，他咬了咬唇，脸上浮起一丝忧色：“可惜，我不能跟你走，城中事务还需我主持。可若是想你了，该怎么办？”陈峰笑着道：“那你瞬移到我身边不就行了？”萧子禅嗔了他一眼，娇声道：“我瞬移过去，还不是要自己飞回来？”说到这儿，他眸光忽然一亮，眼底闪过一丝狡黠：“那不如你将我城主府的侍女也收为龙妃，这样我就能瞬移回来了呀。”陈峰动作一顿，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你看我像是那么随便就收龙妃的人吗？”萧子禅轻哼一声，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不服气：“难道不是吗？我那些侍女虽然不如你身边那些女人的姿色，但好歹也看得过去，而且都很听话，以后再说吧。”陈峰轻轻将她揽入怀中，萧子禅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眸，双臂环上他的脖颈，呼吸也渐渐平稳下来。窗外的日光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光影，远处隐约传来街市的喧嚣，衬得这室内愈发宁静。微风拂过，将纱帘吹得微微飘动，带来院中灵植的淡淡清香。时间悄然流逝，当陈峰终于从城主府离开时，已是3日之后。这3日里，他除了为萧子禅彻底清除体内余毒，也未曾冷落其他人。他辗转于个人之间，忙得不亦乐乎。而他的修为也在这3日中，从金丹5层一路攀升至金丹7层。3日2层的飞跃，堪称恐怖。这3日里，孙元良实在是看不下去陈峰和众女，率先回了宗门。天空中白云悠悠，清风拂面，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下方的田野阡陌纵横，偶尔有几只飞鸟掠过，在碧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陈峰御风而行，怀里抱着温清雨。之前答应过他，只要赶路便许他贴着。这小妮子自是不会放过这等机会，此刻正舒舒服服地窝在他怀里，背靠着他的胸膛，一脸艳足。他微微仰头，靠在他肩上，衣袂在风中轻轻飘动。楚云熙与苏九丽并肩飞行，目光不时落在那2道相拥的身影上，让他有些心神不宁。他忍不住啐了一口，侧头看向苏九丽，压低声音问道：“他们一直这样吗？”苏九丽扭头，目光落在那2道相拥的身影上，看着温清雨那惬意的模样，心里竟也隐隐有些羡慕。这念头刚一冒出来，他便惊得心头一跳。不行不行，自己何时竟会生出这种想法？难道又是胭脂花记忆在作祟？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那股躁动，暗暗告诫自己：“我是苏九丽，不是胭脂花。”忍住。他轻叹一声，对楚云熙道：“以后你就会慢慢习惯了。”陈情耳间听到2人的对话，崔栋伶俐凑了过来，笑着插嘴道：“七师妹就是不知羞，当着咱们这么多人的面，还敢跟龙主这样亲近，也不怕咱们笑话。”苏妹也飘然靠近，斜睨了陈情一眼，揶揄道：“你别说七师妹，难道你不想被龙主抱着？你别说不想，我可不信。”陈情被戳中心事，脸微微一红，却仍嘴硬道：“我是想，可我不敢这么当众啊。”苏妹咯咯一笑，眼波流转：“谁胆大谁享受，谁让你胆小呢？那可怨不得旁人。”就在这时，原本一脸惬意的温清雨忽然睁开眼，眉头微蹙，他直起身子，伸出手掌，光芒一闪，寻魔盘凭空出现在掌心。只见盘面上的指针微微颤动，指向某个方位，泛着淡淡的荧光。陈峰神色一凝，目光落在寻魔盘上，看来我们要到了。他们此行目标正是苍明山的阴阳魔宗据点。之前萧子禅与楚云熙联手都未能将其铲除，此番他们带着寻魔盘，定要将那伙魔人一网打尽。若能顺藤摸瓜，或许还能解开欺负灭门案背后的秘密。温清雨感受到陈峰停下，不满地扭了扭腰，催促道：“继续啊！”陈峰微微一笑，可要到地方了。温清雨一手举着寻魔盘，一手附在陈峰落在自己小腹的手上，轻轻按了按，嗔道：“还远着呢，我会盯着这破盘子的，你专心赶路就好。”陈峰无奈，只好依言继续前行。温清雨眼神渐渐迷离，可即便如此，他仍强撑着盯紧手中的寻魔盘。那盘中的指针每颤动一下，他便分神去看一眼，可没过多久，他便恨不得将这碍事的玩意儿扔了，好让自己彻底沉浸在陈峰的怀抱里。“给我吧！”唐青莹察觉到他的异样，体贴地飞到身边，伸出手，柔声道：“寻魔盘给我，我来帮你盯着，你好好歇着便是。”他自然知道此刻的温清雨怕是无力分神其他。那好吧。温清雨也不推辞，将寻魔盘递了过去。见唐青莹带着他飞到前方引路，他这才放心地重新靠回陈峰怀里，眼眸微合，惬意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宁。衣袂在风中轻轻飘动，天边的云层渐渐散去，露出澄澈的蓝天，
万里无云，一眼望不到尽头。下方的山川河流在晨光中渐渐苏醒，薄雾在林间缭绕，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而美好。就在前面，唐青莹目光紧锁在寻魔盘上，指针已牢牢锁定前方，震动愈发剧烈，仿佛在急切的示警。又飞出数里，风中隐隐传来一声娇弱的哀求，带着无尽的恐惧与绝望。求求你，不要过来！紧接着，一个粗犷的男人声音响起，语气里满是张狂与得意。嘿嘿，小美人儿，你已经中了我阴阳魔宗的合欢散，还想往哪里逃？乖乖做大有我的修炼人丹，说不定还能留你一条性命。一声惊呼划破天际，不要啊！不好！苏九力眸光一凝，周身气势陡然暴涨，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疾驰而去。陈晴、苏妹、唐青莹几人紧随其后，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温清雨也从陈峰怀里直起身子，呼吸还有些急促，却已强撑着聚焦目光，急声道：“有人要遭毒手了，快去看看，可不能让那女子出事。”陈峰面色早已沉了下来，眸中寒光闪烁。阴阳魔宗，当真该死！男的掳掠女子，采阴补阳；女的掳掠男子，行采补之术。若只是采补也就罢了，最可恨的是被他们采补之人，最后都会被吸尽修为，油尽灯枯而死。这等行径，简直令人发指。陈峰不再犹豫，体内灵力骤然催动，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疾驰而去。温清雨也知此刻不是任性的时候，连忙紧随其后。眨眼间，陈峰便已赶到现场。山谷间林木葱郁，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苏九力已先一步落地，玉凤剑横在身前，清冷的面容上带着凛冽杀意。在他前方不远处，一个黑袍男人正站在一棵大树下，衣袍散乱，模样猥琐至极。在他脚边躺着一个粉色衣衫的女子，那女子衣衫凌乱，发丝散落，脸上泪痕未干，精致的面容因痛苦而微微扭曲，一双美眸空洞涣散，失去了焦点。她蜷缩在地上，身子不停地颤抖，显然已中了合欢散，意识模糊，只能任由药性在体内肆虐。男人见苏九力几人赶到，不慌不忙地直起身，目光在他们身上肆无忌惮地扫过，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哟呵，他拉长了语调，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又来几个美人儿，一个比一个水灵。他顿了顿，眼中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别着急，等老子先把这个处理完，再一个一个来。楚云熙美眸寒霜，先手指向那黑袍男人，声音里压抑着滔天恨意。就是他，我的丹田，萧城主的合欢散，全是拜他所赐。那男人定睛一看，顿时咧嘴大笑，露出一口黄牙。竟然是你！他贪婪地舔了舔嘴唇，目光在楚云熙身上肆无忌惮地打量。上次让你逃了，老子还可惜了好几日，没想到你这么懂事，竟然给老子带来这么多美人儿，哈哈哈，真是意外之喜啊！他仰天狂笑，笑声在山谷中回荡，满是猖狂与得意。笑罢，他环视众人，目光在陈峰身上停留一瞬，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哟，还有个男人，识相的就滚远点，别坏了老子的好事！无耻下流！苏九力银牙紧咬，交斥声中，周身灵力轰然爆发，合体一层的修为如同惊涛骇浪，向着那男人席卷而去。那男人却不屑一顾，冷笑连连，区区合体一层，也敢在老子面前嚣张？也罢，先把你打服了再说。话音未落，他双臂猛然张开，合体7层的磅礴气势如泰山压顶般轰然降临。霎时间，天地色变，狂风骤起，飞沙走石。陈峰等人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扑面而来，呼吸凝滞，灵力运转如陷泥沼，寸步难行。那男人傲然而立，俯视众人，如同俯瞰蝼蚁。就在这时，啊！一声震彻九霄的龙吟自苏九离体内骤然响起。那龙吟古老而威严，仿佛来自远古洪荒，蕴含着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无上威压。男人脸上的狂笑瞬间凝固，他猛地瞪大双眼，骇然发现自己的灵力竟然停滞了，如同被无形巨手生生掐断，体内那股磅礴如海的力量竟然完全无法调动。他就像个凡人，怎么可能？惊恐的嘶吼尚未出口，一道寒光已然破空而至。苏九离手持玉凤剑，身形如电，剑锋裹挟着撕裂虚空的锋芒，直直刺入他的胸膛。扑哧，剑锋透体而出，鲜血飞溅。那男人瞪大双眼，满眼不可置信，嘴角鲜血汩汩而下，艰难地低下头，望着胸口那柄冰冷的长剑，嘴唇翕动。你这是什么功法？苏九力冷冷注视着他，眸光如霜，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弧度。功法？他手腕一拧，剑锋在他体内猛然一转，告诉你也无妨，此乃龙玉。龙玉。男人瞳孔涣散，带着无尽的疑惑与不甘，高大的身躯轰然到地，扬起一片尘埃。山谷中风声呼啸，仿佛在为这一剑低吟。苏九力收剑立，周身气势凛然如神。方才那股碾压众生的合体7层威压，在他面前竟如纸糊一般不堪一击。这就是龙玉法则之内，我为尊。男人倒地后，陈晴快步向着那个粉色身影跑去。此刻那女子已神志不清，在药性折磨下将自己衣衫扯得凌乱。陈晴赶到时，她正蜷缩在地上不停颤抖，口中溢出痛苦的呜咽。陈晴连忙蹲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件外袍，迅速盖在她身上，
遮住那凌乱的衣衫。他将那女子轻轻扶起，揽在怀中，低声安抚道：“离世了，没事了，我们来了。”那女子眼神涣散，身体仍在微微颤抖，口中含糊不清地喊着“不要，救救我”之类的话，显然已被合欢散折磨的意识模糊。陈情抬头看向陈峰，眼中带着急切的询问。山谷间的风渐渐平息，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在众人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方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仿佛只是一场短暂的噩梦。苏妹推了推陈峰的胳膊，眼中满是促狭的笑意：“怎么还愣着干什么？你看他难受成什么样子了？”陈峰望着那女子，他蜷缩在陈情怀中，眉目如画，身段玲珑。虽然此刻痛苦难耐，却仍掩不住那股天生的柔美。他心中微动，却没有着急，而是转头看向众女，唇边带着一丝玩味的笑：“你们说我要不要上？”陈情翻了个白眼，娇嗔道：“这里就你一个男人，你不上，难道让我们上？”他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女子，语气里带着几分认真：“你瞧瞧这眉眼，这身段，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儿，你舍得让她就这么没了？我可不信。”温清雨也笑嘻嘻地凑过来，添油加醋道：“不是就是，你要是见死不救，这么娇俏可爱的美人儿死了多可惜，还不如收成龙妃呢，咱们也能多一个姐妹，你们说是不是？别犹豫了。”苏妹上前一步，伸手轻轻推了推陈峰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几分急切：“再等会儿可就来不及了。”陈峰朝着那女子走去，眼中带着几分无奈的笑意：“这可是你们说的？”苏妹噗呲一笑，眼波流转：“对，是我们说的。你呀，心里那点小九九，我们还不知道。”或许是感受到了陈峰的气息靠近，那女子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她猛地伸出双臂，紧紧环住陈峰的腰背，像是抓住了唯一的依靠，整个人都贴了上去。紧接着，她喉间溢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声音里带着压抑已久的释放，在这寂静的山谷中格外清晰。众女见状，皆是俏脸微红，纷纷转过身去，不敢多看。唯有温清雨，她非但没有转身，反而向前凑了几步，蹲下身子，将下巴抵在膝盖上，一双大眼睛弯成月牙，笑意盈盈地望着地上的二人。山谷间的风轻轻拂过，带来草木的清香，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在他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许久之后，那令人面红心跳的声音终于渐渐平息。陈峰在温清雨的服侍下缓缓整理好衣衫，温清雨细心地替他抚平衣襟上的褶皱，又踮起脚为他理了理微乱的发丝，动作轻柔的像是在对待什么珍宝。另一边，苏妹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件素白色的衣袍，轻轻盖在那女子身上，衣袍从脚踝一路遮到肩头，将她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陈峰瞥了一眼那素色衣袍，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你就不能用别的颜色的衣服？这看着怪瘆人的。苏妹正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闻言抬起头，一脸不解：“有问题吗？”她刚刚解完毒，身子肯定疲乏得紧，这会儿肯定没力气动弹，让她先好好歇息一下，我这也是为她着想。温清雨闻言，眼睛顿时弯成了两道月牙，凑到苏妹身边，促狭地笑道：“四师姐，你怎么知道她刚才怎样了？莫非你偷看了？”哦，她故意拉长了尾音，一脸我发现了大秘密的表情，嘴上说不看不看，眼睛却很诚实嘛。苏妹被她这一番话闹了个大红脸，那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她啐了一口，没好气地反驳道：“我只是看看你在干什么，谁像你啊，这么不知羞，凑那么进去看。”两人斗着嘴，其他几女在一旁掩嘴轻笑，气氛倒是轻松了几分。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天边的云朵被染成淡淡的紫色，山谷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轻轻拂过，将几女的说笑声吹散在暮色里。那女子眼神还带着几分迷离，脸上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呼吸却已渐渐平稳下来。她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感受着体内那股温热的气息慢慢消散，原本被药性折磨的几乎崩溃的神智也渐渐清明。片刻后，她终于完全平复，缓缓坐起身来。素色衣袍从肩头滑落，她惊呼一声，手忙脚乱地将衣物拉起，紧紧裹住自己，动作慌乱的像个受惊的小鹿。待穿戴整齐，她深吸一口气，起身走到陈峰面前，对他恭谨一礼，声音如黄莺出谷，清脆悦耳：“多谢公子搭救之恩，若不是公子，恐怕我今日就……”说到此处，他眼神微微一暗，后怕之色一闪而过。他偷偷抬眸，飞快地看了陈峰一眼，剑眉星目，面容俊朗，比那个可恨的魔人不知强了多少倍。心里那最后一丝抵触也悄然消散，毕竟自己中了合欢散，若不找人解毒，定会性命不保。与其便宜了那个畜生，倒不如……想到此处，他又羞涩地低下头去，脸颊上的红晕更深了几分。陈峰摆摆手，面上带着和煦的笑意，伸手自然地揽住他的肩膀。女子身子微微一僵，那位褪尽的潮红又添了一层，却也没有挣脱。只听陈峰柔声道：“别叫公子了，想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没错，我就是龙主，从今往后，你便是龙妃了。”他抬手指向在场众女，笑道：“还有她们，大家都是姐妹，不必拘束。”女子微微颔首，努力适应着这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她抬眸看向陈峰，轻声问道：“龙主，你们是什么人？莫不是太虚宗的弟子？”方才虽被合欢散折磨的意识模糊，可那一声震撼天地的龙吟，他听得真真切切。
还有那个神色清冷的女子，他亲眼看见，那人一剑便将那个不可一世的阴阳魔宗魔人刺穿，干脆利落，毫不留情。暮色渐深，天边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沉入了山峦，山谷间的风渐渐停歇，四周恢复了宁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虫鸣，衬得这黄昏愈发静谧。一行人收拾妥当，准备踏上归途，衣袂在晚风中轻轻飘动，身影渐渐融进那一片暮色之中。温清羽上前一把拉住程飞的手，笑靥如花，嘻嘻，这儿可是太虚宗的地界，我们当然是太虚宗的弟子了。他眼珠一转，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温清羽，是大家的姐姐，你也可以叫我一声姐姐。那位冷美人是苏九丽，旁边的是陈晴。他如数家珍，将众女一一指了个遍，末了还骄傲地挺了挺胸。程飞待他说完，这才轻声开口：我叫程飞，是石头村的人。程妹妹啊！温清羽眨眨眼，好奇地凑近，你是怎么着了？那贼人的道的。众人闻言，目光齐刷刷落在程飞身上，眼中皆带着几分疑惑。苍冥山中妖兽横行，更有阴阳魔宗盘踞，她一个练气期的小姑娘，怎敢孤身涉险？程飞眼中恨意一闪，旋即被后怕取代。他轻叹一声，缓缓道：我是来寻灵药的，爹爹被妖兽所伤，急需救治，我只好冒险进山。好不容易采到药，正要回去，谁知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谁知遇上那个魔人，他对我图谋不轨，还下了合欢散。陈峰眉头微皱，关切道：令父伤得可重，要不要我们过去看看？不用不用。程飞连连摆手，脸上浮起一抹慌乱，不过是一些皮外伤，不碍事的。冯岩柔声劝道：你若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不必与我们客气。温清羽连连点头，一脸认真：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若藏着掖着，那才叫见外呢。这时苏九丽缓步上前，手中握着一个瓷白色的瓶子，递到程飞面前，语气清淡却透着暖意：此乃回春丹，有疗伤奇效，无论内外伤皆可服用，你回去给令父服下，比你采的那些草药有用得多。程飞低头望着手心里那枚精致的瓷瓶，心头五味杂陈，感激、暖意，还有几分说不清的复杂。这些人包括龙主在内，他一个也看不透修为，想必都比自己高出不知多少。自己刚刚成为龙妃，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却如此关怀备至，没有半分刁难。还有这枚回春丹，他下品灵根，父母也是下品灵根，全家不过练气期，哪买得起这等丹药？若不是这次阴差阳错成了龙妃，爹爹就算不死，怕也要落下残疾吧。他眼眶微微泛红，强忍着不让泪落下，唇角却弯起一抹笑意。有了这回春丹，爹爹的伤就不怕了。谢谢九丽姐姐。苏九丽温柔一笑，轻轻摇了摇头。温清羽摆摆手，催促道：快回去吧，别让令父等急了，若有需要，记得给我们传音。我知道了。程飞点点头，转身向着来时的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急，不曾回头，众人却都看见了那抬手抹泪的动作，细微而仓促。目送程飞的身影消失在山林尽头，陈峰收回视线，神色认真了几分。走吧，咱们将这苍冥山走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阴阳魔宗的踪迹。众女纷纷点头，正要动身，温清羽已经一溜烟窜到陈峰身边，扬起脸，笑嘻嘻地道：也还要抱着我，就像刚才那样。陈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揶揄道：七师妹，你可真是不知羞。温清羽不以为然地撇撇嘴，理直气壮地反驳：那怎么了？谁让我是他的女人呢？说罢，也不管旁人目光，径直钻进陈峰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窝好，脸上满是艳足的笑意。唐青莹低头盯着手中的寻魔盘，始终没有移开视线。片刻后，她抬起头，眉头微蹙，寻魔盘还没有反应，要不咱们往那边去看看？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眨眼间半个月已过。这半月里，众人将苍冥山翻了个遍，先后击杀了5名阴阳魔宗的弟子。闲暇时，他们便与陈峰一同修炼，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想在哪里就在哪里。山间的溪流旁，密林的空地上，幽深的山洞中，都留下了他们修炼的身影。晨光熹微时，他们在云雾缭绕的山巅吐纳；暮色四合时，他们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静坐。凌厉的波动在山林间此起彼伏，如同潮汐般涨落。半个月后的1日，众人正在一处隐蔽的山洞中休憩。洞外古木参天，藤萝密布，将洞口遮掩得严严实实。洞内宽敞干燥，石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在夜光石的照耀下泛着莹润的光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灵芝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宁静而安详。忽然，苏九丽神色微动，闭目凝神片刻，睁开眼道：师尊传音，让我们回去。话音刚落，陈峰也收到了一道传音，是乔映云的，意思相同。回去做什么？我还没玩够呢。温清羽靠在陈峰身边，小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红晕，嘟着嘴，满脸不情愿。他的一头青丝散落在肩头，衬得那张小脸愈发娇俏。其余众女脸上也都残留着不同程度的红晕，显然方才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修炼。苏九丽脸颊也泛着淡淡的粉色，却仍正色道：师尊既让回去，想必是宗门要召回我们了。陈晴眼珠一转，猜测道：再过1个月就是真传弟子大比了，或许是让咱们闭关修炼呢。修炼什么？温清羽眨了眨眼，笑得狡黠：我现在不就正在修炼吗？
苏妹脸上满是促狭的笑意，打趣道：“七师妹，你悠着点。”温清雨白了她一眼，微微俯身，如瀑的秀发散落下来，轻轻拂过陈峰的脸颊。他笑得眉眼弯弯，娇声道：“才不会呢，龙主才没那么脆弱，你说是不是？”龙主。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山洞中的动静渐渐平息，众女交换了眼神，终于还是决定回太虚宗。下一瞬，方才还热闹非凡的山洞骤然安静，几道身影凭空消失，只余下尚未散尽的气息在昏暗的洞中缓缓流转。岩石上残留的余温，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气，都在无声诉说着方才的时光。洞外的日光透过藤萝的缝隙洒落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而美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仿佛一切都已不同。陈峰再次出现时，已然置身于山阴县自己的房间，其他众女则瞬移去了祝天峰。乔隐云一袭红袍，正盘膝坐在床榻上打坐修炼，察觉到那道熟悉的气息骤然出现，他眉宇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喜色，却很快强制收敛，只微微睁开眼，眸中波光流转，伸出修长的手臂，声音慵懒而理所当然：“来，先给为师推拿一番。”陈峰望着他那慵懒的模样，心里微微一动。上次给他推拿后，他这是尝到甜头了。他微微一笑，上前握住他的手臂，手指在他柔软的手臂上轻轻揉捏着，嘴上却不老实地问道：“师尊这是想弟子了，特意让弟子回来的？”乔隐云眼睛翻了翻，风情万种地嗔了他一眼：“谁说想你了？是宗门觉得太虚宗境内没有阴阳魔宗的踪迹，让真传弟子回来准备大比的。”他顿了顿，抬手指了指自己肩颈的位置，语气随意的像是在吩咐一件寻常事：“来，帮为师捏一捏这里。”陈峰低头便望见那火红衣袍下若隐若现的肌肤，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却故作镇定道：“大请师尊躺好。”乔隐云没有理会他的目光，自顾自地平躺在床榻上，红袍散开，衬得他肌肤如雪。陈峰的手轻轻落在他肩头，指尖微动，开始为他推拿。“你做什么？”乔隐云娇嗔出声，脸颊微微泛起红晕。陈峰手上动作未停，笑着道：“自然是为师尊宽衣，这样才能发挥推拿最大的效果。那随你吧。”乔隐云轻哼一声，闭上了眼睛，不再言语。很快，房间里便传出细微的声响，若有若无，像是刻意隐忍，却又藏不住那丝丝缕缕的气息。他们不知道的是，门外一个娇俏的女子正向着这边走来。她身着一袭绿色长裙，裙摆上绣着精致的花纹，随着步伐轻轻摆动，如同一池春水漾开的涟漪。身姿轻盈，脚步轻快，脸上还带着归来的欣喜，显然心情极好。就在她即将走到乔隐云门口时，脚步忽然顿住。那声音，她太熟悉了。这些日子在外历练，她击杀过阴阳魔宗之人，自然也听过那等不堪入耳的声音。只是她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竟会在自家师尊的住处听到。她精致的小圆脸瞬间长得通红，小嘴张得大大的，满眼都是不可置信。她愣愣地站在原地，还下意识地朝四周张望了一圈。没错啊，这就是师尊的住处，她从小长大的地方，怎么可能会认错？一个念头在脑海中炸开，难道师尊已经有道侣了？还是说我许久未归，师尊搬家了？她呆呆地抬起头，望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彻底愣在原地。就在她满心疑惑、进退两难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忽然从院门口传来：“师妹，你怎么不进去？师尊在里面吗？”楚云熙脸色骤变，猛地转身，对着来人竖起食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脸上满是紧张。来人是夏云霜，乔隐云的大弟子。他一袭青衫，风尘仆仆，显然也是刚历练归来。见楚云熙这副模样，夏云霜微微一怔，正要开口询问，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恰好飘入耳中。他瞬间明白了什么，连忙放轻脚步，蹑手蹑脚地走到楚云熙身边，压低声音问道：“里面是谁？”话音刚落，房间里便传出那道熟悉的女声，此刻却带着几分急切，仿佛在催促着什么要紧事，再快点。紧接着是男人粗重的呼吸，还有那带着几分担忧的低沉嗓音：“我怕你受不住。”话音未落，急促的声响便再次响起，一浪高过一浪。楚云熙和夏云霜同时僵在原地，面面相觑。这声音，他们太熟悉了。楚云熙艰难地转过头，看向夏云霜，那张精致的小圆脸此刻红得几乎能滴出血来。他嘴唇翕动，无声地吐出几个字：“是师尊。”没错，怎么可能？夏云霜瞪大眼，满脸的难以置信。那里面那个男人是谁？楚云熙茫然地摇摇头，声音压得极低：“不知道，没听说过。师尊有道侣啊。”夏云霜眉头紧蹙，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我今天倒要看看，里面的男人到底是谁，竟有这般本事，能得到师尊的芳心。”不是。楚云熙愣了一下，指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又指了指自己：“大师姐，你就站在这儿等着。”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不停地传出来，每一声都让他心跳加速。站在这儿简直是种折磨。他想逃，可脚却像生了根，心里还莫名的痒痒的。夏云霜也有些迟疑，却强撑着道：“若是咱们走了，万一那男人跑了怎么办？”他说着，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那扇门，耳根早已红透。那我陪你吧。”楚云熙红着脸小声说道。夏云霜点了点头，给了他一个赞许的微笑，压低声音道：“这才对嘛，
咱们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随后两人都不再说话，只是那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一声高过一声，毫不掩饰地飘入院中。院中的灵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日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却又被这声音搅得心绪不宁。楚云熙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双腿都有些发软。夏云霜虽强作镇定，耳根却早已红透，手指不自觉地搅着衣角。楚云熙干咳一声，试图转移注意力。他凑近些，压低声音问道：“师姐，你有没有找过道侣？”夏云霜摇了摇头，一脸认真：“没有。找道侣做什么？道侣只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他顿了顿，反问道：“难道师妹你找过？”楚云熙也连忙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后怕：“我也没有。自从几年前见过阴阳魔宗的手段后，我就再也不想找道侣了。”哦，什么意思？夏云霜来了兴致，暂时忘了耳边的声音。楚云熙压低声音回忆道：“前几年我下山历练，亲眼见到一个阴阳魔宗的男人在伤害一个女子，那女子痛苦的死去活来，叫声凄惨。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想那事了。”他打了个寒战，那么痛苦，我可不想经历。夏云霜听完却没有接话，只是抬手指了指那扇紧闭的房门，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你听听，这是很痛苦的样子吗？”楚云熙一愣，侧耳倾听，那一声声婉转的声音，哪里有半分痛苦？分明是。他刚刚褪去红晕的脸瞬间又烧了起来。一个时辰后，那持续已久的动静终于渐渐平息下来。楚云熙不知何时双腿已有些发软，此刻缓缓放松下来，脸颊上还泛着浅浅的红晕。他轻呼一口气，啧舌道：“终于安静了，师尊也真是的，这么久也不嫌累。”夏云霜背对着他，也缓缓睁开眼睛。他深吸几口气，平复了片刻，这才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问道：“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到底是哪位俊俏郎君能让咱们师尊这般倾心？”咦？楚云熙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而瞪大眼盯着他的脸：“师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夏云霜闻言，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嗔怪道：“你的脸不也红着吗？还好意思说我？”楚云熙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又看了看夏云霜，眉头微蹙：“我的脸也没有像师姐你那么红呀，师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夏云霜心里发虚，羞恼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转移话题：“我是问你，咱们要不要进去？你老盯着我做什么？进去！”楚云熙连连摇头，小脸上满是尴尬。万一师尊和那个男人还没整理好怎么办？咱们进去岂不是很尴尬？就在这时，房间里再次传出乔隐云的声音：“继续，我还要。”那声音里带着几分霸道的急切，还有不容拒绝的意味。紧接着是男人无奈的声音：“要不要休息一下？刚刚不是休息过了吗？少废话，快继续。”乔隐云顿了顿，声音里带着几分挑衅的笑意：“这次我做主导。”很快，房间里再次响起乔隐云那惬意而满足的声音，比方才更加婉转悠扬。楚云熙和夏云霜面面相觑，脸上皆是说不出的复杂。楚云熙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尴尬：“师姐，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他们这才刚结束又来，怕是一时半会儿不会完。咱们在这儿听墙角，实在不太好吧？”夏云霜侧耳听着房间里的动静，嘴唇微微翕动，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楚云熙没听清，只隐约捕捉到一两个词：“大师姐，我问你话呢。”楚云熙见师姐眼神飘忽，忍不住又唤了一声。夏云霜这才回过神来，清了清嗓子道：“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等着。”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直傲：“我倒要看看那个男人到底能坚持多久啊！”楚云熙一脸震惊：“大师姐，万一他们一天不出来，咱们就在这儿等一天不成？”夏云霜摇了摇头，语气笃定：“不会的，一般的男人一个时辰已经是极限了，更何况师尊又要了一回，我敢肯定他坚持不了多久。”他顿了顿：“我就在这儿等着。”楚云熙眼中浮起几分敬佩：“大师姐懂得真多。”他迟疑了一下，又小声问道：“大师姐，你真的没有教过道侣吗？”夏云霜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这都是我听别人说的，你别瞎猜。”原来是这样。楚云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随即眼睛一亮：“这么说，他们这次之后就该出来了？”“肯定是。”夏云霜正重点头，目光坚定地望向那扇依然紧闭的房门。一个时辰后，继续，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不能多陪陪我？继续。夏云霜与楚云熙已经彻底麻木了。楚云熙从最初的心神不宁、面红耳赤，到后来眼皮打架、昏昏欲睡，此刻正靠在墙边，脑袋一点一点的，随时都要滑下去。夏云霜也不知第几次将手从身侧移开，起初他还悄悄数着次数，后来数到10几便放弃了。太多了，多到他不敢相信。从天光大亮到日落西山，再到东方既白，太阳出生，房间里的动静就没有停下过。院中的灵芝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凝着细密的露珠，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亘古声隐约传来，一下一下敲破了夜的寂静。楚云熙终于撑不住了，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嘟着嘴，一脸怨怼的悠悠道：“大师姐，这就是你说的他们很快就结束？昨天我还以为你懂得多呢，没想到你也不了解男人吗？”
夏云霜没有反驳，他已经被震得说不出话来。从师尊第一次说继续开始，他就震惊一次，每一次继续想起，他就再震惊一次。震惊于师尊的韧劲，更震惊于那个男人的能耐。1天1夜，世间哪个男人能做到？他曾从那些传闻中了解过，男人最多也就1、2次，顶天了3、4次。可屋里那个男人没完没了，师尊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他望着那扇门，眼神复杂的难以言说。终于在日头又升高了些许的时候，房间里的动静再次平息下来。这一次传出的是乔颖云那慵懒满足的声音，带着几分绵软的意味。行了，这次为师很满意。楚云熙猛地睁开眼，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夏云霜却是脸上带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神色，眼神里隐隐透着遗憾。又过了1刻钟，那扇紧闭了整整1天1夜的房门终于吱呀一声缓缓打开。乔颖云缓步而出，她脸上还残留着未褪尽的红晕，眉眼间尽是艳足的慵懒，脚步虚浮的像是踩在云端。晨光洒在她身上，将那火红的衣袍映得愈发鲜艳，衬得她整个人娇艳欲滴。当她抬眼望见院中站着的2道身影时，整个人瞬间怔住了。那双还带着余韵的眸子在楚云熙和夏云霜身上逡巡，脸上的红晕又深了几分。她张了张嘴，声音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迟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晨风拂过，带起她鬓边的发丝，院中的灵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上的露珠在晨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一切都显得那样宁静，却又透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夏云霜干笑一声，脸上的红晕还没褪尽，声音干巴巴的：“师尊，我们刚到。”她实在不好意思说昨天白天就到了，这话怎么都说不出口。楚云熙疑惑地看了夏云霜一眼，不明白大师姐为何要说谎，不过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附和道：“刚到。师尊，谁在外面？”话音刚落，陈峰便从里面走了出来，手上还在整理着衣襟，一副刚刚穿戴整齐的模样。师尊。夏云霜和楚云熙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掩饰的震惊。乔颖云微微一笑，神色坦然，伸手将陈峰拉到2人面前，介绍道：“云霜、云熙，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指了指陈峰，那是为师新收的记名弟子陈峰，又转向2个弟子，这2位便是为师的大弟子夏云霜，二弟子楚云熙。不是。楚云熙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乔颖云，又看看陈峰，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组织：“师尊，他是你新收的弟子，那你们刚才……”话还没说完，夏云霜的胳膊肘就轻轻顶了他一下。楚云熙剩下的话咽了回去，只是脸上那震惊的神色怎么也藏不住。夏云霜定了定神，接过话头，努力让语气听起来自然些：“原来是尊敬收了记名弟子。弟子记的规矩，记名弟子须得击败师尊现有弟子中修为最低的那位才行。如今4师弟赵千珏已是元婴1层了。”他美眸流转，目光落在陈峰身上，带着几分审视与好奇。弟子看他不过金丹8层，没想到竟能跨界战胜4师弟，果然不简单。其实是在陈峰筑机器的时候击败你4师弟的。乔颖云这句话一出，夏云霜和楚云熙彻底怔住，2人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楚云熙忍不住脱口而出：“筑机期击败元婴期，这怎么可能？他莫非用了什么厉害的法宝？”“没有。”乔颖云摇了摇头，神色平静，只是凭借实力而已。夏云霜和楚云熙的目光再次落在陈峰身上，这一次那目光里满是好奇与探究。这个陈峰瞬间在他们眼里变得神秘起来，不仅能跨境御敌，还能得到师尊这般青睐，仅仅是因为实力强悍吗？若只是如此，师尊这1日1夜又怎会反复索取？陈峰察觉到他们的目光，只是微微一笑，对2人拱了拱手：“既然2位师姐游历归来，必定有许多话要与师尊说，那师弟就先告辞了。”乔颖云微微颔首，眸中闪过一丝柔和，温声道：“你也累了，快去歇息吧。”陈峰转身离去，步履从容，身后夏云霜和楚云熙的目光追随着那道背影，久久没有移开。陈峰从乔颖云那里出来，身形一晃，原地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置身于柳如月的房中。房间里莺莺燕燕，柳如月端坐榻上，苏九丽、陈晴、苏妹、冯岩、唐青莹、楚云熙几女或坐或立，正说着什么。见陈峰现身，众人目光齐刷刷投来。温清雨眼睛瞬间亮如星辰：“呀，龙主来了！”话音未落，他已如乳燕头灵般扑了过去，踮起脚，双手勾住陈峰的脖颈，不由分说地吻了上去。陈峰还没反应过来，便觉一阵香风扑面，唇上一软，牙齿已被撬开。他垂眸，正对上温清雨那双弯成月牙的笑颜。这丫头1日不见，竟这般猴急了。他心中苦笑，手上却没让他失望，双手一捞，将温清雨整个人提了起来，大步向床榻走去，做事就要将他压下。温清雨察觉到他的动作，这才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将嘴唇移开，红着脸急声道：“龙主，你做什么呢？别在这里啊！”陈峰嘿嘿一笑，依言放开了他。温清雨坐起身，小脸绯红，手忙脚乱地将方才被他拉开的腰间系带重新系好。陈晴抱着双臂，似笑非笑地打趣道：“哟，方才不知是谁，龙主一出现就迫不及待扑上去，
恨不得把人生吞了。如今龙主真要吃了你，你倒害起羞来了。苏妹眉眼弯弯，掩嘴轻笑，咱们天不怕地不怕的七师妹，今日竟也知道害羞了，这可真是稀罕事。温清雨红着脸反驳道，这里这么多人，我才不要被你们看着呢。陈晴笑得眉眼弯弯，促狭道，谁要看你啊，大不了我们出去便是，到时候你再叫的大声些，让我们都听听。陈峰没有理会他们的打闹，径自走到唐青莹身边，压低声音问道，你不打算回天风了？唐青莹神色一暗，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师尊交给我的任务失败了，回去就算不死也免不了重罚。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几分，他本就觊觎我的身子，回去定会对我动手，如今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断然不能再回去，今后我就在祝天风住下了。柳如月闻言脸色凝重起来，沉声道，我打算将黑老九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让宗门上下都看看太虚宗长老竟敢对弟子下死手，作为长老公然违背宗规，我相信宗主一定会秉公处理此事。陈峰微微点头，语气淡然，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底气，此事随你吧，反正黑老九也伤不了我们，若他不识好歹敢对我们出手，大不了杀了便是。他说的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随即他看向冯岩、周若娇、齐月瑶三人，神色认真了几分。娇娇如今既非真传弟子，也不是杂役弟子，这身份确实有些尴尬，你们三位今后尽量少下山，莫要与太虚宗其他弟子过多接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柳如月也接过话头，语气郑重，我身为龙后，也是祝天风风主，这祝天风今后便是你们的住处，只要我还是太虚宗长老，还是这祝天风风主，你们无论住多久都可以。话音刚落，咚咚咚，太虚宗悠扬的钟声骤然响起，穿透云霄，回荡在整个山门上空。太虚宗天柱风主殿内，众弟子依风而立，气氛肃穆。陈峰站在楚云熙身旁，目光不经意间掠过殿中那道熟悉的身影。唐青莹此刻立于祝天风弟子当中，周围是柳如月门下众人。黑老九站在回天风弟子前列，面沉如水，目光如毒蛇般死死盯着唐青莹。他咬着牙，声音冷厉，青莹，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师尊是谁吗？还不过来！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引得大殿众人纷纷侧目。回天风的弟子竟站在祝天风那边，这让黑老九颜面尽失，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众人目光落在唐青莹身上，眼中满是疑惑，回天风的弟子为何会与祝天风的人站在一起？温清雨悄悄握住唐青莹的手，用力握了握，眼中满是担忧。祝天风众女也都望着他，目光复杂。唐青莹面色微僵，那位毕竟是自己名义上的师尊，纵使黑老九对自己总是色眯眯的，可外人并不知情。此刻当着全宗上下的面，他若公然违抗，便是落人口实。他想起陈峰的话，想起柳如月的承诺，留在祝天风，不要再回天风。可此刻面对黑老九的逼问，他该何去何从？见唐青莹犹豫不决，黑老九的脸色又阴沉了几分，声音愈发凌厉，怎么连为师的话也不听了？难道你要欺师灭祖不成？欺师灭祖四个字掷地有声，在大殿中回荡。柳如月缓缓开口，语气清淡如水，却隐隐透着锋芒。黑师兄难道不知他为何在我祝天风吗？黑老九冷哼一声，眼神闪烁了一下，旋即应声道，我又如何得知那逆徒为何在你那里？是吗？柳如月唇角微勾，眸中却无笑意。那么黑师兄当真不知情，你那孙化、黄道两个弟子又为何没有回来？此言一出，黑老九脸色微变，却仍强撑着冷哼一声，哼，我又如何得知？说不定在路上耽搁了。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派3人去击杀陈峰，更不会承认觊觎陈峰身上的传承。哦，原来如此。柳如月淡淡一笑，那笑意却不达眼底，意味深长。黑老九被他笑得心头火起，再次转向唐青莹，声音更厉，唐青莹，你再不过来，休怪为师不讲情面了。师尊，我……唐青莹刚开口，话还没说完，一道身影从殿外缓步而入，谢清雅。他连忙住了嘴，低下头去。谢清雅目光扫过殿内，最后落在黑老九身上，语气淡淡，还没到门口，本座就听到黑师弟斥责弟子，到底是何事？黑老九脸上的怒容瞬间收敛，换上公式化的笑意，摆摆手道，无事无事，不过是我那不争气的弟子不站在回天风这边，反倒去了祝天风那里。这不，我正想好好讲一讲道理，总不能让他忘了自己的师尊是谁。宗主师兄说是不是？哦，这是怎么回事？唐师侄为何不站在回天风这边？宗主谢清雅眉头微皱，面容威严，目光如炬地落在唐青莹身上。唐青莹原本低着头，听到宗主的问询，猛地抬起头来，那双眸子里犹豫与忐忑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决然的坚定。他向外踏出一步，走到主殿中央，对着谢清雅郑重拱手，声音清亮，宗主容禀。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此次下山历练，师尊派我孙化师兄、黄道师兄3人前往击杀陈峰，夺取他的传承。话音落下，满堂皆惊。后孙师兄与黄师兄皆身死，弟子不愿同门相残，自相杀戮，故而活了下来，但又恐回来后被师尊责罚，所以才未归回天风。唐青莹这句话一出，
原本还算安静的大殿瞬间炸开了锅。什么？黑师伯竟然派弟子去击杀那个记名弟子？重要的不是这个，是被反杀了呀！那个陈峰这么厉害，连孙化都能击杀，你忘了他可是能御龙的，有底牌也正常。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议论声如潮水般在大殿中蔓延开来，无数道目光在黑老九、陈峰、唐青莹三人身上来回扫视，震惊、质疑、好奇交织在一起。黑老九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宗主谢青牙微微挑眉，眸中闪过一丝诧异，却并未太过意外。他心中早有预料，当初黑老九便以为宗门考虑为由，想夺取陈峰的传承，被他当场驳回。此番众弟子下山历练，他便隐隐猜测黑老九不会善罢甘休。方才见陈峰安然立于殿中，还道黑老九收敛了心思，未曾想竟是动手了，还失败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豁然站起，乔影云俏脸寒霜，眸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他声音冰冷如寒冬朔风，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宗主师兄，宗门规矩严禁自相残杀。黑老九身为长老，却知法犯法，因觊觎弟子传承，派人对宗门后辈痛下杀手，此等行径罪不可赦。他顿了顿，声音愈发凌厉：我建议将黑老九废除修为，逐出宗门。话音刚落，柳如月也缓缓起身，他的语气清淡，却字字如锤，敲在众人心头。不错，我得知此事时亦是震惊不已。堂堂宗门长老竟对门下弟子下此毒手，当真丧心病狂。他目光扫过殿中众人，声音沉静却有力：若此僚仍留宗门，今后太虚宗弟子岂不是人人自危？两位峰主一前一后，声讨如潮。大殿之中，无数目光齐刷刷投向黑老九，有震惊，有鄙夷，也有隐隐的畏惧。黑老九脸色铁青，双拳紧握，眼中杀意一闪而过，却又被他生生压下。他深吸一口气，强挤出一丝笑容，声音里带着几分刻意的镇定：宗主师兄，莫非相信那逆徒的一面之词？他顿了顿，环视四周，一副被冤枉的无奈模样。正如乔师妹所言，我乃太虚宗长老，岂能做出这等违背宗规之事？这定然是那逆徒栽赃陷害。说到此处，他叹了口气，语气转为沉痛：平日里我对他管教甚严，许是因此让他心生不满，怀恨在心，今日才会当众污蔑于我。他摇了摇头，满脸懊悔：哎，都是我的错，怪我太过严厉，竟让弟子生出这等怨恨之心。话语间，他俨然成了一个因严厉而遭弟子记恨的受害者。